恶魔种族突然降临现实，200级顶级玩家接连阵亡，唯一的恶魔猎手传承早已灭绝。55级的他身穿西装，优雅地走向毁灭废墟。镜子里的黑发青年是浩烈，眼前的银发身躯却是名门贵族继承人格兰费尔。看着浮现的恶魔猎手面板，浩烈彻底陷入绝望。他优雅地端起茶杯，在平静的举止下，他终于理清了真相，自己竟然变成了12年前初2时期亲自创造的中2角色。当年少年浩烈在台灯下一笔一画勾勒出恶魔猎人，还强加了各种繁复设想。这一切的源头是曾经火遍全球的游戏《阿卡那编年史》。作为顶级的虚拟现实游戏，它有着极其庞大的世界观，直到停服前一天都稳居游戏榜首。可就在停服当天，公司首席执行官雷蒙突然失踪，游戏也随之强制停服。紧接着，游戏《阿卡那》降临现实，地面剧烈震动，异界建筑破土而出，世界各地凭空出现大量裂缝，怪物蜂拥涌入，城市沦为战场。就在世人以为末日到来时，一部分人与游戏角色融合，获得了对抗怪物的力量。这些与角色融合的人被称为玩家，他们运用游戏里的能力拯救世界，成为了人人崇拜的英雄。浩烈也曾幻想过成为其中一员，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哪怕自己幸运觉醒，实力也根本强不到哪里去。当年一台游戏设备高达上千万韩元，加上父亲的公司不幸破产，浩烈过早体会到现实残酷，玩了不到1年便选择退游，这让他的等级停留在55级，各项属性极其惨淡。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真与当年创造的角色融合。浩烈内心近乎崩溃，表面上却仍维持着优雅举止，因为这个初2时创建的角色有着响亮的名字格兰费尔。设定里他是顶尖贵族的继承人，家族惨遭恶魔灭门后，背负血海深仇的独苗，最终化身恶魔猎人，踏上复仇之路。这种充满悲剧色彩的设定，在初中时固然酷炫，对现在的浩烈却是爆表黑历史。身体变成格兰费尔后，连说话都带上高傲的中2腔调，他内心疯狂咆哮，却无法克制。更绝望的是，明天还要正常上班。第2天到了公司，同事以为换了发型的他要偶像出道，看他神色冷漠，还以为不小心得罪了他。没过多久，他就把咖啡泼到了领导脸上，内心疯狂尖叫，直呼完蛋。可贵族的傲骨让他无法向平民低头，身心失控，令他濒临崩溃。他想起采访里黄金闪光说过，玩家觉醒后性格会与角色融合，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公司留存，他决定去当一名玩家，坐到电脑前重新查阅阿卡奈的现状。高阶玩家虽收入惊人，却在拿命冒险，且贵族设定对金钱毫无兴趣。他转而查询恶魔猎手职业现状，搜索结果居然只有可怜的2页，除了2篇零星讨论，剩下的全是一条旧新闻。早在3年前，恶魔猎人就已经全军覆没，恶魔猎人的圣地阿克山早已毁灭，转职村庄与防卫要塞化为灰烬。浩烈看着新闻彻底傻眼，这并非单纯的职业冷门，而是整个传承被连根拔起。12年前就几乎没人选这个职业，基础低、潜力差、技能弱，升级艰难到每天只能送面包。虽然对付普通怪物极弱，但面对恶魔时却有强悍克制力。然而恶魔数量稀少且任务枯燥，让他彻底沦为边缘职业。可职业废柴与传承断绝完全不同，如今连导师 NPC 都已死绝，浩烈根本不知该如何升级。他继续翻看论坛最新讨论，得知游戏刚刚完成更新，新加入的恶魔种族降临现实，带有极强的减役效果，连200级高手都接连阵亡。面对肆虐的恶魔，却无一人站出来。浩烈看着新闻，突然意识到真相，自己恐怕是世上唯一的恶魔猎人。可退游整整12年，现在的恶魔远比当年恐怖，连200级强者都在接连战败，55级的他去战斗无异于送死。就在他准备退缩时，体内格兰费尔的高傲意志陡然苏醒，宣告绝不会在恶魔面前逃跑。浩烈打消退缩念头，决定放手一搏。他换上整洁西装，彻底以格兰费尔的姿态挺身而出，不再进行无意义的自我怀疑。此时现实街道早已沦为废墟，到处是惨重伤亡与混乱。格兰费尔优雅整理着袖口，高傲走向危机四伏的战场。在他眼中，将恶魔送回地狱不过是给予他们的特权。这位恶魔猎人即将用属于他的优雅，彻底终结恶魔的肆虐。自全球灾难爆发过去数年，人类终于从毁灭的废墟中重生，街道再次恢复昔日的喧嚣，人们也适应了全新的生活。然而光芒之下必有阴影，人群中滋生的庞大负面情绪正一步步演变成恶魔的猎场。潜伏在暗处的恶魔早已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那是一支正在附近等待集合的玩家小队。此时在街头，队长哲明正频繁查看手机，距离约定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他在耐心等待最后一名队员到位。哲明一抬头，便看见身穿黑色西装的格兰费尔正优雅地朝这边走来。哲明热情地向队友介绍新成员，并主动上前打招呼。格兰费尔反应十分冷淡，随即把目光投向四周。在玩家的视野里，虚空中正隐隐浮现紫色的异界裂缝，而身旁路人对此却毫无察觉。倘若自己未曾觉醒，恐怕也会像路人一样，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眼前的裂缝推荐等级在35到40级，对55级的格兰费尔而言，正适合用来热身。他心里十分清楚，顶尖玩家平均等级早已突破200级，以他目前的属性，根本无法正面竞争，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提升等级。好在觉醒者并非只有顶尖强者，他才得以顺利加入这支等级相近的小队。队友们满怀期待准备迎战，队长哲明叮嘱大家做最后检查，
5分钟后准时踏入裂缝。队员们纷纷响应队长的安排，格兰费尔则在一旁保持沉默，安静等待着出发时刻。此时裂缝的崩溃进度已近20%，一旦进度彻底填满，里面的怪物便会彻底冲入现实世界，玩家必须趁现在将其清除，把这场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随着队长哲明拍手召集大家，小队终于要正式迈入异界裂缝。队友们纷纷热烈打气，浩烈看着这群友善的队友，也想开口拉近彼此距离，毕竟从小在3个姐姐折腾下长大，他早就掌握了察言观色的本领。可他刚准备开口套近乎，说出口的却是格兰菲尔的高傲台词。他当场宣称有他在，大家就无需担心。这番自大发言瞬间让现场气氛降到冰点，队长哲明只能尴尬打着圆场，拉着大家讨论起接下来的狗头人怪物。面对众人默契的忽视，浩烈内心彻底崩溃，决定接下来还是老实保持沉默。小队顺利踏进裂缝，来到狗头人的食物储藏室。这片原本是换乘站的地方，早已被破坏的一片狼藉。静言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居然一只怪物都没有。队长哲明推断是有其他小队抢先一步进了裂缝，他安慰大家只要选对路线，就依然能抢到击杀。面对队友们的讨论，格兰费尔始终保持沉默，优雅的独自迈步向前。哲明带队继续深入，前方很快出现了狗头人的身影，小队当即准备迎战。哲明手持盾牌冲在最前，队友们也紧随其后发起了突击。然而旁观的格兰费尔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支小队的配置本该非常标准，包含了坦克近战和法术输出，可战斗一拉开，哲明作为坦克却盲目冲锋拉仇恨，输出队员不仅没做好掩护，反而把防御压力全都扔给了他，战术配合显得极其怪异。面对这混乱的战术配合，格兰菲尔十分纳闷，现在的玩家究竟是怎么打怪的？但转念一想，自己这惨淡的属性也没资格多管闲事。眼下他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装备极其匮乏。打开背包一看，里面只有几件低阶的银质兵器。在换上好装备之前，他决定尽量不出手参战。可还没等他多想，暗处突然飞来冷箭，数只狗头人从隐蔽处发动突袭，直接向小队扑了过来。郑勋和静言仓皇抵挡，程旭也被火力压得无法抬头。面对接连不断的攻击，小队防线瞬间陷入混乱。眼看敌人数量远超预期，郑勋急忙向远处的哲明求救，让他赶紧回援。哲明听到呼喊转过身来，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狗头人已经举起弯刀向郑勋的背后砍了过去。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光瞬间贯穿了偷袭的狗头人。关键时刻出手的正是格兰费尔，他手持长弓，语气依旧冷酷高傲，表示虽然不想脏了自己的双手，但看来必须给这群杂犬一点教训了。面对救命之恩，郑勋连忙出声感谢，心里却对这种中二的说话方式极其困惑。而格兰费尔体内的号烈也只能在内心表达着无奈。然而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其余狗头人紧接着发起了更猛烈的围攻。几只狗头人冲破防线，直接向后方的禁言杀去。面对迎面砍来的刀锋，禁言吓得不知所措。关键时刻，格兰费尔出声叫他保持冷静，让禁言安心去吟唱大火力技能。近处的怪物全部交给他来处理。话音刚落，他直接一剑贯穿了怪物，帮禁言化解了眼前的危机。接着向他确认技能还需要准备多久。郑勋在前方咬牙死撑，禁言终于完成了大范围魔法的吟唱，无数火矢铺天盖地轰向敌群，整片战区瞬间被火海吞没。剧烈的爆炸直接清空了战场，硝烟散去，队友们看着眼前的焦土，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禁言赶忙跑来确认格兰费尔的情况，格兰费尔语气依旧冷淡，表示自己并无大碍，让他优先去照顾其他人。虽然战场已经平息，可格兰费尔体内的号烈看着地上那些昂贵的银件，心疼的直流血，甚至在心里纠结能不能去回收。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禁言正忙着给受伤的程序递上药水。郑勋情绪突然失控，他怒不可遏地站起身，一把拽住了队长哲明的衣领。郑勋歇斯底里地质问哲明，怪他不仅带错了路线，甚至在队友陷入包围时见死不救，根本就是把大家带进了陷阱。面对郑勋的怒骂，哲明不仅没有半点回应，嘴角反而勾起一抹诡异的冷笑。下一秒，周围灯光突然开始剧烈闪烁，阴森的笑声在废墟中回荡。哲明竟像发疯一样仰天狂笑起来。郑勋被彻底激怒，指着哲明破口大骂，怪他全靠厉害的哥哥才敢如此嚣张。格兰费尔伸手拍了拍郑勋，示意他闭嘴。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周围的所有灯光瞬间熄灭，整片区域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哲明狂笑着露出尖牙，嘲讽大家垂死挣扎的蠢样。格兰费尔依然沉着冷静。下一秒，恶魔猎人的专属技能天敌瞬间触发，面对恶魔种族时的战斗能力大幅提升。眼前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格兰费尔瞬间看清了真相，他冷冷地看穿了哲明的恶魔身份。随着假面被揭穿，哲明体内的恶魔终于不再掩饰，散发出滔天邪气，肆意嘲笑。恶魔猖狂嘲笑，这群蠢货到这时才反应过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相，郑勋和静言满脸难以置信，根本无法接受队长会是恶魔。失控的程序也不停摇着头，坚信这绝对不可能。可话音未落，诡异的黑雾已在脚下骤然铺开，漆黑的触手死死缠绕着郑勋与静言，将两人高高悬挂在半空中，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浑身满是伤痕的静言绝望伸出右手，大声向一旁的程序求救。眼前的惨状让程序彻底崩溃，在恶魔精神力量的剧烈侵蚀下，他困在噩梦中失声尖叫，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
恶魔掩面狂笑，猖狂嘲笑着人类脆弱不堪的本性。可话还没说完，格兰菲尔的身影已如闪电般破空袭来。格兰菲尔挥刃猛刺，匕首却被恶魔坚硬的板甲硬生生挡下。恶魔借机猖狂威胁，称杀死自己就会让宿主一同丧命。格兰菲尔丝毫不受威胁，借力后退，迅速调整战术，决定转而攻击铠甲的缝隙。面对恶魔的咆哮拦截，专属技能天敌再次被瞬间激活。格兰菲尔神色冷峻，直接正面应战。格兰菲尔精准瞄准铠甲缝隙，利刃瞬间刺穿恶魔的护具。恶魔非但没有倒下，反而猖狂地狂笑起来，顺势挥剑发起猛烈反击。他嘲笑人类先前还秦同手足，转眼就能毫不犹豫地出手。面对迎面砍来的锋芒，格兰菲尔侧身从容避开，借力后撤，再次拉开距离。恶魔原本还在猖狂狞笑，却突然发现异样，黑血瞬间从双眼渗出，剧痛让他当场惨叫着倒在地上。恶魔这才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竟会被人类用银质兵器伤到这种地步。格兰菲尔优雅地一步步走近，居高临下的冷冷警告：别妄想跟自己搭话。他表示自己从不与猎物废话。银刃与天敌的力量迅速蔓延，寄生在体内的恶魔痛苦惨叫着。意识弥留之际，哲明的记忆回到了过去。那时的他遍体鳞伤，实力强悍的哥哥泰明急切劝他退出危险的裂缝，改去自己的工会做分析员。虽然哲明表面笑着敷衍，内心却渴望能凭实力证明自己。可旁人轻蔑的嘲笑，永远只把他当成强者的附庸。同伴们不断用哥哥的成就嘲讽哲明，劝他别再进裂缝，丢人现眼。哲明只想证明自己，不愿成为哥哥的负担。极度的执念给恶魔创造了机会，恶魔趁虚而入，诱惑哲明把一切交给他。精神力低下的哲明无力抵抗，瞬间被恶魔彻底吞噬。系统接连弹出抵抗失败的警告，精神力崩溃的郑勋彻底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绝望。关键时刻，格兰菲尔果断出手，一击刺穿了寄生在哲明体内的恶魔。天敌力量带来的剧烈创伤，让恶魔发出凄惨的嚎叫。走投无路的恶魔竟企图用宿主的性命相威胁。他叫嚣，要是自己死了，哲明也保不住。质问格兰菲尔，难道想当杀人犯？面对恶魔的道德绑架，格兰菲尔眼神没有一丝动摇，他手中的匕首划破长空，精准斩向哲明体内的恶魔。天敌力量瞬间爆发，恶魔在痛苦的惨叫声中彻底崩解消散。随着寄生的恶魔彻底消灭，躺在地上的哲明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猛地坐起身，大喊恶魔。队友们见状纷纷惊喜地围了过来。哲明难以置信地看着双手，明明记得自己被恶魔附身起挨了重创，没想到居然还能平安活下来。这时旁边传来了格兰菲尔的声音，表示自己先前就说过，让大家无需担心。他告诫在场众人，人类的负面情绪会成为恶魔的力量，大家必须重拾骄傲觉，不能流露恐惧。听到这番解释，哲明默默陷入了沉思。恶魔猎人的攻击只会对恶魔生效，根本不会伤及被寄生的宿主。这些关于恶魔猎人的基础常识，浩烈即使久未接触，也早已烂熟于心。格兰菲尔顺手打开面板检查战利品，却发现击杀恶魔后居然什么都没掉。身后的浩烈忍不住抓狂吐槽：这恶魔难道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战后禁言在论坛发帖，记录了这次队长被恶魔寄生，神秘队员出手相救的险情。哲明拿着帖子找工会会长泰明商量。泰明端着咖啡表示，就算自己是工会会长，也不能凭一个帖子就去招募陌生人。可哲明接着坦白，帖子里那个被寄生的队长就是自己。听到这个真相，泰明当场竟得把咖啡喷了出来。得知哲明打算彻底放弃玩家身份，退居幕后，专职在工会做分析员，泰明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弟弟此前态度极其坚决，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太让人意外。面对追问，哲明打趣的自嘲起来，问哥哥是不是不相信他这个无能的弟弟。泰明听完立刻劝弟弟别再自贬。哲明笑着打哈哈，说是开玩笑。泰明以为做分析员的事也是随口戏言，可哲明轻轻放下杯子，明确表示唯独这件事自己绝没开玩笑。哲明坦言自己终于看清了弱点，也明白了真正该做的事。过去他只是一味拼命想赶上哥哥，如今他决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听完这番话，泰明被彻底勾起了好奇心，究竟是什么样的高人能让顽固的弟弟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不仅能以压倒性优势碾压恶魔，还能完全免疫精神侵蚀，仅凭一把匕首就能轻松解决战斗。就算全服职业成千上万，也根本猜不出这位高手的底细。更想不通这样的大佬为何会去低级裂缝。哲明知道这听起来确实离奇，希望哥哥能再相信自己一次。泰明却打断道：谁说我不相信你了？他直言，不管是 BOSS 战策略，还是工会管理和招募新玩家，工会能走到现在，全靠弟弟在背后的付出。说罢，他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合同，表示无论别人怎么看，弟弟永远是他最信任的支柱。面对哥哥突如其来的真情告白，哲明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合同，随后翻开仔细阅读起来。可刚看清合同上的具体条款，哲明的神色却突然变得无比凝重。那份给出的夸张待遇条件，让哲明惊得有些不敢相信。而另一边，浩烈刚回到家里，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等级竟然直接升到了67级。这次消灭恶魔，让他一口气提升了整整12级，还拿到了12个自由属性点。格兰菲尔对此依然态度傲慢，觉得区12级根本不值得一提。浩烈则兴奋地准备先好好休息，再慢慢研究这批属性点的分配。格兰菲尔却嫌弃房间太乱，坚持认为整洁的环境才能保持清醒。他直接戴上手套，开始大扫除。忙到了傍晚，格兰菲尔
又下厨做了一锅炖菜，品尝后十分满意。浩烈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这才意识到格兰费尔是个生活极其自律优雅的贵族。看着对方条理清晰的忙前忙后，浩烈心中也冒出了新的想法。浩烈突然意识到，降临现实的绝不仅是等级和职业，自己当年为格兰费尔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如今都在现实中一一生效。以前的他洗完澡只想躺平点外卖，现在却因为对方极度自律的性格，连生活习惯都跟着健康起来。既然连性格都能继承，那当年赋予他的能力又会怎样？在浩烈最初的设定里，格兰费尔的能力可远不止单一方面，他不仅智商极高，还拥有看一眼就能学会绝大多数法术的顶级天赋。除了惊人的魔法才能，他还兼具同等出色的物理潜能与战斗力。意识到当年瞎写的设定全盘继承，浩烈迫不及待想要亲自验证一番。正准备查找资料，手机却突然收到哲明发来的消息，对方洋洋洒洒发了一大串入会邀请。浩烈嫌这时候被打扰太扫兴，直接礼貌回复婉拒。处理完消息，浩烈立刻在手机上搜起法术，准备亲自确认格兰费尔是不是真的能看一眼就学会魔法。就在浩烈点开网上的法术教学视频时，另一边的哲明正看着手机上的回复，得知对方以时间不凑巧为由婉拒，泰明顿时大吃一惊，怀疑对方是不是已经被别的工会抢先。在他看来，加温工会开出了包房包车外加95分成的顶级合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家给的更好。哲明在一旁冷静提醒，自从韩国建立魔塔以来，不少外国顶级工会也都纷纷驻扎进来。泰明一听瞬间暴怒，质问到底是哪家外国工会敢跑来抢自己的地盘。哲明接着分析，哪怕不是国外势力，首尔驻扎的本土大工会也极有可能开出了极高条件。听到这话，泰明更坐不住了，一拍桌子，猛地站起身，坚信绝不可能有其他工会能给出比自己更优厚的合同。为了赶在别人动手前把人抢过来，泰明急切地催促哲明把对方的长相和特征全讲出来。可面对泰明的急切追问，哲明却摸着下巴陷入了迟疑。仔细回想之后，哲明终于找到了最贴切的描述，对方就像是从奇幻小说里走出来的贵族，散发着极其高贵的气息。听完这番话，泰明直接愣在原地。另一边，浩烈正盯着手机里的法术教学，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复杂的法术回路。看着屏幕上施法的画面，浩烈震撼地发现自己居然真的能一眼看透法术的运行原理，只要魔力数值足够，自己就能顺利施展这些法术。浩烈忍不住狂喜，直呼格兰费尔简直是个绝世天才。既然确定能掌握法术，浩烈立刻打开系统面板，准备分配属性。为了保持发展的灵活性，浩烈给力量和敏捷各分配了2点，并把主要的7点全都加在了魔力上。回想起自己给格兰费尔编造的悲惨过往，浩烈心生唏嘘。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挑战，他决定把最后1点属性分配给幸运。躺在床上休息时，浩烈看着翻倍的幸运值打去，觉得说不定出门就能捡到硬币。然而当他走到镜子前，系统面板却突然弹出惊人的新提示，这收益远比捡到硬币要丰厚得多。面板上弹出的提示竟然是极其罕见的职业任务。面对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新任务的名字叫做反击的开始，浩烈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游戏彻底降临现实以来，几乎没有能接任务的 NPC， 导致各类任务变得极其罕见，普通任务都屈指可数，更别说专属的职业任务了。在他的记忆深处，猎魔人的职业任务绝非字面那么简单。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浩烈立刻在电脑上搜索起相关资料。果然不出他所料，搜索框里最新的头条新闻正是圣骑士盖夫触发职业任务的消息。这种职业任务，全服每个职业仅限1人获得，光是有人触发就足以登上个大头条，甚至能让玩家的排名直接突飞猛进。按照常理分析，浩烈现在不过才67级，按理说绝不可能拿到这种顶尖任务，可现实就摆在眼前。浩烈握着鼠标若有所思，这才彻底印证了自己的猜想。这只能说明，当今世上真的只剩他这唯一的猎魔人了。不过仔细想想，这也确实不算什么意料之外的事。这里曾是所有猎魔人的大本营，听上去格外宏伟，可亲眼见到时却让人大受震惊。训练官当众宣布，真正的入会仪式将在山顶举行，要求所有人立刻攀登1000米高的悬崖。看着陡峭且布满藤条的崖壁，新人们全都被这离谱的要求惊呆了。不仅要完成各种极为苛刻的任务，还得在催促声中拼命沿着悬崖往上攀爬。居住环境破烂堪比废墟，想吃顿饭还得原路爬下悬崖。在教官不断的叫骂和折磨下，难怪当年其他玩家全被逼得退游。面对这段惨痛的回忆，格兰费尔却依然云淡风轻，坚信魔男只会让人变得更强。浩烈听着这极其熟悉的腔调，忍不住吐槽对方中2病晚期。既然过去的事无法改变，浩烈决定先查看眼前的职业任务。可当他伸手点开任务详情，屏幕上的具体内容却让他当场愣在了原地。而此时的反阿卡纳联合韩国分部依旧是一片灯火通明。这个机构汇集了大批原游戏开发人员，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各种游戏情报，用来降低降临现实带来的破坏。说白了，就是个高强度加班的公门机构。面对无休止的突发状况，工位上的员工早已累得崩溃大嚎。众人看着时间刚过晚上8点，暗自祈祷今晚别再出现新的裂缝。负责官网维护的桑巴克也同样不敢松懈，只能打起精神继续盯着电脑刷新。每次官网址要一发布更新，现实中就会立刻产生连锁反应。还没等他想明白其中的规律，突然大喊官网又更新了。确定消息属实后，整个办公室瞬间一片混乱。
记者们的采访电话铺天盖地打进来，有人甚至吓得要写遗书，大家只能手忙脚乱地拔掉电话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桑巴克看着屏幕，惊得说不出话来。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全新的裂缝与怪物，不仅有大量的高等级恶魔，甚至还出现了顶级有名怪物，奥斯库拉伯爵等级竟高达430级。看到这个数字，桑巴克和同事彻底镇住。目前全球最高等级的玩家也才403级，面对如此巨大的等级差距，平线阶段的玩家根本不可能打赢，哪怕让顶级工会联盟联手也毫无胜算。同事寄希望与魔塔的 NPC 出手，桑巴克却直接打断了这个念头。魔塔 NPC 只在自身受威胁时行动，眼下根本别想指望。面对根本无法跨越的等级差距，同事绝望地表示，无论怎么做都是等死。桑巴克看着电脑，更直言裂缝即将失控崩溃，这让同事急得大喊：一旦裂缝破裂，怪物将彻底涌入现实。桑巴克很清楚过往的更新还能勉强应对，但眼下的状况早已超出人类的能力极限，除非能有奇迹发生，否则根本无法挽回。而另一边，浩烈收到的职业任务赫然写着他是世上最后的恶魔猎手，要向恶魔正式发起反击。这罕见的职业任务竟是要他完成一系列高强度的魔鬼训练，跑完20公里，外加几百个引体向上，平时从不运动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浩烈被折腾的全身发抖，几乎快要崩溃，哪怕去便利店买东西，全身抖得停不下来。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高傲的贵族架子，硬生生拒绝了店员提供的袋子。浩烈在心里直打滚，担心自己会直接猝死。好不容易熬回家，准备吃点东西，却因为手抖得太厉害，把三明治弄得一团糟。可即便如此，格兰费尔还是优雅地把它吃了下去。虽然整个过程极其折磨，但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变化，浩烈发现这地狱般的训练确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提升。好不容易搞定当天的训练目标，浩烈躺在床上暗自庆幸，要不是凭着格兰费尔骨子里的傲气，自己根本不可能坚持下来，终于能安心睡个好觉。到了第二天清晨，浩烈还没来得及期待新任务，就发现这地狱般的训练竟然是个每日任务。一大清早，他就被迫去公园做引体向上，每天做完高强度训练，面板又会立刻刷新。凭着格兰费尔骨子里的高傲，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终于搞定当天的目标。浩烈瘫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心想自己拼死拼活折腾了1周，怎么还没拿到像样的奖励？总不能纯粹是为了强身健体。就在他抱怨时，面板突然闪烁起耀眼的光芒，提示他已连续1周完成每日目标。随着1周训练任务的完成，面板立刻发放了最终奖励，力量与敏捷直接各增加了2点，并且全都是永久性的属性提升。浩烈看着数据增长大受震撼，毕竟在市场上哪怕只提升1点属性都要花费数百万韩元的天价，如今不用升级就凭空白拿4点属性，这收益简直不可思议。浩烈甚至开始忍不住盘算，如果这任务能不断重复，一天做上10次就能飞速飙升，但一想起那地狱般的训练量，身体根本不可能撑得住。这时广播里播报起最新新闻，上周公布的游戏更新引发巨大热议，绝大多数工会都已经公开宣布放弃尝试进入最新出现的裂缝。新闻里正播报着最新更新的裂缝信息，这次出现的恶魔吸血鬼奥斯库拉伯爵等级居然高达430级，是目前为止出现的最高等级怪物。面对采访，官方表示暂时无法公开细节。浩烈边刷牙边看着手机上的报道，被430级这个离谱的数字吓了一跳，完全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难度。连网上的主播和玩家们也彻底炸开了锅，纷纷讨论起这个史上难度最高的终极 BOSS。新闻里专家还在强调，奥斯库拉伯爵属于恶魔吸血鬼，各大顶级工会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公开拒绝进入裂缝。浩烈看着新闻十分头疼，恶魔不仅攻击模式会不断演进，还会叠加大量负面效果，玩家通常得高出10级才有胜算，可自己现在只有67级，本该和这怪物毫无瓜葛，可面板刚弹出的职业任务却偏偏要求他去猎杀吸血鬼。浩烈看着任务当场崩溃，毕竟现在全世界唯一的吸血鬼正是那位430级的伯爵。面对这种天方夜谭，作为普通人的浩烈难免感到恐惧，但这不过是浩烈单方面的惶恐，属于格兰费尔的心跳却依然沉稳如初。在他眼里，卑劣的渣子竟敢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必须由他亲自出面予以严惩。浩烈按着发疼的太阳穴彻底崩溃，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按照格兰费尔那高傲高贵的性格，这家伙绝对会义无反顾的跑去讨伐那只430级的怪物伯爵。既然非去讨伐不可，浩烈查到奥斯库拉伯爵远在俄罗斯，他的第一站必须前往魔塔，因为魔塔里拥有大型传送门，能瞬间把人传送去世界各地。这也正是全球各大顶级工会纷纷在韩国建立分部的原因。本以为要展开一场悲壮的远征，结果浩烈打开导航一看，去魔塔光是坐地铁就要反复换乘。看着手机里眼花缭乱的线路，他甚至纠结要不要干脆打车过去。浩烈刚准备出门，想起俄罗斯现在零下2度，正要拿件外套，格兰费尔却伸手抓了一大把茶包，表示绝对不能耽误下午茶。面对这奇葩的贵族执念，浩烈彻底无语，也只能咬牙出发。不久后，他终于赶到了高耸入云的魔塔。此时魔塔门口早已挤满了大批玩家与媒体，现场工作人员忙着搬运设备。大家都听说加温工会今天会来，这次新出现的裂缝远在俄罗斯，比起坐飞机利用魔塔的大型传送门更加快捷。有人好奇高等级玩家为何不亲自施展传送，实际上掌握传送术的人屈指可数。
而且发动需要消耗海量的魔力。正讨论间，现场突然引起一片骚动。嘉温工会会长泰明身穿重铠，肩扛大剑，亲自现身，哲明也随行在侧。记者们立刻蜂拥而上，询问他们是否准备挑战这次高难度的全新裂缝。记者们把镜头和麦克风塞到泰明面前，追问嘉温工会是否已掌握击败伯爵的攻略，又为何要抢在其他工会前面进入裂缝。哲明见状，连忙出面打圆场，试图让记者们先把问题放一放。泰明却毫不在意地抓了抓头发，当众承认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和攻略。这话吓得一旁的哲明差点当场失控。泰明却继续坦言，提前行动纯粹是为了抢占先机，至于攻略共享更是绝不可能，他绝不理会打着世界和平旗号的道德绑架。泰明这番嚣张的言论让现场的记者们议论纷纷，都觉得他没计划就敢硬闯，简直是拿命开玩笑。还没等众人议论完，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更大的尖叫。世界顶尖工会闪耀的成员此时也浩浩荡荡来到现场，闪光灯瞬间疯狂闪烁，全服排名第2的顶级强者闪耀工会会长罗克斯身穿重铠，亲自带队现身。面对围上来的记者，罗克斯泰然自若，从容应对。听着嘉温工会刚才的发言，冷笑着嘲讽泰明不过是心虚焦虑。为了借助魔塔的传送门，世界各地的顶级工会纷纷云集，反而让本土大工会嘉温被这群强敌一步步挤到边缘。面对闪耀工会的挑衅，哲明耐心地安慰起泰明，提醒他不用紧张，团队配合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就行。随后泰明打听起浩烈的近况，问哲明有没有再次联系对方。哲明解释原本准备发修正后的合同，结果碰上了突如其来的游戏更新。泰明想起浩烈那强得离谱的实力，猜测对方很可能也会去挑战新裂缝，说不定一会儿在魔塔里就能碰面。此时一辆公交车正行驶在市区街头，格兰菲尔坐在公交车上，手里正翻看着300级玩家的魔法演示。在连续刷完上百个视频后，他嘴角微扬，显然已经看透了其中的门道。在他眼中，施展魔法不过只需要3个步骤：先感知魔力，接着与魔力产生互动，最后顺理成章地将其具现。只见格兰菲尔轻轻抬手，一团炽热的火焰竟瞬间在掌心凭空燃烧。这随手凭空搓火的离谱画面，把同乘的乘客直接吓得目瞪口呆。公交司机见状，气的当场大吼，警告他别在车上乱用技能。浩烈在心里拼命道歉，格兰菲尔这才顺势收起火焰，优雅表示不会再打扰大家，能光看视频就学会魔法。浩烈本以为终于补齐了短板，可当他顺手点开技能面板时，却发现刚才学会的魔法居然完全没有登记上去。按常理只要学会就会实时显示，这反常的状况让浩烈十分诧异，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出了系统漏洞。正纳闷间，公交车刚好到站停靠。为了提升实力，格兰菲尔来到了魔塔内部，这里的空间比外面看起来更加辽阔，大厅里早已聚集了不少人。就在他环顾四周时，大厅尽头正散发着强烈的魔力波动，那是一道巨大的传送门。看着不断旋转的蓝光漩涡，格兰菲尔心中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直觉，他确信自己绝对能在这里掌握传送魔法。格兰菲尔刚伸手靠近传送门，觉得这比掌握火焰魔法更加容易，可还没等他仔细感知，一名扛着工具的成员意外撞了过来，直接把他推进了传送门里。撞人的成员这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一不留神竟把人撞飞了。会长泰明刚想出声训斥，哲明却隐约觉得刚才被撞进去的人看起来很像浩烈。不过泰明并未在意，赶忙催促哲明开始进行战略分析。哲明只能先收起心思，按下遥控器向大家说明，最新公布的恶魔裂缝正位于俄罗斯。哲明指着大屏幕详细拆解裂缝结构，外围和中层散落着数百个入口，而奥斯库拉伯爵正躲在最核心的要塞深处。他严肃警告众人，一旦这处裂缝崩溃，伯爵的城堡很可能会直接降临现实。此时俄罗斯雪山裂缝前早已挤满了大批记者与玩家，现场记者正紧张地做着实时报道，主播杰明也举着自拍杆架起直播，向观众展示着眼前密密麻麻的裂缝入口。他正对着直播镜头大呼小叫，准备带观众一探眼前的裂缝。话还没说完，格兰菲尔竟直接从身后的传送门里走了出来。看到有人突然打扰，杰明赶忙上去一把推住对方，嚷嚷着这是自己先占的位置。面对阻拦，格兰菲尔只是冷冷吐出几个字，让他闪开。见杰明还想叫嚣，格兰菲尔浑身散发出恐怖的压迫感，警告自己没空在平民身上浪费时间。杰明被这可怕的气势吓得当场闭嘴，连话都说不完整。格兰菲尔根本懒得理会，直接迈步朝前方走去。格兰菲尔独自走到了裂缝前，系统面板随即弹出提示，这里是推荐等级，最高270级的领地外围。看着眼前的传送门，他只希望里面能比外面暖和一些。而在雪山的另一边，莱奥尼早已挥舞双剑展开厮杀，瞬间将眼前的恶魔当场斩首。同伴们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抱怨就算他等级突破了300级，也不能一个人贸然往前冲。几人一边追一边在后头开着玩笑，调侃会长这急脾气简直像急着去送死一样。听到身后传来的废话，满脸血迹的莱奥尼缓缓转过身，这位狂战士工会的会长等级竟高达348级。面对手下毫无意义的扯皮，脾气火爆的莱奥尼当场爆了粗口，甚至因为用词过于粗暴，直接被系统提示自动打了码。格兰菲尔踏入领地郊外，四周的气温比外界还要冰冷，浩烈在内心冻得直发抖。格兰菲尔却依然优雅地表示，这般冷冽的天气正适合狩猎，
前方突然传来阵阵低吼，一群230级的血狼悄然将他重重围住。随着天敌技能自动激活，格兰菲尔自信能轻松解决眼前强敌。面对围逼上来的狼群，格兰菲尔冷声嘲讽对方选错了主人。他顺手从虚空中抽出短剑，迎着扑上来的血狼挺身而出，要让这群杂碎体验被猎杀的恐惧。另一边的莱奥尼在狼群中横扫猛攻，一边疯狂挥拳重创怪物，一边忍不住怒骂怪物源源不断。看着会长大发脾气，同伴们只能无奈地劝他消消气。也有队员早已习惯了这般作风。激战暂时告一段落，莱奥尼在雪地上喘着粗气，系统面板随之弹出提示，正式开启狩猎吸血鬼的行动。莱奥尼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面前这群围上来的血狼竟完全没有展现出任何恐惧。面对同伴的漫不经心，莱奥尼极其严肃地反问众人：“刚才击杀这么多怪物，可曾见过哪一只退缩或发出哀鸣？”经莱奥尼提醒，同伴们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异常。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阵阵惨烈的狼嚎，同伴听出声音里夹杂着极度的恐惧。可刚才厮杀时怪物分明哼都没哼过。莱奥尼当即下令，带领所有人赶去一探究竟。而在另一边的雪地里，格兰菲尔正默默拉开长弓，他仔细感应着汇聚在剑尖的魔力，将自身意志与魔力相互融通。随着脚下的法阵瞬间亮起，原本普通的剑矢上瞬间爆发出炽热的烈焰。格兰菲尔随即松开弦手，炽热的烈焰剑矢呼啸而出，在怪物群中轰然炸裂。原本绝不退缩的血狼瞬间被火海吞噬，吓得发出阵阵哀鸣，四散逃窜。格兰菲尔冷酷地站在原地，继续优雅地拉开长弓。赶来一探究竟的莱奥尼等人彻底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同伴们发现周围插满了箭矢，惊讶这难道是火箭技能的威力？莱奥尼更是难以置信对方的身份。更离谱的是，对方一身正装皮鞋，竟然坐在大火中央泰然自若地喝茶。同伴猜测他可能是掉队的网红主播。莱奥尼朝对方大喊，提醒这里危险，让他赶紧离开。格兰菲尔只是侧目扫了他一眼，便继续旁若无人地品着热茶，把莱奥尼的提醒当成了空气。莱奥尼见自己被彻底忽视，气得当场抓狂，身后的同伴忍不住偷偷发笑。莱奥尼直接冲到格兰菲尔面前讨要说法，对方依旧自顾自的喝茶。身后的同伴突然焦急的大声呼喊，提醒他注意防范。莱奥尼惊觉回头，发现恶魔敌人早已逼到了面前，逼近的根本不是普通野兽，而是整群手持武器的血色强盗，等级更是高达230级。突如其来的袭击瞬间打乱了阵脚。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莱奥尼果断下令全员反击，率先挥剑冲向敌阵。可这群强盗数量庞大，还懂得配合与使用武器，远比刚才的魔兽更难对付。同伴们只能仓皇架挡，陷入苦战。莱奥尼全力爆发出击，冲入敌阵，连续斩倒多名敌人。还没等他喘口气，同伴突然急忙大声提醒他注意上方。莱奥尼抬头看去，高处早已伏击了一整排弓箭手，无数支箭矢此刻正全数瞄准下方。伏击的弓箭手瞬间拉满弓弦，将莱奥尼等人重重包围。面对铺天盖地的强盗，同伴焦急地向莱奥尼询问应对办法。可就在全员陷入生死危机时，格兰菲尔依然坐在原地，悠哉地对着茶杯吹着热气。莱奥尼回头看到这一幕，差点气炸，冲着格兰菲尔怒骂大吼：“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在喝茶！”催促他赶紧逃命。可格兰菲尔看着手中的茶水，心里却在盘算着自己的实验。话音未落，高处的弓箭手已然松手，无数尖锐的箭矢呼啸着直扑下方。面对铺天盖地的箭雨，连莱奥尼也变了脸色，绝望的死局就在眼前。格兰菲尔依旧泰然自若，他借着手中的茶杯，轻松完成了魔力的引导与沟通。哪怕这个魔法远超当前等级，一旦推测出错，强行释放就可能让他当场昏迷。格兰菲尔依然毫不犹豫，准备将庞大的魔力彻底具现化。格兰菲尔意识到自己能使用的魔法根本就不是游戏里的常规技能。冲天而起的魔力瞬间贯穿高空，多重魔法阵接连在空中展开，庞大的魔力在半空快速凝聚，直接具现化成一座巨大的茶杯光幕，将整片天空彻底遮蔽。原本准备承受箭雨的莱奥尼，迟迟没等到攻击落下，困惑地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整片天空已经被一座冲天而起的巨大壁垒遮挡。莱奥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奇景，猜测这难道是某种高阶炼金术，竟能凭空造出如此宏伟的防御墙？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格兰菲尔神态自若地走到他身边，直接否定了莱奥尼的猜测，表示自己刚才所施展的根本就不是游戏里所谓的技能。在莱奥尼震惊的目光中，格兰菲尔从容给出答案，自己刚才所施展的其实是最纯粹的魔法。听到纯粹魔法的说法，莱奥尼直接愣在原地，同伴们也在底下议论纷纷，不敢相信有人能在裂缝里凭空造出如此宏伟的壁垒。格兰菲尔看着自己的双手，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断，只要能干预物体的魔力，就能随心所欲改变形态，比起常规魔法，这更接近炼金术。然而话音未落，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剧烈轰鸣，防线壁垒开始轰然破裂。突如其来的异变让莱奥尼等人瞬间变了脸色，大量敌人趁势从防线两侧包抄过来。莱奥尼急忙大喊，提醒大家警惕侧面。格兰菲尔只是侧目扫了一圈，优雅地表示看来得把茶歇推迟了。随着敌人全面扑来，莱奥尼和同伴被迫各自迎战，所有人彻底陷入混战之中。莱奥尼挥剑阻击侧面扑来的敌人，连忙冲身后的格兰菲尔大喊，让他赶紧退到队伍后方。可格兰菲尔神色淡然，极其从容地抬起一只手，
周围的成员抱着受伤的同伴，焦急呼叫治疗师。可敌人的攻势早已全面逼近，根本不给任何人闪躲的机会。就在这危急关头，一道爆裂的剑光瞬间将敌人秒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死里逃生的成员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竟有人能一剑解决战斗。莱奥妮惊慌地回头看去，这才发现出手的竟然是格兰费尔。看着眼前手持长弓的男人，莱奥妮彻底懵了，完全想不通造出巨大壁垒的人居然会是个弓箭手。还没等众人从震撼中回过神，格兰费尔的剑尖上已经再次爆发出耀眼的烈焰，炽热的光束瞬间贯穿敌阵，把逼近的强盗直接轰成灰烬。莱奥妮整个人彻底看傻了，能造壁垒，能用魔法，现在还能一剑秒杀强敌，他完全搞不懂对方究竟是什么职业。而格兰费尔依然神态自若，顺手收拢其手中的魔力剑矢。此时整片雪地早已横尸遍野，同伴向莱奥妮汇报，周边已经搜查完毕，没有任何强盗和高阶玩家的踪影。莱奥妮有些烦躁地看向格兰费尔，对方穿成这样跑来危险裂缝，还对自己问的问题爱答不理。更让他郁闷的是，经历完刚才那场大战，格兰费尔脸上居然看不到半点疲态。可莱奥妮心里也很清楚，要不是刚才有他出手，自己的队伍恐怕早已全军覆没。可任凭他怎么回想，排名靠前的高手里也根本没有这号奇怪的人物。救命之恩摆在眼前，莱奥妮纠结着要不要上前道谢，可一想到对方刚才冷漠的态度，又有点拉不下脸。正当他犯嘀咕时，格兰费尔却端着茶水冷不丁朝他看了过来。莱奥妮被这眼神吓了一跳，连忙慌乱地避开视线。可还没等他定下神来，格兰费尔竟径直朝他走了过来。看着之前无视自己的男人越走越近，莱奥妮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以为对方是要请自己喝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格兰费尔突然停在面前，冷冷地叫住了他。莱奥妮有些慌张地问他想干嘛，格兰费尔却自顾自地表示，无论他怎么盯着自己看，自己都不会把手中的热茶分给他。莱奥妮当场被气得暴跳如雷。与此同时，无人机正穿过风雪，对这处新出现的裂缝进行现场直播。自从更新后出现最高等级 BOSS 以来，全球的目光早已全数聚焦于此。节目制作人贤也正在幕后严密监控着直播画面。直播间里正热火朝天的报道，这次出现的领地郊外正是新更新的3大裂缝守关，这里分布着数百个入口，必须全部清空才能解锁下一区域。各大顶级工会早已全员杀入，争夺谁能率先完成通关，拿下第一的名号，向全世界证明实力。冷得直搓手的贤正坐在电脑前监控着现场。助手推门进来，给他递上了一杯热咖啡。贤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询问起各大工会的进度。助手表示大家相差无几，不过闪耀工会目前稍微领先。贤随即下令让现场人员在出口附近准备采访。可助手正说着，眼神无意间扫过监控屏幕，整个人瞬间惊呆了。还没等现场的主持人反应过来，助手就直接从镜头前狂奔了过去。主持人只能尴尬地向观众打着哈哈，试图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圆，后方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骚动，居然有人抢先通关了首个裂缝，入口甚至已经变成了通关的蓝色。这突如其来的首杀通告让现场的记者们彻底炸开了锅。由于密林阻挡，无法依靠无人机，助手只能扛着摄像机，冒着风雪全速朝现场狂奔而去。赶到现场的助手拍到了第一手画面，并立刻向制作人贤汇报现场情况。贤焦急的连声追问，是不是闪耀或者加温这样的顶级工会？可现场传回的答案出乎所有人预料，拿下首杀的竟是排名32的狂战士工会。画面里，莱奥妮整个人早已抓狂到极点。贤看着刚传回来的现场视频，完全不敢相信，这支中游工会竟能赶在所有人前面通关，强如闪耀工会也才推进过半，狂战士工会竟然直接拿下了首杀。而烟尘散去后的雪地里，格兰费尔正站在那里。助手看清他的模样后更加震惊，在欧洲联盟的通关现场，竟然出现了一名韩国人的面孔。随着通关入口亮起蓝色光芒，大批赶到的记者蜂拥而上，争先恐后的想抢到第一手采访。通讯频道里瞬间乱成一团，控制室里的贤被吵得一头雾水，而作为焦点的格兰费尔只是神色平静地侧过头，冷冷注视着这群蜂拥而至的人群。助手抢先冲到最前面，递出麦克风追问他和狂战士工会的关系，以及裂缝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面对连珠炮般的追问，格兰费尔只是语气冰冷地吐出2个字：让开。助手还没反应过来，格兰费尔周身就散发出恐怖的压迫感，警告对方自己的耐心有限。被震慑住的助手吓得不敢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迈步离开。可外人不知道的是，他如此急着离开，只是因为浩烈在心里冻得受不了了。格兰费尔前脚刚离开，记者们立马把镜头和麦克风全都对准了赶出来的莱奥妮一行人。面对铺天盖地的首杀祝贺和连珠炮般的疯狂追问，被围在中间的莱奥妮只冷冷甩出4个字：无可奉告。同伴还想劝他配合采访，莱奥妮却直接甩下烂摊子，随后头也不回地挤出人群。其实他早已被彻底气炸，明明格兰费尔那家伙一路碾压，最后居然还把首杀的名头甩给了自己。刚甩开采访的莱奥妮本想找格兰费尔问个清楚，结果四下张望却根本不见人影。同伴这才开口提醒，那人早在所有人之前就先出去了，而且离开时还特意交代说自己要先回趟家。听到这离谱的理由，莱奥妮直接当场惊呆。得知对方直接回家，莱奥妮当场彻底抓狂。明明全靠对方打出首杀，能借机让工会名声大噪，结果
这人竟直接离开。同伴在一旁连忙开口安抚，可话音未落，入口处突然爆发出耀眼蓝光。现场记者惊呼着回头查看，第二个通关标志赫然亮起，走出来的正是顶级工会加温。记者们蜂拥而上，抢着采访。恭喜加温工会会长泰明拿下了第二个通关名额。泰明听到自己只是第二，瞬间愣在原地，难以置信有人能比他们更快。得知拿到首杀的是狂战士工会，加温工会全员当场陷入震惊。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在一旁的莱奥尼正气的低声抱怨，泰明和现场记者瞬间彻底懵了。此时，在加温工会的营地里，泰明与哲明正坐在桌前吃着热泡面，电视里播放着采访画面。画面中的莱奥尼丢下一句话，看来韩国的大人物可不止加温一个。听到莱奥尼在镜头前留下的这句话，泰明气得当场火冒三丈，抱怨对方只是运气好抢下首杀，居然还当众装起了高冷。一旁的哲明若有所思地重复这句话，琢磨着韩国除了他们还能有谁。泰明早已气得毫无食欲，直接把手里的泡面甩给同伴。哲明猜测莱奥尼很可能是在裂缝里碰上了其他韩国玩家，泰明连忙追问是不是神话工会。哲明摇了摇头，表示神话工会还在裂缝里推进。听到排除了竞争对手，泰明刚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暴躁地追问，那究竟还能有谁比他们更强？哲明推了推眼镜，沉思片刻，表示自己脑海里确实浮现出了一个人选。此时夕阳西下，在远处的公寓楼里，格兰费尔正赤裸上身洗着热澡，享受着全身放松的舒适感。吹干头发后，浩烈本想立刻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可格兰费尔却突然停下脚步，嫌弃家里久未居住，积满了灰尘。还没等浩烈反应过来，格兰费尔就戴好手套与口罩，拿着羽毛掸子展开全屋大扫除，甚至连厨房碗盘都刷得干干净净，最后还神态从容地给自己泡起热茶。看着折腾完这一切的身体，浩烈被彻底搞得毫无睡意。他顺手点开系统面板，看着系统盘点出的战利品，浩烈有些嫌弃，觉得全是些没用的垃圾。不过再看自己的等级，以一口气飙升19级，达到了86级。但考虑到通关了高难度的裂缝，浩烈觉得这个提升其实不算夸张。更让他后怕的是，刚才在裂缝里的战斗极其危险。虽然直接使用魔法比起普通技能威力更大且消耗更低，但致命的问题在于自身的魔力恢复速度实在太慢。格兰费尔端着茶杯，同样意识到了这个致命隐患。浩烈看着面板仔细推算，身上压根没有加魔力恢复的装备。格兰费尔除了西装啥也没有，况且恶魔猎手这个职业连个恢复魔力的技能都没有。回想起刚才在裂缝里的险情，要不是有那个短发女孩在场，恐怕凶多吉少。要是知道对方叫什么，自己本该好好道个谢。这时格兰费尔突然冒出一句，那是因为我太无能了。浩烈被这突如其来的自责吓了一跳，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初中时自己给格兰费尔写的黑历史设定。这家伙字典里根本没有谦逊二字，谁要敢低看或高看他，他都会用行动加倍回应。浩烈心里顿时涌起一股不祥预感。还没等浩烈细想，格兰费尔便站起身来，冷冷表示下一个裂缝是伯爵的领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只依赖魔法，必须同步锤炼近战能力，甚至把今天在裂缝里遇到的那个双匕首短发女孩当做榜样。还没等浩烈反应过来，格兰费尔已经伸手点开系统，当场给自己定制了一套魔鬼特训。看着面板上令人发指的超高指标，浩烈刚才的不祥预感瞬间应验。正当浩烈以为要立刻开练时，格兰费尔却话锋一转，表示虽然训练紧迫，但碗盘必须先清洗干净。看着刚干完扫除又去洗碗的身体，彻底崩溃的浩烈只剩下一个念头，今晚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夜幕降临，洗完碗的格兰费尔立刻展开夜跑特训。浩烈在脑海里哀求着想要睡觉，可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只能一边跑步一边听着深夜广播。就在这时，耳机里突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新闻主播播报称，郊外裂缝的通关率已达到 95%， 伯爵领地即将正式开放。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尚未开放的伯爵领地崩塌进度竟突然飙升到 60%。照这个速度下去，整个领地裂缝恐怕随时都会崩溃。泰明看着屏幕上的异常数据，不敢相信，裂缝才出现短短一天，崩塌进度竟然就飙升到了 60%。哲明推测是怪物实力太强加剧了崩溃，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何会突然剧烈暴涨。哲明怀疑是里面的怪物突然变强，但他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而在风雪交加的阿卡纳营地里，此刻同样陷入一片混乱。节目制作人闲拍着桌子，愤怒质问：普通怪物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变强，这背后必定有着特殊变故，连顶级工会的分析师都查不出变故的原因。众人只能焦急地抓头发。可如果不尽快找到答案，一旦裂缝彻底崩溃，爆发的怪物将给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紧急新闻迅速传遍全网，报道着现场日益严峻的局势。而站在夜色下的格兰费尔看着手机里的新闻，心里很清楚，这种异变此前从未发生过，没人能查出原因也是必然。格兰费尔十分清楚异变的成因，因为吸血鬼能通过血液共享魔力。伯爵奥斯库拉此前把魔力分给了郊外怪物，随着玩家在郊外大量清剿，回收的魔力全数返还给了伯爵。随后伯爵又将魔力重新注入领地内部的怪物体内，这才导致内部怪物实力暴涨，崩塌进度骤增。回到家推开门的同时，浩烈突然意识到一个致命问题，如果郊外的怪物大半是被格兰费尔杀掉的，那岂不是自己亲手促成了这场异变？如果其他玩家继续清剿领地，伯爵要塞随时都会彻底崩塌。
在贵族的准则里，送出的东西绝没有收回的道理。奥斯库拉这种回收魔力的做法，在格兰菲尔眼里，简直是对贵族名声的玷污。他当即决定立刻前去审判奥斯库拉。看着格兰菲尔帅气地穿上外衣，浩烈心里虽然赞叹，但看到他疯狂往口袋里塞茶包，还是忍不住弱弱问了一句：“今晚还睡不睡觉了？”面对浩烈的担忧，格兰菲尔只是眼神一冷，抛下一句“等死了再睡”，便准备再次踏上战场。与一旁紧张备战的气氛不同，主播辉康正冒着风雪在俄罗斯现场做着直播。他向观众报道称，伯爵领地的崩塌进度已经飙升到了70%，距离彻底崩溃只剩下不到5个小时。尽管此时已经是凌晨3点48分，裂缝入口前依然聚集了大量工会，准备拼死一搏。紧接着，辉康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跟大家分享起了现场的冷知识。虽然此前郊外共有整整200个入口，但伯爵领地的入口却只有大约30个，这就意味着各大工会只能被迫挤在同一个入口，而战斗经验和战利品又是按贡献度来分配，所以选择和哪个工会同组就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可能出现顶级工会撞在一起的局面。正当辉康侃侃而谈时，弹幕提醒他身后有人靠近。辉康转过头，发现来人正是加温工会的哲明。面对直播镜头，哲明有些尴尬地打了个招呼，随后哲明回到了加温工会的阵营。泰明连忙上前询问侦查情况。哲明表示，由于入口数量急剧减少，接下来势必要和其他工会同台竞争，但只要不碰上排名第一的闪耀工会就行。哲明安抚道，排名第一的闪耀工会去了北方，正准备和排名第2的天下一统工会组队，看来是想借这次机会一决高下。至于抢走手杀的狂战士工会，也已经联合了另外2家大工会。主播辉康正感叹着竞争白热化，现场却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泰明扭头看清来人，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握紧剑柄狞笑了出来。走上前的正是排名第4的闪电工会会长河马，斜笑着打起招呼。没想到双方竟然撞在了同一个入口。这位闪电工会的会长河马不仅等级高达376级，更是在全服玩家中高居第6。泰明当面嘲讽对方，宁可折腾着坐飞机跑来俄罗斯，也不愿在韩国设立工会分部。河马大笑反击，直言飞来俄罗斯也比待在韩国强，甚至当场挑衅加温工会根本不可能赢得了闪电。被彻底激怒的泰明爆发出狂暴魔力，河马也横枪，相对互不相让。2大顶级玩家在入口前剑拔弩张，让一旁的主播辉康看得心潮澎湃，意识到这是独家大新闻。主播辉康在镜头前兴奋直呼，加温和闪电工会要当面硬碰硬了。2大工会冲突的消息迅速传开，大量记者和围观玩家蜂拥而至，把现场堵得水泄不通。眼看局势要失控，哲明赶忙上前劝阻泰明，提醒他裂缝崩塌才是当务之急，现在内斗只会两败俱伤。河马突然开口，冷静地分析起差距，闪电工会目前排名第4，而加温工会排在第5。论个人排名，河马高居全服第6，泰明却只排在第11。听到河马当众揭自己的短，泰明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哲明推了推眼镜，冷冷地说道：“他们可是先赶到这里的，况且事关国家荣誉，要是现在退缩，未免太难看了。”泰明瞬间被点燃斗志，当即决定直接开干。随后，加温与闪电2家工会同时踏入了东部裂缝。记者在风雪中兴奋播报，2大宿敌工会竟然撞进了同一个裂缝。韩国第5对上日本第4，排名相近，再加上国家因素，让这场较量瞬间引爆了全场的关注。泰明与河马带头杀入裂缝，工会间的正面较量正式拉开序幕。记者兴奋播报着，全球前3等各大顶尖工会全都在赶往伯爵领地的各个入口。此时裂缝崩塌进度已飙升到了80%，而在领地深处，格兰费尔也已踏上了这片土地。面对推荐等级极高的伯爵领地，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摆好桌椅，在废墟中优雅地喝起了茶。端着茶杯的格兰费尔若有所思，表示自己在上一道裂缝里悟出了一个道理。由于深知魔力耗尽有多危险，格兰费尔琢磨出了更高效的用法，那就是基于炼金术的魔法，通过重新排列物质结构，把路边碎石直接变成桌椅茶杯。但他也发现，捏造的细节越精致复杂，所要消耗的魔力就越多，真放在战斗里性价比并不高。不过就在研究替代方案时，格兰费尔却顺带参悟出了另一件事。面对前方严阵以待的重装强敌，他步履从容地迎面走了过去。包围上来的是整整300级的伯爵士兵。格兰费尔看着眼前的强敌，冷冷嘲讽：“这就是伯爵赐予的力量，简直可悲。”随着他抬手发动能力，士兵脚下的地面瞬间发生崩塌。格兰费尔握紧拳头，喝令这群怪物彻底滚回泥土里去。原来，如果是把物质直接还原，几乎根本不需要消耗魔力。格兰费尔还顺势给这招起名逆转魔法，气得浩烈在脑海里疯狂吐槽，让他别动不动就给招式取这种花哨名字。此时，在伯爵领地的最深处，守在此处的士兵突然察觉到了异动，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一道庞大的红色斩击瞬间席卷而过，巨大的红色剑气轰然炸裂，驻守在深处的敌军瞬间被惊动，纷纷拔出武器围攻上来。看着扑向自己的怪物大军，泰明嘴角微微一勾，一把抓起沉重的巨剑，顺势掀起一记横扫，直接将面前的怪物当场轰飞出去。泰明将眼前的敌军斩杀殆尽，可看着满地的尸体，他反而皱起了眉头。明明大家已经深入到了裂缝腹地，但算上刚才那批，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怪物竟不到10只。这时手下赶来汇报，隔壁的闪电工会同样遇到了怪事，杀掉的怪物数量同样不满10只。
分头推进的两边都没遇到像样的阻碍，偌大的伯爵领地，怪物数量竟少得极不寻常。正当泰明纳闷怪物数量为何如此稀少时，一道轻浮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河马领着小队缓缓走入废墟，嘲讽这里的冷清程度远不及预期。面对河马热情的套近乎，泰明感到十分烦躁，直接毫不客气地警告对方，再敢靠过来就当场干掉他。河马听后也只是面露邪笑，顺势挑衅。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泰明的耳机里突然传来了哲明的声音。哲明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对副本的整体分析，正询问泰明当前所在的具体位置。泰明强行按耐住怒火，对着通讯器回应自己正身处一处类似广场的废墟之中。听到泰明确认身处广场，通讯那头的哲明瞬间慌了神，大声警告他们立刻撤离。话音未落，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眼前的敌人根本不是普通杂兵，而是等级高达350级的重装骑士，正骑着马朝着广场发起了猛烈冲锋。狂暴的冲锋掀翻了整个广场地面，强烈的震动让人根本站不稳脚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泰明忍不住破口大骂。泰明立刻大声下令全员备战，但在平地上面对骑兵冲锋，即使让防守玩家排在最前线，也必然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就在他犹豫该如何应对时，手下突然焦急地叫住了他。手下慌忙指着后方喊道：“大量敌军已从四面八方合围，将他们彻底包围在了广场中央。”耳麦里传来哲明焦急的警告，连排名第2的天下一统公会也在骑兵冲锋下遭受惨重损失。哲明要求泰明绝对不能在平地硬刚，必须立刻带队撤退到狭窄通道。可面对密不透风的包围圈，泰明陷入了极大犹豫。他迅速环顾四周，寻找哲明所说的狭窄通道。然而还没等他找到出口，脚下突然亮起巨大的蓝色魔法阵，强烈的光芒冲天而起，直接将泰明从包围中传送离开。还没等他站稳脚跟，新一批敌军便再次扑了上来。泰明当即抡起巨剑杀入战场。还没等敌军冲到跟前，周围突然传来一声轰然巨响，无数巨大的石柱拔地而起。这些凭空出现的石墙不仅直接砸断了敌人的冲锋阵型，还强行在平地上搭建出了一片掩体。看着眼前突如其来的巨变，泰明和手下一时全都愣在原点，完全搞不懂究竟是谁出手改变了局势。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一道高挑挺拔的身影缓缓步入战场。连在后方实时监控战局的哲明看到画面后也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救场的正是格兰费尔。与此同时，主播辉康也赶到了附近，因为中途去了趟洗手间，他落后了大部队的行程。为了继续跟进加温工会的直播，辉康沿着地上的脚印一路追踪，准备重新赶往战场前方。主播辉康正边走边和弹幕互动，前方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观众的催促下，辉康连忙举着手机朝声响处狂奔。此时的战场已被凭空拔起的石柱覆盖，连泰明和河马都彻底看傻了眼。而造成这一切的格兰费尔只是神色平淡地转过了身，无需念咒，也不穿装备，仅凭单手一挥便能拔起庞大石柱。这夸张的手段让河马无比忌惮。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手下急忙开口警告，敌人再次发起了猛烈冲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泰明的脸色彻底难看起来。敌人的铁骑刚杀出来，就被格兰费尔留下的石柱卡在半路。眼看石柱成功限制住了冲锋，泰明丢下一句等会再道谢，他果断开启狂战士技能狂暴，大幅提升攻击力并减免伤害。有了石柱创造出的有利地形，泰明终于有信心一身迎战重装骑士。他纵身跃起，挥起巨剑一记怒斩，狂暴的魔力瞬间重创了眼前的骑士。看到泰明撕开了局面的缺口，河马立刻抓住机会，指挥闪电工会全员压上。备受鼓舞的其他玩家也纷纷发起总攻，借着地形优势迎头撞向溃不成军的敌军。正在现场直播的辉康被眼前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直播间弹幕也彻底炸开了锅，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不需念咒的强者。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格兰费尔再次抬起手臂，顺势向上挥动，拔地而起的巨石直接将敌兵顶上半空。紧接着，格兰费尔优雅地打了个响指，再次发动逆转魔法，半空的石块瞬间轰然坠落，直接将受困的敌兵彻底粉碎。仅凭一己之力正面压制重装骑兵，惊天动地的场面让辉康彻底看傻了眼。直播间弹幕疯狂猜测，这个能操控巨石的男人究竟是什么职业？此时，格兰费尔步履从容地走过废墟，反手拔出了一把银质短剑。面对脚下还没死透的敌兵，格兰费尔看着蛮耐久的短剑，舍不得把它浪费在杂兵身上。他脑中冒出一个新想法：如果把短剑魔力转化成其他形态，用完之后再还原回原样呢？格兰费尔想起之前用石头捏茶杯的实验，只要彻底还原，物品状态就会重置回最初模样。他顺势将银质短剑改造成一次性银针，虽然耐久度只剩一点，却能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格兰费尔果断挥针刺向要害干掉敌人。随后他再次发动还原魔法，短剑立刻恢复原状，且耐久度重新补满。看到装备毫发无损，脑海里的浩烈激动不已，彻底省去了昂贵的修理费。而干脆利落的杀敌过程让一旁气喘吁吁的泰明彻底看傻了眼。战斗结束后，加温工会的成员们高声欢呼，忙着清理现场，收集战利品。可泰明的注意力全被眼前这个喝茶的银发男人吸引。亲眼见识了恐怖实力后，他下定决心必须将对方拉入工会，绝不能让一旁的闪电工会抢先。泰明准备开出极高的让利条件来打动这位神秘高手。
而此时正悠哉喝茶的格兰费尔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凑过来的正是主播辉康，对方举着直播设备，客客气气的跟他打起招呼。面对格兰费尔毫无反应的冷淡态度，辉康试探着询问能否耽误一会儿时间，对他做个简短采访。格兰费尔端着茶杯，对辉康的采访请求毫无回应。周围兴奋的玩家瞬间拥了上来，七嘴八舌的夸赞他的实力，不仅追问名字与国籍，还当场抛出加入工会的邀请。就在现场乱成一团时，加温工会的泰明一把扒开人群，强行挤到最前面，伸出手表明身份，并提到曾给对方发过招募信息。面对围上来的众人与伸出的手，格兰费尔毫不客气的当场拒绝，直言眼前众人不过是毫无礼数的无知之徒，随后径直擦肩而过。这极具攻击性的一幕全被辉康的镜头完整直播出去，嚣张发言迅速登顶网络热榜。闪耀工会大本营内，排名第2的罗克斯正在翻看视频，一旁的卡米拉被新闻逗得笑出声，迪米特里则在旁边哭天喊地。罗克斯看着战斗画面，询问干部们的看法，卡米拉坦言完全看不明白，迪米特里则大声抱怨这场会议耽误了自己的宝贵约会。看着一筹莫展的众人，卡米拉直接提出方案，与其在这里空想对方底细，不如把人招揽过来当面问清楚。迪米特里当场拆穿罗克斯，直言他是在嫉妒那个神秘新人，本以为拿下手通能成为焦点，结果风头全被对方抢光。罗克斯却相当冷静，表示这不过是媒体为流量在炒作。工会事务处理完毕后，迪米特里匆忙离开去约会。大厅只剩罗克斯一人，他独坐在大屏幕前，盯着格兰费尔的战斗画面，身后突然响起一阵高跟鞋声。高跟鞋的主人正是排名第4的高手杰茜。看着格兰费尔的战斗视频，连杰茜也忍不住惊叹，直言这手段虽然像魔法，却与传统法术完全不同。见平时淡漠的杰茜露出罕见兴趣，罗克斯顺势开口调侃，杰茜没有正面回应，只是神秘的勾起嘴角。与此同时，狂战士工会大本营内气氛凝重，全员都被画面惊得目瞪口呆。有人看到爆红新闻后暴跳如雷，抱怨自己早就说过对方绝非等闲之辈。闪电工会大本营里，河马一边看着电视报道，一边拨通电话，下定决心一定要拉拢格兰费尔。此时游戏节目开始总结战况，闪耀工会与天下一统共同竞争，最终由闪耀工会拿下首通。新闻接着报道，只剩最后一个名为伯爵要塞的裂缝，崩溃进度已达到 72%， 世界各地的玩家集结在营地，一旦崩溃，整个俄罗斯都将不复存在。节目祝愿玩家好运后，切到热门玩家新闻。此时挂着毛巾看手机的浩烈，屏幕上播放的恰好是自己的视频。专家正对着战斗画面一阵分析，身上不仅没有一件装备防具，连增幅魔力的戒指饰品也完全没有。嘉宾甚至热烈讨论，猜测这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秘密战术。浩烈在心里默默吐槽，纯粹是因为自己穷得买不起装备。节目随后连线裂缝专家，对方赞不绝口地表示，要不是格兰费尔果断改变地形，两大工会恐怕早已全军覆没，而且控制局势后退到后方，显然是为了把舞台留给两个工会。这种格局极其罕见。听着专家天花乱坠的吹捧，浩烈心里极其无奈，当时收手旁观，真的只是因为法力值耗尽了。浩烈顺手打开系统界面，查看在上个裂缝拿到的战利品，这是他成为玩家后获得的第一件稀有道具。界面中显示出一条被诅咒的项链，带诅咒的魔族道具，解开封印就能随机获得属性，机制如同抽卡。由于解封成本极高，好效果的概率又低得可怜，大部分玩家都会直接丢弃。但对恶魔猎手而言，诅咒道具另有特殊用途。浩烈点开专属驱魔技能，该技能需将诅咒道具当作贡品献祭，能在不伤害附身者的前提下，直接对恶魔造成伤害。一想到格兰费尔那高傲毒舌的性格，到时候绝对会把事情闹大。况且眼下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只要拥有祭品，就能主动把恶魔引诱到降临仪式中。虽然精神力不足会有被反噬的风险，但只要创造出有利环境。正在盘算时，桌面上的手机剧烈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正是加温工会的哲明。浩烈心里猛地一惊，难道是直播时没给对方会长留面子，对方要直接起诉告自己？浩烈连忙在手机上打字，拿出最客气的态度回复，生怕对方真告上法庭。结果格兰费尔只回了一句时间不太巧。此时加温工会营地里，泰明正郁闷地靠在一旁，看着电视里格兰费尔的画面，本想为先前的粗鲁行为道歉，顺便抛出招募的橄榄枝，回忆当时在现场逼问国籍与工会，却换来对方的冷漠无视。泰明这才反思自己的失礼。周围玩家看着冷酷的格兰费尔，纷纷议论他是在强压怒火，实际上只是因为连续开大，魔力透支导致脱力。打不通电话的泰明决定把注意力放回眼前副本，眼看伯爵要色崩坏度已达 83%， 打算休息10分钟后带队突入。然而还没展开行动，周围突然传来剧烈轰鸣与震动，突如其来的异变让所有人措手不及。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新闻突然插播紧急通知，崩坏度还在80%的伯爵要塞不知为何彻底崩溃，整座要塞直接降临到现实，瞬间重创周围营地，造成200多人伤亡。俄罗斯紧急撤离非战斗人员，美欧等国建议封锁边境。看着凭空降临的庞大要塞，连泰明也彻底看傻了眼。格兰费尔迈步走入废墟，看着降临现实的要塞，感叹终究还是崩塌了。周围玩家很快认出他的身份，正是电视新闻上的神秘男人。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格兰费尔没有组队，独自一人直奔要塞大门。看
看着他走向门前守卫的庞大魔物，旁观玩家纷纷直呼他简直疯了。系统提示随之响起，已经成功踏入伯爵要塞。看着面前耸立的庞大建筑，格兰费尔只是冷冷瞥了一眼，直言眼前的雕像丑到了极点。格兰费尔不仅嫌弃眼前的守卫雕像，还毫不客气地嘲讽整座建筑，直言这种程度根本配不上要塞的名头。接着他又冷冷地补上一刀，表示对下等的吸血鬼来说，这种地方甚至都显得过于奢华。说完便神色淡定地继续迈步往前。浩烈暗自想到，设定里的家族大宅比这要塞大10倍。没成想前方的雕像眼睛突然泛起红光，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破裂声，整座守卫雕像竟然直接活了过来。浩烈被这变故吓了一大跳，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吐槽被对方听到。10多米高的庞大魔物轰然砸落地面，直挺挺地拦住了去路。格兰费尔却依然毫不在意地继续往前。周围受伤的玩家们顿时一片惊慌，纷纷担心起独自迎上去的格兰费尔，纠结要不要逃跑。格兰费尔面不改色地缓缓抬起了手，面对迎头砸下的巨型魔物，格兰费尔只是神色淡定地轻轻一弹指，伴随着剧烈的轰鸣与爆炸，巨大的魔物当场粉碎炸裂。这突如其来的碾压画面把后方的众人彻底看呆了。闪耀工会的成员们听到远处传来的巨响，发现声音正是来自要塞的方向，而且和之前视频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还没等同伴做出反应，节茜便直接无视按工会行动的提醒，展开魔法阵，独自朝要塞飞去，只留下一众同伴和周围的玩家呆呆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格兰费尔这一击直接震翻全场，后方的玩家们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格兰费尔却依旧一脸冷漠，不仅嫌弃雕像的材质和造型低劣，甚至直言摆在大门口简直丢人现眼。浩烈在心里暗自吐槽他说话太毒。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喊杀声，看到守门魔物已被清空，周围的玩家们顿时士气大振，纷纷越过格兰费尔朝要塞深处冲去。眼看众人把击杀魔物当成了冲锋信号，格兰费尔身前突然亮起系统提示，全新的职业任务就此更新。浩烈急得手忙脚乱，劝格兰费尔先冷静下来商量对策，毕竟奥斯库拉伯爵高达430级，而他们现在只有100级。面对巨大的等级差距，格兰费尔只冷冷回应自己是恶魔猎手，头也不回的径直朝深处走去。然而刚穿过走廊，格兰费尔却突然停下了脚步，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极其奢华的宴会大厅。还没等格兰费尔仔细观察，诡异的笑声随即响起。格兰费尔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走廊墙上挂满的伯爵肖像正不断散发出诡异的光芒。与此同时，加温工会也成功踏入了要塞深处。队长泰明刚一踩进这条走廊，重剑便重重砸在地上。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强烈压迫感，队友赶忙上前询问状况。泰明咬牙表示自己还能撑住，只是从踏入这条挂满肖像的走廊开始，整个人就陷入了一阵强烈的窒息感。哲明立刻发来提醒，走廊上的魔族肖像正是简易效果的源头，只要将肖像画全部烧毁，就能解除压迫。队友闻言迅速出手，一把火将墙上的肖像烧成灰烬。泰明身上的压迫感瞬间消失，整个人终于恢复了正常。哲明这才恍然大悟，要塞里的雕像、肖像和装饰品全都是施加负面效果的陷阱，这也是此前进入要塞的玩家纷纷撤退的原因。所有格兰费尔一进门就会毫不犹豫的直接砸毁门口的雕像。泰明暗骂副本果然名不虚传，野蛮人本就容易中异常状态，光门口几张肖像就如此吃力，不敢想象深入之后会有多危险。而另一边的格兰费尔砸毁雕像的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看着墙上的肖像与雕像，嫌弃的吐槽这艺术简直丑到让人反胃，甚至替被雕琢的石头感到可怜。浩烈听得彻底无语，万万没想到他一路拆除陷阱，纯粹只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恶劣审美。格兰费尔一边往前走，一边继续嫌弃墙上的肖像画多得离谱，直言要塞的主人就是个极度自恋狂。不仅如此，他还把要塞的室内设计狠批了一顿，吐槽到处都是迷宫和死胡同，要塞主人的脑子纯粹就是个摆设。浩烈彻底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在一旁吐槽，你这到底是在打副本，还是来考察房地产投资的？就在这时，格兰费尔突然停下了脚步，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走到了红地毯的尽头，眼前展现出一片散发诡异雾气的大厅。看着眼前的一幕，格兰费尔嘴角微扬，语气里满是不屑，直言空气里飘着一股恶臭。浩烈很快意识到，按照整座建筑的布局来看，这里显然已经到了要塞的最中心，大门后面就是伯爵奥斯库拉，周围静得可怕，显然还没有其他玩家打到这里。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来人正是闪耀工会的节茜。节茜兴奋地凑到格兰费尔面前，直言自己亲眼看到了他施展的迷人魔法，当场询问刚才是不是他的杰作。一旁的浩烈直接看傻了眼，自己为了省魔力恨不得扣着用，对方居然为了闲聊把飞行魔法当自来水随便浪费。节茜拉着格兰费尔兴奋地追问，说自己把战斗视频看了几十遍，凭他的了解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法术，非要找他好好探讨一番。面对热情凑上来的节茜，格兰费尔直接一把按住他的手，极其冷淡地提醒对方，请保持最基本的礼节。格兰费尔顺势一把推开节茜，冷冷地表示想跟人请教学习，就先拿出做学生该有的态度。面对这毫不给面子的回应，节茜一时被说得有些发愣。还没等两人继续说话，大厅高处的大门突然缓缓打开，一股浓烈的血色红光直冲而起，伯爵奥斯库拉的身影出现在了台阶尽头。
随着强敌现身，格兰菲尔的专属技能天敌瞬间被激活。奥斯库拉散发着恐怖的血色威压，高高在上地嘲讽眼前众人不过是愚蠢的凡人。感受着这股庞大的压迫感，一旁的杰茜有些担心格兰菲尔能否顶得住。面对强敌，格兰菲尔依然神色自若，冷冷的反唇相讥，直言什么伟大的伯爵简直可笑，对方不过是个粗俗又丑陋的吸血鬼罢了。这话让奥斯库拉一时间有些愣神。格兰菲尔顺势掏出先前拿到的诅咒项链，直接将其选定为降临仪式的贡品。格兰菲尔冷冷开口，斥责对方竟敢妄称贵族。随着他话音落下，驱魔技能成功激活，格兰菲尔当场宣告要好好惩戒眼前这个家伙。系统提示也随之弹出，职业任务反击的开始正式触发，目标不仅要猎杀眼前这只吸血鬼，还要让猎物在恐惧中崩溃。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只要献上对应的贡品，就能直接发动驱魔技能，将奥斯库拉强行拉入仪式中战斗。可看着系统给出的任务要求，浩烈瞬间再次抓狂。面对400多级的吸血鬼伯爵，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彻底陷入恐惧？看着呈上的诅咒项链，奥斯库拉面露不屑，不仅没有被震慑，反而开始回收散布在眷属身上的全部力量。杰茜立刻察觉到了异常，浩烈更是心里发慌。对方本就高出自己整整300级，要是再回收完所有能量，这一仗根本毫无胜算。就在局势急转直下时，作为降临贡品的诅咒项链突然在红光中迸裂出道道裂痕。随着驱魔仪式成功激活，奥斯库拉只觉眼前一花，瞬间被强行拉入一片陌生的红紫色异空间。看着空旷诡异的四周，这位吸血鬼伯爵顿时大惑不解。高处的巨石之上，格兰菲尔紧握项链，居高临下的冷冷俯视着他。可奥斯库拉回过神后，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人类无聊的小把戏。说话间，恐怖的魔力再次轰然爆发。奥斯库拉咆哮着发动猛攻，是要把这片异空间与对方一并撕碎。恐怖的魔力化作无数光柱轰然砸下，滚滚浓烟与烈火瞬间吞噬了大片土地。奥斯库拉看着眼前的满目疮痍，冷笑着嘲讽凡人不堪一击，以为对方早已被轰成了灰烬。可话音未落，火海中便传来了一声冷淡的质问。格兰菲尔嘴角微扬，毫发无伤地打断了他的自嗨。面对毫发无伤的对手，奥斯库拉彻底看傻了眼，无法接受对方能在狂轰滥炸中活下来。格兰菲尔却依旧语气从容，反过来提醒他仔细看看四周，到底谁才是真正被消灭的那一个。奥斯库拉顺着提示抬头望去，只见高处的巨大魔物早已被彻底轰到，而格兰菲尔正端坐在巨魔头顶，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这不可思议的绝对碾压让吸血鬼伯爵心里泛起恐慌。奥斯库拉在狂暴的能量中咆哮暴走，固执地认为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幻象。这诡异的局面让一旁的杰茜满脸困惑，明明格兰菲尔自始至终纹丝不动，奥斯库拉却自己先陷入了失控。格兰菲尔神色从容地轻一弹指，冷笑着戳穿了他的强撑，嘲讽这位高傲的伯爵此刻竟在害怕。被当场看穿的奥斯库拉痛苦的捂住头，在绝对的威压下彻底陷入极度恐惧。被逼到绝路的奥斯库拉疯狂咆哮，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力量，将整座要塞的顶部瞬间砸得粉碎，烟尘散去。格兰菲尔依然优雅地立于原处，杰茜在后方撑着防护屏障，崇拜地夸赞他早已预判了攻击轨迹。浩烈却在心里崩溃吐槽，哪有什么高瞻远瞩的预判，刚才分明是吓得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差一点就要当场升天。还没等奥斯库拉喘口气，格兰菲尔的驱魔技能已然生效，伴随着玻璃恶魔的力量猛烈发作，打得奥斯库拉再次惨叫连连。根据系统规则，献上贡品的驱魔仪式会让精神力更强的一方掌控全局。面对格兰菲尔恐怖的意志，区区恶魔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奥斯库拉被吓得仓皇逃窜，后方的浩烈看傻了眼，没想到驱魔的效果居然这么猛。一旁的杰茜更是彻底看呆，忍不住追问格兰菲尔到底对奥斯库拉伯爵做了什么。杰茜看着对着空气乱打的敌人，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瘫倒在地上的奥斯库拉痛苦咆哮，无法接受自己竟然会被凡人逼入绝境。随着系统提示弹出，奥斯库拉正式陷入了恐惧状态，使猎物陷入恐惧的职业任务顺利完成。这种本属于恶魔的负面效果，如今反过来降临在吸血鬼伯爵身上。杰茜激动地围着格兰菲尔直打转，疯狂追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新法术。看着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吸血鬼伯爵，格兰菲尔神色平静地拔出武器，准备直接给这场战斗画上句号。格兰菲尔毫不犹豫地挥剑刺下，可430级伯爵的防御太高，这一击仅消掉对方微不可察的一丝血量。为了维持自己优雅强大的形象，格兰菲尔神色自若地收回武器，转头让身后的杰茜上前收尾。明明全程都是格兰菲尔在掌控全局，如今却把最终击杀拱手相让。杰茜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好处彻底惊呆，搞不懂格兰菲尔为何要让他来收尾。浩烈在心里痛苦哀嚎，自己也想抢下击杀，奈何等级太低，根本不破防，只能寄希望于杰茜赶紧开打。没想到杰茜反而恍然大悟，以为这是格兰菲尔
再刻意指点，只要击杀强敌，提升等级，就能自行领悟出新的法术。感动不已的桀茜不再犹豫，当即凝聚魔法朝奥斯库拉轰去。就在这时，要塞上方突然传出一阵剧烈轰鸣，整个天空瞬间异象大作，桀茜的魔法轰然炸裂，当场将奥斯库拉消灭干净。随着430级伯爵阵亡，凭借极高的战斗贡献，系统的升级提示狂弹不止，格兰菲尔的等级更是一路飙升。看着地上留下的灰烬，桀茜蹲在一旁，久久没有回过神。浩烈更是彻底看呆，完全没想到桀茜能一招秒杀强敌。桀茜看着地上不断冒烟的灰烬，出于好奇伸手抓起一小撮，竟然直接塞进嘴里尝了起来。浩烈当场看傻了眼，不敢相信眼前的高阶玩家会做出这种离谱举动。这时系统提示任务顺利完成，并自动触发了新的职业任务。要塞外突然传出一阵喧闹，众人身上的负面效果瞬间消退。负面效果刚一消失，大批玩家便急匆匆冲进大厅，急切询问刚才是不是桀茜解决了强敌。面对这阵喧闹，桀茜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而冲在最前面的玩家认出了站在一旁的格兰菲尔，当场被震在原地。桀茜想起先前的教诲，按住帽檐向格兰菲尔恭敬行礼，正式报上自己的姓名，表示一定会好好向他学习。桀茜顺势询问对方的名字，周围围观的玩家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这位强者的回应。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桀茜，认为他虽然稍显冒失，却有着渴望成长与改变的决心，便决定给出回应。在众人的注目下，格兰菲尔终于开口，报出了自己现实的名字浩烈。恩惠正一边在厨房里煮汤，一边接电话跟亲友报平安。电视里正播放着新闻报道，重现刚才要塞攻坚战的经过。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属于奥斯库拉伯爵的灰烬。新闻紧接着播报，击败 BOSS 的玩家除了桀茜，还有另一位关键人物。在一旁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过来，指着电视画面大声呼喊，说浩烈舅舅竟然上了电视。听到这话的恩惠当场愣住，满脸吃惊地看向了电视画面。恩惠本以为只是童言无忌，刚想开口询问，没想到电视里万众瞩目的强者居然真是自家弟弟。恩惠震惊的当场捂住了嘴，而浩烈在家里正拿着羽毛掸子做着家务，口袋里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来电显示正是二姐之语。看着疯狂震动的手机，浩烈心里一阵发慌。自从击败伯爵的消息登上新闻，身份被家人发现就是早晚的事，屏幕上早已堆满了大姐和二姐的未接来电。还没等他喘口气，三姐的电话又紧接着打了进来。浩烈家里一共有3个姐姐，原本以为从小感情融洽，可仔细一想，小时候自己没少被姐姐们折腾，一想到接通后少不了一顿臭骂，浩烈头疼的直揉太阳穴，一时间根本不敢按下接听键。还没等浩烈想好应对办法，门外就响起了剧烈的砸门声。姐姐在门外怒吼，质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威胁他立刻开门。随着大门被猛然推开，大姐恩惠、二姐智允和三姐意林集体堵在了门口。面对气势汹汹的姐姐们，浩烈直接切回了格兰菲尔模式，优雅地整理着领带，提醒他们动静小点，别打扰邻居。面对这优雅又突兀的反应，姐姐们当场愣在原地，完全没料到弟弟会是这个态度。与此同时，电视里正铺天盖地报道着浩烈的新闻。这位横空出世的新人玩家，因联手桀茜击败奥斯库拉伯爵，瞬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面对无数媒体的狂热追逐，他在留下名字后便凭空消失，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关注。哲明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当听到浩烈曾参与过狂战士工会的通关时，一旁的泰明也若有所思地转过头来。泰明给忧心忡忡的哲明递去热饮，哲明看着电视报道直发愁，担心浩烈根本不可能加入他们工会。泰明却显得自信满满，表示他们招募浩烈的希望反而最大，不仅因为手头有浩烈的电话，更有一个绝佳的联系理由。哲明赶忙追问是什么理由，泰明解释说之前在伯爵领地的战利品全靠浩烈帮忙才能顺利拿下，现在把属于浩烈的那份战利品送过去，完全合情合理。听到这里，哲明觉得确实有戏，便询问泰明打算给浩烈分多少。泰明却态度异常坚决，表示这不是分多少的问题，哪怕最后无法把浩烈拉进工会，也必须不惜代价引起对方的注意。泰明决定立刻行动，催促哲明现在就给浩烈打过去。哲明急忙按号码拨了出去，电话很快打到了浩烈家，手机在桌上剧烈震动起来。可浩烈此刻根本抽不出手去接。大姐恩惠看着他新换的发色，止不住的连连夸赞。二姐智允更是当场放声大笑，调侃他这身造型活脱像个爱豆。意林听着浩烈文绉绉的问候，整个人瞬间被尬在原地，完全搞不懂弟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姐姐们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外甥女也围在他身边撒娇。意林忍不住上前来回打量，疑惑他是不是因为当上了玩家，才整天沉浸在角色设定里。面对外甥女闹着要看电视的要求，格兰菲尔依然保持着优雅和克制。可姐姐们看着他这副模样，不由得回想起10年前的往事。姐姐们公开爆料，浩烈小时候就天天自称叫格兰菲尔，甚至还嚷嚷着要把头发染成银色。黑历史被当场揭穿，浩烈内心防御彻底崩溃，羞得满脸通红，在心里狂怒咆哮，质问姐姐们是不是专门跑来取笑他的。姐姐们笑得停不下来，浩烈被折磨得差点崩溃。意林却突然收敛了笑容，认真问起浩烈近况，担心他在裂隙里遇到危险。自打看到新闻后，姐姐们就一直在替他捏把汗，电话打不通，更怕他出了意外。意林坦言父母目前还不知情，但不管发生什么，姐姐们永远都是他坚实的后盾，要是撑不下去了，随时可以放弃。
听到这番关心，浩烈心里升起一阵暖意。可格兰费尔的意志依然不可动摇，坚信自己作为恶魔猎手，生来就是要承担这一切。他依然保持着优雅，表示让姐姐们不必挂怀。可他这头顶扎着蝴蝶结的造型，配上文皱皱的腔调，直接把易林给整无语了。浩烈更是羞得当场抓狂。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喝完茶后，姐姐们便起身告辞。临走前，易林再次叮嘱浩烈，平时要多保持联系，有需要随时打电话。不过他还不忘特意补充一句，千万别向任何人透露两人的亲戚关系，还要浩烈把钱存好，绝不能替人做担保。浩烈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明白易林说的存钱究竟指什么，他压根就没有任何存款。但他很快猛然醒悟，通关猎系能拿到系统发放的悬赏金，这可是玩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浩烈激动地掏出手机，好奇自己到底赚了多少钱，猜想着能有1000万甚至1个亿。等他点开账户余额一看，上面居然整整显示着上百亿巨款。闪耀工会的韩国分部，卡米拉一把拦住杰茜，向他打听一同击败伯爵的浩烈，试图探清这位神秘强者的底细。杰茜却显得格外冷淡，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依然专心看着平板上的视频。面对卡米拉的死缠烂打，杰茜神色陡然一沉，直接冷冷的让对方别再来烦自己，他要专心看视频。卡米拉见状只能举双手妥协，吐槽杰茜刚才的语气实在太吓人。卡米拉抓着头发，满心纳闷，搞不懂杰茜为什么会在平板上认认真真研究韩式90度鞠躬礼仪。就在这时，杰茜的平板突然收到通知，显示通关猎系的悬赏金奖励已正式到账。看到手机上刚弹出的到账提醒，浩烈瞬间惊得大声尖叫，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整整1100亿韩元的巨额数字。浩烈看着这笔巨款大受震撼，本以为打败伯爵拿到的战利品就已经相当丰厚，完全没想到悬赏金居然高到这个地步。看着情绪激动的浩烈，一旁的格兰费尔却冷冷地泼来冷水，嘲讽他竟然会为了这点零花钱失控，实在太可悲。被这番话当场噎住的浩烈只能在心里疯狂吐槽，让这个自命不凡的高傲贵族赶紧闭嘴。除了巨额悬赏金以外，击败伯爵还掉落了唯一级宝珠，那是一件被诅咒封印的装备。如果是以前的浩烈，一定会觉得解封过程太麻烦，直接当成除魔技能的祭品。先前对决奥斯库拉伯爵时，格兰费尔消耗的正是诅咒项链。原本以为道具会彻底消失，可浩烈打开背包却发现项链不仅完好无损，诅咒还被完全净化，变成了全新的稀有级装备。宝珠项链再加上1100亿，浩烈躺在床上睁着眼根本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过各种念头，巨款究竟该存起来买装备，还是先告诉家人？格兰费尔却冷冷让他安静思考。浩烈冷静下来，重新盘算，以后肯定还要继续进入猎系，买装备确实很有必要，但以目前的升级速度，买低级装备又显得太浪费。毕竟击败伯爵之后，他的等级直接飙升34级，涨到了134级。浩烈翻看着装备交易界面，发现补充法力的道具根本买不到。格兰费尔冷冷催他赶紧睡觉。浩烈随口羡慕起亿万富翁的设定，对方却高傲的纠正自己其实是万亿富翁。此时韩国分部的会议室里，众人正在复盘要塞攻坚战。发言人指出，将残骸变成石柱的手法显然属于炼金术，这话立刻引来了激烈质疑。有人拍桌反驳说消耗巨大，炼金术绝不可能造出如此庞大的石柱。会议室里的争论仍在继续。桑巴克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向同事吐槽大家都在疯狂打听浩烈。他无奈地推了推眼镜，表示玩家数据库里根本查无此人，连浩烈究竟是本名还是游戏账号，目前都无法确认。桑巴克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寄希望于今天的周四维护，想着只要有新的游戏更新发布，舆论焦点或许就会转移。就在这时，电脑屏幕上弹出了最新的官方公告，游戏即将开放全新的未知区域尤斯拉岛。在游戏阿卡纳时期被誉为宝岛的梦幻之地尤斯拉岛，如今在现实中正式降临。传说岛上生长的各种奇珍，价值超越世上所有珠宝。主播播报着最新资讯，除了尤斯拉岛的开放，法师协会本周也将召开现实化以来的首次官方例会。作为排名第4的顶尖玩家，杰茜应邀来到了法师塔，众人纷纷围上前追问他是否也是为了尤斯拉岛而来。浩烈很快注意到电视里的新闻，他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对方居然是排名第4的顶尖高手。一想起格兰菲尔之前还当面挑剔人家的礼仪规范，浩烈就忍不住一阵头大。可刚做完500个引体向上的格兰菲尔，反而更关注法师协会开会的事。格兰菲尔谈起当年游戏里的记载，坚信那里才是真正的魔法之地。这次例会对绝对大有帮助。交代完接下来的行程，他优雅地戴上了洗碗手套，打算洗完碗就立刻出发。浩烈看着在厨房认真洗碗的格兰菲尔，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常人拿到这么一笔巨款，恐怕早就兴奋地冲出门了，这位贵族却坚持要先把家务做完。与此同时，法师塔前早已人山人海，法师协会现实化以来的首次例会吸引了无数法师慕名前来。身为法师塔成员的克莱尔此刻更是兴奋到了极点，因为这次不仅会公布最新的魔法成果，连首席法师马切罗也将亲自出席。会场里有人正急着赶路，结果砰的一声，径直撞上了一座透明屏障。这狼狈的模样引得旁边的同伴一阵大笑，嘲笑他急着去尤斯拉，连眼前的墙壁都没看见。蹲在地上的克莱尔也忍不住吐槽那人是个傻瓜。
这时旁人开口提醒，表示这可不能怪别人，这面墙正是塔主专门为了例会运用高阶幻术魔法打造出来的。随着魔法光芒在墙面浮现，隐藏其中的幻术影像彻底展现。节茜直接从幻术屏障中穿了出来，并表示没有邀请函，根本察觉不到这面墙的存在。周围的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克莱尔一眼认出了节茜，吓得赶忙收回前言，并开口致歉。节茜并没有介意，直接拿出邀请函递了过去。克莱尔核对后赶忙表示自己正是负责带路的向导，而节茜正是最后一位到场的冒险者。接下来所有人将一起前往水晶大厅。节茜突然叫住了克莱尔，请他在原地稍微再等等。克莱尔一时间有些困惑，节茜却笑着表示自己预感待会儿还有最后一个人需要接应。话音刚落，传送阵亮起耀眼的光芒，一身黑西装的格兰费尔从中缓缓走出，看着眼前宏伟的法师塔，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高冷优雅的神态。可浩烈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人群，内心早已崩溃咆哮，吐槽每次来这里都快被活活挤死。浩烈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纳闷今天人怎么比平时还要多？难道全都是要赶去尤斯拉岛的？还没等他想明白，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出浩烈的大名，周围瞬间炸开了锅。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刚上了电视新闻，身份早已彻底曝光。还没等他做出回应，狂热的人群便蜂拥而至，争相想要索要签名，甚至有人激动地上前，一把死死拽住了他的衣服。那人死死拉着他的包，吵着只要合照一张就走。浩烈在心里疯狂咆哮，包里可装着他刚买的玄米绿茶。还没等浩烈护住包，格兰费尔就冷冷地吐出一句滚开。浩烈本以为这番无礼的态度能让大家对自己失去兴趣，谁知那粉丝不仅没生气，反而更加兴奋地尖叫起来。周围人群更是瞬间沸腾，抢着要被他臭骂一顿。看着完全失控的局势，浩烈彻底绝望了。眼看人群越聚越多，浩烈意识到必须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就在这时，格兰费尔注意到前方的墙壁有些异样，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格兰费尔便径直朝那面墙冲了过去。身后的人群见状大声劝阻，提醒他前面根本没有路。目睹着突如其来的举动，一旁的克莱尔看愣了神，红着脸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原来那面墙根本不是死路，而是一道精妙的幻术伪装。冲过屏障的格兰费尔顺势将克莱尔逼停在墙边，看着眼前这道伪装，格兰费尔嘴角微微扬起，直言这幻术值得最高的赞赏。克莱尔领着格兰费尔踏上浮空阶梯，心里却一直在犯嘀咕，受邀名单他早就核对完毕，上面根本就没有眼前这人的名字。见克莱尔慌乱的翻查名册，格兰费尔主动开口询问怎么了，脑海中浮现出刚才被壁咚的画面。克莱尔赶忙打住念头，顺势确认他是否要参加法师例会。听到格兰费尔坦然承认没有邀请函，克莱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克莱尔连忙摆手澄清，法师塔其实有明确规定，只要凭自身实力看破幻术，即使没有邀请函也有资格参会。他慌乱地补充道，自己只是佩服能破解幻术的强者，纯粹出于对学术的探索。格兰费尔依旧保持优雅，再次称赞了这道幻术的精妙。踩在幻术阶梯上，格兰费尔很快看穿了其中的门道，只要将魔法值提升到1000左右，自己也能施展出这种手段。说话间，克莱尔已领着他来到大门前，推开大门，眼前就是宏伟的水晶大厅。克莱尔兴奋地介绍，这里正是法师塔储存知识的圣殿。格兰费尔面无表情地步入其中。而在游戏与现实融为一体的那一天，这个世界 NPC 的命运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云集众多强者的法师塔里，最顶尖的当属史上最年轻的首席马切罗。作为公认的天才，他最早洞察了世界异变的真相，并凭浩瀚的知识创立了法师协会。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成果汇报，在底下听众眼里却索然无味。节茜甚至听得昏昏欲睡，直言这些高深理论完全听不懂。见底下不少人昏昏欲睡，马切罗突然停下声音，冷不丁问了一句：“是不是讲得太无聊？”吓得台下众人瞬间清醒。他直言法师塔降临现实绝非偶然，两边世界至今仍在不断融合。虽然大家对彼此的魔法和科学还不熟悉，但想要化解危机，就必须携手合作。随后，马切罗抛出了今天的重头戏，他表示自己研究了玩家世界的科学，并从中找到了突破魔法瓶颈的契机，把科学和魔法结合在一起。这个前所未闻的理念，瞬间在台下引发轩然大波。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马切罗便抬手聚拢起磅礴的法力，准备当场演示科学与魔法融合的力量。马切罗展示出融合科学后的新型火焰，并警告两种体系结合充满未知变数，必须格外谨慎。这番前卫的理念让现场不少听众大感意外。马切罗表示，正因如此，才极其需要冒险者的协助。浩烈立刻意识到这是要发布任务，台下玩家瞬间骚动起来，疑惑为何没弹出系统面板。就在马切罗询问大家是否有疑问时，台下一只手高高举起，格兰费尔当着所有人的面冷冷叫住了首席法师马切罗。格兰费尔开口便直指要害，指出马切罗刚才探查法力的方式依然存在明显的瑕疵，并当面质问对方对此有什么看法。这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台下听众不敢相信，竟然有人敢公然质疑首席法师，更震惊于他居然真能听懂那些理论。法师塔的成员们更是私下嘀咕，直言被称为毒蛇的马切罗绝不可能咽下这口气。面对这番公开挑衅，马切罗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要对方当场说明依据。面对质问，格兰费尔显得十分从容，直言魔法和科学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强行结合必然会出现断层。说罢，格兰费尔随手抬起掌心，瞬间凝聚出与马切罗一模一样的星形火焰，甚至表示自己在技能与魔法之间也感受到了这种断层。看着对方轻描淡写的使用出自己耗费数月才掌握的魔法，马切罗彻底被惊在当场。现场众人更是当场炸开了锅，很快便有人认出眼前这个当面叫板首席法师的男人，正是风头正劲的浩烈。格兰费尔看着手中的火焰，继续点评这种法力的应用，表示利用离心力的确提高了效率。周围听众听得一愣一愣，不敢相信他居然真的懂。看着大受震撼的众人，格兰费尔脸上露出一丝傲慢的微笑，直言这次例会来得太值了。台下听众更是彻底看呆，误以为他是在当面嘲笑马切罗。陷入震惊的马切罗低头沉思，口中不停念叨着浩烈的大名。片刻后，马切罗正式向他提出邀请，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课题研究。话音刚落，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一道亮蓝色的任务面板瞬间弹现在眼前。首席法师马切罗正式发起了关于星形火焰的研究任务。面对眼前弹出的研究任务，格兰费尔毫不犹豫点击了接受。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梦幻宝岛尤斯拉岛也正式降临现实。海滩上早已聚集了不少玩家，同伴兴奋地回忆着曾经的游戏岁月，直言早知道就带上泳衣来度假。面对同伴的兴奋欢呼，一旁的莱奥妮却显得极为沉闷，直接冷冷地对了回去。莱奥妮瞬间散发出恐怖的杀气，身旁的同伴不仅毫不害怕，反而一把搂住她亲了一口，调侃她发脾气的样子相当可爱，气得莱奥妮当场叫骂起来。海滩上早已挤满了人，除了蜂拥而至的网红和媒体，各路玩家也纷纷聚集于此。路过的玩家见状大受震惊，佩服居然有人敢当众亲狂战士会长。除了狂战士工会，连暗影佣兵团和探险家联盟也都全员汇聚在此。毕竟当年尤斯拉岛就以宝藏闻名，哪怕没有裂隙，大家也想来发财。眼看连这群 NPC 也要来抢资源，莱奥妮只觉得一阵头疼，同伴却在身旁乐观地安慰他，至少那群讨厌的法师还没赶过来。话音刚落，莱奥妮的手表突然震动，电话正是前往例会的法师打来的。他刚开口询问例会的情况，对方就在电话里激动地大喊浩烈的名字。电话那头情绪激昂，透露浩烈在例会上当面指责首席法师。莱奥妮听完直接笑喷出来，嘲笑浩烈果然是个没救的疯子。莱奥妮本以为浩烈会被狠狠收拾，谁知首席法师不仅接受了批评，还低下头亲自己浩烈颁发了研究任务。莱奥妮震惊得说不出话。而在法师塔的水晶大厅里，首席法师马切罗恭敬地递上卷轴，承诺研究过程中的一切需求，他都会全力倾囊相助。格兰费尔则平静地接过了这份任务。听到对方承诺倾囊相助，浩烈顿时动起了心思，准备当场列出所需的物资清单。法师塔最顶层，首席法师马切罗被召集至此，恭敬地向高台上的5位长老行礼。几位高阶法师开门见山，质问他为何要找冒险者合作，甚至主动发起了联合研究。长老们严厉训斥马切罗打破规矩，质问他为何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马切罗连忙开口辩解，强调浩烈对魔法有着极深的理解，甚至已经克服了施法时的断层问题，他的天赋能帮助化解两界融合的危机，法师塔绝不能再被旧规矩束缚。然而长老们当场打断了他，表示法师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次违规合作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马切罗一人独自承担。交代完毕后，长老们便冷冷地让他退下。走出顶层大殿，马切罗心中满是对长老的不满，认为这群老顽固早已脱离现实。此时克莱尔抱着物资赶来，正准备给浩烈送去刚收集好的研究材料。马切罗顺势伸手接过了文献，表示自己正好也要去找浩烈一趟。马切罗带着全套材料推门而入，此时格兰费尔正安静地翻阅典籍。马切罗将浩烈此前清单上的物资全部摆在了桌上，除了大量珍贵的魔法书籍，还有能大幅恢复法力的顶级魔法首饰。看到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浩烈在内心直呼震惊。马切罗冷冷地开口询问，不知这些东西是否合他的心意。面对马切罗的反问，格兰费尔也不禁微微一愣。浩烈看着桌上动辄500-600级的神装，内心早已掀起滔天巨浪。格兰费尔随手拎起一条高阶项链，冷冷地质问马切罗，难道以为这种东西能配得上自己？马切罗闻言先是一愣，赶忙陪笑着向他道歉，直言是自己低估了他的实力。浩烈在心里疯狂吐槽，直呼对方根本是太高估自己了，赶紧换成现在就能用的呀。格兰费尔在桌上注意到一件特殊装备，那是能无条件恢复10%法力的胸针碎片，而且使用门槛正好只要100级。浩烈见状顿时喜出望外，格兰费尔毫不客气地将碎片收下。马切罗见状不禁发出感叹，对方不仅能看穿魔法瑕疵，竟然连这种罕见宝物的底细都了如指掌。浩烈端详着手中平平无奇的碎片，心里还在嘀咕他到底有何特别。马切罗却话锋一转，坦言眼下还无法立刻展开研究，正如对方此前指出的那样，目前的检测流程中确实还存在不少漏洞。系统随后弹出提示，要求等待马切罗的后续通知。格兰费尔当即表示会耐心等待对方解决瑕疵的那一天。马切罗对此大受触动，坚信有了对方协助必能革新法师塔。
而浩烈早已在心里乐开了花，庆幸白嫖到了这件稀有胸针。与此同时，在尤斯拉岛的海滩上，一名主播正拿着手机向观众现场直播，他冲着手机镜头卖力互动，表示大批玩家正不断跨过传送门，而自己会一直守在海滩上等待浩烈的到来。就在主播向观众打包票时，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压了过来，来人正是戴着面罩的金箔，他带着一身杀气，冷冷地打听起浩烈的行踪。看到金箔突然闯入镜头，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作为游戏降临后迅速崛起的势力，超新星为了目的向来不择手段，走到哪里都是横行霸道。在超新星内部，金箔也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据说，凡是跟他扯上关系的玩家，最后往往都会神秘失踪，甚至丧命。面对直播镜头，金箔当众向浩烈发出警告，提醒他太出风头可不好玩。随后便转身离开，只留下受尽惊吓的主播瘫坐在地上。看到弹幕质疑浩烈不敢过来，主播气得当场大骂荒谬，抬手封禁了这名观众。他在镜头前激动地解释，浩烈连广告和采访都懒得接，怎么可能贪图这里的宝藏？他坚信浩烈到了关键时刻一定会降临，瞬间引得弹幕疯狂欢呼。而此刻的格兰费尔正优雅地端着茶杯，平静品茗，压根没觉得有趣的必要。浩烈心里很清楚，尤斯拉岛虽然宝藏诱人，但自己才只有134级，那里可是350级以上的危险区域，贸然跑过去完全就是送死。况且最关键的是，那座岛上根本就没有恶魔族。看着光屏上那些近400级的高级怪物，浩烈光是想想都觉得一阵发凉。正当浩烈盘算着打死不去时，眼前却突然弹出了职业任务面板，上面的目标赫然写着调查尤斯拉岛的大罪。注意到大罪这2个字，原本毫无兴趣的格兰费尔眼神瞬间变了。格兰费尔口中的大罪指的正是传说中的7宗罪，包含傲慢、嫉妒、暴怒、暴食、色欲、懒惰以及贪婪。浩烈想起在阿克山听闻的记载，没想到这神秘的7宗罪竟然会出现在尤斯拉岛上，这让他顿时心里直犯嘀咕。上次能击败强敌纯属运气，如今要去调查7宗罪，实在让他有些发愁。原本他还想再慎重考虑，可格兰菲尔的态度却瞬间来了个大转弯。先前确实没有去的理由，但只要那个地方存在邪恶，讨伐邪恶就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犹豫。这态度强硬的转变，让浩烈彻底看呆在原地。浩烈还在心里直犯嘀咕，格兰费尔已经宣布要立刻出发。只见他优雅地整理好服装，带上茶包，便准备启程。可看着格兰费尔身上那套厚重的冬装，浩烈在脑海深处彻底崩溃。毕竟尤斯拉岛可是个热带岛屿，穿成这样过去，非要热死不可。格兰费尔顺利抵达尤斯拉岛，系统播报完浩烈的入场提示，守在海滩的主播瞬间陷入狂欢，直呼对方没有让人失望。烈日暴晒之下，格兰费尔依然一身岩石黑色正装，维持优雅高冷的姿态。内心深处的浩烈却早已热得半死。还没等浩烈缓过劲来，格兰费尔突然察觉异样，浓重的紫色雾气瞬间升起，系统弹出提示，整座岛屿已被大罪能量吞噬。由于大罪能量笼罩整座岛屿，系统自动触发天敌技能。浩烈感应到脚下源源不断涌出的邪气，意识到整座岛本身就是大罪的化身，只要踩在这片土地上，天敌技能就能全程无间断保持激活。格兰费尔嘴角微微翘起，期待将大罪踩在脚下，随后迈步踏入密林深处。跟踪直播的主播向观众汇报，浩烈已踏入密林，看着他身穿岩石正装，纷纷猜测他掌握着独特攻略。此时的浩烈看着周围400级起步的高阶怪物，内心彻底崩溃。格兰费尔依然云淡风轻，只打算挑选等级最低的对手。身后的主播向直播间解释，自己只会远距离跟踪，炫耀起自己毫无存在感的体质。话还没说完，意外突然降临，密林深处传来猛烈的咆哮。格兰费尔顺着声音望去，前方有一支小队正陷入苦战，小队队长挥舞武器拼命抵挡。怪物的异常状态让他极为被动，后方的队友束手无策。眼前这只巨兽全身如水晶般闪发光，强烈的反射光让人根本无法瞄准。庞大的晶体巨兽高高跃起，径直朝2人扑砸下来。咆哮而下的巨兽显出真容，正是高达420级的翡翠猛虎。强烈的声波冲击向四周扩散，远处的跟踪主播被震得抬不起头。弓箭手抱怨着不该分头行动，后退时撞上了一个人，正是一身正装的格兰费尔。对方瞬间看呆，不敢相信他会出现在这里。面对对方的震惊质问，格兰费尔依然云淡风轻，浩烈却在心里崩溃。本想找小怪练手，没想到撞上全岛最强怪物。面对咆哮的翡翠猛虎，浩烈清楚逃跑根本行不通。格兰费尔缓缓上前，指出强束阳光和反光确实不利于视线。话音未落，他抬起右手，澎湃的魔法光辉瞬间爆发，正面迎上冲来的巨兽。既然怪物的反光全靠乱动，只要限制住他的行动，小把戏就会彻底失效。澎湃魔法将暴走的巨兽死死封在原地，无法凭空折射光线。突如其来的控场看傻了身后的几人，眼看巨兽被当场定住，格兰费尔掌心再次亮起炽热法阵，打算顺势尝试新招式，口中轻吐出一个火字，滔天烈焰瞬间喷涌而出，将前方彻底吞没。远处的跟踪主播被猛烈威力吓得措手不及，直播间弹幕瞬间炸锅。滔天火光渐渐平息，系统提示确认战斗贡献。浩烈收到升级通知，内心喜出望外。没想到马切罗胶的魔法威力如此惊人，配合胸针还瞬间恢复了10%法力。身后的小队队长
和队友看傻了眼，不敢相信420级的翡翠猛虎竟被眼前之人一招秒杀。尤斯拉岛丛林深处，第二太阳工会副会长施拉格正气得发疯，登岛好几个小时，竟然还卡在岛屿外围。手下赶忙建议与其他小队会合，并带来了最新战报。闪耀工会单凭一支小队就已经推进到岛屿中心，而他们还在外围跟高阶怪物死磕。得知对手遥遥领先，施拉格咬牙切齿，强压怒火。他看着密林深处，陷入自责。当初为了追赶推进进度，奋兵多路，严重低估了尤斯拉岛的危险。受挫后，他决定让全员会合。手下拿着手机，急忙赶来，表示收到西边小队的紧急来电。视频那头的人满脸惊慌，急促喊着施拉格的名字。施拉格本想让他原地等待，对方却焦急打断，直言要立刻带人向这边撤退，负责的路线已彻底瘫痪。突如其来的警告让施拉格摸不着头脑。对方在电话里激动喊出浩烈的名字，透露浩烈刚刚已从他们那条路线横穿过去，整条防线被随手夷为平地。施拉格还没来得及消化消息，身旁手下又带上法师塔的最新线报。浩烈不仅接到首席法师马切罗的专属任务，更成为首位在顶层拥有独立实验室的玩家。震撼的消息让施拉格当场愣在原地。施拉格原本以为浩烈的试纸是媒体炒作，没想到对方真和法师塔交情匪浅，意识到对方远比想象中更危险。他立刻吩咐手下全面调查关于浩烈的一切。此时的浩烈正沉浸在喜悦中，意外拿到罕见的纯级祖母绿水晶，可以带回法师塔用来研究。看着浩烈兴奋的手舞足蹈，格兰菲尔觉得无比可悲。话音未落，周围空气突然急剧流动，格兰菲尔瞬间察觉异样，眼前自动弹出职业任务面板，显示调查尤斯拉岛大罪的进度。还没来得及细看，整座森林开始剧烈颤抖，林中鸟群被惊得四处逃散。紧接着刺耳的系统警报声疯狂响起，系统弹出最新提示：尤斯拉岛正逐渐被贪婪吞噬，崩溃进度向前推进了一格。突如其来的警告让浩烈当场愣住，四周玩家纷纷收到同样警报，森林里爆发出一片惊恐骚乱，大家都在猜测为什么会出现裂隙的崩溃进度。就在所有人乱作一团时，格兰菲尔看着提示上的贪婪二字，冷哼一声，质问对方是不是正被人类污秽的贪婪唤醒。看着手里刚拿到的纯级祖母绿，浩烈心里打起了嘀咕，一边擦着虚汗，一边在心里暗自祈祷，引发天地异变的贪婪源头，大概总不会是因为自己吧。汹涌的大罪能量开始疯狂蔓延，远处的跟踪主播赶忙翻看弹幕，观众透露尤斯拉岛由10座小岛组成，闪耀工会刚刚攻克了其中一座。凡是在阿克山训练过的恶魔猎手都很清楚，只要崩溃进度条彻底填满，潜藏的大罪就会全面复苏。局势愈发严峻之际，格兰菲尔面前突然响起清脆提示音，全新的专属职业任务面板随之跳出。任务面板刷新最新目标，要求阻止大罪贪婪的复苏，并保护岛上的宝藏不被污染。浩烈看清要求，心里明白，这绝不是光靠打怪就能解决的。丛林深处突然传来嘈杂喊声，周围玩家纷纷疯狂向前奔跑。闪耀工会斩获宝藏的消息早已传开，剩下的9座小岛成了众人哄抢的目标，大家都想赶在崩溃前分一杯羹。看着陷入狂热的人群，浩烈心里清楚，这就是正常人的反应。眼下岛上的所有人都在被贪婪驱动着往前冲，要想完成任务，就要让所有玩家放下欲望，但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面对陷入狂热的人群，浩烈正发愁不知该如何收拾残局，一旁的格兰菲尔却轻叹一声，表示眼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神色从容地整理好领带，当场宣布要把岛上所有宝藏据为己有。这离谱的决定让浩烈瞬间看懵。与此同时，尤斯拉岛2号岛的上空，更加凶悍的紫黑色能量正疯狂聚集翻涌。此时，在尤斯拉岛另一侧，闪耀工会主力小队刚拿下宝藏，同样收到了系统弹出的崩溃提示。卡米拉看着面板推测，整座岛由10座小岛组成，他们刚拿到宝藏，进度条就亮起一格，这分明是某种崩溃倒计时。队员们随即将话题转向法师学会，提起节茜传回的最新报告。浩烈不仅接到专属任务，还获准进入法师塔顶层。卡米拉顺势八卦起节茜对浩烈的态度，还不忘当场揭开罗克斯被甩的往事。闪耀工会队员聊起浩烈的惊人进度，好奇要是真碰上，大家有没有把握打赢他。罗克斯直言想尽量避免冲突，浩烈并没有招惹工会。话音未落，系统警报突然再次响彻区域，岛屿的崩溃进度竟又跳了一格，众人彻底愣住，不知这次又是谁抢到了宝藏。罗克斯收到最新消息，天下统一工会刚抢下一处宝藏。卡米拉意识到宝藏争夺已经全面爆发，闪耀工会当即决定全员重新行动。然而此时在密林深处，面对正在剧烈异变的局势，浩烈彻底陷入恐慌，他死死拖住格兰菲尔，追问他刚才说的独占到底是什么意思。格兰菲尔语气平静，再次确认要将所有宝藏据为己有。浩烈急得大吵大嚷，提醒进度条一旦填满，贪婪大罪就会完全苏醒。对方难道真打算把宝藏全都抢光？密林深处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队身穿金狮铠甲的骑士挡住了去路。浩烈在心里大吃一惊，认出这竟然是阿卡纳顶尖的狮星骑士团。格兰菲尔语气平静，直接喊出了领头人的身份：狮星骑士团团长哈尔肯。身旁骑士刚想训斥态度无礼，哈尔肯立刻挥手制止，语气客气地主动打听对方的名号。格兰菲尔
优雅整理起正装，高傲地报出名字浩烈，称能在此相遇，倒是一件幸事。一旁的浩烈在内心疯狂哀嚎，求他赶紧闭嘴，别再这么说话了。哈尔肯却若有所思，直言格兰菲尔的气场与普通冒险者截然不同。话音未落，一道巨型陨石带着烈焰轰然坠落，直接在众人面前炸开剧烈的火光与烟尘。突如其来的袭击让骑士们一片惊慌，急忙护住。被烟尘呛到的哈尔肯确认安危。烟尘散去后，骑士们震惊地发现，眼前降临的竟是由斯拉岛的领主，高达450级的巨型金牙龟咆哮而出，巨大的威压笼罩了整个战场。哈尔肯当即下令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忍不住抱怨，偏偏撞上了整座岛最强的领主。看到巨龟眼中再次亮起异光，即将继续召唤陨石砸向地面，哈尔肯急忙指挥骑士们迅速散开就位。领主巨龟的攻击极其恐怖，金发骑士以诺在威压下咬牙硬撑，不断的陨石与遮挡了视线，骑士们根本无法靠近怪物。巨龟趁机抬起巨大的前爪，径直朝着以诺狠狠砸了下去。哈尔肯大声惊呼让他小心，巨族却已轰然重重踩下。巨族轰然砸落的瞬间，一座宏伟的防御高墙凭空拔地而起，硬生生顶住了领主巨龟的恐怖重击。死里逃生的以诺定下神来，只看到格兰菲尔笔直立于高墙之下的背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骑士们全看呆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冒险者，竟然连咒语都不需要吟唱，就能瞬发挡下领主攻击的防御魔法，纷纷惊叹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以诺还没来得及开口，格兰菲尔便冷冷打断，表示现在还不到交谈的时候。领主巨龟咆哮着再次发动攻击，铺天盖地的陨石雨砸向地面，骑士团慌忙举盾切换防御阵型，表面一派云淡风轻，内心的浩烈早已虚得不行。刚才搭建高墙几乎耗尽法力，全靠胸针才没当场空劫。他盘算着必须设法与骑士团合力，还没等浩烈想出对策，身后的哈尔肯注意到了他佩戴的法师塔胸针，主动开口向他搭话。哈尔肯代表狮星骑士团郑重致谢，以生命和佩剑发誓，恳求对方协助战斗，承诺骑士团将永记这份恩情。听到顶级强援主动邀请组队，浩烈在心里激动的直呼太爽。可表面上的格兰菲尔依旧优雅，表示讨伐怪物乃职责所在，爽快答应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听着自己这装腔作势的表达，浩烈只能在内心抓狂吐槽。这一幕被躲在树丛里的主播撞个正着，拿着自拍杆直播的他当场看傻了眼，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主播举着直播镜头大声惊呼，向50多万观众确认眼前的奇景：狮星骑士团居然拿性命做担保，这画面让他震撼的语无伦次。直播间弹幕瞬间疯狂刷屏，纷纷催促他凑近一些拍摄。主播赶忙解释，领主战场太过危险，在这个距离依然能看清全貌。咆哮的巨型金牙龟再次逼近，哈尔肯高声下令全军出击，狮星骑士团拔剑大吼，怪物的弱点就在头顶。在一片喧嚣的冲杀声中，格兰菲尔依然优雅的大步向前，骑士团全力砍向巨龟的支撑腿，试图逼迫这庞然大物倒下，好彻底暴露头顶的弱点。看着昂首前行的格兰菲尔，以诺心里满是震惊。拿性命与佩剑起誓，那是唯独对皇室才能立下的至高誓言。团长居然会给区区一个冒险者如此尊荣。虽然满腹疑虑，骑士团众人依然高喊着口号。可浩烈很快发现了不对劲，这群顶级骑士的猛烈输出，居然根本没能造成有效伤害。浩烈无奈的直摇头。骑士团全员都是近战职业，面对体型如此庞大的怪物，只有最前排能凑近攻击，剩下的骑士只能在后方干等。照这个效率硬啃下去，不知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还没等浩烈想出应对方案，眼前便亮起了红色的系统提示，由斯拉岛的崩溃进度瞬间填满了一半，宝藏被搜刮的速度远超预期，大批疯狂的玩家很快就会涌入这里。浩烈还在琢磨如何为后方骑士开辟空间，巨型金牙龟的独眼突然亮起绿光，伴随着怪物的疯狂咆哮，整座岛屿发生剧烈震动，范围冲击瞬间掀翻了狮星骑士团的防线，恐怖的震动紧接着撕裂地面，滚烫的熔岩直接从地底喷涌而出，整片战场瞬间沦为火海。面对四分五裂的陆地，骑士团众人根本找不到安全落脚点，眼看防线彻底失控，格兰菲尔很清楚，必须立刻为所有人开辟战术空间。他高声呼唤团长哈尔肯的名字，询问骑士团是否做好冲锋准备。话音刚落，格兰菲尔全身爆发出汹涌蓝光，准备亲自为众人开辟道路。庞大的魔力瞬间掀起无数悬空浮石，在乱局中搭出一条直通上方的阶梯。原本陷入被动的狮星骑士团被眼前这凭空出现的奇迹彻底震撼，正在现场直播的主播和直播间观众更是惊得张大嘴巴，不敢相信。这凭空浮现的浮石阶梯，让骑士团众人立刻联想到了法师塔。如此恐怖的庞大魔力，绝非普通冒险者所能掌握。表面上格兰菲尔依旧冷峻从容，内心的浩烈早已彻底崩溃。这一击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法力，疯狂祈祷哈尔肯别再愣着。接收到战术通路的哈尔肯不再犹豫，当即大声高呼率队反攻，全员踏上浮石阶梯，直奔敌人而去。凭借悬空的浮石通路，狮星骑士团顺势冲到巨龟跟前。哈尔肯抓住战机，果断出剑，直接将庞大的领主一劈为二。哈尔肯甚至放弃了击杀贡献，把这份泼天战功全数算在格兰菲尔头上。看着面前突然跳出的击杀提示，表面上格兰菲尔依然从容优雅，
浩烈却早已瘫倒在地。不仅是团长哈尔肯，骑士团的其他人也纷纷放弃战功，庞大的经验值全数灌入体内。系统的升级提示音疯狂响个不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经验暴击，浩烈直接被砸得当场懵掉。战局平息后，哈尔肯带领众人上前，目光落在了格兰费尔胸前，直言这枚胸针正是当年皇帝赐予法师塔的至宝，并真诚感谢对方救了大家的性命。哈尔肯率领狮星骑士团全体单膝下跪，以最高礼节向眼前之人致敬，郑重宣誓永远追随胸针的主人。没等浩烈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股精纯的庞大能量在面前轰然凝聚，一颗散发着璀璨蓝光的秘宝赫然现世。这正是各大公会疯狂抢夺的岛屿宝藏。浩烈再次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他陷入了两难：拿走宝藏会加速大罪觉醒，可若是不拿，落入别人手中，结果还是一样。还没等他理清头绪，系统面板再次亮起警报，崩坏进度瞬间跳到了第6格。浩烈刚想劝格兰费尔三思，格兰费尔却毫不犹豫，伸手将璀璨的宝藏一把抓在手里。浩烈彻底崩溃暴走。对名门出身的格兰费尔来说，世俗的财富根本毫无意义，他心中从不存在所谓的贪婪，只要带着毫无贪欲的心去接触宝藏，就能防止宝藏被贪婪污染。随着掌中光芒亮起，系统成功提示收下了宝藏。丛林深处，一名神秘人正举着望远镜暗中偷窥，打算等对方集齐所有宝藏后再一把抢走。在这名神秘人脚下，刚刚被血洗的受害者满身是血，咆哮警告：第二太阳施拉格绝对不会放过他。致命一击轰然落下，受害者的威胁瞬间戛然而止，尸体重重地倒在地上。神秘人静静伫立在阴影之中，手中紧握着不断滴血的短刀。随着对手彻底失去声息，系统面板亮起提示，确认他再次成功击杀了一名玩家。在格兰费尔眼中，根本就不存在贪婪这种情绪。看着眼前这惊人的一幕，哈尔肯团长等人当场看傻了眼，躲在树丛里的主播更是激动万分，直播间弹幕瞬间疯狂刷屏。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格兰费尔伸手稳稳包裹住璀璨的宝藏，他语气淡然地表示，防止宝藏被贪婪污染其实很简单，只要怀着毫无贪念的心去拿走它们，就能直接化解危机。系统提示成功拿到了岛屿宝藏，树丛里的主播对着镜头激动大喊，整座岛屿的崩溃进度居然完全没有上升。看着格兰费尔无比从容的神态，主播和直播间观众再次被彻底震撼，难以相信世上真有人能做到毫无贪念。然而光鲜的背后，浩烈看着手里的宝藏差点崩溃，所谓的岛屿宝藏居然只是一顶破破烂烂的旧王冠。更让人无语的是，系统上的物品说明极度敷衍，除了标注史诗级别和旧王冠，就再也没有任何额外信息。面对眼前这顶破烂的旧王冠，浩烈感到一阵无语，连他仅存的贪意都快被彻底磨灭，只盼着剩下的宝藏千万别也长这样。还没等浩烈从无语中缓过神来，眼前突然弹出一道系统提示，狮星骑士团竟直接加入了他的队伍。看着列表中一众400-500级的大佬，连600级的团长都在其中，浩烈当场看傻了眼，没料到对方说的追随居然是直接进组。哈尔肯神情肃穆地再次表明决心，骑士团将永远与胸针的主人并肩作战。他表示，虽然不知阁下的终极目标，但在游斯拉岛期间，骑士团愿化作他的剑与盾。浩烈惊得直呼不敢相信，没想到帝国顶尖战力真的听他调遣。面对岛上动辄300-400级的凶悍魔物，有这群顶级战力在前方开路，接下来的行程简直易如反掌。格兰费尔轻轻拍了拍哈尔肯的肩胛，优雅的决定立刻前往下一座岛屿。躲在树上的刺客金伯收到同伴发来的无线电问询，对方极其纳闷，浩烈明明拿到了宝藏，整座岛的崩坏进度居然完全没有上升。同伴提醒浩烈身边有狮星骑士团护航，奉劝金伯别太冒失。金伯反驳自己早已做了周密部署，绝不会像对待第二太阳那群蠢货一样轻敌。他已经在船上布下了9头蛇的剧毒，只要格兰费尔一行人登上前往下一座岛的船，他只需轻扣响指，毒气就会瞬间笼罩整艘船，到时候无论是谁中毒都必死无疑。然而格兰费尔依然步履从容，带着众人继续朝前迈进，准备把暗处的威胁彻底收拾掉，再去确认宝藏的下落。躲在远处树上的金伯突然感觉脖子一凉，仿佛整颗头颅都被凭空斩断，吓得他赶忙死死按住喉咙。金伯被这恐怖的杀意吓得魂飞魄散，不敢相信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格兰费尔居然能瞬间锁定自己。浩烈见格兰费尔盯着树上，以为他喜欢可爱的小松鼠。金伯因心理素质过低，当场被吓出了恐惧的负面状态。系统提示突然响起，崩坏进度瞬间飙升到了第8格。浩烈彻底慌了，算上自己手里的宝藏，整座岛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格兰费尔依然优雅冷峻，直言没必要在无关紧要的杂碎身上浪费时间。浩烈这才松了一口气，只要宝藏在手，大罪觉醒的危机就暂时被遏制住了。格兰费尔当即下令加快脚步，哈尔肯也立刻恭敬领命。而此时躲在树上的刺客金伯，面对无线电里同伴的呼唤，早已浑身剧烈颤抖，彻底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活下来，甚至搞不懂浩烈为何要放过自己，究竟是出于怜悯，还是根本没把他这号小角色放在眼里。被杀意吓破胆的金伯瘫倒在地，满心感激浩烈的饶命之恩。随后他对着无线电颤抖着宣布，自己决定立刻退出任务，并警告同伴不想死就千万别去惹浩烈。说完便果断掐断了通讯。被金伯突然挂断通讯后，另一头的贤俊当场暴跳如雷，气急败坏的
将设备砸向地面。原来他为了这次任务倾尽家产，甚至贷款购买了极为昂贵的毒药。金伯突然单方面退出，意味着他的巨额投资全都要打水漂。面对上前劝说冷静的同伴，极度愤怒的贤俊直接一把揪住对方领口，小队内部瞬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失控的贤俊彻底失去了理智，质问同伴是不是收了金伯的好处，甚至怀疑所有人背着他私分财产，歇斯底里的向同伴咆哮质问。面对彻底魔怔的贤俊，同伴们根本无法沟通。与此同时，林中突然掀起一阵异常的波动，远处的鸟群被惊得四散飞逃。察觉到异样的格兰菲尔停下脚步，一旁的哈尔肯赶忙上前询问。格兰菲尔神色未变，语气平淡的回应一句没什么，便收回目光继续前行。眼前突然跳出系统提示，整座岛已被大罪能量吞噬，技能天敌随之自动激活。这次的感知比刚登陆时更加剧烈，恶魔猎人的直觉在明确预警，附近正有恶魔活动，而引发异常波动的源头正是彻底失控的贤俊。他竟直接拔刀刺穿了同伴的身体，倒在血泊中的同伴咬牙切齿，痛骂他为了金钱丧心病狂。贤俊却冷笑着反问对方在胡说什么。随着系统弹出击杀提示，贤俊顺手卷走了同伴身上的全部战利品。在他眼里，这群人和金伯全是一伙的，全都在暗中谋划抢夺属于他的财产。这残忍的一幕刚好被躲在树后的主播全程直播了下来。看着眼前的杀戮，主播吓得死捂住嘴巴，直播间的弹幕更是瞬间陷入恐慌。彻底失控的贤俊狂叫咆哮，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爆发出的大罪欲望已经在身后凝聚出可怖的恶魔虚影。亲眼目睹贤俊杀害同伴的现场，主播吓得拔腿就跑，直播画面跟着剧烈晃动，弹幕瞬间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传闻中超新兴公会的恶行居然全都是真的。生怕被贤俊发现灭口，主播拼命在丛林中逃窜，慌乱中他不小心被树根绊倒，整个人直直向前栽去。危急时刻，旁边伸出一只手稳稳扶住了他，询问他是否没事。扶住他的正是探险家协会成员，对方赶忙问他是不是被怪物追赶，热心的劝他坐下休息。看着眼前的探险家协会众人，主播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他很清楚，贤俊就算再丧心病狂，也绝不敢公然得罪探险家协会。有了这层庇护，自己终于算是彻底安全了。与此同时，几架无人机正穿梭在森林上空，将岛上的实况画面实时传回后台。转播间的工作人员正紧张跟进这场突发直播。由斯拉岛其实由10座小岛组成，前9个宝藏已被各大势力陆续拿下。无论是击杀岛主还是破解谜题，各家公会都凭本事拿到了奖励。随着转播，无人机切近镜头，所有人的目标都锁定在最后一座岛上。无数玩家和公会正迅速向这里汇聚。作为排名第1的闪耀公会，罗克斯带队刚在西边抢下2个宝藏，就立刻马不停蹄赶到现场。而在东边有所斩获的加温公会也已抵达，同伴正叮嘱泰明不要勉强，只管拿点贡献积分即可。现场各大公会正紧密对峙，解说员热切分析着各方局势。盗七公会没能抢到前一座岛的宝藏，会长正冷冷盯着前方的对手。后方的狂战士与第2太阳公会也剑拔弩张。就在解说员高声预测究竟谁能夺得最后这块宝藏时，转播画面中却突然出现意料之外的变故，让他瞬间哑口无言。嘈杂的人群骤然安静下来，泰明与罗克斯等一众顶级玩家纷纷震惊地看向同一方向。出现在大家眼前的竟是帝国最强战力狮星骑士团，团长哈尔肯更是高达600级的顶级高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现场解说和各大公会看傻了眼，而率领这支强大骑士团战在最前方的竟是优雅从容的格兰菲尔。现场解说员激动的声音响彻全场，各大公会与高阶玩家的目光全集中在他身上。面对无数强者的注视，格兰菲尔依然神色从容，仿佛对这最后的宝藏早已志在必得。但在优雅的外表下，浩烈早已慌得不行，面对四周杀气腾腾的眼神，紧张的只想呕吐。现场解说还在激情狂赞，称他带着600级大佬随行却丝毫不乱。围观的顶级玩家们被彻底震慑，赶忙告诫同伴，绝对不能把这种怪物变成敌人。周围玩家纷纷表态，无论如何绝对不上前招惹浩烈，毕竟谁也不想把命搭进去。面对四面八方的目光，浩烈早已焦虑到了极点，生怕被人看出自己其实是个弱鸡，当场坐视骗子的身份。就在这时，哈尔肯团长猛然失声大喊，前方的地面竟瞬间轰然炸裂，冲天而起的巨响连泰明都被当场震懵，炽热熔岩直接从地底喷涌而出，将整片区域彻底吞没。现场玩家瞬间乱成一团，争相换上抗火装备疯狂逃命。连罗克斯都被眼前场景彻底震惊，因为伴随着冲天烈焰降临的正是整座岛的主人，高达420级的巨大熔岩锦鲤。狂暴热浪席卷全场，连来奥尼这种顶级高手都被逼得苦苦支撑。面对被熔岩包裹的庞然大物，大家根本无法靠近半步。现场指挥官慌忙地下达战术调整，没有抗火装备的成员纷纷后撤，近战人员被迫改用投掷武器。可所有的远程攻击刚飞过去，就被怪物周身厚重的熔岩墙全部拦下，连碰都碰不到他。哲明急忙提醒泰明千万别冒失行动，连现场解说的无人机镜头都能清晰传出那股灼热感。面对这无可奈何的局势，现场的高阶玩家们一时间全都投鼠忌器，根本不敢轻易出手。哈尔肯上前关切问候，格兰菲尔神色从容，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哈
而肯心生惭愧，明明宣誓要成为对方的剑，如今却连靠近那庞然大物都做不到。格兰费尔轻声一笑，安抚哈尔肯不必为此忧心，他带众人来到这里，自然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格兰费尔抬手准备出手，身旁的哈尔肯被这从容气场震慑，连远处的罗克斯都彻底傻眼。罗克斯看着远处的格兰费尔，百思不得其解。面对能吞噬一切的冲天热浪，这男人居然还能露出从容微笑，他究竟暗藏了怎样的底牌？面对下方肆虐咆哮的巨大熔岩锦鲤，格兰费尔站在崖边，抬手运转魔力，施展魔法共分为3个步骤：观察、干涉与显化。随着复杂的魔法阵在面前瞬间展开，庞大的魔力波动当即席卷全场。巨兽周身肆虐的热浪本质并非技能，仅仅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在格兰费尔眼里，这与路边的碎石没有任何区别。随着魔法彻底显化，庞大的熔岩竟直接脱离引力，化作漫天灼热火团悬浮在空中。眼看这无法逾越的熔岩屏障瞬间被撕碎，众人全都看傻了眼。目睹这颠覆常理的场面，罗克斯忍不住惊呼出声，难以想象眼前的人究竟是什么怪胎。漫天熔岩此刻被悬停在半空，格兰费尔依然神色优雅从容不迫，然而浩烈早已彻底慌了神，他的魔力即将见底，只能在心里疯狂大吼，催促哈尔肯赶快出手把魔物解决。转播无人机拍下了这惊人一幕，原本无法逾越的灼热屏障被彻底撕开，直通岛主面前的道路已然洞开。看到屏障被破，哈尔肯豪爽地大笑起来，既然大人已经铺好了路，自己自然也不能落后。他纵身一跃，直接发起了冲锋。罗克斯瞬间从震慑中清醒过来，立刻带领闪耀工会全员发起冲锋。看到直通岛主的道路已经打开，各大工会的玩家也纷纷喊叫着涌向深坑。哲明在通讯里急忙提醒泰明，拼总贡献肯定拼不过600级的哈尔肯，必须优先去抢手机奖励。泰明回应一声，随即咬紧牙关，全力向前猛冲。可还没等众人靠近，现场却一变突生，原本游弋在底部的巨大熔岩锦鲤，居然直接破空跃起，飞上了高空。跃上高空的熔岩锦鲤重重砸向地面，轰然巨响中掀起漫天飞石，连半空中的转播无人机都受余波震晃。失控的锦鲤开始疯狂弹跳，横冲直撞，肆虐的冲击让刚冲上前的玩家措手不及，只能惊慌的四处躲避。原本打开的通路再次被硬生生阻断。看着在战场上狂暴发疯的巨兽，罗克斯脸色无比凝重。面对这根本无法靠近的怪兽，整场战局再次陷入了僵局。狂暴的巨兽还没来得及再次践踏，数根由熔岩冷却凝聚而成的巨大石枪瞬间拔地而起，将庞大的锦鲤死死贯穿挂在半空。罗克斯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格兰费尔居然在瞬息之间将原本灼热流动的漫天熔岩彻底冷却，并直接转化为杀伤力惊人的巨型石枪。在系统魔力限制的设定下，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形态与性质转化，理论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完成了这奇迹般艺伎的格兰费尔依然优雅地俯瞰着整座战场。格兰费尔随即向哈尔肯下达指令，早就蓄势待发的哈尔肯瞬间拔剑而出，化作一道残影，凌空挥剑，直接将悬挂在石枪上的巨兽当场斩杀。伴随着熔岩锦鲤倒下，巨兽被击败的系统提示响彻全场，可费尽心思围攻的各大工会弹出的居然全部都是零贡献的通知。这意味着手机与击杀的所有奖励被格兰费尔这一方全盘独占。眼看排名第1的闪耀工会颗粒无收，其他玩家只能无奈嘲讽着退场。解说员在转播间里激动地大声喊叫。战局在巨兽彻底倒下后落幕，系统通告响彻整座岛屿，贡献度最高的正是格兰费尔与狮星骑士团。看着泰然自若的格兰费尔，解说员忍不住疯狂夸赞，直呼他解决强大魔物竟如此云淡风轻。虽然表面上依然优雅冷静，但魔力耗尽的浩烈在心里早就虚脱的快要晕过去。随着贡献奖励结算完成，最后一座岛上的宝藏瞬间在格兰费尔面前凝结显现。格兰费尔伸手将面前凝结的宝藏握入手中，可转播间和现场玩家很快察觉不对。按理说拿走宝藏后，系统应该会弹出岛屿崩塌的提示，现场却没有任何反应。还没等众人想明白，格兰费尔手中的光球竟瞬间爆发出遮天蔽日的紫黑煞气，血红色的系统警告随之响彻全场，整座尤斯拉岛开始被贪婪彻底吞噬。突如其来的警告让现场一片喧嚣，玩家们赫然发现宝藏数量根本对不上，怀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地方。看着周围铺天盖地的紫黑煞气，浩烈心里非常清楚，格兰费尔绝不可能生出贪念，刚到手的宝藏也并没有异常，唯一的解释就是之前已经被别人拿走的宝藏再次被贪欲彻底侵蚀。恐怖的魔气转眼笼罩了整座岛屿，探险家协会的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一股未知的破坏力量正疯狂爆发。原本已被拿走的地方，竟诱发了残酷的杀戮，有人不惜对同伴动手，抢走宝藏与全部战利品。同伴的惨状让众人震惊不已。可抢到宝藏的贤俊还没来得及高兴，强烈的煞气就疯狂涌入体内，剧痛几乎要将他的大脑撕裂。面对失控的杀戮与剧痛，他瞬间陷入极度的惊恐。此时诡异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嘲讽他这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吗？系统提示同时在虚空中浮现，七宗罪之一的贪婪已正式锁定了他的灵魂。诡异声音嘲讽他实力太弱，系统提示也判定其精神力过低。还没等他挣扎，张开的魔气巨口就将他彻底吞噬。关键时刻一声怒喝打破死寂，一道身影踏碎地面暴冲而出，挥剑砍向狂暴的魔气。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旁的主播直接看傻了眼。出手相救的正是狮星骑士团，眼看强大的援助降临，主播心里顿时重燃希望。格兰菲尔缓缓步入紫煞之中，他神色冰冷地捂住口鼻，直言这里充满了恶魔的恶臭。认出救场的竟是浩烈，主播赶忙擦掉眼角的泪水，转身朝着身后的众人高声大喊。他赶忙捡起掉落的设备，中断的直播再次接通。格兰菲尔踩着从容的脚步步入场中，旁边的骑士赶忙上前请示，刚才被魔气缠身的人居然还没死，随时等待下一步处置指令。与此同时，系统界面突然弹出提示，职业任务已完成更新。浩烈还没来得及看清任务内容，前方就传出一股恐怖的威压，刚才倒下的人身上竟猛然爆发出冲天的血红色狂气。系统突然弹出提示，尤斯拉的贪婪开始苏醒，爆发的狂暴血气冲天而起，竟直奔岛上的宝物而去。随着宝物被红光彻底撕裂吞噬，系统再次警告，岛上的宝藏已被贪婪掌控。眼看局势彻底失控，职业任务瞬间发生变更，要求阻止七宗罪之一的贪婪复苏。看着眼前这恐怖的变故，浩烈彻底陷入绝望，血红色的能量轰然冲天而起，伴随着极其恐怖的威压，系统再次弹出警告，整片区域即将彻底崩塌。惊恐之中，所有人死死盯着爆发中心，浓郁的黑红魔气里凭空凝聚出一只遮天巨手。这只庞大的巨手捏住分散的陆地板块，强行把各个岛屿碎片砸在一起，强烈震动让玩家站立难安。直播画面清晰显示，散落的岛屿被魔气巨手拼成平整陆地，连解说都惊得说不出话来。拼接好的岛屿中央再次掀起剧烈震动，无数惊恐的瞩目中，通体由纯金打造的宏伟宫殿拔地而起，看者匪夷所思的异象，连哈尔肯都震惊得不敢置信。极其奢华的黄金宫殿伫立在战场中央，玩家们瞬间一片喧嚣，谁也没想到出现的竟是一座真正的金宫。面对凭空出现的金宫，浩烈还在疑惑这是否是宝藏。格兰菲尔一眼道破真相，这根本不是宝藏，而是贪婪恶魔安坐的罪恶王座。宫殿散发出冲天煞气，浩烈心里发毛，只想离那里越远越好。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原以为要失败的职业任务，意外变成了暂停状态。还没等浩烈松一口气，哈尔肯瞬间拔剑警告，高声大喊准备迎敌。庞大的恐怖威压骤然逼近，巨型魔爪轰然砸落在战场之上。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脚下地面接连炸裂，无数不死族从泥土中疯狂爬出，整座战场陷入新的恐慌。转播间解说原本还在笑着调侃，搭档看了一眼手机，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直接打断了他的说笑。AAU 总部早已乱成一团，同僚激动拍桌请求出面干预，桑巴克则冷静接听者前线电话。刚发布的更新信息让人绝望，刷新出的普通怪物高达500级，而最终恶魔领主更是高达650级，根本不是现阶段玩家能应对的。看到系统弹出的推荐等级，浩烈在心里彻底崩溃。现场其他工会已经开始撤退，可变更后的职业任务却要求他正面击败恶魔领主。非战斗人员紧急组织撤离，在满场狼狈奔逃的混乱中，只有格兰菲尔依然优雅迈步向前。哈尔肯指挥骑士团保持阵型，掩护撤退。格兰菲尔突然叫住了他，问他曾经发誓成为自己常见的誓言是否依然有效。他心里非常清楚，面对这种绝境，必须借助哈尔肯的力量。哈尔肯这才反应过来，格兰菲尔打算正面迎战恶魔，连忙提醒此去恐怕九死一生。格兰菲尔语气平静却极其坚定，世间所有恶魔都必须被彻底铲除。这番绝不退缩的宣言让哈尔肯彻底被深深震慑。看着丝毫不退的格兰菲尔，哈尔肯赞叹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畏惧，甚至感慨当年若能与他并肩该有多好。表面上的格兰菲尔冰冷从容，内心的浩烈早已崩溃抓狂，只希望对方赶紧出手救场。哈尔肯转过身，面向全场高声下令，要求全体狮星骑士团听令。他拔出利剑，大声怒吼，让骑士们坚守誓言，全力协助浩烈大人直取巨鳄。整齐划一的骑士团齐声响应，全员高举长剑准备开路。狮星骑士团全员集结，围观的探险家和直播观众全看傻了眼，谁都没想到他们居然真要杀向亡灵大军守护的城堡。随着哈尔肯一声令下，格兰菲尔与狮星骑士团全员拔剑，径直杀向漫山遍野的亡灵军团。此时 AAU 总部里，工作人员急忙向桑巴克汇报现场视频，得知浩烈竟然顶着等级警告强行开团，桑巴克彻底震惊了。突如其来的异变通过直播迅速引发全球关注，各方都在紧急研判局势，甚至有人动起了趁乱入场抢分数的念头。而在尤斯拉岛上，狮星骑士团展现出顶尖近战战力，将前方的异变体接连斩杀。浩烈感觉自身的魔力正在快速恢复，原本以为很快就能亲自下场参战，没想到地上刚倒下的尸体竟突然动了起来，局势再次生变。周围的探险家们见状，也开始密谋，趁机冲入战场抢夺贡献。施拉格看着前方的战局，认为现在跟过去纯粹是送死，没有工会会陪着发起这种自杀冲锋，断言他们很快就会惨败退场。面对再次复苏的异变体，格兰菲尔神色冷峻，瞬间拔剑。浩烈心里抓狂，自己的魔力根本还没有完全恢复，
还没等众人做出应对，一道耀眼的烈光瞬间爆发，恐怖的冲击波轰然炸开。施拉格看着眼前的一幕，彻底愣住了。格兰费尔依然神色冷峻地向前推进，泰明挥舞重武器轰然砸下，带着狂暴的怒火在敌群中肆意砍杀。莱奥尼这才惊讶地发现，对方的工会竟然也选择杀入战局。转播镜头捕捉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逆转，加温与狂战士工会全员紧随号列，一齐杀向黄金宫殿。莱奥尼火气冲天，冲着对面大声质问，旁边的同伴赶忙拉住，劝他态度好点。面对这莫名有些古怪的氛围，施拉格尴尬地摸起了后脑勺。转播解说员接着补充，两大工会此前曾与号列并肩作战，看到救兵及时赶来，号列感动不已，以为对方特意来协助自己。没想到格兰费尔伸手居高临下命令这群贱民协助。号列见状瞬间崩溃，这种关头明明该客气求人，格兰费尔却理直气壮表示自己刚才的语气已经足够礼貌。面对完全无法沟通的灵魂，号列心里一片绝望。两家工会也正式进入战场。莱奥尼奇的直吐槽，表示若非为了害人情，根本不想理会这种态度。狂战士工会收到指令，要趁机拉近与号列关系。泰明果断提剑响应，感受着身后散发出的杀气，号列吓得瑟瑟发抖，以为大家彻底被格兰费尔惹恼。格兰费尔却依然云淡风轻，甚至旁若无人地掏起耳朵。还没等气氛缓和下来，地上的怪物尸体突然剧烈抽动，刚刚被消灭的恶魔再次复活。哈尔肯见状大惊失色，果断拔出长剑，准备再次迎战。面对源源不断复活的不死族，泰明一边挥剑斩杀，一边大声呼喊神官提供祝福。号列也在犯愁，没有神圣增益拿不到贡献度。没想到格兰费尔揪住莱奥尼，理直气壮要求对方加持神圣增益，甚至傲慢表示没准备招待他的茶。这理所当然的霸道态度让莱奥尼当场看傻了眼。号列在心里疯狂道歉，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漫天神光骤然降临，加温工会的圣职者团正式出手，铺天盖地的神圣祝福笼罩全场。随着神圣光芒降临，系统立刻提示号列对不死族的战斗力大幅提升。看到加温工会抢先施加祝福，被抢了风头的莱奥尼当场气炸。有了神圣增益的加持，狮心骑士团士气暴涨，疯狂清理着前方的怪物。泰明趁机挥剑开路，热心询问号列还需要什么祝福，只要开口，立刻让自家人安排。格兰费尔却冷冷拒绝，当场表示自己压根不相信神明。面对泰明的热心询问，格兰费尔一句话直接把天聊死。号列气得发疯，恨不得当场捂住对方的嘴。就在这时，前方的哈尔肯突然出现异样，系统猛然弹出针对哈尔肯的警示。哈尔肯痛苦的单膝跪倒在地，紧紧按住头部，发出惨叫。一道诡异红光瞬间将他缠绕。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道极其震撼的冲天光柱骤然降临，痛苦不堪的哈尔肯无法挣脱。黄金宫殿的大门轰然一变，庞大的恶魔魔气从内部喷涌而出，一路贯穿战场，灌入哈尔肯体内。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泰明大惊失色，看着大门失声惊呼。海量魔气疯狂吞噬着哈尔肯，他在失去意识前极力呼喊大家退后，脑海中浮现出遥远的回忆，那是当年向陛下许下誓言的场景。在金碧辉煌的王宫大殿内，哈尔肯虔诚的单膝跪地，向高坐在王座上的国王汇报。恶魔军团首领已在西北峡谷现身，随时等待陛下下达出征命令。面对忠诚请命的哈尔肯，端坐在王座上的国王眼神冷峻的缓缓开了口。伤亡惨重的骑士团即将再次牺牲，当初冒险者突然集体销声匿迹，恶魔便顺势破风肆虐爆发，连前去调查的法师塔也凭空蒸发，帝国的领土与平民甚至不留痕迹的荡然无存。国王每晚都在痛苦的祈祷与质问，难道眼前这一切真的就是无法逆转的宿命？但神从未给出过任何回应。面对血色笼罩的天空，国王冷冷地反问哈尔肯，难道神真的彻底抛弃了大家吗？在哈尔肯眼里，这一切全都是恶魔带来的祸端，神并没有抛弃人类，只是恶魔挡住了希望的去路。哈尔肯猛地拔出利剑，当即立下铁誓，哪怕献出生命也定要斩尽恶魔，帮陛下重新打通前往神明的道路。国王听后平静地表示，自己早已不再信仰所谓的神。这出人意料的回答让哈尔肯当场愣住。国王看着眼前的忠臣，微笑着补充道，自己唯一相信的是眼前这位一定会平安归来的骑士。这份至高无上的信任让哈尔肯彻底坚定了信念。战火瞬间在眼前轰然爆发，狮心骑士团挥舞巨剑，在恶魔大军中悍然展开一条血路。哈尔肯声嘶力竭地带头冲锋，高呼绝不能辜负陛下的期待。厮杀中，哈尔肯猛然注意到敌阵深处伫立着恶魔头目，只要能将眼前的首领当场斩杀，这场死局就能彻底解开。哈尔肯没有半点迟疑，当即全速朝恶魔头目杀了过去，一路杀到恶魔头目面前。哈尔肯朝着对方怒吼出声，恶魔头目却只是阴冷一笑，嘲讽他来得太迟了。还没等哈尔肯挥剑，一团诡异蓝光瞬间将他笼罩，身体在强光中发生了一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哈尔肯只能发出一声绝望呐喊。蓝光瞬间席卷战场，将哈尔肯与骑士团传送离开。强光散去之后，哈尔肯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现代都市街头。看着周围陌生的高楼和围观人群，满身血迹的哈尔肯心急如焚，必须立刻赶回到国王身边。迷茫之中，一道耀芒突然冲破黑暗，眼前浮现出极其高贵威严的神圣姿态。看着梦寐以求的至高身影，哈尔肯一时间百感交集。自己历经无数波折，四处流浪，一心想重新回到陛下身边，没想到陛下
居然一直就在眼前。哈尔肯不再有半点犹豫，当场握紧剑柄，单膝下跪，为自己的迟到向国王郑重谢罪。这突如其来的下跪恭迎，把身后的浩烈等人彻底看呆了。哈尔肯瞬间爆发出恐怖气场，当场庄严宣誓，自己将化为最锋利的宝剑，为陛下铲除眼前所有的敌人。感受着这股惊人的杀气，浩烈被彻底吓呆，甚至连话都说不完整。看着杀气腾腾的哈尔肯，浩烈在心里崩溃咆哮，说好要当自己的剑，这架势看起来像要连自己一起斩杀。骇人的紫红魔气喷涌而出，骑士团同伴被吓得不知所措。浩烈气得发疯，没想到恶魔偏偏挑中了哈尔肯。格兰费尔则冷静看清了局势，确认哈尔肯处于被恶魔操纵的状态。这种操纵状态比单纯的附身难缠得多。还没等众人想出对策，被控制的哈尔肯已经拔出利剑，面对砍来的利剑，还没等格兰费尔出手，泰明突然横空杀出，一拳将哈尔肯重重轰飞。泰明以为浩烈身陷危机，连忙上前关心询问，不料格兰费尔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死死盯住了动手的泰明。这冰冷的杀气让泰明当场一愣，同伴也在一旁无奈抱怨，怪他不该随便动手打人。浩烈吓得心有余悸，刚才甚至看到了人生走马灯，要不是泰明及时出手拦截，自己恐怕凶多吉少。浩烈急忙寻找哈尔肯的下落，此时骑士团同伴早已冲上前去，硬生生架住了哈尔肯斩下的巨剑。同伴拼命呼喊要他清醒过来，提醒他大家还要一起回到陛下身边。听到陛下这两个字，哈尔肯的手臂微微一顿，但在恶魔的侵蚀下，他很快压制住了这丝动摇，冷冷的叫同伴闭嘴。哈尔肯在魔气侵蚀下彻底混乱，竟然把眼前的骑士团同伴误看成了叫嚣的恶魔。以诺和杰西卡震惊不已，连忙报出名字提醒他清醒，但在被控制的哈尔肯眼中，这不过是恶魔在侮辱他的部下，他根本不给同伴解释的机会，再次狂怒的挥剑砍了过去。浩烈见状惊呼出声，骑士团同伴急忙大声预警，极快的重击轰然砸向地面，掀起漫天碎石。泰明立刻护住身后的工会成员，大声提醒大家危险来自上方。被控制的哈尔肯掀起狂风，再次从头顶朝众人俯冲杀下。哈尔肯带着漫天魔气轰然斩下，恐怖的斩击瞬间将地面撕裂。泰明挥舞巨剑，硬生生扛在最前面，死死挡住狂暴的余波。身后的莱奥尼也被气浪震得咬牙强撑。失控的哈尔肯发动连续猛攻，激烈的碰撞声响彻战场。泰明与同伴们只能拼死招架，但疯狂的哈尔肯攻势丝毫未减。他将庞大的力量再次注入大剑，朝着前方掀起更恐怖的爆裂重击。爆破般的巨响瞬间炸开，恐怖的冲击将整片地面彻底轰塌，碎石在烟雾中四处飞溅，连附近的无人机都险些被波及。同伴急忙上前确认莱奥尼的情况，好在他只是被气浪掀倒，并没有受什么重伤。可没等大家松一口气，崩塌的废墟底下突然传出被巨石压住的求救声。废墟下被砸中的是以诺。杰西卡顾不上自己的伤势，急忙喊治愈师先去救人。刚才硬扛下重击的泰明正用巨剑死死撑住身体，面对哲明的关切询问，他咬牙表示自己还能顶住。可话刚说完，泰明擦拭血迹的手突然停在半空，眼神震惊地看向前方。在场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镇住，烟尘之中，格兰费尔缓缓抬起了右手。格兰费尔仅凭一只手就云淡风轻地挡下了哈尔肯的猛烈斩击。旁边的杰西卡和以诺彻底看呆，不敢相信暴走的团长竟会被单手拦下。直播间的弹幕更是一片沸腾，惊叹浩烈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可浩烈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刚才抬手不过是下意识求饶。被挡下的哈尔肯眼神凶狠，冷冷地质问眼前的人究竟是谁。这冰冷的眼神让浩烈瞬间吓得浑身一抖。哈尔肯十分困惑，在遮天蔽日的恶魔魔气中，唯独对方呈现出清晰圣洁的姿态。浩烈也是一头雾水，猜测这或许是恶魔猎人退魔技能的效果。见对方半天没有回应，哈尔肯握紧长剑出言警告，若不立刻亮明身份，便当场斩杀。浩烈明白继续装傻真的会丢掉小命，急忙逼着格兰费尔随便说点什么。面对杀气腾腾的哈尔肯，格兰费尔依然冷峻，张口吐出了一声停下。浩烈早已吓得说不出话，哈尔肯误以为对方拒绝回应，握紧长剑就要痛下杀手。眼看杀招将至，格兰费尔却依旧面无表情，平静地抬起了右手。哈尔肯看着格兰费尔抬起的手势，陷入了深深的疑虑，怀疑这只是对方扰乱自己的手段。哈尔肯的目光落在对方胸前，看着那枚闪烁着微光的胸针，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哈尔肯认出了胸针，这正是当年皇帝赐予法师塔的信物。哈尔肯终于恢复理智，试探着叫出浩烈的名字。浩烈见状长舒了一口气，以为是自己刚才在脑海里表达的善意，成功劝退了危险。可下一秒，眼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浩烈的退魔技能在此刻大幅提升。浩烈这才反应过来，退魔技能一直在暗中生效，不仅顺势升到了2级，还解锁了全新的附加效果。浩烈正准备点开面板一探究竟，哈尔肯却突然厉声大喊小心。话音未落，极其恐怖的黑红能量轰然暴走，瞬间将格兰费尔整个人彻底吞没。凶煞的恶魔力量肆意蔓延，将格兰费尔整个人彻底淹没。被魔气吞没的格兰费尔并未受伤，而是踏入了对方的精神空间。浩烈看着前方盘坐的黑影，一眼认出对方正是大恶魔贪婪。陷入疯狂的贪婪吐露着执念，声称一切都是为了守护尤斯拉王国。回忆画卷徐徐展开，曾经的尤斯拉王国极为繁荣，土地上布满了绚丽的宝石，百姓一直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
直到某天，一名昏迷的外乡人被冲上海滩，好心的子民将他救起。国王不仅奉上美食与宝石，还平安送他返回家乡，可换来的却是血腥的毁灭性入侵。铠甲大军冲入城中，焚烧抢掠，习惯了和平的百姓根本无力反抗，漫天大火吞噬了整座王国。敌方将领一把掐住国王的脖子，看着惨遭屠戮的子民，国王绝望落泪，质问对方为何要这么做。敌方将领猖狂大笑，嘲笑国王愚蠢的善意，声称只要靠武力抢夺所有的宝石，就全归他们所有。残忍的屠杀撕碎了曾经的和平，无边的绝望与怨念交织在一起，让国王彻底被贪欲吞噬，堕落成了大恶魔贪婪。他俯视着戈兰费尔，宣示着对尤斯拉王国一切宝藏的主权，怒斥着觊觎岛上珍宝的入侵者，叫嚣谁也别想抢走他的宝藏。面对滔天的狂怒与怨念，格兰费尔眼神冰冷，厉声呵斥对方立刻闭嘴，居然为了区几个铜钱在这里哭嚷。这极其高傲的降维打击，让不可一世的大恶魔当场听傻。在格兰费尔眼里，所谓的财富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概念。格兰费尔整了整领口，高傲地宣告：真正能随身带走的，唯有心中的骄傲。恶魔贪婪听得当场愣住，还没等恶魔回过神来，耀眼的光芒轰然炸裂，强光散去，格兰费尔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哈尔肯见状，急忙上前询问情况，格兰费尔却没有理会，他缓缓抬起手臂，将蓝色魔力凝聚在指尖，直接瞄准了前方的黄金宫殿，准备一举轰塌宫殿的根基。蓝色魔力瞬间注入宫殿，雄伟的建筑开始剧烈晃动，巨大的石柱上布满裂痕。这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围观的人群惊恐不已，屏幕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当场傻眼。在轰鸣的巨响声中，整座宏伟的宫殿开始大面积崩塌。浩烈本想趁着魔力尚存休息片刻，可格兰费尔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直接厉声喝令恶魔贪婪立刻现身，要对方亲眼看看所谓的财富有多么虚妄，好好面对那些因他而战死的下属。格兰费尔的质问彻底撕碎了恶魔的伪装，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七宗罪之一的恶魔贪婪从废墟中轰然现身，庞大的黑红魔气冲天而起，爆发出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看着化为乌有的宫殿与财宝，恶魔贪婪彻底陷入癫狂，叫嚣着绝不会原谅眼前的卑微人类，滔天杀意直扑格兰费尔而去。面对铺天盖地的恶魔邪气，格兰费尔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处。恶魔贪婪发出癫狂的咆哮，声称要把在场所有人彻底吞噬，转化为永远守卫财富的不死族。恐怖的邪气化作异常状态，席卷全场。泰明与莱奥尼被魔气死死压制，连后方的治愈师也难以呼吸，根本无法释放增益法术。七宗罪的全能开始侵蚀众人的精神，在无法抗拒的欲望与绝望折磨下，泰明的理智彻底崩溃。他竟举起大剑准备自尽。关键时刻，格兰费尔厉声呵斥，磅礴的神圣光芒瞬间在战场炸裂，退魔力量迅速席卷全场，侵蚀众人的恶魔邪气被当场驱散。泰明与骑士团同伴终于摆脱控制，理智重新恢复。看着眼前瞬间清醒的众人，恶魔贪婪难以置信地陷入震惊，愤怒地质问格兰费尔究竟是如何免疫他的精神操纵。面对叫嚣着七宗罪威名的大恶魔，格兰费尔当场打断了对方的狂妄，冷冷表示对方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贪婪。随着献祭奥斯库拉伯爵的宝珠，二级退魔技能的主动效果瞬间被激活，直接将恶魔强行拉入专属的退魔仪式。格兰费尔托起光芒闪耀的宝珠，厉声呵斥眼前的恶魔彻底清醒，揭露对方不过是尤斯拉帝国最后的国王。漫天圣光带着强大的威压轰然爆裂，格兰费尔眼神冰冷，降下最后的裁决，宣布现在到了让他为错误反省的时刻。面对迎面而来的退魔力量，恶魔依然张狂的大声嘲笑，以为自己侧身就能轻松躲开，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身体却突然脱离了控制。国王曾经的意识在光芒中浮现，劝阻他到此为止，承认帝国的宫殿早已陷落。恶魔难以置信地看着宿主，不敢相信对方会在此时选择背叛。伴随着轰然炸裂的神圣光芒，退魔仪式彻底爆发，将恶魔的庞大身躯彻底冲垮。格兰费尔静静伫立在圣光之中，彻底终结了这场战斗。随着恶魔贪婪被彻底终结，屏幕前的主播和解说全看傻了，没人能想到浩烈真的再次创造奇迹，仅凭一己之力就把大恶魔当场干掉。可还没等大家庆祝胜利，消散的恶魔残骸之中突然升起一阵诡异的气息，国王竟缓缓从废墟中现身。他满脸困惑，本以为自己早已跟恶魔同归于尽，没想到竟然还能重新活在这个世界上，感激的向救下自己的格兰费尔致谢。然而浩烈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疯狂弹出的升级提示瞬间占满了整个视野。浩烈一边发愁这堆通告要查到什么时候，一边四处张望寻找打倒恶魔后的战利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前方突然跳出醒目的隐藏任务警告，上面赫然显示着9秒的超短倒计时。浩烈顿时吓得瞪大双眼，这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浩烈眼前的隐藏任务迅速刷新，要求帮助迷茫的哈库纳重拾信念，并完成尤斯拉国王的加冕。眼看倒计时只剩最后8秒，浩烈瞬间陷入崩溃，自己手里根本就没有王冠，系统却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就在浩烈手足无措时，系统背包里突然亮起光芒，一件史诗级任务道具浮现出来，正是尤斯拉的重宝破损的王冠。格兰费尔神色从容地伸出手，将蕴含着强光的王冠从背包取出，耀眼的光芒瞬间照亮四周，让在场所有人大受震惊。格兰费尔拖着闪耀的王冠，居高临下地站在哈库纳面前，准备完成最后的加冕。
哈库纳感受到体内涌现的力量，隐藏任务顺利完成。浩烈长舒了一口气，庆幸击败乌龟掉落的破损王冠，当初没有当成垃圾扔掉。还没等浩烈彻底放松，系统再次响起刺耳的提示音，宣布隐藏条件已被彻底满足，尤斯拉沉寂多年的秘密即将重现。全服通道瞬间弹出在所有人面前，泰明和在场玩家当场看傻，纷纷猜测究竟是哪家大公会通关了裂隙。通告却显示揭开这一切的根本就不是任何公会。全服通告一出，各大公会和各路主播彻底炸开了锅，弹幕瞬间疯狂刷屏。谁也没想到，这竟是面向全球玩家的最高级别通告。看着眼前刺眼的光芒，浩烈也是满脸懵圈，完全没想到通告里说的某人，竟然指的就是自己。还没等全世界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冲天蓝光轰然炸裂，沉寂多年的尤斯拉古国正式重现人间。冲天蓝光瞬间穿透天地，连空中拍摄的无人机都被震得剧烈摇晃，整座岛屿开始猛烈撼动，无数巨大石柱与古老遗迹破土而出，轰然升起。看着眼前拔地而起的宏伟废墟，在场的所有玩家和工会成员彻底惊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沉寂多年的尤斯拉王国彻底从地底升起，系统正式宣告新区域解锁。现场的拍摄人员全看傻了，负责人一眼看到远处的格兰费尔，当即大喝催促摄制组把镜头对准他，甚至让摄影师扛着设备冲过去抓拍。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浩烈彻底蒙圈，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而格兰费尔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与此同时，刚解开封印的哈库纳周身环绕着奇异蓝光，缓缓悬浮到了半空之中。他正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尤斯拉王国最后的国王哈库纳。随着国王复苏，系统提示接连炸开，浩烈直接成为了尤斯拉王国的救世主，与王国的友好度和影响力瞬间升至顶峰，甚至直接解锁了对整个王国的统治权。哈库纳深深低下头，向眼前的格兰费尔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救下了自己与整个王国。看到失落古国的国王亲自致谢，旁边的泰明和周围玩家彻底看傻了眼，连远处的现场主播都惊得目瞪口呆。直播间里的弹幕瞬间刷爆，所有人都被失落国王下跪致谢彻底震撼。国王哈库纳极为恭敬地询问救世主的名字，烈剑状急坏了，疯狂告诫格兰费尔一定要保持礼貌，千万别把事情搞砸。可格兰费尔根本没听进去，极其高傲的让对方叫自己李浩烈，这无比无礼的态度把泰明和现场众人彻底给听傻了，体内的浩烈更是当场崩溃。面对如此高傲的态度，国王哈库纳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无比恭敬地表示自己会永远铭记救世主的大名。这极尽谦卑的姿态，把一旁看戏的同伴们彻底看懵，体内的浩烈更是无语至极，默默在心里吐槽这离谱的场面。哈库纳面带微笑继续说道，正是那句让他反省错误的警醒，才让他决心与恶魔同归于尽。听到国王当众复述这段中二台词，浩烈羞耻的当场崩溃。哈库纳神色动情的感慨，本以为会随恶魔一同消逝，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浩烈救了下来。哈库纳走向格兰费尔，困惑地询问对方为什么要救下自己。他自责是一个犯下重错，失去了所有子民的失败国王，既然获得了新生，希望救命恩人提出想要的要求。面对国王的询问，格兰费尔保持着一贯的冷峻与沉默。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焦急的呼喊。队员困惑地质问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施拉格却顾不上解释，大吼着让大家再跑快点。在他看来，这次可是阿卡纳历史上最大的更新，游戏里直接凭空多出了全新的尤斯拉王国，这简直就是遍地宝藏的黄金国。过去游戏里的每一个国家都代表着无数城镇、稀有怪物和隐藏宝物，只要能参与重建，必定能收获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面对手下吐槽，他刚才还不敢过来，施拉格直接大笑起来，坦诚表示刚才自己那是真的害怕，但现在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行人就这样热火朝天地冲到了现场，而远处哈库纳与格兰费尔正静静伫立在前方。格兰费尔平静地开口，宣布尤斯拉王国应当重新建立。这番话让泰明和同伴们无比惊诧，周围人群更是爆发出阵阵喧哗，质疑王国重建的可行性。国王哈库纳陷入动摇，自责曾经背弃过子民，担心再也不会有人信任他这个失败的君王。格兰费尔冷冷地提醒对方，能否重新赢得信任，完全取决于他从今往后的每一个选择。格兰费尔主动表示会协助对方。哈库纳闻言露出笑容，感叹格兰费尔看透了他的心思。浩烈却在心里暗自吐槽，这分明是任务面板上写的清清楚楚。哈库纳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宣布重建。远处却突然传来一阵激动的呐喊，施拉格带着工会成员气喘吁吁地冲到现场，疯狂附和赞同重建尤斯拉王国。他表示第二太阳工会绝对会全力协助重建王国。看着他硬是挤进队伍最前排，周围人群忍不住纷纷议论，吐槽他分明是抢着跑来蹭热度。施拉格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一眼锁定前方的格兰费尔，热情地凑上去表示久仰大名。还没等格兰费尔反应，施拉格便一把抓住他的手，疯狂摇晃，高调宣称全工会都是他的粉丝，自我介绍叫施拉格。这波突如其来的自来熟操作，把旁边的泰明彻底给看懵了。面对施拉格自来熟的拉扯，格兰费尔神色冷漠，周身散发出一股沉重的压迫感，感受到气氛瞬间降到冰点。施拉格热情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心里瞬间慌了神，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上来就彻底把这位大佬给惹毛了。
现场的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身后的泰明和同伴们忍不住小声吐槽，指责施拉格贸然凑上前实在过于失礼，却也佩服他居然敢直接硬套近乎。眼看自己当场吃了闷棍，施拉格将在原地进退两难，只能支支吾吾的想办法打破僵局。他连忙干笑着解释是自己握错了手。格兰费尔依旧冷冰冰地盯着对方，但体内的号烈早已透支，只想赶紧收拾残局回家睡觉。格兰费尔索性不再理会自说自话的施拉格，直接转身看向尤斯拉国王哈库纳，当场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提议。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施拉格和在场众人彻底看呆。狂战士工会总部，施拉格当众被忽视的尴尬场面已经被报道登上了新闻头条。看到这出绝妙的洋相报道，工会里的同伴们围着手机，直接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刚买完冰淇淋进门的人被大家这反常的狂笑吓了一跳，还以为大家彻底疯了。得知大家是在看施拉格出丑的新闻，这才恍然大悟。直播弹幕全在吐槽施拉格抢任务太失礼，甚至连他过去发的伤感帖子也被网友翻出来当成了笑料，引得工会同伴们笑得更加猖獗。加温工会总部里一片沸腾，哲明兴奋地一把抱住泰明，疯狂夸赞他拿下了尤斯拉任务。哲明又是揉头又是大夸骄傲，甚至激动地开玩笑说想亲一口，被泰明果断给拒绝了。这过分热情的举动把一旁的工会同伴看傻了眼，忍不住嘀咕尤斯拉任务到底有多厉害，能让人高兴成这样。同伴耐心地解释道，这可是第一个出现在现实中的阿卡纳王国，一旦完成重建，产生的收益简直无法想象。现在不知有多少人抢着想和尤斯拉建立联系，难怪之前施拉格会急得当众丢人。毕竟这不仅意味着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练级场地，未来甚至可能建立起交易市场，玩家只要积累足够的友好度和影响力，甚至还能在王国里混个贵族爵位。巨大的利益让全场玩家彻底疯狂，无数玩家和工会成员一拥而上，大家争先恐后的高呼号烈的大名，主动请求加入重建，甚至甘愿干体力活也要分上一杯羹。人群在后面声嘶力竭的四处搜寻，非要找出号烈的下落不可。格兰费尔可不想被这群疯跑的人堵住，直接打了个响指，当场粉碎屏障脱身出来。体内的号烈早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眼看大家情绪越来越失控，他甚至动了直接躲进法师塔实验室的念头。然而还没等他定下心来，一道金光闪闪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杰茜一边高喊着浩烈的名字，一边径直朝他扑了过来。全服排名第4的闪耀工会干部杰茜，这突如其来的扑面举动把体内的浩烈吓得够呛，还以为是撞见了女鬼。原来杰茜为了展现诚意，特意去学习了韩式问候礼。他脱下礼帽紧抱在胸前，拼命把腰弯得笔直，极其生硬又卖力的行礼问好。杰茜这一连串极其卖力的礼仪，把格兰费尔看得一愣一愣，体内的浩烈更是心累到了极点。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优雅，请杰茜坐下，却冷不丁提到法师塔不送快递。听完这莫名其妙的话，杰茜满脸迷茫，还以为是某人的生日，连忙热情的让格兰费尔代转祝福。面对这完全对不上号的对话，格兰费尔头疼的捏住太阳穴，直接让对方说明来意。杰茜这才兴奋地表示自己看了很多浩烈的战斗视频，专门过来请教魔法知识。不仅夸赞浩烈在魔法上的造诣，还提到他一次就复制了马切罗的法术。面对这没完没了的折腾，浩烈只觉得身心俱疲。杰茜依旧热情满满的讲个不停，不仅转述了老师对浩烈的夸赞，还连珠炮似的聊起恶魔与驱魔术，追问他使用的究竟是不是魔法。然而面对这一连串的发问，对面的格兰费尔双手环胸，早就已经闭上眼睛睡熟了。见格兰费尔闭眼发出轻哼，杰茜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接着杰茜干脆站起身来，整个人直接凑上前去，伸出手探向格兰费尔的前额。感受到额头上传来的触碰，格兰费尔被瞬间惊醒，猛地睁开了眼睛。原本坐在那里的杰茜早已离开，桌上只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下次还会再来，甚至还顺带调侃了他的发型。浩烈心里一阵自责，没想到自己竟然当着客人的面睡熟了。还没等他多想，眼前突然弹出了全新的系统任务，马切罗邀请他共同探索全新的魔法境界。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取得大部分高级法师的认可。浩烈心里非常清楚，法师塔的那群法师绝不可能让他消停。格兰费尔坐在房间里揉着眼睛，浩烈在心里一阵无语，靠着马切罗的推荐才进到法师塔，没想到考验来得这么快，自己早就已经快要累瘫了。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格兰费尔沉声让对方进来。马切罗推门而入，刚准备汇报紧急消息，格兰费尔直接打断了对方，平静地表示早已看透他的来意，无非就是需要自己证明价值。马切罗注意到格兰费尔的发型有些变化，自责地向他道歉，坦言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才导致高级法师们不愿意相信他。格兰费尔淡淡地表示，问题根本不在于马切罗，体内的浩烈则在心里默默吐槽，其实纯粹是因为自己睡眠不足。格兰费尔整理了一下衣装，直接让马切罗带路。既然高级法师们怀疑他的实力，那就直接证明给他们看。话音刚落，系统任务随之更新，高级法师贝利埃发来了召集。法师塔的会场内，以贝利埃为首的众位高级法师早已齐聚一堂，正等待着他的到来。3位高级法师联合施加了3重封印，断言冒险者绝不可能通过考验。别说跨进会场，甚至连门的位置都找不到。门外的格兰费尔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魔力气场，
3重封印瞬间被暴力破开，会场内的法师们全都傻了眼，连马切罗都无法轻松解开的复杂封印，居然被人眨眼间彻底化解。格兰菲尔面无表情地走进会场，眼神冷冰冰地扫过众人，随口说道：“看样子有人在门上耍了点小把戏。”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着恐怖的威压笼罩全场。刚才还满脸自信的高级法师们，瞬间被震得脊背发凉。格兰菲尔语气冷淡地表示，自己正是为了应对这场问候才特意赶来。面对直冲而来的恐怖威压，高台上的贝利埃心里一阵恐慌，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冒险者彻底吓住。格兰菲尔继续迈步向前，冷冰冰地下达最后通牒：如果这只是拿幼稚把戏浪费他的时间。他径直走到高台前，一把将贝利埃重重按在椅背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冷声质问对方是否已经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格兰菲尔冷冷盯着对方，体内的浩烈却崩溃，发现自己刚才竟然睁着眼睛睡熟了，再不睡觉简直就是在虐待自己。格兰菲尔随手松开对方，优雅地整理了一下领带，表示这次就先放过他，但绝不允许再有下次。看着格兰菲尔径直离开的背影，贝利埃显然没料到对方会是这种态度，身后的高级法师们也纷纷议论开来。其中一名高级法师突然反应过来，认出对方正是此前未经邀请就闯入法师协会论坛的神秘冒险者。当时他不仅旁若无人地穿过会场，甚至还一眼看穿了塔主布置的幻术。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在场的法师们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马切罗为何执意要邀请他参与研究。高台上的贝利埃也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位看似冷酷的冒险者究竟拥有多么深不可测的实力。离开会场后，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刚刚那一番震慑已经让他拿到了3名高级法师的认可。虽然数量比预想的要少，但考虑到自己刚才只是硬闯推门，这结果倒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局。反正自己是恶魔猎手，又不是法师，根本没必要急于求成。体内的浩烈早就困得连打哈欠，格兰菲尔决定先好好睡上一觉，等养足精神，再去盘点在尤斯拉收割的战利品。格兰菲尔正盘算着从初级魔法练起，耳边却突然传来了呼唤声。低头一看，桌上竟有一张长着人脸的羊皮纸，正死死盯着他，喊着他的名字。体内的浩烈当场被吓了一跳，完全看不懂这究竟是个什么怪东西。羊皮纸紧接着开口自我介绍，表示自己其实是马切罗，这是法师塔用来远程联络的魔法纸，只要靠近他说话就能直接回复。看着羊皮纸上一脸灿烂的笑脸，格兰菲尔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他，陷入了沉默。看着几乎要贴到脸上的羊皮纸，格兰菲尔冷冷地让他离远一点，顺手把他扔进了废纸篓里。马切罗连忙飘出来道歉，解释自己听说了水晶大厅的事，高级法师们故意在门口设下障碍，他特意代表法师塔表达歉意。马切罗接着透露，顶尖法师掌握着所有魔法领域，这个位置一直被高级法师们觊觎，他们会不断发起考验，企图寻找机会将其取而代之。体内的浩烈很快想通了其中的门道，这分明就是顶层大佬带了个新人回来，引得其他管事的极度不满。马切罗自责的不断道歉，觉得是自己的无能才害得格兰菲尔卷进考验。格兰菲尔倒显得十分从容，平静地表示根本无需道歉，贵族本就要不断证明自己，他早已习以为常。可马切罗接着叹气，担心格兰菲尔会因为自己而被别人小看。听到小看这2个字，体内的浩烈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在心里疯狂尖叫着让对方闭嘴。这句无意间的话直接精准踩中了格兰菲尔的逆鳞，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低估他的高傲。在这一刻彻底被激活了，格兰菲尔高昂起头，自信满满的立在原地。体内的浩烈瞬间面露难色，预感到这家伙绝对又要说出让人羞耻感爆棚的中2台词。果不其然，格兰菲尔接着说道，凡是高看他的人，他绝不辜负期待，凡是质疑他的人，他也定会全力以赴击破质疑。他转过身看着羊皮纸，平静地告诉马切罗，这才是一个领导者该有的态度。马切罗彻底被震撼，当场愣在原地，无言以对。马切罗在通讯里十分自责，觉得自己光用羊皮纸传话太失礼，决定10分钟后亲自登门拜访。格兰菲尔还没来得及拒绝，对方就已经风风火火地挂断了通讯。体内的浩烈瞬间彻底崩溃，他现在只想赶紧睡觉，这下连合眼的机会都没了。但为了获得高级法师们的认可，浩烈只能强打起精神，毕竟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师。接下来的这场考验注定极其艰难，浩烈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只有226级，而法师塔的高级法师起步就是600级，自己在他们眼里完全就是个纯新手。但格兰菲尔的高傲绝不允许退缩，他随手打出一道探查，紧接着发动干涉，强行介入眼前的魔法阵。伴随着阵法的剧烈响应，他紧接着吐出最后的指令，直接启动了巨线。无数璀璨的天灯瞬间在室内巨现，温热的光芒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这唯美至极的一幕，让体内的浩烈都不由得沉浸其中，真切感受到了格兰菲尔那份独有的优雅与骄傲。然而，这美好的氛围还没持续多久，高强度干涉带来的副作用瞬间袭来，浩烈直接反胃的当场吐了出来。浩烈在体内崩溃吐槽，明明只是用了最基础的光系法术，自己的法力值竟然直接掏空了。还没等他喘过气，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马切罗已经准时登门拜访，上一秒还在干呕反胃，格兰菲尔下一秒就强忍不适坐直身体，瞬间恢复高傲优雅的姿态，沉声请对方进来。
与此同时，尤斯拉的重建工作正火热展开，网络论坛上却突然掀起了巨浪，铺天盖地全是质疑浩烈实力的帖子。看着满屏的负面舆论，哲明拿着手机递给泰明，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哲明直言这群网友简直是疯了，泰明更是完全无法理解，浩烈分明拥有绝对实力，凭什么会被大家怀疑是在说谎？马切罗刚跨进房间，就当场愣在原地，满脸震惊。体内的浩烈心里一阵慌乱，以为对方看穿了格兰菲尔的面瘫伪装，没想到马切罗紧接着脱口而出，问他刚才是不是在房间里使用了魔法。体内的浩烈一阵慌乱，以为是刚才施法留下了糊味。格兰菲尔却面不改色的解释，自己只是练习了个业余法术，绝不会烧毁实验室。马切罗听完一脸难以置信，房间里飘荡的魔力干涉痕迹极其复杂，根本不是普通法术能留下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兴奋的惊呼，克莱尔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房间里，把毫无防备的马切罗吓了一跳。克莱尔看着满屋的痕迹，兴奋不已，甚至怀疑是在这里召唤了巨龙。马切罗无奈的澄清，这只是冒险者浩烈练习的业余法术。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大为震惊。大批法师争相挤进房间，对着留下的魔力痕迹大加赞赏，甚至觉得足以拿下法术痕迹大赛冠军。体内的浩烈看着眼前的阵仗，当场傻眼，完全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人围观。面对大家的七嘴八舌，马切罗再次强调，这极其复杂的痕迹全是浩烈留下的。话音刚落，热闹嘈杂的房间瞬间变得鸦雀无声，众人还在震惊中没回过神。格兰菲尔早已默默转身，迈着大步迅速离场。体内的浩烈心里崩溃直呼，这群魔法宅简直不可理喻，再留下去根本没法休息，必须立刻通过传送门回家。可还没等他走远，前方突然被一群法师堵个正着，对方热情地打着招呼，表示正准备登门拜访，听说他在水晶大厅闹出了天大的动静。法师们掏出3大难题之一的贤者魔方，想要当场考考眼前这位冒险者，还强调魔方越注入魔力就越难解，连马切罗当年都花了10多天。格兰菲尔却只是随手打了个响指，直接施展逆转魔法，仅1秒就彻底刷新了历史记录。几名法师当场破防大哭，格兰菲尔则头也不回的径直走远。随着系统提示认可人数已达7人，格兰菲尔觉得这场考验比预想的还要轻松。可还没走几步，周围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强光，让他瞬间戒备的猛然回头。无数闪光灯铺天盖地砸了过来，大批记者瞬间将格兰菲尔团团包围，围绕网上的抢攻谣言疯狂逼问。体内的浩烈还一头雾水，格兰菲尔却觉得对方极其失礼，冷冷留下一句没义务回应，转身就走。可刚甩开记者，一大群法师又呼啦啦涌了上来，争先恐后的逼问法术痕迹的细节，甚至抢着邀请他去实验室喝茶。面对这永无止境的疯狂围攻，体内的浩烈当场吓得彻底崩溃。记者的逼问和法师们的死缠烂打，直接把路彻底堵死。体内的浩烈在心里绝望抓狂，感觉自己就像落网的鱼，完全不知该怎么脱身。就在他手足无措时，前方的墙面突然爆发出异常光芒，魔力流动在瞬间发生了剧烈变化。被死死围住的浩烈顾不上太多，果断迈步跨进了亮起强光的传送阵。举着手机堵人的记者和随后追来的法师们全都傻眼了，刚才还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凭空消失。穿过传送阵，眼前的喧嚣瞬间消失。贝利埃拿着书正坐在窗前，他合上手中的书，惊讶于对方能瞬间察觉传送通道。体内的浩烈一眼认出对方，禁不住怀疑他是在暗中帮自己脱困。面对夸赞，格兰菲尔依旧平静，云淡风轻地表示自己只是感知到了墙上的魔力干涉，便顺手将其还原成了原本的模样。听完格兰菲尔的回答，贝利埃愣了一下，随即捂着嘴放声大笑起来。体内的浩烈被笑得抓狂，搞不懂自己的解释到底有什么好笑。可下一秒，贝利埃竟笑着念出了格兰菲尔此前说过的那句中2台词。体内的浩烈当场吓得吐血，完全不敢相信对方居然连这话都知道。贝利埃随之笑着站起身，正式称呼他为冒险者浩烈，并主动向他自我介绍，表示自己是治愈学派的高级法师。他决定遵从马切罗的决定，正式认可浩烈成为法师塔的研究员。随着贝利埃的表态，系统提示音陡然响起，获得高级法师认可的进度直接提升到了8个人。浩烈看着手机上的舆论，原本以为大家是在吐槽格兰菲尔离谱的性格，点开才发现全是质疑他击败恶魔战绩的帖子。好在各大公会纷纷出面辟谣，帖子里也陆陆续续出现了声援的声音。见局势逐渐稳定，浩烈便打算不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身体却突然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只见格兰菲尔戴上头巾口罩，拿起鸡毛掸子，不仅把屋里屋外擦得一尘不染，还顺手把垃圾打包提下楼扔掉。看着这无比熟练的打扫姿态，体内的浩烈当场陷入崩溃。浩烈依然被折腾得无法入睡，只能眼睁睁看着格兰菲尔按时完成高强度的每日任务。不过打开属性面板一看，浩烈的力量和敏捷竟比同等级玩家高出不少，光靠做职业任务就能拉开差距。浩烈心里一阵得意，看着正在做饭的格兰菲尔都顺眼了。可他转念一想，这些属性对恶魔猎手根本没用，除了跑腿送货没有任何意义。但既然格兰菲尔能跨职业掌握魔法，说不定也能学会其他的战斗技能。格兰菲尔穿着围裙，一边切着胡萝卜，一边回忆起哈尔肯此前使用剑气的画面，琢磨这种招式和魔法究竟有什么区别。
他顺着感觉在脑海中模拟起剑气的运用，身上的魔力突然产生剧烈共鸣，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雷光。体内的浩烈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当场目瞪口呆，还没等浩烈反应过来，庞大的水流与能量气流瞬间将他包围，连格兰费尔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格兰费尔手中的菜刀魔力大作，一记剑气瞬间横扫而出，竟然硬生生把整栋大楼劈开一条大缝，汹涌的水流顺着墙壁轰然冲出。体内的浩烈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吓呆，完全没想到格兰费尔只是切个胡萝卜，居然真的当场领悟出了剑气。庞大的水流顺着大楼破口喷射到室外，连楼下的路人都看傻了眼，以为是楼上破水管挂起了彩虹。手握菜刀的格兰费尔看着刀锋上不断萦绕的雷电与光芒，同样被这股威能震在原地。尤斯拉的重建工地，狂战士工会会长莱奥尼正戴着安全帽，气鼓鼓地刷着手机，周围的工人小声嘀咕着，不知道会长为什么又在发脾气。此时手机新闻里正在播报，针对网上的爆料进行澄清。新闻表示，无论各大工会的贡献，还是浩烈抢补刀的传闻，官方都无法做出逐一回应。莱奥尼气得直接划走视频，忍不住开口大声反驳，分明就是他们包揽了全部工作。紧接着滑到的新视频里，主播正公开进行嘲讽，声称浩烈根本没有实力击败恶魔，全靠排名第一的罗克斯在背后输出，他不过是在捡漏抢功。看到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莱奥尼气得当场爆了粗口，抬手把手机砸了个粉碎。同伴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莱奥尼指责那些八卦频道瞎编，强调分明是浩烈凭一己之力击败了恶魔。同伴调侃他是在为浩烈抱不平，莱奥尼当场炸毛，极力否认，表示自己只是感谢对方之前的帮助。旁边偷听的成员忍不住打趣，笑称自家会长怕不是想谈恋爱了。同伴拍拍莱奥尼，让他别在意八卦，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正事上。在旧游戏里，只要积累足够多的贡献和好感，就能获得贵族爵位与领地。只要顺利完成尤斯拉的重建工作，作为会长的莱奥尼极有可能被封为子爵。莱奥尼忍不住恼不起自己受封爵位后，其他工会大佬只能乖乖向他低头行礼。想到得意之处，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同伴当场抓包调侃他在偷笑，莱奥尼急忙开口否认，却被对方搂住揉乱了头发。打闹过后，莱奥尼冷静下来，开始细想这项重建任务的真正价值。尤斯拉本就是一座天然宝库，只要拿到采掘权，无需冒风险进入裂隙，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取宝石，光是这份收益就极其惊人。所有人抢破头想拿到的重建权，浩烈居然直接交到了他的手里。莱奥尼叹了口气，坦言又欠了对方人情，甚至碎碎念起不知何时能喝上浩烈亲自泡的茶。面对同伴的打趣追问，莱奥尼急忙开口掩饰。而另一边的浩烈已换上一身正装出行，可刚走出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房东发来的质问短信，逼问他为何把房子破坏成这样。体内的浩烈还在发愁该如何解释，格兰费尔却优雅的回复，这是自己没能完全掌控力量的过失，房屋的维修费用他会全额承担。这番得体言辞直接把房东整不会了。虽然幸运领悟了剑气，但失控的能量差点毁了整栋房屋，庞大的消耗更是让血条疯狂暴跌，使他直接昏迷了整整6天。网上搜寻到的剑气全都是小说桥段，无奈之下，他只能亲自前往尤斯拉，希望能向哈尔肯请教具体的掌控方法。可刚走到入口，防守严密的守卫就将他当场拦下，强调尤斯拉正处于重建阶段，没有居住证或通行证一律不得入内。面对守卫的询问，格兰费尔只能坦白自己没有任何证件。守卫态度十分坚决，劝他赶紧掉头离开。体内的浩烈看着对方的装束，忍不住吐槽守卫长得像2次元角色。格兰费尔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想要见哈尔肯。守卫听完当场嘲笑出声，表示他一无头衔，二无身份，根本不可能见到哈尔肯这种要员。格兰费尔改口提出折中方案，希望守卫能帮忙向哈尔肯或哈库纳传话。守卫一听瞬间炸毛，手指着他怒斥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直呼国王和团长的大名，以为套近乎就能蒙混过关。正当守卫严厉质问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兴奋的呼喊，哈库纳一路挥着手小跑赶来，热情地高喊浩烈的大名。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守卫当场吓傻，格兰费尔则依旧神色淡定地向对方问好。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在眼前轰然亮起，随着浩烈真实身份的公开，他在尤斯拉王国的友好度与影响力瞬间全部升到了最高等级。体内的浩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亮出真名就能直接解锁最高权限。哈库纳热情的一把握住他的手，亲切地称呼他为救命恩人，打听他这次专程赶来有什么事。格兰费尔解释自己是来寻找哈尔肯的，但守卫告知进入这里需要通行证。哈库纳听完大吃一惊，表示浩烈在尤斯拉拥有与国王同等的权限，根本不需要任何通行证。浩烈这才惊觉自己的权限竟然如此之大。哈库纳接着好奇打听他专程寻找哈尔肯的具体缘由，格兰费尔便顺势说起了领悟剑气的起因。演武场上，杰西卡正严厉督练着骑士团，高声呵斥众人端正姿势，挥剑发力。而在旁边的帐篷内，格兰费尔正与哈尔肯相对而坐。哈尔肯好奇地询问，他专程跑来难道是想学习剑气？格兰费尔端着茶杯坦言自己确实想掌握哈尔肯剑上散发的光芒。听到这话，哈尔肯当场愣住，不敢相信对方竟然能察觉到剑气。哈尔肯忍不住大加赞赏，直言普通人苦练10年都难感知剑气，
格兰费尔却依旧优雅地品着茶，认为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体内的浩烈则在心里吐槽他毫不谦虚。哈尔肯接着摇了摇头，表示就算能感知到，也难以学会。况且他还是个法师，没有至少10年的苦练，不可能凭空凝聚剑气。格兰费尔却冷不丁地打断他，表示自己早已凝聚出了剑气。哈尔肯当场愣在原地。格兰费尔再次平静强调，自己真正想学的其实是如何控制剑气。哈尔肯被这番话震得一时语塞，随即大声叫来杰西卡，命他取来自己的佩剑以及镇团之宝狮子誓言。杰西卡领命离开，临走前忍不住诧异地看向依旧优雅品茶的格兰费尔。随后众人一同移步到了演武场，格兰费尔独自伫立在一块雕刻着巨大狮头的石碑面前，看着眼前形似铁板的石碑，体内的浩烈心里一阵纳闷。周围的骑士们低声嘀咕，搞不懂团长为何要搬出镇团之宝。哈尔肯走上前解释，这块名为狮子誓言的石碑由极其坚硬的稀有金属打造，上面仅有的2条剑痕分别属于初代团长与他自己。哈尔肯拔出佩剑，表示若格兰费尔真能凝聚出剑气，就用行动来证明。哈尔肯顺势递出自己的佩剑，邀请他在石碑上留下第3条剑痕。见团长要把佩剑交给外人，杰西卡赶忙开口劝阻，哈尔肯却挥手示意大家退下。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格兰费尔当场拒绝了哈尔肯的佩剑。这把与狮子誓言同材质打造的宝剑，装备门槛竟然高达600级，体内的浩烈瞬间看傻了眼。格兰费尔却直接坦白自己等级不够，无法使用这把剑。这番话让哈尔肯等人当场愣住。格兰费尔转身从架子上抽出一把狮星骑士团的训练长剑，虽然这只是把练习用剑，装备要求也高达200级。他提剑径直走向狮头石碑，剑身瞬间爆发出汹涌的蓝光与电芒，强悍的能量波动席卷全场。看着这股恐怖的声势，以诺和杰西卡彻底看傻了眼，不敢相信一把连刃都没开的训练剑竟能凝聚出如此惊人的剑气。而身处蓝光之中的格兰费尔依旧神色平静地伫立在原地，体内的浩烈被这把剑中的直骂街，失控的剑气在手中剧烈震颤，他根本无法彻底掌控这股庞大的力量，只能咬牙顺势重重挥剑斩下。璀璨狂暴的电芒瞬间横扫而出，竟把坚不可摧的狮子誓言石碑硬生生劈开一道巨大而深刻的裂痕。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吓得周围的骑士尖叫失声，彻底被眼前的景象震懵了。身处风暴中心的格兰费尔依旧面不改色的开口询问，这样是否已经足够？强行越级，挥剑让浩烈直接脱力，体内的血条瞬间见底。亲眼目睹这一击的哈尔肯兴奋不已，直呼迫不及待想帮他挖掘更多潜力，当即决定立刻展开特训。看着格兰费尔因为脱力而浑身发抖，哈尔肯还以为他是激动的不能自已。哈尔肯唤来杰西卡与以诺，命2人担任格兰费尔的导师，从最基础的剑术开始教起。同时哈尔肯下达硬性规定，在彻底掌握基础之前，严禁格兰费尔再次动用剑气。这番安排正好解了浩烈的燃眉之急，格兰费尔也面色平静地应了下来。众人移步到海滨沙滩，准备开启特训。以诺心生敬意，毕竟格兰费尔主动婉拒团长的佩剑，展现出了极高的修养，让他决定认真对待这次指导。教官杰西卡上前严厉警告，狮星骑士团的训练强度极其可怕，命令他立刻换上训练服。杰西卡心里非常清楚，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体力支撑，就算掌握剑气，在实战中也毫无意义。他打算借此机会将这个体弱的法师彻底逼到极限。格兰费尔迅速换好训练服，紧实发达的肌肉直接展露无遗，眼前的健硕身材把教官杰西卡彻底看呆，连偷咽口水都被旁人当场揭穿。为了掩盖尴尬，他赶忙大声下达命令，宣布特训正式开始。杰西卡拔出长剑示范标准姿势，要求所有人举剑保持站位，从双手握剑的具体高度到脚步与发力时机的细节，他都一一进行了严厉纠正。众人纷纷照做练习向下纵斩，格兰费尔也端起长剑，他完全顾不上基础姿势，反而在脑海里细细回想当初哈尔肯挥剑时的沉稳与霸气。凭着这份感觉，他毫不犹豫的一击纵斩。这一剑斩下的瞬间，狂暴的劲风直接轰然炸开，漫天沙石碎屑席卷整座沙滩。杰西卡和以诺全被这惊人的动静彻底震傻。以诺回过神来，忍不住惊呼，打听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格兰费尔却只是平静表示，自己不过是在尝试模仿哈尔肯，听说他只是看2眼就成功模仿。教官杰西卡彻底惊掉下巴，这可是骑士们苦练几10年的技能，他竟然看了2眼就完美掌握。格兰费尔端着长剑平静表示，确实管用。这恐怖的领悟力让杰西卡不得不承认，眼前男人的天赋超乎想象。远处观望的哈尔肯团长同样大受震撼，甚至动了收徒的心思，直言只让他当的法师简直是暴殄天物，决定亲自将他训练成优秀骑士。就在哈尔肯暗自盘算时，哈库纳也专程赶到了沙滩，表示听说救命恩人在练剑气，便特意跑过来亲眼见证。哈库纳看着漫天扬起的风沙，突然皱起眉头，开口打趣，直言沙滩上的沙子实在太多，万一呛到救命恩人浩烈可不好。团长哈尔肯听完当场急眼，对着手下骑士严厉怒吼，生怕浩烈因此患上肺病，当即命令所有人戴上面罩，把整座沙滩的沙子清扫干净。接着哈库纳又抬头看向天空，抱怨这里的阳光过于强烈，担心浩烈在暴晒下会中暑。
哈尔肯再次转头下达死命令，让骑士们立刻跑去丛林拔树，硬生生搬到沙滩上重新栽种。骑士们急忙扛来整棵大树，拼命想为浩烈搭起一片树荫。看到哈库纳连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哈尔肯大赞他不愧是英明的君主。哈库纳听完只是笑着回应。哈尔肯见状备受鼓舞，直言自己作为骑士团长更不能旁观。他当即脱下战甲扔在一边，叫来教官杰西卡，要求像新兵一样参与训练。这出乎意料的举动把杰西卡彻底吓傻，连忙劝他先冷静下来，建议听听新兵们的想法。哈尔肯听完爽快地赞同了这个提议。杰西卡与以诺满脸杀气，死死瞪着面前的格兰费尔，体内的浩烈心里一阵后背发凉，生怕一答应就会被这两人当成叛徒。可格兰费尔却依旧面带微笑，非常大方地邀请哈尔肯随时加入。一旁的哈库纳见状果断补刀，提议干脆让杰西卡和以诺也一起训练。哈尔肯听完立马爽快的一口答应。这波操作让杰西卡两人瞬间气到炸裂，心里疯狂吐槽哈库纳不干人事。但面对团长的命令，杰西卡也只能硬着头皮咬牙应下。就这样，这场全员参与的魔鬼特训在极其尴尬的氛围中正式拉开帷幕。魔塔内部，高阶法师马蒂斯正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黑魔法学派的顶尖强者，不仅凭借一己之力改善了黑魔法的声誉，在魔塔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时下属推门进来汇报，表示浩烈此前送去鉴定的物品中检测出了一件与黑魔法有关的物件。马蒂斯闻言随即抬起头，看着桌上送来的纯粹绿水晶、锦鲤灵丝以及伯爵宝珠等罕见材料，意识到绝非普通人能够轻易集齐，对浩烈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当即要来魔法羊皮纸，决定由自己亲自为浩烈做物品鉴定。尤斯拉岛这边，魔鬼特训终于在夜幕中落下帷幕，被榨干体力的骑士们连扫地都面露绝望，纷纷哀嚎着瘫倒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格兰费尔正在单杠上拼命做着引体向上，体内的浩烈早已不堪重负，在脑海里哀嚎吐血，直呼刚结束上一轮魔鬼训练就到了极限，再这么折腾下去命都要保不住了。可另一边的哈尔肯却越练越兴奋，甚至叫嚷着还要再绕海滩跑上100圈。浩烈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简直不知疲倦。就在浩烈咬牙硬撑时，系统突然跳出超越极限的提示，不仅顺利完成了全部特训任务，还额外获得了力量与敏捷属性的提升。看着增加的数值，浩烈觉得酸痛瞬间消失了。正当浩烈催促格兰费尔赶紧去睡觉时，一只信鹰突然从夜空中呼啸飞来，将一份神秘的羊皮卷轴交到了他手中。卷轴刚一打开，上面便浮现出魔塔高阶法师马蒂斯的字迹，亲自向格兰费尔发来了自我介绍。信中传来了物品的鉴定结果，体内的浩烈这才想起之前确实送去过一批材料。格兰费尔便示意对方继续说明。卷轴上首先展示出伯爵宝珠，这件恶魔使用过的装备要求高达400级，蕴含着强烈的血液力量。马蒂斯提出希望能借走用于研究，浩烈正愁等级不够无法佩戴，借给对方刚好能顺水推舟做个交易。格兰费尔当即爽快答应，随后询问起其余材料的用途。羊皮纸接着浮现出纯粹绿水晶，能在受击后持续恢复血量，而锦鲤灵丝不仅能提升闪避与火伤，甚至还能解锁特殊的艺术属性。马蒂斯在末尾附言，两样材料均能制作成强力饰品，但也希望浩烈能把锦鲤灵丝一并借出。看到材料能解锁稀有的艺术属性，体内的浩烈顿时起了好奇心，打算留着自个儿用。格兰费尔当场拒绝出借，要求对方把绿水晶做成饰品，锦鲤灵丝直接缝制成手绢。马蒂斯表示定制这两样装备需要花费一笔极其昂贵的费用。体内的浩烈一听瞬间来了精神，准备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谈判技巧，设法跟对方把价格打下来。可格兰费尔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霸气回应钱完全不是问题，只要做出品质最好的就行。体内的浩烈被吓得当场崩溃，直呼这简直是商业谈判里的致命大忌。连远在魔塔的马蒂斯也深受震撼，万万没想到对方出手竟如此阔绰，完全不在意任何成本，只要最高规格的成品。马蒂斯露出一丝笑意，认为对方确实不同凡响，随即在卷轴上答应了这项定做。此时体内的浩烈早已精疲力竭，大声哀嚎着必须立刻睡觉。格兰费尔这才停下动静，还没等卷轴上的对话彻底结束，躺倒在床上1秒入睡。马蒂斯见对方已不再回应，便顺势留下了最后的邀约，正式邀请对方前往浮空花园会面。天刚蒙蒙亮，尤斯拉王国的骑士们还在熟睡，浩烈早已独自在外进行高强度晨跑，对这项每日任务他早已习以为常。正当浩烈坚持训练时，昨晚那只猫头鹰再次飞了过来，特意为昨晚留言的事情向他致歉。体内的浩烈听完却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昨晚自己秒睡后对方到底留下了什么内容。看清桌上留下的字条后，浩烈这才明白，对方竟然邀请他明天下午去空中花园面谈。紧接着，马蒂斯的声音从远端传来，正式提出见面申请。可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格兰费尔就冷冷拒绝，表示时间不合适。马蒂斯有些意外，顺势把时间改到后天，甚至又退一步改到大后天早晨。结果无一例外，全都遭到了格兰费尔果断拒绝。连续被拒的马蒂斯沉默片刻，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这是浩烈对他的考验，想借此测试他作为顶尖法师的修养与耐性。格兰费尔
直言目前需要专注训练，根本没空理会私事。被逼无奈的马蒂斯只能放低姿态，表示随时配合浩烈的时间。见对方诚意十足，格兰费尔才松口，定在后天早晨空出1小时面谈。体内的浩烈暗自吐槽，明明本就要去法师塔做研究，这家伙非要摆出高傲姿态。猫头鹰飞走后，远处的哈尔肯团长默默注视着浩烈。不知不觉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特训。特训在海滩上继续进行，哈尔肯严厉督促骑士们练习基础挥剑。可没过多久，哈尔肯径直走到浩烈面前，郑重宣布自己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哈尔肯直言，浩烈目前的水平必须直接进入实战阶段。体内的浩烈瞬间吓得够呛，没想到刚训练1天就要直接上战场。格兰费尔表面上依旧冷静地反问，哈尔肯则微笑着表示，浩烈只是太小看了他自己的潜能。哈尔肯提出请求，想让浩烈现场演示一下剑气。虽然搞不清对方的目的，浩烈还是果断拔出长剑。浩烈暗自提醒自己，必须高度集中精神，要是像昨天那样剑气失控，体力怕是又要被当场抽空。他静下心来仔细琢磨，剑气不同于普通的技能，而是一种超越职业限制的能量流动。随着他凝神感应，体内竟然真的浮现出那股异样的能量。哈尔肯瞬间察觉到了变化，浩烈尝试像操控魔法那样去引导和掌控这股力量。看着他展现出的变化，哈尔肯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随着浩烈成功掌控这股力量，剑身瞬间被耀眼的蓝色剑气包裹，浩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剑气和魔法本质上如出一辙，只要按类似的方法引导就能稳定下来。看着浩烈手中无比纯净稳定的剑气，哈尔肯被深深震撼，赞叹他历经昨天的特训，今早居然还能独自做到这种程度。哈尔肯越说越激动，甚至凑上前直言浩烈就是天生的剑士，狂热地邀请他一起走向剑道尽头。面对哈尔肯近乎发疯的邀请，浩烈被吓得不轻，直呼对方比当年劝他留营的军官还要可怕。浩烈吓得只想拔腿就跑，生怕真被扣在骑士团里。格兰费尔却转身淡然表示，自己无意只专注剑道，可如果剑道恰好是他的命运，他倒也不介意顺应安排。这番高论让体内的浩烈大崩溃，疯狂叫嚷着让他赶紧闭嘴跑路。哈尔肯听完深受感动，满脸崇拜的挥手向他告别，期待未来能够再次相遇。格兰费尔则径直走入丛林，准备换回便服离开演武场。看着浩烈离去的背影，哈尔肯若有所悟的感叹，断定剑气的本质就是虔诚的心。随后他带领全体骑士激情怒吼，掀起了更加疯狂的魔鬼特训。看着浩烈展现出的奇迹，杰西卡暗自惊叹，对方1天就掌握了剑气，绝对是不同维度的天才。在他眼里，浩烈和哈尔肯仿佛站在遥不可及的高峰之上，哪怕自己穷尽一生也难以企及。但作为剑士的自尊让他迅速振作，眼中瞬间燃起狂热的斗志，发誓早晚要追上他们的脚步。一旁的以诺也陷入了同样的震撼，眼中爆发出极度的热血与渴望。这种狂热迅速感染了所有人，整个骑士团彻底陷入暴走，在沙滩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远处的哈尔肯看着火热的演武场，感叹天才总能带动周围的人，连他自己都重新燃起了战意。此时走在丛林里的格兰费尔打算找个机会练习刚掌握的剑气，可体内的浩烈心里根本没底，只想找只10级小怪试手，可怕什么来什么。伴随着一阵窸窣声，一头高达300级的银棕花豹陡然挡住了去路。更致命的是，系统突然发来警告，由于附近没有恶魔，他的天敌被动根本无法触发。体内的浩烈瞬间吓得失声尖叫。面对整整相差74级的等级压制，格兰费尔却觉得区区野兽竟敢向他露齿，瞬间触发了贵族的骄傲，拔出长剑准备好好教训对方。与此同时，在丛林的另一边，遍地都是怪物的残骸与鲜血。暗影佣兵团团长基茨手握血刀走出，疑惑队员们究竟都去了哪里。而系统显示团里10个人竟已失踪了9个。基茨正疑惑为何路上怪物泛滥，耳边忽然传来了异样的动静。他躲在树后定睛一看，前方竟有人手持剑气，正同尤斯拉岛的区域领主银棕花豹对峙。在他看来，哪怕对方是掌握剑气的高手，撞上这头巨兽也注定凶多吉少。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倒给他创造了绝佳的脱身机会。原本为了躲避这头危险的怪物，他才不得不放慢脚步。如今既然有人主动吸引火力，基茨立刻拔腿狂奔，趁机朝王国的方向赶去。基茨在心里暗道了一声抱歉，他答应过同伴要在此集合，在尤斯拉王国彻底翻身，甚至幻想将来能混个贵族头衔。随后狂笑着头也不回地远去。留在大树下的浩烈此刻心里早已彻底崩溃，哪怕自己能凝聚出剑气，这头巨兽的等级依然整整高出74级，再加上无法触发天敌被动，一旦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对方彻底撕碎。可面对咆哮着迎面扑来的猛兽，他也绝不可能坐以待毙。浩烈感到剑气极为消耗体力，便打算像此前对付翡翠虎那样，用魔法将眼前的银棕花豹困住，顺便检验这段时间的特训成果。可格兰费尔却直接拒绝，坚持只用长剑才符合贵族身份。浩烈当场绝望，吐槽要是被这傲慢害死，到底算自杀还是谋杀？还不等浩烈继续抱怨，银棕花豹已咆哮着扑到眼前，格兰费尔依然面不改色，正面举剑迎战。浩烈吓得当场绝望，甚至在心里默默向家人告别。可没想到下一秒，格兰费尔
挥剑快如闪电，甚至还嫌弃对方动作太慢。等浩烈反应过来，那头高出74级的银宗花豹居然已经被一剑当场秒杀。浩烈直接彻底看呆，不敢相信没有天敌被动加持，自己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浩烈惊叹于剑气的恐怖威力，格兰费尔却只是冷哼一声，表示这不过是刚热完身。可这一剑几乎瞬间掏空了体力，强烈的副作用让身体止步驻地颤抖。浩烈看在眼里，当即决定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再轻易使用剑气。到了与马蒂斯约定的那天，马蒂斯早早就来到空中花园等候。他心中暗自揣摩，这位能得到马切罗认可的浩烈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就在这时，格兰费尔带着强烈的魔力气场步入花园，他径直走到马蒂斯面前，冷冷地向对方确认起了身份。马蒂斯主动承认了身份，感受到眼前这股沉重的压迫感，暗自感叹对方果然实力非凡。格兰费尔表面上云淡风轻，全身却在剧烈发抖，体内的浩烈早已在心里哀嚎，这哪里是什么高手气场，纯粹是此前过度使用剑气，导致全身肌肉剧痛抽筋，连站稳都十分费劲。马蒂斯客气地请他先入座，紧接着运转起黑魔法，准备测试对方对黑魔法的敏感度。马蒂斯刚施展魔法，他手上的戒指竟瞬间全部变黑，迸发出从未见过的漆黑光芒，这让他彻底震慑，无法想象眼前这人究竟蕴含着多深沉的黑暗。格兰费尔依然冷冷地站在原地，体内的浩烈却早已在心里大哭，搞不懂对方为什么死死盯着自己。他现在只想赶紧坐下缓解剧痛。马蒂斯不禁回想起过去的经历，当年他因研究诅咒与死灵魔法，被其他法师肆意嘲笑，甚至将他的研究贬为低俗的破烂。面对满堂的偏见与排挤，马蒂斯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群无知的人明白，这种魔法究竟有多么强大。在法师学会的大讲堂上，他当众展现了研究成果，用特殊的魔力成功赋予兽骨生命。他本想证明这种魔力能解决常规魔法的难题，却再次招来漫天的怒骂与质问。学会不仅将他的研究斥为不祥之术，甚至叫嚣着要将他当场驱逐。面对全场的呵斥，马蒂斯大声反驳，强调这种力量能解决常规魔力无法处理的难题。可激愤的法师们根本听不进去，纷纷逼迫法师学会会长做决定。就在全场一片吵闹时，坐在台上的会长却突然哈哈大笑，反而主动询问马蒂斯有没有给这种新力量想好名字。马蒂斯当场宣布将其正式命名为黑魔法。也正是从这一天起，黑魔法才终于逐渐被其他法师接受。可好景不长，原本以为黑魔法能解决宇宙干涉的危机，结果几年来研究毫无进展。随后整个法师塔因宇宙干涉被传送到地球，明明知道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凭他一己之力却根本做不到。此后他便一直沉浸在失败的打击中，直到此刻，看着眼前被黑色魔力包裹的格兰费尔，马蒂斯这才震撼地意识到，在游戏世界之外，竟有人对黑魔法有着如此惊人的亲和力。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或许漫长岁月里的难解难题终于能迎来一线曙光。马蒂斯期待能借此打破黑魔法的瓶颈。格兰费尔端坐在桌前优雅喝茶，冷淡提醒自己只有1个小时，直言茶都要变凉了。马蒂斯连忙致歉，解释手上的戒指能检测黑魔法亲和力，坦言自己从未见过谁的魔力能让戒指迸发出如此深邃的光芒。格兰费尔听完反应平淡，只表示听起来有些耳熟。马蒂斯顺势阐述，黑魔法使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魔力形态。他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常规魔法是观察并引导外部魔力，黑魔法则是以人内心的黑暗与过去作为源泉，过去的经历越深沉，黑暗威力就越强大。见格兰费尔拥有如此惊人的魔力潜能，马蒂斯断定他过去一定受过极深的痛苦。听到这番话，体内的浩烈瞬间彻底崩溃。所谓黑暗的过去，居然是他当年无比羞耻的中20期，这黑魔法简直是在对他进行公开处刑。浩烈突然反应过来，这股黑魔力对应的过去，搞不好真是格兰费尔自己的经历。格兰费尔优雅地放下茶杯，冷冷质问马蒂斯，打探初次见面者的过去，难道就是法师塔的礼貌？马蒂斯顿时大慌，连忙低头鞠躬道歉，甚至表示会主动向长老会领罚。体内的浩烈暗自吐槽对方太夸张，格兰费尔却顺势表示接受道歉，直接把探听过去的话题给压了下去。格兰费尔表示自己不反感学者对黑魔法的热情。马蒂斯听完大受震撼。格兰费尔接着抛出疑问，如果黑魔法来自另一种魔力，那当原本的魔力耗尽时，是否也能继续用来施法？马蒂斯一听顿时狂喜，激进地邀请他一起走向黑魔法的尽头。体内的浩烈瞬间傻眼，这套话术简直和此前哈尔肯拉他练剑一模一样。与此同时，系统传来提示，认可格兰费尔的高级法师数量直接从3人暴增到了9人。眼看约定的时间已到，格兰费尔毫不拖泥带水，当即告辞离开。体内的浩烈更是暗自庆幸，生怕再待下去会被拉去当研究生。回到法师塔分给自己的办公室后，格兰费尔翻开书本准备继续研读，这让体内的浩烈再次绝望，吐槽自己现在分明就已经过上了研究生的日子。就在这时，一旁突然传来了连续的提示音。由于马蒂斯在法师塔的影响力，其他高级法师也纷纷跟风发来祝贺，证明自身能力的任务瞬间顺利达成。随着任务宣告完成，系统随即结算奖励，他与整个法师塔的亲密度也迎来了大幅提升。除了亲密度大幅提升外，面板上还成功解锁了全新的功能选项。体内的浩烈当场狂喜，法师塔可是堪比大国的顶尖势力，如今连这里都被自己拿下，简直是要赚翻了。可格兰费尔
却依然毫无波澜。体内的浩烈只能无奈吐槽：这家伙就不能跟着高兴一下？浩烈随后把注意力转向新功能，可当格兰菲尔点开面板，里面的内容却让浩烈瞬间傻眼。作为首个降临现实的异界国家，尤斯拉王国吸引的资金远超预期，各大工会都在疯狂砸钱投资。专家在电视中分析，各大工会的投资已经开始获得回报，其中加温工会的排名更是直接从第5跃升到了第3。看着榜单上的变化，泰明开口询问哲明的看法，哲明却苦笑表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浩烈。泰明也深有同感，当年要不是浩烈及时救下哲明，工会根本不可能有今天。如今他们又顺势拿下了王国的投资，却始终只能单方面接受浩烈的恩惠。哲明提议先照浩烈的交代，全力做好重建工作，毕竟他们总不能一直单方面欠着浩烈的人情。然而看着加温工会排名上升的新闻，下方却频繁出现神话工会的带节奏言论，甚至连国会都开始介入此事。泰明忍不住吐槽神话又在搞舆论操纵，哲明却冷静指出，就算神话工会资金再雄厚，单靠财力也绝不可能轻易左右国会。他看着屏幕陷入深思，神话工会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竟能直接插手国会的决策？此时在暗处，一名男子正被诡异的紫气侵蚀缠绕，而在神话工会会长伊雪的办公室里，他正一边品着红酒，一边指示金秘书取消自己明天所有的行程。金秘书听后大吃一惊，提醒他明天原本安排了与国会崔议员的重要会面，可看着手机里的视频，伊雪完全没有动摇。金秘书只能服从安排，询问该如何向崔议员交代。伊雪直接吩咐金秘书，就说自己已经去了尤斯拉王国，因为在那里刚好有他想要见的人。法师塔内，系统提示成功解锁全新功能选项。格兰菲尔正准备点开查看，桌上的手机却突然响个不停。体内的浩烈定睛一看，发现居然是姐姐发来的连环轰炸。浩烈正纳闷他们怎么突然发消息，可当他看清羊皮纸上的内容时，整个人瞬间愣住了。格兰菲尔拿起桌上的羊皮纸，浩烈这才发现这竟然是法师塔发来的通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羊皮纸竟直接浮现出人脸，自称是高级法师米娅，表示得知浩烈身为共同研究员后，特意发来信息送上礼物。还没等米娅把话说完，第二张羊皮纸又蹦了出来，抢着向浩烈打招呼送礼。紧接着，无数法师的祝贺传讯铺天盖地涌来，瞬间将格兰菲尔彻底包围。面对这山呼海啸般的狂热讨好，体内的浩烈当场彻底崩溃，他急得大喊：“赶紧逃跑！再待下去，非要被这群法师逼疯不可！”格兰菲尔拔腿往外狂奔，这才彻底摆脱铺天盖地的传讯。为了躲避骚扰，格兰菲尔一路来到了尤斯拉王国的王宫。得知这位救命恩人竟是因为被烦得不行，才特意跑来这里图个清静。国王忍不住大笑起来。格兰菲尔优雅地端起茶杯，冷淡地承认了此事。国王劝他干脆收下那些法师的礼品，格兰菲尔却义正言辞地拒绝，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国王听完开怀大笑，夸赞他不愧是能降服大嘴贪婪的男人，还提到加温工会，在网上发了当时的击败视频。一听到网络视频这几个字，格兰菲尔端着茶杯的手瞬间僵住。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打来了视频电话，体内的浩烈看着三姐打来的电话，这才想起还没看刚才的连环轰炸，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格兰菲尔礼貌起身，接通了三姐打来的视频电话，结果刚一接通，三姐就在那头疯狂大吼，当场模仿起她在视频里讲过的各种台词，旁边的家人更是笑成一片。姐姐夸她在视频里帅爆了，播放量甚至已经突破了1亿。格兰菲尔优雅地表达完感谢，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极其果断地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格兰菲尔向国王提出，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一个休息的地方。国王大方地表示，作为建国功臣，甚至打算直接封他为公爵，并赐予领地。格兰菲尔却表示只要一间单间就好。体内的浩烈更是只想找个地方自闭。随后，格兰菲尔来到了安排好的独立木屋，推门走进室内，脱下外套，准备好好歇息一下。格兰菲尔挂好外套，扯松领带，顺手掏出自带的玄米绿茶包，准备泡杯茶好好放松一下。可体内的浩烈根本静不下心，他掏出手机搜索自己的视频，看到破亿的播放量，当场崩溃，气得只想控告加温工会名誉侵权。就在浩烈还在心里发脾气时，格兰菲尔却突然脸色一变。格兰菲尔感应到的不是，居然只是空气里的灰尘。洁癖发作的他当即戴上口罩，挽起袖子准备大扫除。体内的浩烈只能在心里吐槽。与此同时，尤斯拉王国的加温重建部门也已经正式展开了工作。在加温工会的王国重建部门内，泰明看着手机上的股票大盘，当场暴怒。加温工会的股价竟然开始一路暴跌。哲明无奈表示，神话工会又发布了针对他们的抹黑文章，甚至联合政治家一起施压，放出假新闻，声称加温即将在逼迫下解散，威逼他们交出尤斯拉王国的任务。看着被肆意操纵的舆论，哲明陷入了深思，完全想不透神话工会究竟是靠什么手段，才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如此可怕的影响力。网上的舆论越炒越离谱，甚至爆出泰明疯狂爱上伊雪，追着对方求婚的荒诞假新闻。泰明看着这些离谱报道，当场暴怒，气得破口大骂。可下一秒，伊雪竟悄无声息地贴到了他身后，顺着谣言优雅地反问了一句。泰明猛地回头被吓了一跳，这才惊觉神话工会的会长伊雪竟然已经亲自来到了这里。
伊雪微微一笑，打趣泰明对自己还真是够关注。泰明质问伊雪是怎么进来的，明明外面一直有加温的成员在把守。意识到不对劲的哲明立刻冲出去查看情况，结果刚一推门，就看到守在外面的工会成员竟然全都不省人事的倒在地上。哲明当即冷声警告伊雪，擅自袭击加温成员的严重后果。伊雪却一脸从容地表示，自己可没有发起过攻击，这些人纯粹只是自己睡熟了而已。伊雪悄然催动起魔力，哲明瞬间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感受着身上缠绕的诡异气息，这股令人不适却又熟悉的魔力，让他立刻意识到是伊雪在暗中动手。作为神话集团的千金兼神话会长，伊雪向来自信满满，当年工会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却在极短时间内将其带到了第41位。面对泰明怒不可遏的质问，伊雪依旧显得从容不迫，看着对方靠着国会议员的支持肆无忌惮。哲明摇晃着身体，恍然大悟，终于明白神话工会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掌控了那些国会议员。哲明意识到伊雪使用的是操纵类魔法，可这种技能按理说对玩家根本无效。他急着想大声警告泰明，身体却彻底僵硬，动弹不得。伊雪见状，微笑着劝他放弃抵抗。与此同时，格兰费尔踏着沉稳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入了营地中。他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冷冷表示自己才刚清理完毕。泰明一眼认出了来人，格兰费尔一步步走近，目光直直锁定泰明。格兰费尔想起了那个破译视频，默默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他冷眼注视着泰明，当场质问他是不是未经许可就上传视频的人。泰明被这突来的质问吓得手足无措，慌忙解释加温绝无恶意，只是为了挽回工会名誉才发布的。看着主动出现在眼前的浩烈，伊雪原本逼问情报的计划彻底落空。他步履从容地走上前去，打量着这位所谓的尤斯拉之光，当面嘲讽大罪贪婪也不过如此。随后，伊雪微笑着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伊雪借机靠近，试图用言语挑衅，甚至伸手想要触碰格兰费尔，宣称对他产生了兴趣。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格兰费尔挥手就是狠狠一巴掌，直接将伊雪重重抽飞了出去。在场所有人瞬间惊呆，伊雪更是满脸不可置信。格兰费尔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转头看向一旁的哲明，表示自己实在无法和泰明沟通，要求哲明把目前的情况交代清楚。哲明赶忙连声答应。加温是为了澄清那些关于特会的谣言，才擅自发布了当天的战斗视频，并表达了未能顾及他感受的歉意。就在哲明准备继续说明假新闻时，被抽到的伊雪再次从身后逼近，他抓着散乱的长发，满脸怒火，质问浩烈竟敢无视自己，简直毫无礼貌。格兰费尔微微侧过头，冷冷地反讽对方居然也懂得礼貌，随后淡然表示自己正在和加温沟通，直接当面指责他这样插嘴才叫毫无教养。伊雪理了理长发，反唇相讥是浩烈先打断了他的对话，随即散发出浓烈的魔力，自凭魅魔的身份，坚信人类根本无法抵抗他的控制。面对逼近的伊雪，格兰费尔神色平淡，眼前却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特殊技能天敌被瞬间激活。这项技能能在对抗恶魔族时，让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威压，伊雪震惊地意识到对方竟然是恶魔的天敌。看着全身散发血色魔力的伊雪，浩烈在心中意识到对方绝非普通恶魔。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喊声，一大群主播和记者举着手机，兴奋地冲向加温的营地。看到地上倒了一片的加温成员，得知伊雪也在里面，人群瞬间更加疯狂，蜂拥而至，对着镜头卖力直播。面对突如其来的直播大军，伊雪当场愣在原地，哲明却在身后冷笑起来，直言这群人正是自己叫来的。哲明当面嘲讽伊雪，以为买下传统媒体就能操纵舆论，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流量和自媒体才是最可怕的武器。蜂拥而至的主播们疯狂对着镜头博眼球，直播间在线人数和打赏一路飙升，现场彻底沦为自媒体的狂欢。看着这群为了流量陷入癫狂的人群，格兰菲尔满脸嫌恶。面对混乱的现场，伊雪顺势靠了过来，把手搭在浩烈的肩膀上，提议换个地方单独聊聊。格兰菲尔眼神冰冷，极其干脆的当场拒绝。伊雪显然没料到会被直接拒绝，而周围的主播们依然在疯狂对着他叫嚷。格兰菲尔拍开肩上的手，冷淡表示概不接受没有预约的会面，真想沟通就按规矩提前申请。目睹这位顶流名媛当众吃瘪，主播们瞬间疯了般拍照嘲笑，抢着记录下这巨大的爆款流量。作为神话集团千金兼工会会长，伊雪全网拥有1000多万粉丝，带货能力极其恐怖，只要他用过的同款都会秒空卖断货。向来习惯了被万众追捧的伊雪，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当众吃瘪。网上铺天盖地全是他被浩烈打脸的视频，评论区更是引发了无数讨论。伊雪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魅惑技能为什么对浩烈完全无效。遭受巨大耻辱的他彻底陷入癫狂，在阴暗的房间里发疯般狂抓乱砸，嘴里不断咒骂着浩烈的名字，发誓绝对要亲手杀了他。伊雪试图压制脑海中骚动的声音，可镜子里的倒影却亮起红光，寄居在他体内的恶魔冷笑着叫他闭嘴，警告伊雪别忘了当年是怎么哭着求救才得以活到现在。看着情绪失控的伊雪，恶魔伸出布满血痕的手，微笑着问他需不需要自己出手帮忙。恶魔冷笑着唤起伊雪的回忆，当年正是伊雪在绝境中苦苦哀求，求他救命，帮自己活下去。为了向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复仇，伊雪曾发誓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恶魔捏住他的脸，讽刺道：自己实现了一切，
还有什么不满？面对恶魔的逼问，伊雪流着泪痛苦的反驳，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要过这种结果。他怒不可遏地表示，自己真正想杀的人根本不是浩烈，而是眼前的恶魔。恶魔冷笑着质问伊雪是不是疯了，嘲讽如果没有自己，他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甚至连他父亲都觉得他只是个意外。恶魔彻底失去了耐心，骂他是个不知感恩的东西。伊雪砸碎镜子，拿起玻璃碎片对准了自己的脖子。恶魔这才震惊地意识到，伊雪在强行夺回控制权，仅仅为了和体内的恶魔对抗，他竟不惜要割喉自杀。面对这种不要命的疯狂举动，向来猖狂的恶魔心里也第一次感到了难以置信。面对试图割喉自杀的伊雪，恶魔简直不敢相信，质问他到底还想要什么。恶魔强调自己给了他财富和名誉，实现了他所有的欲望，才让他不再被任何人轻视。可伊雪却死死撑着身体，冷笑着当场反驳，表示这一切全是靠他自己做到的。面对恶魔震惊的反应，伊雪冷冰冰地反问，自己身为神话集团千金，恶魔提到的那些东西他本就拥有。伊雪死死握住玻璃碎片，直接戳破恶魔心中的恐惧，指出恶魔一旦离开宿主便一无所有，他真正害怕的其实是孤身一人。随着大量失血，恶魔感应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流失，他彻底慌了阵脚，发疯般大吼警告伊雪住手，否则两个人都会丧命。可伊雪根本不为所动，极其狠辣地将玻璃碎片彻底刺入体内，宁可拼上性命，也要与体内的恶魔同归于尽。恶魔终于明白，格兰费尔从一开始看穿的就不是附身的恶魔，而是被操控的伊雪本人。当时格兰费尔甚至当面留话，让伊雪以后再去见他。格兰费尔真正关注的从来只有伊雪，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个小丑。恶魔在极度的愤怒与不甘中咆哮着浩烈的名字，他并不甘心就此倒下，一定要向浩烈报仇。可人类的肉体实在太过脆弱，创伤重到根本无法自愈。为了寻找能够吸取的能量，恶魔只能强撑着抓紧门框，直接推门冲了出去。守在门外的保镖吓了一跳，看到小姐满身是血，急忙想送她去医院。此时格兰费尔正静静待在木屋内，突然收到了技能天敌激活的提示，体内的浩烈顿时大吃一惊。格兰费尔早已察觉到了异样，优雅地端起茶杯，冷嘲对方深夜未受邀请就敢擅闯。面对门外的威胁，格兰费尔从容地让恶魔进来。虽然来的并不是他原本预想的人，但他也并不介意抽点时间来处理一下。体内的浩烈看着他这副姿态，心里忍不住一阵无语。本以为对方会正面推门，浩烈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窗外却突然传来戏谑的声音。恶魔竟然直接翻窗出现了。看着出现在窗外的恶魔，浩烈吓得当场失色。格兰费尔却依然优雅冰冷，直接开口斥责对方深夜翻窗极其失礼。浩烈暗自庆幸，多亏有这层高傲的言行过滤器，才没让自己暴露恐慌，被当面训斥失礼。恶魔这才想起上次被教训规矩的经历，他轻巧地跃入室内，带着诡异又癫狂的笑声，毫无诚意的道歉，表示自己完全忘了。格兰费尔冷冷打量着眼前的恶魔，直言这次完全感觉不到医血的气息。恶魔听后却发出阵阵癫狂的冷笑，嘲讽他是不是在找那个死掉的女人。听到这个消息，体内的浩烈瞬间大吃一惊。恶魔嚣张地透露了真相，表示伊雪刚才突然疯狂自残，那个疯女人早就彻底丧命了。恶魔踩着步子逼近，嘲讽伊雪不过是在瞎折腾，甚至直接把死因归咎于浩烈。恶魔带着戏谑的语气透露，伊雪临死前竟然还在念念不忘，说只有浩烈真正看透了他。恶魔紧接着抖出了一桩豪门丑闻，揭露伊雪其实是神话集团会长周星的私生女。消息一出，瞬间引发轰动，连周星都被记者们疯狂围堵。8年前私生女身份刚曝光时，伊雪才只有8岁，她的隐私就被肆意传到网上，遭受到了无休止的网暴与指责。因为私生女的身份，她在学校遭到了同学的孤立与排挤，母亲最终也因抑郁症选择自尽。母亲离世后，周星却在媒体面前扮演起慈父，声称哪怕这个孩子是个错误，也不能让他无依无靠，才顺理成章地将他收留。恶魔猖狂地大笑起来，透露伊雪觉醒成为玩家后，周星根本不管他的安危，强迫他去攻略无数个危险裂缝。可伊雪居然全都照做了，因为他迫切想要得到父亲的认可，甚至靠着这些战绩，终于换来了和周星同台的新闻头条。他想向所有指责他逼死他母亲的人复仇，向世人证明自己就是神话集团的千金。可惜到了最后，他依然把这一切全都给搞砸了。恶魔狂笑着嘲讽说，伊雪临死前竟然还对浩烈念念不忘，讽刺他的死亡根本毫无意义。格兰费尔眼神骤冷，直接出声喝令恶魔闭嘴。在他眼里，低贱的恶魔根本不配与自己说话。随着格兰费尔的冷冷训斥，系统提示瞬间弹出，高傲注释轰然降临，强大的威压死死笼罩全场。恶魔直接被强制施加了恐惧状态。格兰费尔高傲地下达逐客令，要求恶魔立刻从眼前消失。在庞大的威压笼罩下，恶魔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在格兰费尔眼里，眼前的恶魔不过是待宰的猎物，他根本不屑于和猎物废话。炽烈的魔力光束瞬间轰然炸裂，体内的浩烈当场被吓了一跳。浩烈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陌生空间，明明没有准备任何祭品，破魔仪式却被莫名激活。他顺着前方奔跑的身影望去，惊讶地发现那竟是小时候的格兰费尔。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来到了格兰费尔的精神世界。还没等他理清头绪，一股剧烈的波动便瞬间袭来，胸口传出一阵剧烈绞痛，仿佛有人在死死捏住他的心脏。强忍着窒息般的剧痛，浩烈抬头看向前方的格兰费尔，
顺着对方俯瞰的方向望去，下方的楼层竟然布满了庞大的魔法阵，阵法中央横七竖八堆满了尸体。浩烈看着眼前惨烈的一幕，彻底陷入震惊，这和他当初设定的黑历史完全对不上。浩烈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并不是什么中二设定，而是格兰费尔真正经历过的痛苦记忆。身心童话让他切身体会到格兰费尔当年历史途径恶魔的决绝，面对肆意践踏人类尊严的恶魔，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滔天怒火，此刻彻底与浩烈融为一体。格兰费尔冷冷看着眼前被附身的伊雪，痛斥恶魔就算耍尽卑劣手段，伊雪也从未丢掉属于他的尊严。恶魔甚至还敢肆意嘲笑伊雪为了回应信任而拼上性命的决议。格兰费尔周身爆发出骇人的魔力，无数光剑凭空凝聚成阵。面对这股绝对碾压的恐怖威压，恶魔被压得动弹不得，只能在绝望中开口求饶。恶魔死前彻底陷入悔恨，恨自己太自大，竟妄想挑战对方，残存的魔力随之被彻底抹杀。魔力散去后，格兰费尔俯身看向瘫倒的伊雪，询问他能否听见，并肯定地告诉伊雪自己已经看到了他守住的尊严。听到这句话，瘫倒在地上的伊雪微微颤动了一下，看着脱离恶魔控制落泪的伊雪，本想劝他早点回家休息，结果高傲的人设过滤机制再次启动，原本关心的问候出口却成了冷冰冰的逐客令，直接命令他回自己家去哭。话音刚落，脱离的伊雪身体一轻，直接瘫倒在格兰费尔怀里昏了过去。格兰费尔这才想起恶魔提到过他曾自残，虽未看到伤口，但昏倒也属正常，便打算找个地方先把伊雪安置下来。巡逻的骑士突然破门而入，他们察觉到了恶魔的魔力反应，特意赶来查看浩烈是否安全。可骑士一进门，正好看见格兰费尔俯身给伊雪盖被子，误以为撞破了浩烈的恋爱现场，吓得连忙慌张道歉。格兰费尔依然一脸冷静的澄清，表示对方并不是自己的女朋友，自己只是在帮他盖被子。可这话在骑士听来，倒像是无情嘲讽了自己的单身状态。心碎的骑士只能尴尬地带人撤离。随着大门重新关上，格兰费尔坐回沙发休息，体内的浩烈早已身心俱疲，忍不住吐槽今天过得太漫长，甚至觉得跟大醉贪婪打架都没这么累。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眼前弹出了全新的职业任务。浩烈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深夜的 AAU 韩国分部依旧灯火通明，办公室里突然一片哗然。游戏阿卡纳发布了重磅更新，正式宣布开放全新区域双之城。桑巴克和同事看着爆满的评论区，整个玩家群体瞬间陷入狂热，各大主播也在直播间兴奋高呼，终于迎来了游戏里的顶级大成。可就在全网一片狂欢时，浩烈面前的专属职业任务撕开了和平假象，大罪魔王们已经开始全面扩张势力。作为世界上最后的猎魔人，浩烈必须前往双之城讨伐魔王。魔王竟然潜伏在人口密集的双之城，浩烈顿时吓得不轻，急得在体内团团转，催促赶快去玩家论坛发帖预警。格兰费尔却依然优雅地喝着咖啡，冷静地在手机上敲击，语气平淡地表示，这让他想起了曾经的阿克山。在他的记忆深处，魔王一直都是猎魔人的宿敌，当年游戏里的训练教官就曾郑重告诫过，魔王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当年教官拿出一本厚厚的资料，严厉警告，就算最低阶的魔王也极为危险，要求必须在2小时内记下所有魔王名册。系统甚至直接弹出了限时考核任务。浩烈查资料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必做主线。格兰费尔却高傲地表示，克服困难的经验才是宝贵财富。好在死记硬背的知识现在派上了用场。就在这时，手机突然收到了新的评论提醒，打开一看，全是喷子的辱骂和垃圾广告。面对这种中二语气满满的预警帖子，浩烈坦诚换成自己也绝不会理会。浩烈顺手扔开手机，安慰自己，双之城好歹是顶级大城，魔王不可能太放肆。想到这里，他心里稍微放松，开始期待去双之城品尝美食，顺便去魔塔取回定做的高价装备。可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刚才发的中二帖子，极致的羞耻感让他辗转反侧，完全无法入睡。就在浩烈抓狂时，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魔塔的送货鸟，询问他是否就是定做装备的李浩烈。格兰费尔优雅地喝着咖啡，平静地承认了身份。送货鸟放下包裹飞身离开，格兰费尔顺利接过了包裹，体内的浩烈顿时一阵惊喜，没想到魔塔定做的新装备送得这么快。格兰费尔优雅地解开布包，里面赫然是一枚纯净翡翠戒指，拥有受击就能自动回血的强力属性。这种无条件回血的顶尖词条，让体内的浩烈瞬间激动不已。可他很快反应过来，这肯定贵得离谱，同类型的装备动辄就要上百亿，吓得浩烈连忙拿出手机检查余额。格兰费尔倒是一脸从容，接着拆开包裹里的其他物品，璀璨的强光瞬间爆散开来，差点把体内的浩烈当场亮瞎。浩烈定睛看向装备提示，上面的品质评价竟是极其罕见的杰作。他赶忙上网查询杰作级装备的行情，这一查彻底把他吓出了冷汗。带有杰作前缀的装备价格极其离谱，起步就要几十亿甚至上万亿。浩烈这才猛然回想起，格兰费尔当初向魔塔定做时还高傲的放话要最好的且不在乎钱。浩烈吓得手发抖，生怕付不起钱会被魔塔没收家当。系统突然提示解锁了全新的艺术属性，格兰费尔对这个新属性非常满意，顺手收下了包裹里那件杰作级的手帕。体内的浩烈虽然无奈，也只能顺着他的喜好来。接着浩烈准备把之前打倒恶魔后升级攒下的属性点分配掉，格兰费尔伸手点开面板，直接把仅有的2点属性加在了幸运上。浩烈
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增加的幸运能带来好运气。格兰菲尔接着又从包裹里拿出了马切罗送的西装马甲，还优雅地感叹马甲和手帕非常搭配，觉得运气确实不错。体内的浩烈本以为要立刻去讨伐魔王，没想到系统界面却弹出提示，讨伐魔王的任务被暂时挂起，必须先完成前置任务。此时日本闪电工会总部内，河马看着最新的工会排名，难以接受自家工会的排名竟然被加温工会给超越了。因为工会排名被加温工会超越，河马被上级严厉斥责，甚至收到了切腹谢罪的警告。他当场立下誓言，承诺一定要在双之城彻底挽回局势。走出房间后，面对下属的关切询问，河马直接透露了内部机密消息，表示全新的双之城就降临在北海道附近的魔海。为了让闪电工会独占利益，他们打算联合政府拖延时间，强行阻挡其他玩家进入。听到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条约的危险决定，下属被吓得当场失声发出质疑。面对下属的质疑，河马一拳重砸在他耳边的墙上，冷冷提醒对方，双之城是野蛮人的主场，而加温工会的泰明正是第一野蛮人，之前已经连续败给加温工会，这次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在双之城夺回第一。河马下令全员去北海道集合，转身离开前冷冷警告分析师，要是敢再多言，就准备替他去切腹谢罪。吓得满头大汗的下属只能连声应下，暗地里却悄悄掏出手机，私下向外界发送的情报。闪电工会分析师泄露的秘密情报迅速被记者发布上网，双之城降临北海道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玩家圈。各大工会收到通知后，立刻紧急集结全员，争先恐后的向北海道赶去。收到消息的莱奥尼带上装备径直赶往现场，屏幕前的主播激动得热泪盈眶，弹幕里的观众们也在热切讨论着浩烈的下落。双之城曾是游戏里转职野蛮人的核心大城，城内拥有齐全的商店与铁匠铺，只要能完美还原游戏里的设施，玩家就能大幅提升战力，这也是大家把这次更新称为反击之始的原因。然而当大家赶到北海道的传送门前，看到的却不是热闹的城池，而是被大量兵力彻底封锁的现场。率先赶到这里的泰明看着眼前被强行阻断的入口，当场愣在原地，不敢相信。泰明忍不住怒骂，对方竟然要查验玩家的护照。哲明上前尝试沟通，却被告知没有护照，一律不准通行。哲明当场愣在原地，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官方根本没打算放任何人进去，整座双之城已经被彻底封锁。河马带着队伍在雪地里一路狂奔，一心想赶在所有人前面冲进双之城。眼看城门就在前方，他脸上刚露出一丝自信，却在停下脚步的瞬间脸色大变，天空被浓重的血色彻底染红，漫天乌鸦在惨烈的战场上盘旋，满地尸骸的血腥景象直接让赶到的众人吓得当场反胃干呕。河马的同伴们赶忙询问河马接下来该怎么办，话还没说完，后方突然传来脚步声，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只庞大的利爪直接刺穿了同伴的胸膛，巨大的恶魔轰然降临，原本混乱的队伍彻底陷入恐慌，所有人都在尖叫着四散逃跑。恶魔在雪地里肆意屠杀，将溃逃的玩家一个个捏得粉碎，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战场。河马看着眼前如噩梦般的景象，只剩下绝望的苦笑。面对根本无法战胜的绝望困局，他只能自嘲，连切腹自尽都成了奢望。时间回到几小时以前，在浩烈位于尤斯拉的宅邸里，原本还在熟睡的伊雪猛然记起昏迷前被格兰费尔救下的画面，吓得当场从床上弹坐起来，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伊雪慌忙确认自己昏迷了多久，害怕自己在睡梦中乱说胡话，一想起先前失控哭泣的丢脸模样，就羞耻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格兰费尔正盯着眼前弹出的职业任务，原本的讨伐魔王任务暂时挂起，换成了必须先收复双之城的前置要求，上面还特别提示，一旦某种数值过低，任务就会直接宣告失败。体内的浩烈找半天也没看到进度条，猜测要到了双之城才会显示。眼看耽误不得，格兰费尔决定立刻出发，顺便打算先叫醒熟睡的伊雪。刚准备伸手，就看到伊雪早已醒了过来，正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看到格兰费尔开口问询，伊雪赶忙低头向他表达感谢，并为自己添的麻烦郑重道歉。伊雪红着脸承诺一定会报答，甚至表示提出任何要求都可以。体内的浩烈看傻了眼，不敢相信他和先前是同一个人。格兰费尔拿出魔塔寄来的账单，上面赫然写着费用全免。浩烈以为是加点的幸运发挥了作用，其实是高阶魔导师的定制全被豁免，这正是魔塔刚刚解锁的新权限。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哈尔肯在外面打起了招呼，格兰费尔应声让他推门进来。推开门的哈尔肯看到一旁的伊雪，忍不住打趣外面的八卦传闻居然是真的。格兰费尔冷冷否认，催促对方赶紧说明来意。哈尔肯表示国王想见他，骑士团专门护送国王过来商讨事宜。看着一个接一个贵客登门，浩烈在心里崩溃喊叫，怎么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一旁尴尬的伊雪赶忙上前致歉，主动向哈尔肯自我介绍，表明了自己神话公会白伊雪的身份。见白伊雪瞬间切换成高冷模式，浩烈忍不住吐槽他是不是有双重人格。哈尔肯倒是客气的夸赞他名不虚传，国王称呼格兰费尔为救世主，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伊雪大受震惊，没想到连一国之君都要跑来向他请教。国王表示城里来了一名可疑的阿卡纳人，打算直接交给格兰费尔处置。一旁的伊雪看得满脸崇拜，感叹对方比想象中还要厉害。国王看向伊雪，冷冷的要求昨天深夜翻墙闯入的客人出去。
格兰菲尔转身看向白衣雪，交代他先回家写一份神话工会能给尤斯拉提供支援的方案，并在下次见面时带过来致歉。白衣雪赶忙慌张地答应下来。格兰菲尔在心里盘算，这样安排应该能给国王一个交代，没想到眼前突然弹出了职业任务提示。白衣雪把注意力全放在了下次见面上，以为格兰菲尔愿意再次见他，正害羞的准备为自己的冒失道歉，却发现格兰菲尔的神情有了变数。格兰菲尔整了整衣领，抱歉的表示自己有急事，必须立刻离开。哈尔肯与国王一头雾水，赶忙询问他要前往何处。格兰菲尔冷冷吐出了双之城的名字。面对哈尔肯的追问，格兰菲尔优雅的戴上手套，语气平淡的给出回答：因为魔王就在那里。话音刚落，系统的职业任务提示瞬间弹出，已有玩家踏入双之城，讨伐任务正式开启，幸存者数量也在急剧减少。北海道的裂缝现场，惨烈的风暴正在席卷整座战场。泰明预感到事情不对，一拳重重砸在护栏上，强行要求守卫让路。面对守卫的警告，他直接指出闪电工会早已进入双之城，但闪电工会的排名却毫无变化。如果顺利拿下城池，排名绝不可能停滞不前。闪耀工会会长罗克斯也随即站出来发出质问，指出封锁行为已严重违反条约，甚至可能引发国际冲突，逼问守卫是否真的要与他们为敌。面对罗克斯的逼问，守卫突然接到了紧急指令，当场下令全员迅速撤离封锁线。封锁突然解除，看傻了旁边的泰明。然而同伴紧接着拿来无人机画面，众人看清视频后脸色大变。双之城内部早已沦为炼狱，巨大的恶魔正在肆意屠杀闪电工会。身负重伤的河马听到政府打算派轰炸机救援，气得怒骂让他们别来妨碍玩家。河马非常清楚，如果官方真用现代武器轰炸，城里的玩家全都会跟着陪葬。话音未落，身边的同伴就被瞬间重创。面对恶魔的肆虐，他根本无力阻止，周围接连响起绝望的呼救，手下成员被残忍撕碎，整个工会转眼间死伤殆尽。河马孤身立在血泊中央，心中只剩下绝望与麻木，而巨大的恶魔早已在身后冷冷盯上了他。河马看着逼近的死亡，以为一切就此结束。突然间，一道湛蓝色的雷光骤然撕裂天空，泰明的咆哮声随之响彻战场。河马震惊的抬头望去，那道强悍的蓝光竟瞬间将巨大的恶魔一分为二。身负重伤的河马震惊不已，不敢相信救下自己的居然是泰明。泰明却表示自己不是为了救他，让河马要谢就去谢浩烈。河马顺着方向抬头望去，高耸的悬崖顶端，不知何时竟伫立着一道优雅的身影，正是李浩烈。随他一同到场的，赫然是整支大名鼎鼎的狮星骑士团。无数重装骑士挥舞着利刃，咆哮冲锋，直接向恶魔发起了全面反扑，迅速压制了恶魔的攻势。格兰菲尔目光扫向城内，眼前尽是被恶魔残忍示众的市民，看着被肆意践踏的双之城，魔王这种傲慢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格兰菲尔。他周身的气场轰然爆发，要亲手给恶魔送上终局。此时系统的幸存者血条急速下降，救援形势变得愈发危急。面对满城的惨烈景象，哈尔肯心中震撼万分。虽然浩烈事先提醒过这里有恶魔，但眼前的惨状依然远超预料。他这才意识到，浩烈早就看穿了一切，哪怕面对如此险境，也依然决定前来拯救双之城。看着急速下降的幸存者人数，体内的浩烈暗自庆幸，幸好没有独自硬闯双之城，不然被收拾的就是自己了。时间回到几个小时以前，尤斯拉国王得知浩烈要出征，连忙伸手出言劝阻。面对极其危险的魔王，国王绝不允许救世主独自冒险，当即决定为他安排军队随行。哈尔肯赞同浩烈的判断，但也郑重提醒，贸然前往可能会丢掉性命。格兰菲尔却冷冷表示，恶魔本就必须被彻底消灭，自身安危绝不能成为拖延的借口。这番话让哈尔肯想起了过往，凡是恶魔都当诛杀。哈尔肯无奈地笑了起来，正因浩烈总是如此，他才绝不可能让浩烈独自去冒险。可眼看着幸存者数量急剧减少，体内的浩烈早已心急如焚，只希望眼前这群人赶紧放行。哈尔肯双手握剑，郑重表态，直言浩烈重新点燃了他的骑士信念，只要浩烈有需要，他随时愿意化作最锋利的剑。一旁的尤斯拉国王见状喜出望外，直言有哈尔肯随行令人大可放心。格兰菲尔却冷冷看向国王，提醒对方一旦把哈尔肯带走，可就没人留下来保护国王了。伊雪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愿意留在尤斯拉保护国王，借此弥补先前天的麻烦。有了伊雪驻守，国王彻底放下心来，祈祷他们平安归来，成功解救双之城。后顾之忧既然已经解决，格兰菲尔不再推辞，一把按在骑士的肩膀上，决定立刻出发。双之城南门，河马困惑地追问泰明，为什么要让自己去谢浩烈？泰明回忆起浩烈刚跨出传送门的那一刻，下的第一个指令就是优先救援城里所有的幸存者。听到浩烈竟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河马深受震撼。泰明坦言，大家本就想拉拢浩烈，况且救人也不是坏事。河马听完无脸自嘲，连本国政府都准备将他们放弃，浩烈居然主动伸手解救竞争对手。悬崖之上的格兰菲尔俯瞰战场，不愧是帝国最强的狮星骑士团，转眼间就将城门前的恶魔肃清一空，推进速度比预想中还要顺畅。西门战场的罗克斯突然停下了脚步，同伴见状赶忙追问，不知他究竟怎么了。罗克斯回忆起自己在论坛上曾看过一篇荒谬的帖子，那篇帖子阅读量虽然极低，却有人在不停重复发布双之城的内容，
原本他并未放在心上，此刻却猛然感觉到了异样。浩烈跨出传送门时说的话和帖子上写的一模一样。当时浩烈明确警告魔王就在双之城，想逃的人现在就可以离开，留下来的人优先救援幸存者。此时在双之城的雪道上，一名带着摄像头的主播正慌张奔跑，弹幕催促下，他解释自己是因为研究新版本睡过头。然而话刚说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看着浩烈展现出的魄力和局势，罗克斯坦言自己曾以为浩烈不如自己，如今才明白自己错得离谱。天空突然亮起大片光芒，河马和场上众人纷纷抬头，还以为浩烈施展了神圣魔法。格兰费尔在指尖轻轻一弹，将魔力注入其中。看清状况的玩家失声惊呼，悬浮在半空中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光球，而是一滴滴清澈的水珠。连直播间里的玩家也看傻了眼，完全猜不出浩烈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看着满天散落的魔力痕迹，杰茜忍不住发出惊叹，整座双之城已瞬间被冰封。这样完美的法术痕迹，可惜无法永远保存下来。目睹这神迹般手段的罗克斯，心中只剩下无尽的震撼。他终于意识到，浩烈根本就是个怪物。话音刚落，前方巨大的冰雪城门骤然碎裂，裂痕在巨石上急速蔓延。现场众人见状失声尖叫，巨大的城门轰然坍塌，破碎的巨石后方露出了被魔力笼罩的双之城全貌。现场所有人的面前同时弹出了系统提示，收复双之城的野外任务正式开启。大家想起浩烈在帖子里的提醒，这才明白攻破城门能拿到极高贡献。鉴于浩烈已经镇守南门，罗克斯果断带队转向前往西门。随着队伍火速赶往西门，坍塌的城门前寒风肆虐，目睹眼前被攻破的巨型城门，一旁的哈尔肯忍不住连声惊叹，随时准备听从命令带队冲锋。可格兰费尔却面色严肃，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崩塌的大门深处正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邪恶气息。泰明主动提出带队冲锋，承诺把攻城贡献全都留给浩烈。说罢，提着大剑就朝城门冲去。察觉危险的格兰费尔急忙出声阻止，警告前方深处挤满了恶魔。话音未落，无数恶魔如潮水般从门后狂涌而出，直接堵住了冲锋的去路。无数恶魔的爪子死死抓住泰明，硬生生将他向城门深处拖去。眼看泰明即将被拖入敌阵，格兰费尔立刻下令让狮心骑士团出手。杰西卡一记凌厉的斩击呼啸而出，瞬间砍断了缠在泰明身上的魔爪，强大的剑气更是直接将后续的恶魔巢撕碎。脱险的泰明看在眼里，只感叹这霸道剑路简直就像个野蛮人。悬崖上的格兰费尔却面色大变，他感知到真正的危险并未结束，庞大的恶魔正从两人上方直扑而下。格兰费尔急忙向下方大声预警，紧接着从悬崖上一跃而下，挥出凌厉斩击。基茨在半空中大声呼喊，命令阿尔卡里在自己身边开启传送门。阿尔卡里瞬间施展魔法，紫色的传送门直接在身旁展开。格兰费尔大吃一惊，这群人分明不是法师塔的成员，竟能直接使用传送魔法。随着众人顺势冲入门中，庞大的魔力瞬间轰然爆开，一道巨大的紫色光束直冲下方战场，传送门直通下方。哈尔肯见状大喜，立刻下令狮心骑士团全员发起冲锋。浩烈暗自打定主意，要是走传送门，恐怕得当场丧命，还是老老实实用脚跑更靠谱。格兰费尔下令全军跟上哈尔肯，骑士团与泰明瞬间与恶魔交火，局势全面铺开。还没等格兰费尔投入战斗，系统突然跳出连串提示，暗影佣兵团的基茨洛奇德和阿尔卡里竟然将战功贡献全都转交到了他名下。基茨轻哼一声走过格兰费尔身旁，随后主动走向哈尔肯，表明自己是受哈库纳国王之命前来援助。哈尔肯得知对方是国王派来的援军，大喜过望。不过他很快坦言自己并非指挥官，这支部队真正的领袖其实是那边的浩烈。听说大名鼎鼎的浩烈就在眼前，基茨顿时心中窃喜，若能趁机与这位救世主拉近关系，日后在尤斯拉必定大有可为。而另一边的格兰费尔正平静地看着面前跳出的系统面板，上面赫然显示着35000战功。他心中一时有些吃不准，不知道这数值到底算高还是算低。双之城东门外，排名第2的天下统一公会正使用无人机向全网直播现场战况。随着玩家相继踏入城池，收复双之城的野外任务正式出发。4大城门外，各大公会正展开激烈厮杀。全服排名第14的公会长罗俊群正大声指挥前排有序交替进攻。随着他一声令下，猛烈的火炮瞬间倾泻而出，将城墙上的恶魔轰得惨叫连连。直播间公布了罗俊群的战功，个人积分瞬间飙升到了1800多分，遥遥领先目前所有已公开数据的玩家。罗俊群得意的下令继续开火，自信在大型攻城战中，自家公会才是当之无愧的强者。随即火炮不断轰炸，战功一路突破1830分。罗俊群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甚至妄想今天就能顺势拿下双之城。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另一边的浩烈名下的战功早已突破了35000大关。格兰费尔带队从南门向城内推进，得知暗影佣兵团打算利用传送阵先行探路，体内的浩烈也算松了一口气。毕竟城里情况不明，有人愿意先去侦察陷阱再好不过。可身旁的基茨此时却极为紧张，生怕浩烈看自己不顺眼。浩烈回想起关于暗影佣兵团的传闻，这支由基茨率领的佣兵团，只要给钱
就能不择手段完成任何任务。虽然名声不好，但眼下多一份顶尖战力总归是好事。而祭司心里还在犯嘀咕，担心浩烈是在记恨先前没帮他打魔物。就在这时，身旁突然有人开口叫住了浩烈。暗影佣兵团的阿尔卡里上前汇报，他们刚才对传送门进行了侦查，发现城门内早已布满致命陷阱，连巨龙贸然闯入都会当场丧命。不仅如此，一股神秘力量还封锁了空间，导致传送门根本无法直接通往城内。格兰菲尔听后神色平静，当即决定将寻找潜入通道放在首位。一旁的杰西卡赶忙上前报告，表示附近有一条直通城内的地下管道，大量幸存者恐怕正躲在里面。格兰菲尔正若有所思，身后的泰明却突然兴奋地揽住他，大嚷着自己早就猜到了。泰明向杰西卡确认身份，得知沿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达避难入口。泰明主动向浩烈解释，双之城居民从小就会训练避难，地下庇护所极其宽敞，幸存者肯定全躲在里面。随后便风风火火地在前面领路。格兰菲尔冷眼看着前方，系统界面里幸存者的数量已经降低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众人很快来到了一处建筑旁，这里正是通往地下庇护所的入口。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建筑，确认这里是否就是入口。泰明上前解释，入口被施加了隐形法术，只有双之城居民或野蛮人才能看到。随着法术被成功激活，紧闭的铁栅栏门随之缓缓升起。泰明原本还笑着保证门内一切正常，绝不会有危险。可当大门彻底打开，光线照亮黑暗的通道时，里面并没有等待救援的幸存者，只有遍地的尸体和惨烈的景象。眼前残酷的现实让原本自信的泰明瞬间僵在原地。格兰菲尔冷冷看着眼前惨状，指出这是恶魔被召唤过的证据。墙上赫然流着鲜血绘制的召唤法阵，这意味着有人从庇护所内部召唤了恶魔。得知庇护所遭遇屠杀的真相，泰明死死咬牙，浑身震怒颤抖。面对眼前的惨状，骑士团当即开始收容受害者遗体。旁边的洛奇则大受震撼，认为在敌情未明的战场收尸，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老法师阿尔卡里察觉到了法术痕迹，劝大家相信穿西装的大人自有打算。虽然体内的浩烈早已抓狂崩溃，格兰菲尔依然冷静观察着现场。他注意到大门前坚守至死的一名守卫，身后竟然隐藏着通往深处的新通道。杰西卡主动走上前，向格兰菲尔表达谢意。身为双之城出身的士兵，他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这份恩情。体内的浩烈还在纠结如何安慰格兰菲尔，却已平静开口，称末世战死沙场的勇士违背道义，哪怕这份骄傲会带来深渊，也绝不妥协。听完这番义正言辞的宣告，杰西卡瞬间被深深震撼，体内的浩烈却差点彻底崩溃。没想到格兰菲尔又发作起了中二病。就在这时，格兰菲尔面前弹出系统提示，个人战功积分竟然飙升到了41000多。体内的浩烈满头雾水，分明还没开战，积分怎会凭空上涨？一名收容遗体的骑士急忙跑来汇报，在通道另一侧发现了巨大地下广场。格兰菲尔立刻跟随前往查看。穿过暗道踏入广场的瞬间，巨大的地下空腔之中耸立着密密麻麻的木质形架。骑士汇报，其他通道也堆满了遗体。格兰菲尔一眼看穿，这些尸体与鲜血构成了庞大的召唤法阵。想要召唤魔王，需要极其庞大的祭品。这惨绝人寰的规模，正是为了降临魔王而准备的巨型仪式。格兰菲尔这才恍然大悟，收容这些被献祭的遗体，本身就能获得极高的战功贡献。众人正等待与哈尔肯会合，整座地下广场突然发生疯狂摇晃。格兰菲尔心里清楚，这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地震，剧烈的震动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一队高达400级的魔王军骑兵破墙冲入，喊着要拿人类偿命。现场众人以为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但格兰菲尔立刻发现了不对劲，这群恶魔骑兵根本不是来突袭的，而是被逼得落荒而逃。浩烈吓得不轻，还以为自己要被乱马踩死。哈尔肯与泰明急忙上前准备汇报，格兰菲尔却直接打断，指出那些尸体就是召唤魔王的祭品。两人满脸震惊。格兰菲尔继续冷静分析，刚才的只是小股侦察部队，恶魔军团长恐怕很快就会亲自现身。话音未落，一道恐怖的魔气骤然从身后升起，恶魔军团长竟然真的悄然逼近。格兰菲尔猛然回头，恶魔军团长手持巨锤现身，兴致勃勃地打量着眼前的法术。格兰菲尔双手环胸静立在前，神色依然冷静从容。身后的哈尔肯一眼认出，眼前正是此前在峡谷出现过的恶魔军团长，怒火瞬间喷薄而出。哈尔肯咆哮着跃起挥剑直刺，恶魔军团长闪身消失，瞬间便绕到了哈尔肯身后。恶魔军团长嘲讽他模样没变，手上的本事倒是退步了不少。哈尔肯怒声反驳，直言距离上次见面才过去了不久。恶魔军团长这才反应过来，两地时间流速不同，在这里度过4天只相当于人类1天。恶魔军团长升至半空，魔气爆开，嘲讽恶魔积累实力的时间是人类4倍。恐怖威压瞬间席卷整片空间，整个城池发生剧烈震动，巨大的红色法阵瞬间笼罩下方。正在疗伤的河马惊恐地抬头看向天空，整座庞大的城堡竟被魔力连根拔起，直接悬浮到了半空中。恶魔军团长在半空冷冷开口，表示没空陪这群小杂碎继续耗时间。城池中央的魔力漩涡急剧收缩，恐怖异变瞬间全面爆开。恶魔军团长在半空狂笑挑衅，直言若想报仇，就尽管上天来找他。系统界面随即跳出提示，职业任务正式更新，要求消灭散布在各处的10名恶魔军团长，
看着半空中的敌影，格兰费尔眼神骤冷，地面依旧在剧烈震动。同伴们纷纷看向傲立在一旁的格兰费尔。恶魔军团长留下的通道骤然消散，地下洞穴也开始剧烈坍塌。杰西卡急忙上前汇报，上方的退路已被落石彻底堵死，整条地下通道都在剧烈晃动。哈尔肯瞬间意识到，虽然高阶骑士能够强行跳出逃生，但若整条通道全面塌陷，地上的幸存者不仅会全数遇难，整座双之城也将彻底毁于一旦。就在众人对坍塌束手无策时，格兰费尔神色冷静地迈步走上前，泰明急忙冲他大喊，让他趁着坍塌前赶紧撤离。格兰费尔心里十分清楚，单凭自己的魔力根本撑不住整条通道，随时会被坠落的巨石砸死。但面对铺天盖地砸下的落石，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单手撑起魔力，硬生生顶住了落下的巨岩。下一刻，一道耀眼的蓝色魔力光柱破地而出，直插云霄，震撼了整座城池。光柱瞬间穿透地表，阿尔卡里一行人惊觉，此前消失在号列附近的光芒再次现身。杰茜更是不顾阻拦，朝着光束冲去。强光透进了城内的避难所，躲在暗处的平民还在提心吊胆。幸存的战士们接到了最新情报，庇护所周边与南门的恶魔已被全数肃清。首领克恩瞬间反应过来，那些此前凭空消失的冒险者终于重新杀回了战场。面对震撼地表的冲天光柱，连泰明也看得目瞪口呆。单靠魔力很难维持通道不塌，但格兰费尔绝不退缩半步，直接触发了艺术属性的额外效果。随着魔力形态发生巨变，大地下瞬间凝结出一尊尊冰霜战士，高举巨盾挡下了坍塌的落石。感受到先烈守护家园的意志，格兰费尔眼神决绝，是要扛起这份属于勇士的骄傲。地下空腔里，巨大的冰霜战士雕像成功撑住了坍塌，危机暂时解除。体内的号烈早已虚脱崩溃，直接在心里撤回了刚才的豪言壮语。刚才为了撑起这些巨柱，他把体内的魔力彻底抽空，要不是身上带着回复魔力的胸针，法术一旦中途中断，自己早就被落石砸成肉饼了。全靠艺术属性的额外效果，原本粗糙的石柱直接变成了艺术雕像。比起以前耗光魔力做茶杯，这次的效果简直划算太多了。格兰费尔观察着眼前的变化，这种独特的表现让他十分在意。他决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深入调查。一旁的哈尔肯满心懊悔，两地巨大的时间流速差异让他意识到，若是当年彻底斩草除根，双之城如今便不会遭受如此重创。就在此时，泰明突然注意到脚下的阴影非同寻常，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遮天蔽日的蝙蝠群便嘶鸣着蜂拥而至。察觉到这群怪物是被先前的光柱引来，格兰费尔当即看穿他们绝非普通蝙蝠，立刻下令全员进入准备战斗状态。队友见蝙蝠弱小，正准备逐个击破，格兰费尔却发觉情况不对，一股更为恐怖的威压正急剧逼近。系统界面骤然弹出红字警告，检测到恶魔接近，天敌特性被迫触发，消灭10名恶魔军团长的任务正式启动。下一秒，巨影轰然降临，高达500级的恶魔军总队长地狱鸟直接堵在了众人面前。地狱鸟张开血盆，大口直逼眼前，疯狂咆哮着要将人类吞吃入腹。体内的号烈早已没了魔力，心里慌得不行。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耀眼的蓝色魔力轰然爆开，强悍的冲击力直接将地狱鸟硬生生震退。格兰费尔顺着动静转过身去，杰茜正缓缓走入战场，笑着打趣起刚才施展的法术痕迹。面对杰茜对法术表现的打问，体内的号烈早已满心感激，格兰费尔却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直言这次施法完全是个败笔，不仅过于张扬，还严重浪费了魔力。面对这番挑剔的点评，杰茜赶忙拿出纸笔准备记下教训。而随着地狱鸟与蝙蝠群被逼退，现场的危机也暂时得到了化解。与此同时，留在城门外守候的暗影佣兵团正对里面的状况感到一头雾水。眼看城内又是震动又是城堡升空，却迟迟没有收到后续指令。基茨沉不住气想要进去寻找大部队，阿尔卡里却正抓紧时间记录刚才的法术痕迹，生怕漏掉任何细节。洛奇德突然察觉到周围异样，无数恶魔黑影早已将他们死死包围，还没等众人看清状况，包围圈前方的恶魔竟凭空蒸发。伴随着基茨的一声疾呼，阿尔卡里与洛奇德立刻全员戒备，紧接着异变突生，大批恶魔带着冲天杀意，已径直朝着他们扑杀过来。那群黑影从血雾中冲到面前，却在看清众人的瞬间停下。出现在眼前的并非恶魔，而是一群赤裸上身的野蛮人战士。双方面面相觑，这才发现对方居然全都是人类。野蛮人战士满脸惊讶，打听刚才的光柱是否出自众人之手。而在地下空腔内，系统任务突然有了更新，消灭10名恶魔军团长的技术直接跳到了1/10。原来杰茜解决掉的敌将也被系统算进了任务指标。得知不必事必躬亲，格兰费尔稍稍放宽了心。旁边的杰茜还在埋头记录。这时泰明快步赶来汇报，避难所内的尸体已清理完毕，但并未发现号烈提及的幸存者。由于地下搜救受阻，格兰费尔听完只是冷淡应了一声。格兰费尔看着系统界面，指出城墙内其实还有幸存者。阿尔卡里听闻喜出望外，立刻在城内架设起传送门。传送门刚打开，一个野蛮人竟直接探出头来，急切打听刚才的光柱出自谁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野蛮人阿瑞斯便带人赶到，一眼认出了人群中的泰明。二人重逢皆是又惊又喜。野蛮人凑到格兰费尔身旁，好奇打量着这位特殊的冒险者。阿瑞斯揉着泰明的头，哈哈大笑，直言首领若知他活着定会高兴。随后阿瑞斯转头看向格兰费尔，
豪爽的打听起刚才那道魔力光柱，言语间完全没有使用敬语。见对方说话如此随意，泰明吓得冷汗直冒，急忙想要出面替其开脱。格兰费尔却神色平静，表示自己非常清楚野蛮人的文化。阿瑞斯听后痛快地大笑起来。野蛮人一族靠嗅觉区分身份，首领几十年来一直在城内暗中转移幸存者。当年部落原本生活在城外森林，直到那天双之城突发大火，浓烈恶臭与邪气弥漫四野。首领率领族人直奔城内，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场浩劫。鸟状恶魔军团长飞掠空中，脚下悬挂着双之城的士兵，四处肆虐残害平民。当年为了掩护幸存者撤离，族人几乎死伤殆尽，连首领也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他们虽然聚拢了幸存者，但恶魔对光线极度敏感，大家连火都不敢生，只能在阴暗冰冷中受冻挨饿。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破地而出的魔力光柱冲破黑暗，城内的幸存者们终于重新看到了生还的希望。那道冲天而起的魔力光柱给绝望的双之城带来了曙光。阿瑞斯代表全城幸存者与野蛮人向格兰费尔及冒险者表达谢意，表示若要彻底铲除恶魔，全族愿全力誓死相随。而驻扎在双之城的真正元凶正是魔王德卡拉比亚。阿瑞斯指出，眼前强敌是72柱魔神，擅长统帅空中恶魔，野蛮人只擅长陆战，甚至甘愿牺牲性命做梯子，让众人踩着族人尸体迎击强敌。面对野蛮人壮烈的提议，格兰费尔当场拒绝。在哈尔肯的意外中，格兰费尔平静表示，消灭恶魔的任务他自会承担，自己可没有收集尸体的癖好。随后，格兰费尔叫来老法师阿尔卡里，下令带人将所有幸存者撤往尤斯拉。格兰费尔让老法师开启传送门，联系哈库纳国王，准备食物落脚点。他又叫住泰明，吩咐其带领工会成员随行，负责保护幸存者并安抚野蛮人。泰明赶忙道谢领命，传送通道随即撑开。基茨连忙询问格兰费尔为何不撤。此时空中狂风骤起，遮天蔽日的恶魔军团再次扑来。格兰费尔神色冷峻，留在原地，直言自己还有没清算完的账。空中的恶魔也已将杀意锁定在他身上。格兰费尔催促同伴迅速撤离，独自留在现场迎战强敌。老法师撑开传送门，带着泰明与首领赶到避难所，指挥众人准备转移，随即开启前往尤斯拉的通道。得知能去传说中的尤斯拉，陷入绝望的幸存者们看到了生机。就在泰明协助撤离时，眼前突然跳出系统提示，触发了野蛮人秘密武器的职业任务。眼前的职业任务让泰明大受震撼，因为每个职业只能有一人承接此类任务。他瞬间意识到情况反常，泰明赶忙向阿瑞斯打听首领克恩下落，得知对方正像往常一样在附近巡视。没等阿瑞斯说完，他便破门而出，顾不上对方在身后的劝阻，泰明直接从高处跳落到街道狂奔。他心里隐约有了不祥的预感，只希望立刻找到克恩确认真相。然而前方街道上却突发异样。回忆里，克恩曾笑着开玩笑说，秘密武器得40年后才能交给泰明，可如今系统却直接把任务发给了他。前方街道已被浓重不祥气息侵蚀，克恩的身影伫立在黑雾之中。泰明这才反应过来残酷的真相，克恩其实已经战死。正因克恩离世，职业任务才会在此时转交给泰明。巨翼恶魔挥动双翅降临前方，嘲讽这里还留着臭烘烘的野兽。面对挑衅，泰明神色凝重。系统界面跳出正式通知，野蛮人首领已经战死。作为新任的年轻首领，泰明必须在这场决战中证明真正的野性。面对眼前500级的魔鸟军团长，泰明彻底激发了体内狂暴的野性。而远在战场另一侧的格兰费尔突然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哈尔肯见状急忙上前询问情况。格兰费尔神色淡然地表示并无大碍，可刚才那股突如其来的异样感却让他意识到战场某处已经出了大事。空中降下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领头的正是高达500级的魔鸟军团长阿米肯。面对这群强敌，哈尔肯提议像上次那样搭建阶梯杀上去，格兰费尔却果断拒绝，表示既然天空是敌人的领地，那就直接把他们全部拉下地面。恶魔首领听闻当场嘲讽，当即率领大军俯冲直下。格兰费尔看着扑来的敌群，断定这群恶魔对光线极度敏感，手中的魔力也随之猛然迸发，耀眼的光芒猛然炸开，俯冲而下的恶魔瞬间被强光眩晕，直挺挺的瘫软下去。旁边的杰茜大吃一惊，没想到他竟能用光系魔法晕住强敌。格兰费尔乘胜追击，施展出狂暴的雷电魔法，瞬间贯穿敌群，将恶魔全部轰杀。系统界面顿时被击杀提示彻底刷屏。哈尔肯当场看呆，连格兰费尔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没想到雷电对恶魔的克制效果如此显著。刚才那一击过后，击杀任务技术跳到了10之6。格兰费尔确认剩下的军团长还有4个，他隐约泛起一股不祥预感，开始担心其远在另一侧的泰明。身后的传送门突然打开，阿尔卡里被野蛮人战士推了过来，急切地向格兰费尔求助。平民虽然已经全部撤离，但泰明独自去找克恩后迟迟没有归来，克恩也同样失联许久。格兰费尔当即沉声打听泰明离开的具体方向，泰明直接撞上了魔鸟军团长，但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他被对方单手死死捏住脖子，踢在半空，双腿受创流血，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看着眼前渺小的人类，恶魔肆意嘲笑着他的愚蠢与傲慢，竟敢独自一人向魔族军团长发起冲锋。泰明咬牙承受着剧痛，惊叹于敌人的恐怖力量。
恶魔居高临下的叫嚣，威胁他若像狗一样下跪求饶，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可面对敌人的羞辱，泰明却带伤冷笑出声，斩钉截铁地表示，野蛮人只要还能战斗，就绝不低头。恶魔指着一旁克恩的遗体，猖狂嘲笑首领同样不自量力，死前甚至像猪一样嚎叫求生。看着战死的首领被如此践踏，泰明极度愤怒，厉声喝止敌人侮辱战死战士的尊严。可恶魔反而越发猖狂，甚至嘲弄起克恩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殊不知克恩直到战死的那一刻，神情依旧沉稳坚毅，心中只是在可怜眼前这群自以为是的恶魔。恶魔提起克恩战死前的遗言，首领坚信会有一位更强大的新首领崛起，定会让大家感到欣慰。恶魔还期待能见识到什么强敌，可当他发现眼前毫无还手之力的泰明，竟就是克恩寄予厚望的继承人时，恶魔顿时失声疯狂大笑，极力嘲弄克恩看人的眼光差劲。面对敌人对战死首领的羞辱，泰明满腔怒火，拳头死死握紧。就在恶魔的一大笑时，被踢在半空的泰明看准时机，张开大嘴，一口死死咬住了恶魔的手臂。泰明带着滔天怒火疯狂撕咬，凭着这股狠劲，硬生生将敌人的手臂当场咬断。遭受重创的恶魔惨叫连连，惊慌之下急忙将泰明猛力甩飞出去，重重砸落地面。当恶魔看着血流不住的断臂陷入恐慌时，烟尘中的泰明早已重新站稳身姿。泰明冷声警告恶魔不许侮辱克恩，体内的野性彻底爆发。系统瞬间弹出提示，野蛮人秘密武器的任务条件已然达成，泰明正式获得了核心技能野性呼唤。面对升空叫嚣的恶魔，泰明当即激活技能，将全身的野性力量大幅提升。他双腿发力，一跃而起，向着空中的恶魔迎面斩去。泰明迎面一击中斩在恶魔胸口，直接将恶魔从空中劈飞出去。面对突然暴涨的力量，恶魔被打得惊慌失措，急忙想要拉开距离，可泰明已经瞬间贴到了他的身后，冰冷的表示对方的翅膀碍眼。泰明一把扯住恶魔的双翼，当场将其硬生生撕裂。恶魔痛苦不堪的剧烈挣扎，还没等泰明发动后续攻势，一道致命攻击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魔族同伴突然降临，一把提起重伤的泰明，嘲讽对方竟然在跟陆地野兽缠斗。对方像抛弃垃圾般将泰明甩飞，重重砸入废墟之中。随后提醒同伴出了状况，必须立刻转移。泰明瘫倒在石堆里，内心升起深深的绝望。此时一道脚步声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倒在废墟中的泰明满心愧疚，觉得自己离成为合格的首领还差得远，不仅辜负了克恩，还给浩烈添了麻烦。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到了他的面前。泰明艰难地抬头看去，没想到赶来救场的居然是格兰费尔。突然出现的西装男子让空中的恶魔大感意外。格兰费尔一边整理着领带，一边冷冷看向眼前的恶魔，平静地表示自己早已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恶行。看着最讲尊严礼仪的格兰费尔站在眼前，泰明心中无比自责与羞愧，觉得自己刚才像野兽般的拼死厮杀，简直毫无体面可言。哈尔肯带着骑士团同伴急忙赶来，关切询问泰明的伤势情况。格兰费尔平静地告诉泰明，分析师哲明一直都非常担心他。看到人类全都聚集在一起，悬浮在空中的恶魔肆意嘲笑起来，嘲讽陆地野兽竟然还要相互关照，刚好省去一个个寻找的麻烦。格兰费尔冷声呵斥恶魔闭嘴。还没等恶魔反应过来，格兰费尔引爆的强大力量瞬间炸裂，将恶魔当场轰爆。同伴见状大惊失色，可下一秒，一道凌厉的斩击骤然划过，直接将这只恶魔重创。恶魔重重砸落在地，气急败坏的辱骂人类是下贱的野兽。格兰费尔一步步逼近，冷冷告诫恶魔认清位置，手中抱起耀眼的电光，要让这群敌人好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野兽。面对这股恐怖的魔力威压，恶魔吓得瑟瑟发抖。与此同时，整片天空瞬间化为血红，一道恐怖的光柱猛然轰向地面，将周围的战士瞬间掀飞。随着烟尘散去，高达500级的魔鸟军团长赫然降临在战场之上。魔鸟军团长在空中反复拉开距离，地面的近战攻击根本无法触及。卡米拉见状立刻弯弓搭箭，射出光剑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恶魔以为躲开箭矢就能万无一失，殊不知罗克斯早已借着掩护绕到身后，凌空发出一记重斩，直接将恶魔当场一分为二。随着惨叫声响彻天空，巨鸟残躯重重砸落在地，地面众人终于确认消灭了强敌。顺利斩杀恶魔军团长后，闪耀工会迅速开始清理战场。经过清点，现场共有10名队员受伤，治疗师急忙上前展开救治。而这场战斗的独家画面正被直播间实时转播，主播情绪高涨的向观众宣布捷报，大肆宣传闪耀工会的战功。可后台的制作人却眉头紧锁，明明自家工会率先击杀强敌，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却在暴跌。他赶忙翻开实时弹幕，想看个究竟，弹幕里全都在讨论浩烈，观众甚至纷纷劝其他人去别的频道看热闹。听说浩烈正把恶魔军团长按在地上打，堂堂军团长竟然被吓得发抖。制作人看后大吃一惊。此时的另一边，格兰费尔单腿踩在恶魔身上，被踩在脚下的敌人痛苦呻吟，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格兰费尔冷冷转身看向旁边的恶魔，面对这股恐怖的威压，对方当场吓得尖叫发抖。面对步步逼近的格兰费尔，恶魔彻底丧失斗志，瘫在地上，一边狼狈后退，一边绝望的大声求饶。
格兰费尔手中凝聚起魔力，直接打断了敌人的哀求，冷冷表示自己从不跟猎物废话。下一秒，狂暴的能量轰然炸裂，瞬间将恶魔彻底抹杀。目睹这一切的主播失声尖叫，向直播间全网观众高声惊呼：这已经是格兰费尔斩杀的第8个军团长！弹幕瞬间陷入彻底的疯狂。浩烈内心其实正疯狂擦汗，刚才为了击杀强敌，险些耗尽魔力。哈尔肯扶着重伤的泰明缓缓走来，泰明强忍伤痛，低头向浩烈道歉，自责自己不仅没能好好撤离群众，还把战场搞得一团糟。格兰费尔微微一笑，伸手拍了拍泰明的肩膀，表示自己并不讨厌为了尊严而战的人，大方认可了泰明刚才的英勇表现。随后，格兰费尔招呼大家准备返回避难所，与那里的骑士团正式会合。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收复领地的任务有了新进展。最后的恶魔军团长已被彻底击杀。天下统一工会的会长罗俊群放声狂笑，庆祝搞定了最后的恶魔，甚至开始幻想自己登上领主宝座，完全沉浸在准备登基的喜悦中。格兰费尔看着系统界面，意识到剩下的军团长已经被其他工会解决，而旁边的哈尔肯看到浩烈高达47万的贡献积分，当场震惊的说不出话。就在此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踉跄的脚步声，浑身是伤的西里翁伯爵正艰难走来，看到西里翁竟然还活着，哈尔肯既震惊又激动。西里翁也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哈尔肯，西里翁无比激动，没想到哈尔肯竟然能赶来救场。随后，他主动走向格兰费尔打招呼，自称是这片领地的领主西里翁，感谢格兰费尔拯救了这里。一旁的泰明震惊不已，不敢相信传说中的领主竟然会沦落成这副惨样。可面对眼前主动示好的领主，格兰费尔却冷冷一笑，当场拆穿了对方的伪装，指明眼前这个满身伤痕的家伙其实就是恶魔之王。格兰费尔这句话一出，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位伤痕累累的领主竟然是魔王。格兰费尔冷冷宣布演戏到此为止。被揭穿身份的伪装者嘴角反倒勾起了一抹邪笑，身旁的哈尔肯和泰明大吃一惊，慌忙询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面对指控，西里翁伯爵委屈的表示自己只是没有能力保护子民，侥幸活下来而已。哈尔肯听完十分同情，刚想开口安慰，地面突然冲出一道尖锐石柱，当场将西里翁死死贯穿，鲜血瞬间喷涌而出。直播间的观众彻底看傻了眼，屏幕前的主播更是惊得失声尖叫，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暗杀画面。泰明和哈尔肯大惊失色，急忙冲上前查看情况。哈尔肯更是愤怒的大声质问格兰费尔，为什么要对领主痛下杀手？被石柱贯穿的西里翁不仅没死，反而低沉的狂笑起来，抱怨格兰费尔打断了他说话。系统提示也随之弹出，对方的大地属性抗性极高，刚才的攻击根本没有生效。格兰费尔意识到这下有些棘手，此时西里翁身上的魔气瞬间爆开，全身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眼球，疯狂叫嚣着自己就是大家寻找的领主。浩烈彻底看傻了眼，面无表情的吐出一句真恶心。哈尔肯怒斥恶魔竟敢侮辱皇帝封臣，拔剑朝着多眼怪物挥下一记重斩。身后的泰明急忙询问是不是解决了敌人，浩烈在心里直发毛，生怕这句话会当场立下致命插旗。果不其然，怪物不仅毫发无伤，身上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漆黑魔气，恐怖的力量轰然升腾，直接演变成了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型魔柱。泰明看着拔地而起的魔柱，震惊大喊，浩烈更是气得直摇头，后悔刚才没能堵住这小子的乌鸦嘴。那股恐怖的漆黑魔气将整座城堡拖向空中，哈尔肯彻底看傻了眼，城堡竟在与这股异变的力量轰然融合，城内的战士们陷入一片恐慌，大家都在担心前线的哈尔肯和泰明能否平安。与此同时，在异变核心的双之北门，一道凌厉的斩击已在血雾中轰然炸裂，战场上血气翻涌，战士们正与源源不断的恶魔厮杀，局势异常艰难。就在一名女战士体力不支，即将被恶魔重创的关头，攻击的恶魔却突然僵在原地，猛地调转了方向，低声念叨着魔王正在召唤，随后直接展翅高飞撤离了战场，只留下死里逃生的女战士满脸错愕。战场上的恶魔突然集体收手，战士们一时间全都看傻了眼，完全想不通这群怪物为何突然撤退。莱奥尼猛然抬头，只见铺天盖地的恶魔大军正疯狂飞向同一个方向，各路战场上的猎魔人无比震惊，不明白恶魔为何会突然放弃眼前的猎物。就在此时，系统界面突然弹出了紧急提示，恶魔之王德卡拉比亚即将显现真身。看到警告的战士们一片恐慌，不敢置信地望向天空，远处那座被魔柱拖在空中的城堡，孕育着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力量。哈尔肯看着眼前的异象，意识到一旦恶魔之王苏醒，整个世界都将迎来末日。他立刻率领众人向前冲锋，是要阻止恶魔之王复苏。然而还没等大家靠近，天地间骤然泛起铺天盖地的血色巨眼。系统界面同时发出警报，唤醒恶魔之王的仪式已经正式开始，连格兰费尔也露出了凝重之色。哈尔肯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们早已撤离了所有人类，仪式根本不可能凑齐祭品。可天空中的巨眼却发出冷笑，嘲弄人类过于愚蠢，并表示祭品从来就不局限于人类。伴随着冲天的血色红光，巨大的五芒星召唤阵在空中轰然展开。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刚才撤退的恶魔大军竟前赴后继的飞向战法，甘愿献祭自身来完成仪式。眼看五芒星阵被恶魔瞬间填满，整个局势彻底失控。格兰费尔急切的想要出手阻止仪式，
不料庞大怪物凭空降临，硬生生拦在了眼前。还没等格兰费尔做出反应，利爪便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格兰费尔被刺中的那一刻，身后的哈尔肯与泰明失声惨叫。哈尔肯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同伴，耳边响着断断续续的求救声，眼前庞大的恶魔还在肆虐咆哮，整个战场彻底沦为血池炼狱。格兰费尔厉声喝破眼前景象全是幻觉，一把按住失神的哈尔肯，挥剑轰出一道凌厉气浪，瞬间将周身弥漫的血色幻象一扫而空。看到毫发无伤的格兰费尔，泰明和哈尔肯彻底看傻了眼。格兰费尔冷静反问，这是否为他心中的恐惧？悬在空中的恶魔发出冷笑，称赞对方竟然能看穿幻术，但紧接着表示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随着巨型法阵爆发出冲天红光，献祭仪式已经彻底完成。献祭仪式完成的瞬间，巨大的召唤法阵下方凝聚出一颗遮天蔽日的巨蛋。泰明震惊地发现，周围恶魔消耗殆尽，那颗巨蛋正疯狂吞噬招法阵力量，内部甚至传来了剧烈心跳声。与此同时，异变的影响波及北海道市中心，街头响起紧急避难广播，北海道被划定为危险区域，整座城市即将全面封锁，市民惊慌地向外撤离。面对彻底失控的局势，后方部队陷入慌乱，罗俊群果断下达命令撤退求援。眼前的力量已经远超应对极限，电话里的警告声极其歇斯底里，表示国内已经发布紧急公告，各大工会都在全面撤离，北海道马上会被彻底封锁，留在那里只有死路一条。此时空中巨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恐怖的气息疯狂蔓延。格兰费尔意识到绝不能让恶魔苏醒，他不顾劝阻，径直冲上前去，掏出怀里的退魔项链，准备抢在恶魔苏醒前强行将其驱除。就在即将发动退魔术的瞬间，眼前凭空降下一头恶魔，冷笑着嘲讽两人再次见面。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格兰费尔瞬间召唤巨石，硬生生挡下恶魔的致命一击。退魔术发动期间，自己毫无防备，如果不先解决眼前的威胁，根本无法安心强行驱逐。见格兰费尔再次用巨石防御，恶魔发出阵阵冷笑，举起武器向着石壁猛刺过来。千钧一发之际，重铠包裹的哈尔肯突然赶到，挥剑死死挡下了恶魔的杀招。面对没能得手的杀招，恶魔不仅毫不意外，反倒冷笑着嘲讽哈尔肯居然还活着。面对恶魔的挑衅，哈尔肯握紧巨剑，整个人爆发出冲天的蓝色剑气。哈尔肯请号烈退后，表示铲除这恶棍是自己的职责。格兰费尔点头答应，表示愿意相信他的力量。见哈尔肯动了真格，恶魔露出一丝嗜血的笑意，拔出武器准备与他一决高下。哈尔肯高举巨剑，当场宣誓要在此刻执行陛下的最后一招。铺天盖地的蓝色剑光轰然炸裂，瞬间与眼前的恶魔死死缠斗在一起。趁着哈尔肯成功牵制敌人，格兰费尔迅速拿出退魔项链，伴随着系统提示亮起，退魔术被正式激活。可就在退魔术发动的瞬间，身后却凭空响起了不安的质疑，询问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格兰费尔震惊地回头，发现身后的漆黑血气正急剧蠕动，孕育出一头头恐怖的怪物。泰明看清敌人的模样，大惊失色，破壳而出的正是之前被消灭的10名指挥官。哈尔肯此时也恍然大悟，难怪战死指挥官的尸体会凭空消失，原来全都被巨蛋吞噬化，为了复活养分。恶魔的嘲弄直接在浩烈脑海中响起，嘲讽他施展退魔术时毫无防备，根本无力应对眼前的指挥官大军。无数血色眼球凭空降临，将他围在中央。浩烈这才惊觉，眼前的恶魔竟对退魔术的底细了如指掌。恶魔顺势发难，利爪瞬间刺入浩烈的胸膛，系统当场弹出被恶魔附身的警告。恶魔疯狂叫嚣，嘲讽浩烈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漆黑血气顺着伤口直奔浩烈的心脏深处。可还没等恶魔肆虐多久，周围密密麻麻的血色巨眼却突然剧烈震颤起来，一声冷酷的警告骤然响起。浩烈的精神世界里，银发长袍的格兰费尔凭空现身，冷冷俯视着胆敢闯入的恶魔。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恶魔的附身效果直接宣告失败。格兰费尔只凭单手就强行压制住了侵入精神世界的恶魔。看着眼前高傲的身影，恶魔被惊得结结巴巴，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究竟招惹了什么存在。反噬的剧烈尖笑轰然炸裂，震得远处的泰明痛苦的双手抱头。原本不可一世的恶魔陷入剧烈蠕动，面对眼前的结果完全无法相信。浩烈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格兰费尔，体内潜藏的暗黑力量深邃而可怕。面对格兰费尔居高临下的冷酷俯视，恶魔在凄惨嚎叫中彻底失控，侵入的意识被全数轰飞。浩烈也在现实中猛然清醒过来，败逃回本体的恶魔精神彻底崩溃，疯狂的尖叫在天地间不断回荡，直呼格兰费尔是个极其危险的存在。败退的恶魔疯狂叫嚣，要夺取更强肉身。空中巨蛋应声粉碎，冲天红光轰然炸裂，魔王德卡拉比亚终于展现出真正形态。看着眼前拔地而起的遮天巨兽，泰明和现场众人彻底看傻了眼，无比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整个战场。眼看魔王似乎想要趁机逃走，格兰费尔冷冷注视着前方的庞然大物，再次掏出怀中的贵族项链作为祭品，强行发起了退魔术。作为祭品的项链力量极其充足，退魔术的威力被瞬间提升到了极致。格兰费尔顺着光芒直接锁定了魔王的真实本体。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魔王，此时彻底吓破了胆，看着撕破光芒逼近的格兰费尔，疯狂惨叫着让他不要靠近。面对步步紧逼的压迫，魔王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在一声绝望的尖笑中，狼狈的振翅落荒而逃。
慌忙逃跑的魔王彻底吓破了胆，疯狂召集手下的恶魔指挥官掩护自己。接到命令的指挥官们瞬间倾巢而出。泰明抬头看到漫天恶魔，急忙大声发出警告。然而魔王庞大的身躯仅仅向前迈出一步，就将底下的建筑瞬间踩得粉碎。恐怖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开来，连远处的泰明和杰西卡都被风暴逼得难以站稳。眼看余波还在向外蔓延，现场众人只能惊恐地喊着赶紧撤离。魔王庞大的身躯再次疯狂震战，看着毫发无伤的格兰费尔，魔王彻底陷入了癫狂与恐惧，不敢相信竟然有人类能在施展完退魔术后毫发无损。泰明猛然发现空中一名恶魔指挥官突然凭空消失，下一秒恶魔已悄然逼近格兰费尔身后，同伴急得大声呼喊。千钧一发之际，一柄长枪划破长空，瞬间将偷袭的恶魔当场刺穿。泰明一眼认出了出手相救的人，正是闪电工会的河马。还没等大家喘口气，空中又有2只恶魔俯冲袭来，泰明连忙大声提醒众人戒备。罗克斯飞身跃向空中吸引注意力，大喊着让卡米拉立刻出手。卡米拉挥舞武器迸发数道金光，瞬间将2只恶魔死死捆在半空。看着毫无动作的浩烈，罗克斯忍不住大声质疑。杰茜走上前来解释，浩烈此刻正在集中全力使用技能。面对眼前的危机，众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场足以毁灭世界的灾难一旦彻底爆发，无论逃到哪里都无济于事。各大工会的精锐虫新聚集到了浩烈身边，坚信只要有浩烈在，就一定能再次带领大家赢得胜利。施拉格也带着第2太阳工会赶来支援，大声保证这次绝对会全力协助浩烈。看着众人坚定的信念，和马嘴角微微上扬，坦言自己也是为此才选择留了下来。闪电工会正式加入了队伍。泰明眼看众人各显神通，急得直喊自己手头没有趁手武器。弟弟哲明突然赶到，给了泰明一记重锤，抱怨哥哥一直不回消息，随后将预备的巨剑交到了泰明手中。随着加温与闪耀等各大工会相继加入，浩烈组建的队伍规模急剧膨胀，直接被系统自动升级为了远征队。成群的恶魔指挥官铺天盖地俯冲袭来，罗克斯带头杀向最前线，号召众人死守防线，绝不让敌人打扰浩烈，全面迎击杀到的恶魔大军。面对恶魔的惊恐，格兰费尔嘴角微扬，冷冷地给出了回应。即便陷入最黑暗的绝望，人类也绝不会放弃。泰明与同伴们浴血奋战，各大工会筑起防线，拼死阻挡着铺天盖地的恶魔，用咆哮宣示着属于人类的骄傲。与此同时，格兰费尔掌心之中烈焰轰然爆燃。格兰费尔注视着前方，掷地有声地宣告：“这就是人类的骄傲。”这番话瞬间激怒了魔王，叫嚣嘲讽这不过是蠢货的妄想。恶魔趁势发动猛烈反扑，利刃瞬间刺穿了死守防线的哈尔肯，并将负伤的哈尔肯狠狠踹飞，叫嚣着让所有人放弃抵抗。恶魔以为刺中要害就胜券在握，嚣张地嘲讽对方的反抗毫无意义。可负伤的哈尔肯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顶着重伤爆发出惊人力量，一剑横扫，挥出凌厉蓝光，胸口中箭的恶魔惨叫倒退，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失血过多的人竟然还能挥出如此致命的攻击。哈尔肯虽然身形晃动，浑身是血，却依旧一步不退，死顶在前方。面对恶魔歇斯底里的崩溃咆哮，哈尔肯再次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利剑。恶魔完全无法理解，眼前早已失去意识的人究竟靠什么支撑着继续挥剑。随着蓝芒横扫而出，魔王军最高指挥官被当场斩杀，系统提示随之弹出，指挥官战死导致恶魔大军士气大跌，魔王的力量也随之削弱。泰明深受震撼，立刻高呼着带领罗克斯趁势发起反攻，众人士气高涨，连斩恶魔头领，魔王力量被进一步削弱。防线战士们纷纷奋勇冲锋，是要赢下胜利。幸存的恶魔彻底慌了神，不敢相信人类竟然完全没有退缩，歇斯底里的叫嚣着魔王军的威名。泰明提剑化作火光轰然冲出，瞬间将对方当场斩杀。随着恶魔头领接连阵亡，魔王的力量被大幅剥夺，他彻底陷入绝望与恐慌，捂着头发出了疯狂的尖叫。魔王完全无法接受手下的恶魔头领会被人类击败，看着眼前的格兰费尔，垂死挣扎的魔王疯狂抵抗着退魔术。格兰费尔此时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魔力的过度消耗让维持退魔术变得极其困难。彻底被激怒的魔王满头鲜血，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格兰费尔，发出歇斯底里的愤怒狂吼。巨大化的魔王轰然倒地，掀起漫天烟尘和狂暴冲击，现场战士被震得纷纷后退。有人突然震惊的大喊：“魔王庞大的本体竟然正在狼狈后退！”浩烈这才明白过来，魔王并非主动发起进攻，而是因为退魔术的威压，本能的想要逃离他的仪式。防线人员突然惊恐发现，魔王逃跑的方向正是平民撤离的市区，一旦让魔王冲进城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浩烈咬紧牙关，准备强行加大退魔术的威压。然而关键时刻，系统却弹出法力不足的警告。还没等浩烈做出应对，退魔术便被强行解除。摆脱束缚的魔王再次挺直了身躯。就在危机关头，格兰费尔冷冷表示自己还有法力，他决定将体内的黑暗转化为法力，直接发动了暗黑魔法。强烈的紫黑火焰瞬间爆发，在半空化作遮天蔽日的恐怖异象。这股深不可测的暗黑力量让恶魔彻底陷入崩溃，根本不敢相信人类竟然能掌握这种力量。远处的泰明和战士们彻底看傻了眼，而格兰费尔神色冷峻，径直朝着前方一步步走去。山顶上的众人目送格兰费尔独自前行，本来准备在危险时出手相助，但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随着格兰费尔
迈向远方的战场残骸。系统随之弹出提示：人类成功收复了北方城市双之城。记者随后播报了最新新闻，双之城收复的消息瞬间引发全球关注，关于城市重建与领袖空缺的讨论成为了当下的焦点。这场大战的现场视频也在网络迅速传播，播放量轻松突破20万。浩烈在房间里按灭手机屏幕，疲惫地伸了个懒腰，他一下子倒在床上，感叹终于回到了温馨的家里。打败魔王德卡拉比亚后，系统弹出了新的职业任务，提示废墟中已传出信号，要求身为最后退魔师的浩烈去收复失落的阿克莎遗产。浩烈看着任务提示，不禁联想到之前在异世世界里看到的那个格兰费尔。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但魔王临终前留下的那句话，说这股黑暗绝非人类所能掌控，始终让他耿耿于怀。双之城收复几天后，浩烈的战功积分直冲99万，离谱的数值甚至引发系统错误，奖励不得不延迟发放，全网对此讨论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病房门被推开，医雪带领医生准备给受伤的哈尔肯做检查，不料两人刚进门就彻底看傻了眼，身上缠满绷带的哈尔肯竟然正赤裸上身玩着单手倒立。医雪和医生惊得连声高喊，劝阻这位重伤员千万不要折腾。医生更是生怕承担责任，哈尔肯却一脸轻松地表示，要是不赶紧恢复伤势，以后自己在浩烈面前可就抬不起头了。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问候，称赞哈尔肯恢复得相当不错。医雪惊得连连后退，定睛一看，才发现来人竟然是哈库纳国王。国王示意众人不必多礼，坦言自己是受浩烈所托，前来归还一件战场的遗落物品。他拿出一羽恶魔鸟的羽毛，解释这是浩烈斩杀敌方指挥官后留下的。浩烈还特意交代，等哈尔肯醒来就立刻转交，方便他向皇帝汇报时作为凭证。哈尔肯接过羽毛，深感触动，没想到浩烈连复命的证据都提前准备好了，不禁由衷赞叹对方不仅实力强悍，心思更是无比细腻。不过看着手里的战利品，哈尔肯心里也十分好奇，打完胜仗之后，浩烈究竟独自去了哪里？击败魔王德卡拉比亚后，生活逐渐重回正轨，关于浩烈收复双之城的新闻铺天盖地。然而这场大战引发的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办公室里，官员愤怒的重重拍桌，痛骂工会全员简直是一群蠢货。他无法接受工会不仅丢掉了主导权，会长河马甚至还低头向浩烈谢恩，让韩国工会抢尽了风头。面对官员咄咄逼人的质问，河马只是冷冷的反问：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北海道的民众等死？话音未落，狂暴的雷电瞬间在河马周身炸裂，紫蓝色的能量笼罩了整座房间，恐怖的威压当场将官员吓得目瞪口呆。河马冷冰冰的警告，要是再晚去一步，所有人都会丢了性命。面对官员惊慌失措的质问，河马将雷电威压轰然释放到了极致。这一次，河马与工会全员决定彻底背弃当局。同伴原本担心背离后无处容身，河马却显得十分从容，甚至已经在精算前往尤斯拉的开销。随后，河马带领全员前往尤斯拉申请庇护，正式将阵地转移到了那里。主播因报道双之城战役，知名度一路狂飙，各种签约与求婚电话轰炸不停，逼得他只能挂牌暂停直播，等待浩烈回归。施拉格在战后排名大幅上升，接受采访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参战纯粹是为了世界和平。泰明完成职业任务后出席发布会，面对记者询问是否要带领野蛮人，尴尬的当场满脸通红。这一幕迅速沦为网络流行表情包。可就在这时，另一条更加轰动的新闻传了出来，报道称杰茜准备离开闪耀工会。罗克斯拿着平板电脑上前质问，以为他要跟工会彻底划清界限。杰茜平静地转过头来回应说自己可没说过现在就要离开。罗克斯明确表达了态度，直言除非杰茜去投靠浩烈，否则绝不同意他离队。杰茜听后只是微笑打趣，提醒对方浩烈眼下早就不知去向，而所有人都在寻找的浩烈此时早已独自躲藏了起来。为了寻找阿克莎遗产的线索，浩烈连续几天翻遍古籍，却依旧没有任何进展。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份遗产是否真的存在。不仅查不到遗产的下落，浩烈的手机还被各种骚扰电话彻底打爆，成百上千条未接来电狂轰滥炸，逼得他只能无奈关机。如今连出门都成了奢望，职业任务毫无进展，攻城战的结算报酬也遥遥无期。浩烈瘫坐在堆满古籍的房间里，满心都是疲倦与无奈。而魔王濒死前留下的警告，直言这股黑暗绝非人类所能掌控，这也让浩烈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玩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浩烈发现其他玩家与角色同步后，性格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可他在退魔仪式中看到的格兰费尔却显得极为特殊。他上网查遍了相关信息，却找不到任何类似的案例。这或许是恶魔猎人的固有技能，但作为唯一的职业幸存者，他根本无法向其他人求证，甚至连自己当年随手设定的角色过去，如今都能清晰地显现在眼前。本想在遗产任务里继续寻找线索，耳边却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双之城攻城战的奖励终于发放，无数升级窗口瞬间霸占了屏幕，他的等级一口气暴涨了30级，直接飙升到了295级。攻城战的高额贡献不仅带来了一件史诗级装备，连带着双之城的影响力也直接拉满，让浩烈成功解锁了这里的统治权限。看着这一连串天降横财，浩烈高兴的当场失控咆哮。
还没等浩烈高兴多久，系统紧接着弹出了高额积分的特别任务，提示双之城目前失去了领主，即将举行新的领主任命仪式。远处的泰明等人也同时收到了系统任务，隐约察觉到事情恐怕并不简单。其他收到任务的玩家还以为自己要当领主，结果系统直接揭晓了最终答案，浩烈竟然成了双之城的统治者。面对天降的领主头衔，浩烈当场震惊的失声尖叫。随着系统公告传遍全城，双之城从此正式归于浩烈名下，领主专属的系统菜单也随之开启。这声绝望的呼喊顿时响彻整座双之城上空。与此同时，领主任命仪式现场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新闻记者带着团队赶到现场，架起长枪短炮，准备全程直播。媒体与民众的唯一目标就是赶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浩烈。现场人群热烈讨论着领主归属，众人一致认为，凭借惊人的战功积分，浩烈无疑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城堡大门被缓缓推开，浩烈的出现瞬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所有镜头与目光一齐聚焦过去。浩烈优雅的伫立在露台高处，俯瞰着台下的浩瀚人群。认出他的那刻，人群彻底沸腾，并齐声高呼浩烈的名字。直播团队慌忙调整镜头抢拍画面，现场情绪在欢呼声中完全炸裂。表面上高在上且冷酷优雅，浩烈内心深处早已一片混乱。他本是在城堡图书馆查阅资料，收到系统提示后出来透口气，没想到刚一露面，系统便判定现场人数达标，当场强制启动了领主任命仪式。听者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浩烈在心里彻底陷入绝望。尽管烦得头昏脑胀，浩烈表面上依然维持着冷峻神态，硬着头皮走到台前。泰明一收到系统通知，便赶来凑热闹。虽然活动没有奖励，他也不想错过浩烈的登基时刻。连胜骑士团长哈尔肯也赶到了现场。哈尔肯刚与泰明打过招呼，便被周围嘈杂的议论声打断。看到露台上的浩烈扶住讲台，准备发表讲话，哈尔肯与泰明立刻抬头注视高处。全场记者与直播间观众屏息以待。在万众瞩目之中，浩烈缓缓开了口，他当众高调宣布自己绝不会接受双之城领主的头衔。此言一出，现场观众全愣在当场，直播间弹幕更是瞬间炸开了锅。浩烈语气平静地说明理由，强调双之城作为阿尔卡纳的领土，领主任命必须经由皇帝陛下亲笔书批，缺少皇帝代表与正式提名，这场任命仪式就不具备合法性。杰西卡虽然认同这个传统规矩，哈尔肯却担心战火后的百姓急需领主守护。浩烈随即当场激活统治权限，表明自己拥有依法指定领主的权利。紧接着他当众宣布由哈尔肯出任双之城代理领主。看着惊呆的众人，浩烈进一步说明，双之城百姓历经战祸，急需一位能够带来希望的领袖。哈尔肯正是绝佳人选。随着任命完成，领主系统菜单也从界面中正式抹去。感受着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哈尔肯内心深受触动。面对这份莫大的信任，哈尔肯郑重接受了代理领主的任命。曾经的双之城在他手中沦陷，如今重任再度交还到肩上。哈尔肯当场立下庄严誓约，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将誓死守护好这片土地与人民。法师塔的实验室中，哈尔肯顺利接过重担，浩烈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虽然双之城发展潜力巨大，但城邦破坏严重且资源百废待兴，重建工作无异于一场噩梦。况且身为异界玩家，自己强行称领主也不利于安定民心。浩烈刚庆幸免去政务缠身，门外便传来了阵阵敲门声。高阶法师马切罗前来拜访。浩烈虽然想休息，但还是准许对方进入实验室。然而看到马切罗那阴沉疲惫的面容，浩烈便明白事情绝不简单。马切罗进门后，主动提及浩烈消灭恶魔的浩大壮举，他真诚致谢，感激浩烈铲除恶魔，并将城邦大放归还给本土居民。浩烈听后心中升起一丝异样，法师塔向来奉行中立，不干涉世俗，马切罗此言导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马切罗无法直接相助的歉意，浩烈神情从容，表示理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洞察到法师塔受规矩所限，无法插手世俗，浩烈敏锐察觉到了背后的契机，他体谅地请马切罗入座。随着双方态度达成一致，系统立刻提示完成了研究的前置任务。马切罗落座之后，浩烈在心中快速盘算，若能借这个研究任务搞清法师塔禁令的真相，说不定就能帮这群顶级强者解除束缚。马切罗不再隐瞒，坦言自己登门是有要事相求。浩烈顿时满怀期待，等待对方说出具体需求。他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正是拉拢法师塔的绝佳时机，只要把握得当，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极其强力的盟友。新闻媒体正铺天盖地报道双之城领主任命仪式的后续。浩烈把领主之位让给哈尔肯的举动，在现实世界引发了巨大轰动。频道切到讨论节目，嘉宾们正热烈推测浩烈的真实等级，认为他恐怕已经超过600级，甚至比闪耀公会的罗克斯还要高。电视里随后重播了他在露台上的发言，绝不接受领主头衔的震撼决定，让节目嘉宾彻底看傻了眼。铺天盖地的报道让狂战士公会会长莱奥尼彻底失去耐性，当场砸烂了手里的遥控器。公会成员金发男赶忙上前劝他冷静，另一名成员顺势递上一篇新文章，上面写着浩烈为了感谢参战公会，专门邀请了所有公会长一同喝茶。这话瞬间踩中了莱奥尼的痛点，对方随后说出了残忍的真相。
当时只有排在队伍最后的莱奥尼没能喝上这杯茶。金发男在一旁替自家会长抱不平，抱怨浩烈多泡一杯茶又不会怎么样。随后顺势整理一身正装，准备出门。面对同伴的询问，他表示自己要赶去法师塔，今天提交给法师塔的论文要进行初审，他必须立刻前往黄玉堂雄伟的法师塔前。作为大型研讨论坛的前置关卡，法师们在发表成果前都必须先在黄玉堂通过严格初审。金发男刚走进宏伟的大厅，就被眼前浩大的声势所震惊，赶忙四处张望，寻找排队提交的队伍。还没找到队伍，他就看到身旁好几位审核失败的同僚正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金发男觉得这群人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不过是初审被驳回受了点批评，居然能哭成这样。没等他多想，引导法师就叫到了狂战士工会，通知他准备进场。金发男心里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凭着3寸不烂之舌，绝对能轻松搞定里面的老法师。可当他满怀自信地推开大门，抬眼望去，坐在对面主考官位置上的竟然是浩烈。浩烈冷冷地示意他入座，金发男当场傻在原地。金发男坐在对面坐立难安，完全想不通浩烈为何会在这里。桌对面的浩烈正旁若无人地翻看论文材料。其实浩烈心里也很无奈，自己会坐在主考官位置上，全因接下了马切罗的任务，要以高阶法师身份负责论文初审。此时浩烈一把按住页面，眼神瞬间冰冷到了极点。他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否真打算把这种垃圾呈上学会。金发男还没反应过来，浩烈就当场指出了论文里的抄袭细节，从第1章到第12章不过是把参考资料替换了几个词，居然好意思当成自己的成果提交，被当面揭穿糊弄人的手段。金发男被训得哑口无言。浩烈冷冷嘲讽了他的勇气，随后叫他立刻滚出去。金发男吓得当场崩溃大哭，头也不回的一路狂奔逃离考场。浩烈在心里郁闷不已，本想借着马切罗的任务拉拢法师塔，结果却被安排负责论文初审，自己甚至连300级都不到。格兰费尔可不管浩烈的纠结，直接冷冷叫了下一位。大门被缓缓推开，治疗学派的大魔法师克莱尔战战兢兢走进来，刚准备做自我介绍，看清主考官的瞬间，当场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想到，坐在面前审核论文的人竟然会是浩烈。浩烈冷冷地示意克莱尔坐下。克莱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战战兢兢入座，不敢相信自己的论文竟然由浩烈亲自审核。他强忍着慌乱，赶忙介绍研究课题，表示这项关于帕纳克萨斯草药培育的成果，一旦成功，将对药水制作带来巨大突破。然而浩烈只是坐在对面，眼神冰冷的一言不发盯着他。面对这股毫无波动的冷漠凝视，克莱尔越说心里越慌，甚至开始结巴，最终被恐怖的威压彻底压垮，吓得当场僵在原地。克莱尔失魂落魄地走出考场，治疗学派的高阶法师贝利埃迎面走来，见他这副模样，以为论文审核搞砸了。贝利埃连忙轻声安慰，说大多数法师不懂草药培育，考官看不出真正价值也很正常。话还没说完，克莱尔突然带着眼泪大喊，说自己竟然成功通过了审核。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把一旁的贝利埃当场给整不会了。因为草药培育偏向炼金学，按理说极难通过马切罗的审核。然而克莱尔却道出了真相，今天主持审核的并不是马切罗，而是浩烈。浩烈不仅夸赞他的研究视角独特，甚至一个刁难的问题都没有问，还表示很期待他在学会上的发表。得知是浩烈认可了这项研究，贝利埃若有所思地念着他的名字，对这位不走寻常路的主考官格外好奇。贝利埃这才意识到，浩烈不仅掌握了治疗魔法，甚至连医学和炼金术都极为精通，遗憾自己没能抢先一步登门请教。实验室里，马切罗坐在对面，显得烦躁不安。格兰费尔见状，主动询问起马切罗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马切罗话锋一转，问起刚通过的那份草药培育论文，确认这株植物能否作为稀有药剂的原料。格兰费尔微笑着给出肯定答复，表示一旦实现规模化培育，就能大幅降低药剂的研发成本。浩烈心里更是暗自盘算，这能为自己省下一大笔开销。马切罗由衷感叹浩烈不仅精通魔法，在炼金与医学领域居然也如此博学。看着马切罗这几天频频拜访又支支吾吾，浩烈心里十分纳闷，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自己帮忙。格兰费尔直接示意他直言，见心思早被看穿，马切罗便不再隐瞒。与此同时，系统任务正式更新，浩烈注意到任务提示里出现了异常这个关键词。马切罗提出了具体的请求，希望他能去调查连接阿卡纳与现实的裂痕。马切罗接着提起自己在学会发表过的融合火焰，那正是将魔法与科学结合的产物。马切罗将这种融合魔法称为异常，并希望他能去调查裂痕进行核实。浩烈起初有些疑惑，但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裂痕本身就是现实与阿卡奈的交融，恰好对应了两种不同概念的结合。格兰费尔一口答应下来，浩烈心里也暗自期待，或许借由这次调查，就能搞清楚自己与格兰费尔共存的秘密。马切罗希望调查的地点正是矗立在整个阿卡纳大陆上的奎恩贝格机械塔，这些高塔充满机械感，就连游戏里的 NPC 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来历，更没人知道该如何进入塔内。浩烈端起茶杯，心里有些意外，没想到这种神秘之地竟更新出了新裂痕，还被马切罗指明要求前去调查。格兰费尔当即起身准备出发，可浩烈看清裂痕等级后，却当场傻眼。奎恩贝格机械塔的裂痕居然高达400级，浩烈目前只有295级，巨大的等级跨度单靠自身很难硬顶。
他必须借助外力道具来缩小差距。就在焦头烂额时，他突然有了眉目，被驱魔净化的诅咒道具能变成正常装备。此前讨伐德卡拉比亚落下的那一堆战利品，正好派上用场。进化出来的第一件战利品是一条250级可穿戴的独特级领带，不仅能无限制提升魔力恢复，还能额外增加艺术属性。一件装备直接加2项核心面板。浩烈兴奋的不行，连忙催促格兰费尔赶紧戴上。可格兰费尔看着领带，却一脸冷漠的把头别到一旁。原来他竟然嫌弃这条领带的配色。面对死要面子的格兰费尔，浩烈也只能无奈吐槽。随后继续盘点剩下的战利品，不仅有能滋养首饰的饰品盒，还进化出了2条独特级项链，甚至连无名铁匠留下的宝剑也全都被成功进化成了独特装备。浩烈看着饰品盒带来的增益效果，觉得以后一定能派上大用场。随后他拿起讨伐德卡拉比亚落下的长剑，这把无名铁匠留下的独特装备不仅附带高概率的流血效果，握在手里更是异常顺手，仿佛这把剑原本就属于他一样，甚至能让他更完美的施展出剑气。浩烈手握宝剑，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身影。几个月前刚开始同化时，他还会为此感到震惊和别扭，如今在看着镜中的自己，他已经不再觉得尴尬和陌生，甚至连同这股骄傲与从容，都仿佛成为了他本就拥有的本能。目标地点尤斯拉岛。岛上的入境检查站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核验入关人员的信息。浩烈看着检查站前排起的长龙，内心简直崩溃，怎么也没想到队伍能排得这么长，偏偏裂痕刚好就出现在尤斯拉岛。眼看四周人山人海，格兰费尔可不管这些，径直推开拥挤的人群往里走。然而他还没走几步，现场的氛围瞬间就变了。排名第5的闪电工会全员列队，恭敬地向他集体行礼致敬。这突如其来的浩大阵仗，让一旁围观的群众彻底看呆，纷纷低声议论起他的身份。浩烈心里还在纳闷，闪电工会怎么会突然向自己行礼？工会长河马已经主动走上前，恭敬地向他致意，询问他是否也是为了调查奎恩贝格机械塔而来。面对热情迎接的河马，格兰费尔却显得格外冷淡，直接一语道破对方正在尤斯拉申请庇护。被当面接了底细的河马有些尴尬，连忙补充说，庇护申请其实还没正式批下来。城墙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呼喊，排名第11的加温工会长泰明正热情地向浩烈打招呼。泰明大声喊道自己马上就下来，要亲自护送他前往机械塔。面对泰明这过于自来熟的态度，一旁的河马无奈地叹了口气。格兰费尔也只是平静地评价对方精力充沛。远方的奎恩贝格机械塔已在丛林深处隐约可见，一行人一边朝机械塔推进，泰明一边交代起近况。因为哈尔肯接任了领主之职，加温工会便负责起国王的安保。格兰费尔对此表示赞同。格兰费尔顺势问起庇护申请的进度，河马无奈表示材料早已提交，但近期各种事件接连发生，国王根本没空审查，自己这才先帮忙协助加温工会。格兰费尔认可了他的选择，并祝愿他一切顺利。看着河马说话如此礼貌，一旁的泰明直接被恶心坏了，吐槽这家伙平时对自己可没这么客气。面对河马恭敬的感谢，泰明在身后焦急的大声提醒，让浩烈千万别被这家伙给骗了。而奎恩贝格机械塔也已近在眼前，一行人踏步走进传送阵，正式进入奎恩贝格机械塔。系统面板随即弹出提示，这里的推荐等级高达400级，崩坏进度也达到了0.1%。看着复杂的机械齿轮与尤斯拉的景致交织在一起，浩烈心里十分清楚，这就是马切罗所说的科学与魔法交融的异常。同样是第一次进塔的泰明，倒觉得这里看起来不过如此，况且此前早已有不少玩家先一步踏足。泰明话音刚落，脚下的平台突然剧烈震动，并迅速下沉。泰明惊呼：“是不是踩中了陷阱？”一旁的河马无奈吐槽他总是说的太早。随着平台一路向下深入，伴随着剧烈的轰鸣与机械运转声，奎恩贝格机械塔内部庞大而复杂的机械全貌彻底展现在了众人眼前。泰明忍不住惊呼，自己从没见过规模如此夸张的陷阱。机械塔顶部散发着蓝光的装置，看起来就像是个传送门。格兰费尔一眼看穿了真相，指出这是有人利用某种魔法道具打造的。虽然这个传送门有着媲美法师塔的级别，但运作方式却截然不同。而且这里的陷阱全都是用银打造的，它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为了猎杀恶魔。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众人面前同时弹出了系统面板，这是一个要求避开机关冲向传送门的竞速任务，奖励会根据到达的速度来结算。泰明兴奋地询问浩烈有没有拿到任务，浩烈淡定地表示自己不仅收到了，而且一收到就是2个。除了跟大家一样的竞速任务，他还触发了恶魔猎人的专属职业任务。浩烈意识到调查机械塔果然和恶魔猎人的职业任务挂钩。格兰费尔理了理衣服，不紧不慢地径直朝机关通道走去，这举动把身后的泰明和河马彻底看呆了，完全不敢相信他居然要直接硬闯陷阱。无数锋利的长枪瞬间从两侧墙壁爆射而出，格兰费尔只是神色淡定的微微侧身，极为优雅的将突袭全数避开。他一边顺畅躲避突刺，一边冷静分析眼前的机关。这里的所有陷阱都是靠精密设计的魔法道具在运作，只要能弄清这些道具的干涉原理，想破解它们就轻而易举。他踩着从容的脚步径直往前，锋利的尖刺擦身而过，却根本伤不到他分毫。后面的泰明和河马被机关逼得狼狈躲避，格兰费尔
早已拉开距离，如履平地般向深处走去。格兰费尔踩着从容的脚步，轻松跨过了最后一道陷阱，率先来到了通往深处的传送门前。格兰费尔抬手按向眼前蓝色的传送门，竞速任务的排名面板随即刷新，原本的第一名成绩是4分41秒，格兰费尔直接刷出了1分01秒，以碾压级的速度刷新纪录登顶第一。格兰费尔刚触碰传送门，蓝色光芒便瞬间碎裂散开，直接将他传送到了下一区域。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悬浮机械平台，四周悬挂着无数粗重的铁链，巨型齿轮在暗处轰鸣运转。看着眼前宏大的场景，格兰费尔若有所思。系统面板突然弹出提示，竞速任务的排名已经结算完毕，接下来将根据成绩分配队伍。浩烈原本以为这只是单纯闯关，没想到后面居然还要分组。他本以为能和泰明以及河马分到一组，刚好体验一把团队作战。可系统接下来弹出的提示却让浩烈彻底傻眼。由于浩烈刚刚刷出的成绩打破历史记录，系统综合计算时间和排名后，判定他的队伍只有他一个人。浩烈看着面板彻底崩溃，匹配的居然还是玩家对抗的 PVP 模式，规则要求率先拿到30分，并登上顶峰的队伍才算获胜。这意味着他必须凭一己之力独自去面对其他玩家队伍。解说员热情的开场欢呼声瞬间打破了现场平静。解说正在现场直播奎恩贝格机械塔开放的全新赛事，场上玩家们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比赛规则相当简单，两队需要在场上互相角逐，最先抢到中央金色齿轮的算赢，赢下一局能拿3分，输了要扣掉2分。率先攒满30分的队伍拿到最终胜利。多支队伍在场上激烈交锋，最终由罗克斯率先抓到齿轮，系统随即判定罗克斯队获胜，成功将3分收入囊中。罗克斯队再次迅速拿下胜利，总积分直接来到了12分。弹幕里全在刷屏询问浩烈的情况，解说只能无奈向观众解释，现场只能通过签订协议的工会无人机转播，无法单独追踪浩烈的画面。此时场下的平台突然剧烈震动，每当有队伍赢下一局，所在的平台就会向塔顶上升。解说兴奋地表示，照这个趋势，很快就能在转播中看到浩烈。随着对面平台缓缓升起，罗克斯队的下一轮对手正式揭晓，登场的正是泰明与河马带领的队伍。除了泰明和河马，队里还有个220级的探险家，夹在两位高手中间，显得格外拘谨。弹幕也都在吐槽他是来抱大腿的，连罗克斯都觉得这组合十分离奇，两人性格风格完全不同。猜测匹配是在按平均等级和积分平衡战力。伴随着金色齿轮在场上闪现，比赛正式打响，由罗克斯队对阵泰明与河马带领的队伍。解说还在高声预测这场巅峰对决，罗克斯也正严肃地向队员交代战术，提醒大家千万别硬挡泰明的攻击。可裁判刚喊出比赛开始，场上的局面就彻底失控。泰明和河马不仅没冲向对手，反而直接向对方挥拳相向，当场在台上互相暴打起来。解说被这突如其来的内讧彻底整懵，原来两人是在为浩烈的掉队互相推卸责任。泰明责怪是河马在入口喘气耽误了时间，河马则反驳是平台塌陷才导致浩烈分开。看着打成一团的对手，罗克斯队全员直接愣在原地。趁着泰明和河马互相打得不可开交，罗克斯队的队员顺手拿到了齿轮，系统直接宣布罗克斯队轻松拿下比赛。胜者的平台伴随着机械轰鸣缓缓升起，失败的队伍则随之下降。系统紧接着开始为罗克斯队匹配下一轮对手。然而就在大家等待新对手时，面板上却突然显示找不到可匹配的队伍，连罗克斯自己都当场看愣了，连解说都没反应过来。伴随着赛场上一阵剧烈的轰鸣，新的传送阵竟然再次启动。罗克斯队和众人纷纷转头看去，踩在传送阵中央登场的竟然是独自一人的浩烈。解说当场失声惊呼，谁也没想到浩烈会一个人参赛，而且他的队伍积分居然显示为0。面对这完全违背常理的匹配结果，罗克斯当场傻眼。解说激动地宣布，0积分的浩烈下一轮对手竟然就是泰明队。泰明也大吃一惊，想不通浩烈为什么会独自参赛。站在传送阵中央的格兰费尔却只是轻嗤了一声，恐怖的暗红威压从他身上轰然爆发。格兰费尔冷笑着看向对面的几人，直言自己早已期待这场对决。感受着这股压倒性的气场，泰明与河马瞬间僵在原地，面对眼前独自一人且0积分的敌手，整座赛场的空气彻底降到冰点。泰明和河马误以为浩烈是在发怒，可浩烈心里其实只是等累了。为了这场比赛，他足足枯坐了2个小时。就在这时，赛场中央的齿轮再次闪烁起耀眼光芒，解说的惊呼声响彻全场，所有人都迫不及待想看这场对决的结果。浩烈心里也明白过来，因为自己只有295级还单人参赛，这才被系统匹配到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格兰费尔指尖魔力涌动，嘴角微微上扬，当即准备出手迎战。格兰费尔根本不在乎比赛规则，随着魔力爆发，一道巨大的冰壁骤然刺破地面，瞬间将整个赛场强行切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地形变化，泰明当场傻眼，完全不敢相信有人能凭空造出高墙。格兰费尔优雅地踩着冰壁走向高处，顺手将目标道具收入囊中，高高在上地俯瞰着下方狼狈的众人。这完全违背常理的操作，让场外解说员瞬间哑口无言，连弹幕都在疯狂质问：比赛地图怎么可能被直接修改？格兰费尔拿着刚到手的道具，表示早在等待匹配时，他就已经用探查技能解析了整座机械塔。
浩烈也在心里明白，这座机械塔结构极其复杂，全场恐怕也只有格兰费尔能瞬间看透。随着系统判定浩烈队拿下3分，下一轮匹配迅速开启。罗克斯看到对手是浩烈，当场耸肩选择认输。敌方弃权的提示随即弹起，浩烈队的总积分直接涨到了6分。接下来的匹配更离谱，遇到的队伍全部选择弃权，积分一路从9分暴涨到了30分。浩烈心里暗自感慨，以前进裂痕都是在拼命，如今这种比赛倒是新奇，而且这里还牵扯着阿克莎遗产，让他格外期待揭示秘密的时刻。随着系统弹出到达顶层的提示，浩烈长舒一口气，终于来到了奎恩贝格机械塔顶层。他迫不及待想看看上面有什么，可刚看清塔顶的画面，整个人却突然愣在原地。浩烈定睛一看，眼前竟是一片陷入火海的废墟，无数恶魔正在机械塔周围盘旋肆虐。他第一反应以为是在自己爬塔期间，尤斯拉岛遭到了恶魔入侵，但仔细观察后，他立刻反应过来，这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现实与阿卡纳交错的裂痕缝隙。透过这道裂缝，阿卡纳大陆的真实面貌终于清晰显现了出来。系统随后更新了下一阶段目标提示，继续深入靠近异常点。浩烈还没理清头绪，一只恶魔竟直接跨越缝隙，张着血盆大口朝他扑来。浩烈被这突来的袭击吓了一跳，格兰费尔却依然波澜不惊，随手向前方挥出一道蓝色魔力光束。刚才释放的魔力光束居然被缝隙屏障瞬间弹开。浩烈立刻反应过来，他虽然能透过缝隙看到阿卡纳，但本体依然停留在机械塔裂痕中，根本无法与缝隙外的一切发生互动。看着眼前一片火海的废墟，浩烈心中涌起深深的无力感，无法干涉眼前的惨状。浩烈正咬紧牙关感叹自己的渺小，暗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脉动，宛如一颗巨型机械心脏在轰鸣。这股异样让冷静的格兰费尔猛然警觉回头，震动顺着整座建筑一声声蔓延开来。那股剧烈的脉动让浩烈感到异常熟悉，仿佛直接从他胸腔深处升起，那是混杂着怒火与无力的体验。恐怖的震动瞬间席卷全场，整座奎恩贝格机械塔疯狂轰鸣，连下方赛场的罗克斯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全塔异动当场镇住。整座机械塔在天地间剧烈冥想，爆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这场剧烈的震动正是心中的怒火在冥想，无法跨越缝隙的不甘引爆了机械塔的共鸣，可现实依然无法直接改变。浩烈正自责叹息时，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身体无法直接穿过缝隙，那横跨现实与异界的机械塔本身又如何？浩烈瞬间领悟，立刻调出了职业任务面板，上面明确记载着阿克莎的遗产，而恶魔猎人的决战兵器正是脚下这座奎恩贝格机械塔。作为世上唯一的恶魔猎人，浩烈当即决定亲自操控决战兵器。随着操控被正式启动，整座机械塔迸发出刺眼的冲天巨猛，庞大的能量席卷全场。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让观众目瞪口呆，狂暴的震动顺着塔身扩散，转播无人机在空中疯狂摇晃，解说更是被吓得哑口无言。格兰菲尔伸出右手，将体内的魔力毫无保留地灌入塔中，这座沉寂漫长岁月的兵器终于等到了恶魔猎人的唤醒。随着破魔技能的成功激活，沉睡在机械塔最深处的机械心脏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格兰菲尔嘴角微扬，系统界面弹出全新提示，奎恩贝格机械塔已被选为献祭物。面对眼前疯狂运转的机械心脏，格兰菲尔冷冷质问，这难道就是你的傲慢？系统提示再次爆发出刺眼光束，决战兵器正式启动，冲天光芒瞬间笼罩了整座废墟塔身，兵器迸发出的恐怖能量瞬间横扫废墟，盘旋在塔外的恶魔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浩瀚威能当场轰杀殆尽。经验与声望疯狂累积，格兰菲尔彻底通关奎恩贝格机械塔裂痕。与此同时，塔内参赛的其他玩家面前纷纷弹出了通关提示，所有人看着面板当场愣在原地。系统通道接着显示，奎恩贝格机械塔的秘密已被揭开，这座决战兵器即刻展开反击。解说被剧烈的震动搞得一头雾水，完全弄不清赛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泰明看着快速消退的裂痕，不敢相信有人能以这种速度通关。现场玩家与弹幕彻底乱成一团，纷纷惊呼着这场反击到底意味着什么。系统提示裂痕即将关闭，待震动平息后便会在现实醒来。但浩烈非常确信，随着决战兵器正式开启运转，这座机械塔将会无休止的追杀恶魔，直到将阿卡奈的恶魔彻底扫除干净。AAU 韩国分部，整座大楼的电话铃声响成一片，通关引发的连锁反应让部门彻底混乱。同事顶着浓重黑眼圈，在无休止的电话轰炸下苦苦支撑。为了躲避折磨，他直接掏出剪刀剪断了座机电话线。失控的举动把其他人吓得不敢靠近，本以为能换来清静，口袋里的手机却突然亮起。紧接着，整间办公室所有人的手机同时震响。面对无处可逃的呼叫轰炸，同事彻底崩溃地笑出声来。桑巴克赶紧上前安抚，同事一边哀嚎一边抱怨，通关后打进来的询问电话就没停过。他把手机递到桑巴克面前，上面的通告显示有人解开了机械塔秘密，决战兵器已开启反击，全网都在逼问这个有人是谁。他抓着头发吐槽，除了浩烈还能有谁？面对排山倒海的疑问，桑巴克也一时间无言以对。他紧盯手机上的字样，反击这两个字在系统通告里从未出现，但这提示绝不可能造假。这意味着在炼狱般的阿卡纳大陆上，一场连系统都承认的反击已拉开序幕，不论现实还是异界都是史无前例。
表面上依然保持着优雅沉稳，浩烈的内心早已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此时奎恩贝格机械塔已在异界彻底启动并全力运转，系统面板不断弹出提示，随着机械塔持续清扫恶魔，海量的经验与声望正源源不断的在决战兵器中疯狂累积。机械塔未来累积的所有经验和声望全都会归浩烈所有，这意味着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实现无限挂机，直接升级。虽然格兰费尔在一旁端着茶杯提醒他，现在只是获得了提取权限，庞大的奖励还没真正落袋，但这依然挡不住浩烈内心的狂喜。反正奖励迟早能兑现，慢慢摸索就是了。就在浩烈偷着乐的时候，一卷羊皮纸突然飞到面前，热情的欢迎他归来。浩烈也熟络的喊出了对方的名字，马切罗。马切罗顺势解释，奎恩贝格机械塔其实是利用矮人技术建造的。格兰费尔表面优雅沉稳，淡回应这确实非同寻常，可浩烈内心却大感意外，自己事先对此根本一无所知。马切罗继续兴致勃勃的科普，矮人的精湛工艺堪比魔法，甚至能打造出神奇的传送门。浩烈心中无比震撼，早在阿卡纳还只是个游戏时，矮人就已经是传说中的种族，玩家间甚至一直传言，最顶级的武器也只能媲美普通矮人装备。这也是浩烈第一次听 NPC 提起矮人，他这才反应过来，基地里那些复杂的机关陷阱全出自矮人之手。可转念一想，却更纳闷了，当年在恶魔猎人基地训练时，住处破烂不说，一天甚至只发3块面包，这么寒酸的条件，到底是怎么搞到矮人技术的？马切罗打听起机械塔里的经过，这刚好触发了先前的研究任务。浩烈也没有隐瞒，坦言自己透过裂痕看到了阿卡纳，而且目之所及的地方早已全被恶魔占领。马切罗听完深感自责，坦言自己就算知晓一切，面对这道裂痕也根本无能为力。这刚好印证了浩烈的猜想，连法师塔实力强悍的马切罗都无法对裂痕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格兰费尔紧接着表示，自己通过操控奎恩贝格机械塔已经成功干预到了阿卡纳。这番话让马切罗大受震撼。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再次强调奎恩贝格机械塔本就是阿克莎留下的决战兵器，只要傲骨犹存，就会永不停歇的追杀恶魔。听到阿克莎这个名字，马切罗整个人愣在原地。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有人送来自双之城的紧急通报。格兰费尔随即中断了对话，表示有客到访，稍后再续。留下一脸震惊的马切罗死死握紧手中的通信卷轴，脑海中反复回想着阿克莎这个名字。马切罗独自整理着刚得知的信息，奎恩贝格机械塔是阿克莎的兵器，而浩烈为了拯救阿卡纳，亲自操纵了这件决战兵器。这背后的含义只有一个，浩烈的真正身份正是早已绝迹的恶魔猎人。早在当年的圣战之中，他们就已欠下恶魔猎人天大的恩情，没想到如今居然再次承蒙浩烈的拯救。沉重的真相让马切罗深受震撼，一想到浩烈作为最后的恶魔猎人，独自承受了过往漫长岁月的无数试炼，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与此同时，格兰费尔已赶赴北海道的双之城堡，刚在会客室坐下，对方就对浩烈的神速赶来表达了感谢。哈尔肯感叹自己作为剑士还没适应领主的身份，格兰费尔则提醒他必须尽快习惯，因为接下来还有大量事务需要他协助。这番话让哈尔肯敏锐地感到不妙，当即追问发生了什么。浩烈也在心中暗自感叹，对方的反应果然迅速。格兰费尔坦言，自己在裂痕里亲眼看到了阿卡纳，那里的惨状甚至比曾经受创的双之城更加可怕。哈尔肯神色凝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恶魔跨越缝隙肆虐，双之城曾经遭遇的惨剧恐怕会在各地不断重演。格兰费尔顺势把后续事务甩给了哈尔肯，相信他一定能妥善处理。浩烈则在心里默默吐槽，对方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就在这时，城堡外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有人正拿着石头砸向双之城堡，高喊着要他们滚出这里，声称北海道是属于日本的。室外传来的剧烈动静瞬间打断了会客室里的交谈，城堡外聚集了大量抗议的人群，他们手持标语愤怒地叫嚣着，要求驱逐双之城的难民，把这片土地重新夺回来。窗外的骚乱让哈尔肯面露难色，他坦言双之城堡降临在北海道之后，当地民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原本支持他们的人并不少，可不知从何时起局势突然急转直下，即便他找过当地的议员沟通，也根本拿不出解决办法。看着外面愈演愈烈的冲突，格兰费尔冷冷地反问，难道当地政府对此就听之任之吗？这根本不是一场普通的抗议，石头甚至直接砸向了城堡，而在那群情绪失控的人群上方，竟隐散发出暗红色的恶意。察觉到异常的格兰费尔立刻询问哈尔肯，之前帮助过双之城城堡的那些人，此刻是不是也在人群当中？得到哈尔肯肯定的答复后，格兰费尔瞬间得出了结论，随着他的眼神骤然冰冷，专属技能天敌在这一刻被直接激活。格兰费尔冷冷揭穿真相，外面的民众完全是被强行控制了，而幕后的操控者正是之前与哈尔肯交涉过的日本议员。此刻那名议员正站在人群之后，身上正散发着浓烈可怖的恶魔邪气。看清真相的瞬间，格兰费尔周身爆发出刺眼的湛蓝魔力，径直动身冲了出去。突如其来的举动把身旁哈尔肯吓了一跳，对方散发的不过是下级恶魔的气息，却极善伪装，甚至连哈尔肯都没能察觉。从之前白衣雪那次事件开始，恶魔的隐蔽手段显然变得越来越狡猾了。恶魔靠吸收人类的负面能量与恶意成长，甚至在此过程中吞噬着人们的善意。格兰费尔
跨出传送门，直接堵在了那名议员面前。对方认出了眼前的人，正是传闻中双之城的英雄，还妄图支开旁人单独交涉。可格兰菲尔根本不给对方废话的机会，抬手直接激活了驱魔技能。面对这毫无预兆的直接动手，议员当场愣在原地。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由于没有线上祭品，本次驱魔只能发挥出基础效果。驱魔技能发动的瞬间，议员的双腿与双手陡然喷涌出灼热烈焰，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他当场凄厉惨叫，歇斯底里地质问对方究竟做了什么。面对陷入癫狂的议员，格兰菲尔神色平静，淡淡的表示自己不过是在他体内种下了火焰。系统面板紧接着弹出提示，在驱魔技能激活状态下，恶魔猎人的所有伤害将只作用于恶魔。格兰菲尔径直迈步上前，冷冷表示根本没必要揭穿恶魔的身份，去再次撕开双之城居民刚刚愈合的伤痛。格兰菲尔冷冷警告对方，种下的火焰会以极慢的速度燃烧，直到把他吞噬的人类善意耗尽为止。在彻底消失之前，恶魔只能在漫长的折磨中等待终局。可在旁边的保镖眼里，只看到前田议员突然倒地不起，一群人吓得慌忙上前叫救护车。随着体内附身的恶魔被彻底焚烧，前田议员逐渐恢复了神智，对自己身处何地感到一头雾水。被恶魔蛊惑的群众也纷纷清醒过来，完全想不起刚才为什么会失控闹事。恶魔散播的恶意被彻底清除，格兰菲尔理了理领口，转身径直离开了现场。哈尔肯得知真相后大受震动，没想到恶魔竟然就在眼皮底下，若非格兰菲尔及时出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格兰菲尔提醒恶魔，伪装手段日趋高明，那些能完美拟态人类的家伙极难察觉，今后必须更加严加戒备。随着城堡外的骚乱彻底平息，格兰菲尔主动把话题拉回正轨，询问哈尔肯此前提到的安排究竟有什么东西需要自己查看。哈尔肯表示与其用语言解释，不如让他亲自去看，随即吩咐杰西卡做好准备。众人一同来到了城堡外的雪地上。哈尔肯提起此前击败魔王德卡拉比安后，现场曾有一股久久未散的浓烟。格兰菲尔立刻联想到，这就是职业任务里提到的生存之烽火，即便魔王身死烟雾，也依然没有熄灭。面对哈尔肯的询问，格兰菲尔平静地表示自己记得。哈尔肯紧接着透露，那股浓烟前不久终于彻底散去，而在烟雾消散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说话间，众人停下了脚步。哈尔肯表示目的的已经到达，只见前方的雪地上赫然撕裂出一道狰狞的缝隙，缝隙深处正源源不断喷涌着红光。哈尔肯随后解释，这道红光已经持续散发了好几天，他们虽然在缝隙里发现了一件物品，但没有任何人能把它拿起来，就好像所有人都缺乏资格一样。正因如此，他才特意请格兰菲尔过来试一试，毕竟这本就是击败魔王后的战利品。随着红光散去，缝隙中央赫然躺着一枚圆环饰品。浩烈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东西的造型和自己此前击败德卡拉比亚获得的物品极其相似。史诗级道具封印的不洁之士五角星，由于附带着恶魔的诅咒，必须彻底净化才能解锁真实效果，其他人根本无法触碰的战利品，浩烈伸手便轻松拿在手中。他也由此确认，这正是击败德卡拉比安掉落的另一件物品。随后他带着战利品回到了法师塔，没想到打个魔王还能爆出史诗装备。浩烈看着手中的五角星饰品，心里别提有多乐了。此前拿到的另一件史诗道具，直接让他在尤斯拉获得了最高全能，眼前这件进化之后，效果肯定也差不到哪去。浩烈打算把战利品交给法师塔净化，这阴冷邪异的造型刚好符合马蒂斯的喜好。浩烈正琢磨着，要是有恶魔能让他用驱魔，就能迅速净化战利品查看效果。没想到桌上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来电显示的正是家里的三姐一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竟直接弹出提示，面对姐姐时专属技能天敌触发，他的战斗力将大幅下降。浩烈瞬间端正态度，小心翼翼地接起电话，恭敬地询问对方有何指示。结果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狂笑，姐姐大声质问他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这突如其来的八卦让浩烈当场懵住，他只能强装镇定，平静回应，表示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姐姐在电话里笑得停不下来，说现在全网都是他和各路女神的绯闻，老爸甚至把报道全都剪下来收集，甚至还调侃他要是和白衣雪结婚，指不定就能直接继承整个神话集团。面对这越传越离谱的八卦，浩烈极力澄清这一切全都是误会，眼看根本说不清，他干脆冷冷留下一句我要挂了，随后毫不犹豫地切断了电话。莫名被挂断通信的姐姐一脸懵，忍不住吐槽他真是没礼貌，连今天是妈妈的生日都记不住。就在这时，妈妈推门走进了房间，大声训斥孩子们别总是去打扰忙正事的浩烈。妈妈掏出了浩烈昨天寄来的信，当场澄清了误会。信里浩烈不仅诚恳道歉，解释自己因工作忙碌无法赶回，还专门寄来了对身体有益的茶叶。姐姐听完忍不住吐槽，抱怨浩烈赚了那么多钱，居然只送茶叶而不是高档人参。可妈妈看着茶叶的名称却十分纳闷，这种名字奇怪的茶叶，她此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浩烈合上了桌上的魔草研究书籍，他寄给妈妈的茶叶正是用这种灵草制作的，普通人长期饮用不仅能强身健体，还可以治愈微小的伤痛与疾病，只希望妈妈能够一直健健康康。就在这时，一卷传讯羊皮纸飞到了面前，提醒浩烈法师协会的会议即将开始。浩烈有些意外，传讯的居然不是马切罗。羊皮纸随即解释，马切罗已经先行一步去参加圆桌会议了。羊皮纸紧接着告知，这次法师协会的会议将由他一个人独自主持，
格兰菲尔从容地理了理领带，淡淡的表示知道了。可浩烈内心瞬间吓傻，完全没想到要自己一个人独挑大梁。结果格兰菲尔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平静地打听起圆桌会议的情况，这让浩烈在心里疯狂吐槽，现在根本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羊皮纸坦言自己地位有限，只知道圆桌会议只有塔主和高阶法师能参加，具体的细节他也一概不知。听完解释，格兰菲尔依然只是平静地应了一声。羊皮纸补充道：“马切罗非常感谢浩烈替他主持会议，还承诺一定会带回好消息。”浩烈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尽力而为。可刚推开门准备出发，马切罗就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原本要召开的圆桌会议突然紧急取消，高阶法师本格里特汤姆意外失踪，如今在整个世界上已经彻底感知不到他的魔力了。听说高阶法师彻底失去了踪迹，浩烈神色一凝。此时的法师协会会议现场，水晶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预定的会议时间早已过去，可主持会议的人却迟迟没有现身。台下的法师们不由得低声议论起来，甚至有人因过于紧张，正拼命复习着待会儿要报告的资料。台下的法师们察觉到了异常，以那位大人的性格，绝不可能无故迟到。话音未落，大厅的大门被狠狠推开，格兰菲尔径直走入大厅，当众高声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取消。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场一片哗然，一位法师当场怒发冲冠，上前厉声质问：不仅迟到，竟然还敢直接取消，难道不知道这场会议有多重要吗？格兰菲尔眼神冰冷，直接呵斥上前质问的那斯罗失礼。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那斯罗瞬间吓得倒退一步。格兰菲尔随后当场说明缘由，本该出席的高阶法师本格里特汤姆失踪了，在对方重新登台之前，今天的会议直接散会。高阶法师失踪的消息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种级别的强者凭空消失，在法师塔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发生。会议被迫中断后，现场的法师们私下议论纷纷，有人严厉警告同伴，没有上级许可，绝不能离开法师塔，更不要试图插手高阶法师失踪的案子。毕竟高阶法师实力远超常人，连这种级别的强者都会凭空蒸发，意味着背后的危机非同小可。法师们甚至得知，连马切罗都无法感应到对方的魔力，这说明高阶法师极有可能是在法师塔范围之外遭到了不测。哪怕高阶法师身亡，体内的魔力残余也不会瞬间消失。如今连一丝魔力都感应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已经陷入了存在异象的裂痕深处。可按照法师塔的铁律，成员绝不允许擅自干涉外部事务。高阶法师不仅私自卷入了裂痕事件，凭他一己之力也绝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这背后显然还有其他同谋。系统突然弹出了新任务法师塔的真相，要求揭开法师塔内部的矛盾，而核心目标正是寻找卷入其中的本格里特汤姆。看着任务中纠正真相的要求，格兰菲尔立刻意识到，一旦顺利通关，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法师塔的现状。到时候这群实力强悍的法师就能名正言顺地为外部提供援助了。加温工会总部，泰明刚接到学会成员传来的消息，得知法师塔竟然有高级法师失踪了。法师塔向来严禁法师擅自外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泰明立刻联想起刚才接到的电话，那是来自 AAU 韩国分部的通知，江原道地区突然出现了新的裂痕，而且现场状况非常不对劲。哲明听后也感到十分诧异，今天根本不是常规的更新日，怎么会凭空冒出新的一边裂痕？泰明直言这件事透着蹊跷，隐隐感到十分不妙。调查人员火速赶到了江原道现场，在工人的引导下，众人小心翼翼地深入山洞。刚踏进洞穴深处，所有人就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惊。岩壁中央赫然撕开了一道喷涌着可不磨气的红色一边裂痕。面对这道诡异的红色裂痕，现场调查人员发现它的形状和位置在过去的记录里根本查不到，检测设备甚至当场失灵。调查员赶忙询问救援进展，得知加温和神话两大工会已经正式动身赶往现场，情况极其严峻。调查员当即下达指令，要求立刻疏散现场的工人，同时向 AAU 总部紧急求援。然而话音未落，一股可怕的气息骤然蔓延，让在场所有人瞬间脊背发凉。检测设备直接报表报错，这意味着眼前的红色裂痕危险等级至少达到了惊人的1000级以上。与此同时，法师塔的空中花园，浩烈心里满是困惑，明明是要去寻找失踪的高级法师，怎么反而来到了这里？而带路的正是马切罗。虽然失踪的本格里特实力强悍，性格却极其自卑怯懦，结合本格里特胆小怯懦的性格，马切罗十分确定对方绝不可能擅自违反法师塔的铁律。正当浩烈疑惑马切罗要干什么时，马切罗突然发动了大规模魔法，法师塔顶端骤然亮起耀眼的法阵光芒，庞大的魔力波动如浪潮般扩散开来，瞬间覆盖了整座城市。魔法瞬间锁定了全球所有裂痕的位置。马切罗坦言，虽然找出了所有裂痕，却无法确定本格里特究竟身在何处。浩烈在心里暗暗震惊，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查清全世界所有裂痕，这恐怖的实力实在让人不敢相信。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看清信息后，浩烈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本格里特的具体位置。这番话让一旁的马切罗当场震惊，他连连追问，究竟用了什么神奇手段，连裂痕深处的魔力都能精准感知。浩烈心里其实挺无奈，这哪是什么高深魔法，分明只是刚收到哲明发来的定位短信。格兰菲尔依然保持着优雅与冷静，表示既然有了线索，
自己这就亲自去把本格里特带回来。马切罗急忙将他叫住，担忧地询问他独自一人前往是否可行。浩烈早已在心里疯狂拒绝，格兰费尔却依旧面不改色地表示，本格里特的失踪属于法师塔的内部事务。马切罗恍然大悟，感激对方连法师塔的名声都考虑到了，直言欠下的恩情早无以为报。浩烈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只要能拿到任务奖励也懒得计较。格兰费尔依旧优雅地表示不必在意。马切罗大受感动，当即决定亲自陪同对方一同前往。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浩烈当场吓得崩溃失态。怀着崩溃的心情，众人赶到了定位的裂痕现场。眼前这道突然出现的裂痕，预估等级竟高达上千级。从痕迹来看，明显是被某种力量强行撕开的。医血看着裂痕分析，以那位失踪高级法师的实力，能强行撕开裂痕闯进去倒也不奇怪。泰明也想起，过去确实有高级法师在实验中施法失控，从而引发过严重的变故。面对眼前这道异常的裂痕，现场的探测设备受到干扰，根本无法看清内部的状况。泰明见状，当即决定由他们亲自深入裂痕内部调查。哲明听完，情绪异常激动，言辞拒绝了这个提议，强调千级裂痕危险至极，哪怕叫上全球前10的工会，也根本无法保证安全。泰明却严肃地反驳，若任由这道异变裂痕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话还没说完，格兰费尔就带着马切罗走进了现场。格兰费尔让所有人让开，表示这里由他们接手。说完便带着马切罗径直迈入裂痕，只留下一旁震惊失声的众人。此时的裂痕内部早已被严重扭曲，推荐等级高达上千级，崩溃进程更是难以预测。而在异变空间的深处，失踪多时的本格里特正瘫跪在地上，嘴里还不断喃喃自语。本格里特在异变深处神智失控，咬着流血的手指，声称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格兰费尔与马切罗步入裂痕内部，看着四周阴森恐怖的景象，马切罗询问是否所有裂痕都如此诡异。格兰费尔冷静地否定了这个说法。此处的空间不仅极不稳定，甚至连一只魔物的影子都看不到。这时格兰费尔注意到了远方透出的一丝光芒，马切罗闻声立刻冲上前去，赫然发现那正是失踪的本格里特散发出的魔力，当即大声呼唤对方。听到声音的本格里特惊慌回头，认出二人后顿时紧张起来，连忙质问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马切罗见状，赶忙上前安抚，澄清他们并不是来盘问追责的，让对方冷静下来，解释事情经过。看到本格里特的反应，浩烈在心中暗自分析，对方显然没有展现出敌意。格兰费尔敏锐地注意到，本格里特身后运转的法阵极不寻常，那竟然是在召唤恶魔。眼看局势不对，格兰费尔果断发力，直奔对方冲去。面对逼近的二人，本格里特在绝望中抢先发动了攻击，大喊请浩烈大人原谅。本格里特咆哮着，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轰出倾尽全力的魔法能量，巨大的爆炸瞬间将地面吞没，烟尘蔓延之中。马切罗及时展开护盾护住格兰费尔，关切地询问他是否平安。格兰费尔表面上风轻云淡，浩烈却在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有马切罗的护盾挡下这一击。本格里特倾尽全力的一击，甚至直接改变了周围的地形。他一边劝二人离开，一边吐露是长老法师指引他来到这里，只要掌握这里的真相，就再也没人能瞧不起他。听到长老法师也参与其中，马切罗大吃一惊。而此时的本格里特情绪彻底失控，手上再次凝聚起危险的异样魔力。看着对方疯狂的举动，浩烈瞬间反应过来，本格里特恐怕早已被魔法洗脑了。他大声呼喊本格里特的名字，试图阻止对方继续施法，可异样的魔力早已失控。一只巨大的单眼恶魔在本格里特身后降临，系统也立刻弹出了警告，附近存在恶魔，技能天敌已被瞬间激活。还没等格兰费尔出手应对，本格里特就抢先发动攻击，一道炽烈的光柱呼啸而出，毁天灭地的爆炸瞬间爆开。面对这股纯粹为了毁灭而生的魔力，格兰费尔没有一丝退缩，他比谁都清楚该如何去驾驭并展现这种力量。在马切罗震惊的注视下，格兰费尔悍然出手，璀璨的魔力瞬间爆发，正面迎上了袭来的危险能量。格兰费尔在转瞬之间就将袭来的危险魔力彻底化解，甚至改写成了基础的光亮术。他厉声喝止本格里特，警告对方立刻停止这场失控的造反，一旦恶魔彻底跨界降临，局势将彻底脱离控制。然而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本格里特，他怨恨地指责众人，声称正是马切罗的名门天赋以及浩烈展现出的惊人实力，才将他一步步逼到了绝路。随着本格里特情绪彻底崩溃，恶魔降临的撕裂空间骤然爆开，危险的气息如浪潮般疯狂蔓延。本格里特痛苦的咆哮，怪自己如果没有差劲的天赋，就根本不会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情绪的失控让本格里特的自卑被无限放大，连带着异界裂痕也跟着疯狂扩张。格兰费尔敏锐地注意到，眼前恶魔散发出的恐怖能量，甚至比之前的德卡拉比亚还要强大。格兰费尔瞬间做出判断，眼前降临的这尊可不存在，极有可能是七宗罪之一的极度恶魔，绝不能让恶魔彻底跨过界限。格兰费尔迈步向前，叫出本格里特的名字，质问他究竟想要证明什么？难道以为向恶魔献出灵魂换取力量，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认可吗？伴随着恶魔的利爪轰然降临，本格里特在恐惧中僵在原地。格兰费尔冷冷地看着他，逼问他最初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会对别人的认可如此执着。本格里特在逼问下吐露心声，这痛苦的源头来自他在法师塔里
饱受凌辱的过去。因为学派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他法师不仅肆无忌惮地嘲笑本格里特，说他向浩烈献殷勤不过是为了讨好对方，甚至指着他们的鼻子咒骂，说他们学派全是白白吞噬预算的寄生虫。面对这般难堪的羞辱，同门法师虽愤恨难平，也只能忍气吞声，告诫同伴不要动手，以免给本格里特惹出更大的麻烦。回忆起当年因为自己的无能，害得弟子们白白忍受这般屈辱，本格里特内心的自责彻底喷涌而出。面对眼前现实的可怖恶魔，他这才惊觉自己闯下了大祸。可恶魔却直言早已没有回头路，整个异变裂痕也随之陷入剧烈坍塌。危急时刻，格兰费尔大步向前，提醒本格里特，现在选择逃离依然来得及。格兰费尔拿出封印的五芒星作为祭品，告诉本格里特，这场战斗足以弥补他缺席会议的遗憾，因为学会会议还没结束。随着技能驱魔正式激活，巨大恶魔被强行拉入格兰费尔的仪式。面对突如其来的驱魔力量，恶魔这才惊觉，眼前的男人居然是一名恶魔猎人。可恶魔却咆哮着为时已晚，维度裂痕已经彻底开启，恐怖的震动瞬间席卷整个异变空间，连守在外部的泰明也察觉到了异常，系统的警告更是接连弹出，裂痕的危险等级一路从1000级疯狂飙升到了1200级。面对如此可怕的邪恶力量，马切罗深知凶多吉少，他暗下决心，一旦形势无法挽回，就立刻开门送走浩烈与本格里特，自己独自留下来封印这片空间。可裂痕中爆发的魔力风暴实在太强，连施展魔法都变得极其艰难，强烈的风暴压得浩烈几乎喘不过气，生怕强行推进仪式会被活活压死。就在恶魔巨拳砸下的刹那，耀眼的金光骤然炸裂，肆虐的魔力风暴竟在眨眼间烟消云散。恶魔见状猖狂大笑，嘲笑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的蠢举。格兰费尔却只是微微冷笑。浩烈这才惊觉，他竟直接将裂痕中疯狂涌出的魔力当场转化为了光魔法，压制住魔力风暴后，格兰费尔决定继续向前靠近，顺势夸赞了一句本格里特。系统提示随之弹出，驱魔仪式正式开始。庞大的蓝光魔力瞬间升腾，将格兰费尔笼罩在光芒之中，狂暴的气息却在瞬间平息，肆虐的恶魔突然没了踪影，周围猝然陷入一片死寂。格兰费尔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恶魔嘲讽格兰费尔竟敢将他拖入仪式，更让他意外的是，恶魔猎人居然没有在当年的圣战中死绝。听到圣战这个词，格兰费尔手中魔力涌动，冷冷让对方闭嘴，表示自己从不与猎物废话。恶魔听后猖狂大笑，叫嚣曾经那些企图拉他入局的人，最终全都走向了疯魔，倒要看看眼前这个人又能撑多久。异次元恶魔突然爆发恐怖魔力，发出震天动地的狂暴咆哮，整座维度裂痕随之剧烈摇晃，压制恶魔的光魔法开始急剧消退。马切罗惊恐地意识到魔力快要彻底耗尽，而格兰费尔正处于驱魔仪式中，根本无法移动防守，瞬间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面对逼近的绝境，马切罗决定独自留下来断后，打算强行把格兰费尔传送出去。可还没等他发动魔法，格兰费尔就伸手制止了他。面对眼前这出乎意料的一幕，连对面的恶魔都瞬间愣在了原地。恶魔本以为胜券在握，却没料到格兰费尔还能当场反击。更让他惊恐的是，受到的伤口竟然完全无法愈合。格兰菲尔神色冷静地向前迈步，伴随着耀眼的光束轰然爆发，恶魔瞬间被打得惨叫连连。他将本格里特原本的光魔法提炼转化为纯粹的魔力光束，虽然威力有所下降，但密集的轰炸依然足以给恶魔带来重创。随着驱魔仪式的进行，系统提示艺术属性自动激活，魔法中被额外附带了特殊的视觉特效。只见漫天的光束之中，赫然浮现出阿克莎战士的虚影。看到这些令他胆寒的身影，恶魔彻底陷入了惊恐。在他的记忆里，这群宿敌分明早已在圣战中彻底灭绝。还没等恶魔从震惊中清醒，汇聚着英灵意志的光束轰然砸下，给这尊可怕的恶魔带来了沉重打击。伴随着一阵剧烈轰鸣，整座异变空间开始崩溃摇晃，维度的裂痕正迅速闭合。濒死狂暴的恶魔企图垂死挣扎，突然伸出巨爪，一把抓住了倒在地上的本格里特。还没等恶魔将人带走，数条发光的魔力锁链破空缠绕，瞬间将恶魔的手臂与身躯死死锁住。格兰菲尔冷声警告恶魔，别想当着他的面把人带走。发光的魔力锁链骤然勒紧，恶魔在剧痛中发出绝望的咆哮，疯狂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面对恶魔的嘶吼，格兰菲尔眼神冰冷，周身魔力轰然爆发。没想到恶魔为了保命，竟然直接断臂逃跑，这让浩烈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简直跟壁虎断尾一模一样。危险根本没有结束，那只掉落在地的巨爪不仅死死捏着了本格里特，甚至再次散发出了可怕的凶光。马切罗焦急地大喊提醒，战斗还没有结束，那只落地的巨爪依然活着。而断臂求生的恶魔正跌落进虚空裂痕深处，断臂带来的剧痛难以忍受，甚至完全无法再生。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面对极为危险的格兰费尔，恶魔自认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坚信对方绝不可能跨越维度追进来。可恶魔万万没想到，格兰费尔的声音竟然直接在虚空裂痕中响起。看着凭空跨越维度追上来的格兰费尔，恶魔吓得惨叫连连，甚至怀疑对方能自由穿梭维度，连此前机械塔的启动也是他的手笔。感受着恶魔渐行渐远的意志，格兰费尔非常清楚，一旦对方彻底跨越维度，驱魔仪式就无法继续维持，这场追击恐怕只能到此为止了。
格兰菲尔冷声警告恶魔，他已经记住了这尊失去右臂的存在。看到恶魔侥幸逃离，马切罗一时间慌了神，格兰菲尔却显得极为平静，表示那只残存的巨爪不过是假象，用来分散注意力的手段罢了。马切罗随后急忙冲上前去查看被困在巨爪中的本格里特。马切罗焦急地抱起本格里特，试图唤醒陷入昏迷的同伴。刚才的驱魔仪式已在恶魔心中刻下了永恒的恐惧，断臂无法再生，还要时刻提防被记住。只要这份恐惧不消，他就永远无法再次降临现实世界。就在此时，眼前突然弹出了全新的系统任务，提示法师塔真相的调查进度已经过半。格兰菲尔顺手拿出了保温杯，对提示中出现的人数感到有些困惑。马切罗急忙询问本格里特，到底是谁把他指引到这里的？本格里特回想起是卡林泽瓦法师给了他出塔许可证，声称这里藏着法师塔的真相。可他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暗中勾结恶魔。格兰菲尔一边喝着水，一边平静地给出答案。因为那位法师早已成为了恶魔崇拜者，早在双之城之地时，他就见过人类召唤恶魔留下的痕迹。查明真相后，格兰菲尔当即决定，众人立刻返回法师塔，去见长老法师卡林泽瓦。系统任务也随之更新，要求在长老法师中找到恶魔崇拜者。与此同时，法师塔顶层的隐秘区域内，卡林泽瓦得知召唤恶魔已经失败，眼看本格里特没能彻底灭口。为了防止丑事败露，卡林泽瓦下令召集塔内所有资深法师，打算以违反塔规为名，抢先一步除掉这群知道真相的人。听完格兰菲尔要直接找卡林泽瓦，浩烈内心彻底慌了。对方可是实力强悍的长老法师，没有任何准备就跑过去，根本就是去送死。马切罗表示这里空间被强行隔离，无法直接开启传送，必须先脱离当前的异界裂痕，才能打开通往法师塔的传送门。然而还没等众人离开，身后突然爆发出剧烈的魔力异动，危险的阴影再次涌现。马切罗猛然察觉异样，急忙提醒浩烈留在原地。刚脱离异界裂痕，众人就触发了预先设下的强制传送阵。眨眼之间，他们被直接传送回了法师塔大殿。眼前不仅聚集了全塔的资深法师，连最高阶的5星法师也全部在场。面对这阵势，本格里特连忙上前向长老行礼。长老法师卡林则瓦冷面开枪，指控他们擅自离塔破坏了塔内秩序，随后更是当场下达判决，要按照塔规将他们全部打入阿比狱。本格里特急忙掏出离塔许可证，解释自己完全是奉命前去调查，可卡林泽瓦却抢先一步倒打一耙，声称给许可纸是让他去查明真相，竟直接将召唤恶魔的罪名死死扣在了本格里特头上。感受到他身上残留的邪恶气息，全场法师震惊不已。格兰菲尔却在此时冷冷开口，精准抓住了对方泄露的破绽，质问长老究竟是怎么提前得知异界裂痕里发生了恶魔召唤仪式。格兰菲尔眼神冰冷，当场质问对方究竟是不是卡林泽瓦。听到恶魔召唤这几个字，全场法师一片哗然，纷纷怀疑本格里特投靠了恶魔。卡林泽瓦见状反唇相讥，指责格兰菲尔听信了谎言，甚至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声称可以宽恕他这次的无礼。格兰菲尔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表示自己要再问一次。他直接抛出致命漏洞，没有长老们的许可，塔里的法师根本不可能离开法师塔。这番话瞬间在法师群中引发了更大的骚动。格兰菲尔紧接着追问，究竟是哪几位长老批准的离塔？面对质疑，场上的法师们勃然大怒，指责格兰菲尔大逆不道。可长老尤格维德却在此时开口，明确指出法师离塔必须得到全部5位长老的同意，而他自己对此完全不知情。随后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长老塞尼奥斯。面对质问，塞尼奥斯只能以沉默回应。局势瞬间反转，格兰菲尔顺势表示，如今多数人的态度已经彻底明朗。见局势彻底失控，大胡子法师气急败坏的大吼，命令众人立刻把格兰菲尔押去惩罚室。格兰菲尔根本不予理会，直接冷声劝告恶魔信徒放弃抵抗。场上的法师们不仅没有听从命令，反而明确表示法师会自行做出决定。下一秒，多位高层法师同时凝聚起庞大魔力，直接亮明态度，准备动手。高层法师们明确表态，愿意承担这一决定的所有后果。局势瞬间彻底逆转，该被押去惩罚室的不再是同伴，而是身份暴露的卡林泽瓦。眼看势头不对，卡林泽瓦当即起了逃跑的念头。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会议室中央骤然炸开异样的魔力风暴。马切罗震惊的大吼：“这里明明无法使用传送魔法！”本格里特更是失声警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传送术，笼罩在大殿中央的并非传送阵法，而是滚滚涌现的庞大恶魔之力。”卡林泽瓦被黑紫色魔气缠绕，发出阵阵诡异的冷笑，对浩烈留下一句阴冷的威胁，声称自己已经记住了冒险者浩烈，期待与他的下一次相见。话音刚落，卡林泽瓦的身影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融进黑雾，凭空消失在大殿中央。面对恶魔信徒的仓皇逃窜，格兰菲尔神色冷峻，从容伫立在风暴余波之中。卡林泽瓦这一逃，等于是坐实了恶魔崇拜者的身份。系统随之提示任务完成，浩烈与法师塔的友好度和影响力瞬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长老尤格维德当场宣布判决，逃跑的卡林泽瓦以及另外2名私自批准许可的长老，即刻起全部剥夺职务。至于留在大殿上的2名同谋，则被判处永久关押在地下牢房。处理完恶魔崇拜者，尤格维德将后续善后交给马切罗。马切罗立刻恭敬领命，
随着法师塔内部迎来洗牌，系统突然弹出了新的联动任务，要求借此机会彻底重组法师塔。光是目前的权限与友好度就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奖励，要是能借机重组法师塔，后续的好处更是难以想象。不过比起远期的奖励，眼下还有一件极为紧迫的事情，就是那尚未跑完的20公里每日锻炼任务。跑完每日任务的路上，这次行动盘点下来共有2大收获，不仅与法师塔的友好度大幅提升，还成功用驱魔技能净化了此前拿到的战利品史诗级道具纯粹知识五角星。只要佩戴这枚徽章，就能直接掌握阿卡纳所有植物与矿物的知识，不仅能识别各类珍稀药草，在鉴定施法矿物时，还能大幅提升魔力效率。至于盘点出的另一个战利品，是从恶魔德卡拉比亚处拿到的隐藏知识五角星。这个道具属于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后能开启通往捕食者区域的传送门。系统推荐的挑战等级高达250级。所谓的捕食者区域，汇聚了各个地区的顶级捕食者怪物，是一片永无止境的厮杀战场。虽说捕食者区域极其凶险，怪物时刻都在互相残杀，但对格兰菲尔来说，这反而是绝佳的升级宝地。怪物密度越高，经验就越多，推荐等级也刚好合适，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格兰菲尔优雅的整理好医术，伸手拿出了五角星道具，平静地表示：“看来今晚注定会非常忙碌。”随着提示音响起，传送门瞬间开启，他已正式踏入捕食者沼泽。刚踏入这片茂密的丛林，四周就传来了各种怪物的咆哮。这里正如传闻中一样，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厮杀战场。巨大螳螂正与围攻的狼群激烈厮杀，下一秒更加庞大的巨熊猛然砸下，瞬间将周围的怪物彻底粉碎。面对眼前肆虐厮杀的巨熊，格兰菲尔显得极为优雅平静，直言这片蛮荒之地毫无礼貌可言。他缓缓抽出缠绕着蓝色魔力的长剑，嘴角微微上扬，决定亲自给这群野兽立立规矩。巨熊瞬间被彻底激怒，挥舞着巨爪，咆哮着直扑过来。格兰菲尔侧身一记挥剑，轻松将扑上来的巨熊彻底斩断。与此同时，法师塔的尤格维德实验室里，马切罗正向2位长老汇报后续。勾结恶魔的2名长老已被永久关押进地下牢房，但主谋卡林泽瓦依然下落不明。尤格维德肯定了他的努力，马切罗则顺势表示，如今塔内只剩下2位长老，他想请求2位一件事。马切罗请求长老准许法师们离开法师塔。他直言塔内已出现恶魔崇拜者，绝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偿还欠下浩烈的恩情。听完马切罗的恳求，塞尼奥斯当场表态，坚信塔主也会是同样的想法。随后更是直接给出答复，正式批准了法师解禁的提议。紧接着，连尤格维德长老也松了口，正式表态同意解禁的提议。听闻2位长老全都点头，马切罗喜出望外。不过尤格维德却紧接着补充，要想离开法师塔，必须先答应他一个条件。与此同时，蛮荒之地的战场上，面对前赴后继围攻而来的兽群，格兰菲尔剑光凌厉，在风暴余波中游刃有余地穿梭游走。斩杀强敌之后，系统立刻弹出提示，不仅成功击杀敌人，还获得了升级。紧接着扑上来的巨狼也被他挥剑一击斩断，等级再次得到提升。面对随后包围过来的庞大虫群，格兰菲尔直接抬手，当场轰出了火焰魔法。火焰在虫群中骤然炸裂，巨型飞虫被瞬间轰杀。随着敌人被清空，格兰菲尔的等级直接升到了314级。看着满地怪物的尸体，这场硬仗比预想的还要艰难。但战斗结束后的格兰菲尔依然保持着从容与优雅。他顺手拧开戴在身上的保温杯，不紧不慢地喝下了特制草药茶。随着温热的茶水下肚，系统也立刻赋予了他生命恢复的增益效果。看着四周茂密的植物，格兰菲尔忍不住嘀咕：既然身处这片沼泽，不知能否碰到稀有的药草。没想到下一秒，身上的知识五芒星效果瞬间激活，关于眼前植物的信息全被识别出来。远处赫然生长着一朵极其罕见的冬星花，这可是能直接提升整整4点属性的珍宝，要是没有装备的提示，差一点就要彻底错过了。格兰菲尔当即迈开步伐，直接朝大树下的宝物走去。本想趁机一口气提升4点属性，可当格兰菲尔伸手抓向宝物时，捏住的居然是个睡眼惺忪的小生物。小家伙打着哈欠，极不情愿地嚷嚷起来，叫嚣着让眼前的人类赶紧放开他。格兰菲尔这才猛然反应过来，眼前被抓住的居然是一只活生生的精灵。根据召唤书记载，没有契约就能看见精灵的人屈指可数，需要极高的魔力、敏感度和极其清晰的心智。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格兰菲尔竟然拥有这种恐怖的精神力。格兰菲尔可不管这些，直接开口要拿走他当床睡的冬星花。妮芙气得当场拒绝，表示自己现在的魔力几乎耗尽，不知为何失去了与森林的联系。这朵花是他唯一补充魔力的来源。浩烈听完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这里变成了异界裂痕，暂时与原本的世界切断了连接，才导致精灵无法与森林沟通。格兰菲尔冷声追问妮芙，除了眼前这朵冬星花，难道就没有其他恢复魔力的办法？妮芙随口嘀咕着表示，其实只要与人类签订契约，就能直接共享对方的魔力，不过他可不会随随便便与人类签约。听完这番话，浩烈瞬间捕捉到了关键信息，精灵本身属于阿卡纳世界，一旦眼前的异界裂痕被彻底清除，他们就会重新返回原本的世界。可一旦能与精灵建立契约，以后
无论进入哪一片异界裂痕，都能随时随地将它重新召唤到身边。通过契约，不仅能召唤精灵，还能借此源源不断获取阿卡纳的情报。浩烈转头询问妮芙，是否听说过那位与高阶火精灵签约的召唤学派资深法师帕扬。妮芙顿时一惊，误以为眼前的浩烈就是帕扬本人。浩烈当即否认，并表明自己的身份乃是职位比帕扬更高的马切罗所指定的首席研究员浩烈。浩烈冷声质问妮芙，凭这个身份是否有资格与他签订契约？妮芙瞬间被震慑得瑟瑟发抖，态度当场180度大转弯，恭敬的俯首行礼。妮芙颤颤巍巍地念起那串长到离谱的头衔。浩烈直接嫌太长打断，让他有事快说。妮芙这才战战兢兢地问出困惑，像对方这样尊贵的存在，为什么会想和他这种卑微的小精灵签订契约？突然间，一只庞大巨兽凭空袭来，一口将浩烈与妮芙吞入腹中。巨兽刚满意咽下猎物，下一秒却察觉不对，本以为能轻松消化对方，格兰费尔却泰然立于巨口，硬生生顶住怪物的咬合。不可思议的一幕当场镇住了眼前巨兽。妮芙看清吞下它们的是巨蛇，消化液已开始融化东星花。好不容易找到的珍稀药草，格兰费尔绝不允许被毁，要求妮芙在吞下前完成契约。妮芙抱怨当下环境太糟糕，梦想中的契约绝不在蛇度举行。面对精灵的少女心幻想，格兰费尔冷酷打断，命令她立刻执行契约。妮芙还在扭捏赌气，格兰费尔甚至想直接把她扔掉。感应到危机的妮芙立马松口，当即启动了契约仪式。耀眼光芒穿透巨蛇体表，格兰费尔掌心魔力涌动，系统弹出成功签订契约提示。在仪式推进的过程中，光芒中的妮芙开始蜕变。浩烈想起关于精灵的记载，其外貌性格受契约者影响。光芒褪去后，完成蜕变的妮芙焕然一新，优雅的重新自我介绍，以森林之名宣誓效忠。这中二感十足的说话风格让浩烈在心里直呼受不了。妮芙提议带他脱离险境。话音未落，东星花竟也绽放出耀眼光芒，东星花爆发出惊人力量，化作冲天的大树，直接从内部撕裂巨蛇。系统弹出击杀与升级提示，同时获得了战利品。格兰费尔顺势优雅跃下，浩烈这才震惊反应过来，参天大树竟就是那朵东星花。蜕变后的妮芙悬浮半空，解释这是精灵的特殊能力——祝福。受祝福植物在任何环境都能突破限制疯狂生长，这项无视限制催生植物的能力，对培育稀有草药极具价值。格兰费尔领悟到自然之力，大树疯狂生长，感受到对方近乎无限的魔力。妮芙狂热的想继续扩张森林，格兰费尔果断开口叫停。系统弹出契约，完成提示。森林精灵王的祝福彻底笼罩捕食者沼泽。系统弹出祝福的具体效果：沼泽内经验语调率提升20%，效果足足持续1个小时。面对如此丰厚的加成，格兰费尔宣布狩猎开始。前往密集区前，他收下长成的东星花，拿到整整4点属性加成。纯粹知识五角星再次触发，沼泽知识源源不断涌入脑海。格兰费尔注意到新的目标，顺着知识五角星指引，格兰费尔来到沼泽中央。群怪环4之中最显眼的是快不起眼的石头。格兰费尔通过知识五角星发现，那竟是极其罕见的世界树种子。他神色平静，询问妮芙祝福能否让种子发芽。妮芙瞬间震惊，面对万木之母的世界树，他无法保证成功。格兰费尔百思不得其解，世界树种子为何在此？一道耀眼光芒骤然闪烁，系统直接触发世界任务。哲明与泰明等玩家面前同步弹出了提示弹窗，面板显示阿卡纳面临毁灭危机，唯一的希望是让种子发芽。面对轰动全服的任务，格兰费尔依然沉着冷静。浩烈借由知识想通，恶魔企图破坏世界树，危险之际种子散落各地。格兰费尔让妮芙做好准备，要在此让世界树重新发芽。他配合妮芙释放魔力，利用知识五角星引导强化，庞大能量涌现，巨大树干藤蔓冲天而起，在沼泽中央破土而出。破土而出的庞大树枝把围攻上来的怪物卡在空中。面对动弹不得的火把子，格兰费尔挥剑一跃而起，轻松展开收割。在妮芙祝福加成下，怪物被利落斩杀。系统再次弹出升级提示，高强度的挥剑斩杀让魔力与体力大幅消耗。格兰费尔喝下特制草药茶，借由草药滋养恢复能量，准备用圣魔力催熟种子。还没等他动手，四周地面剧烈震颤，妮芙面色大变，从恐怖威压中认出霸主，正是森林主宰。地面崩裂破碎，体型庞大的巨石怪现身，正是等级未知的沼泽霸主森林主宰。浩烈这才明白，对方是为了守护种子赶来。世界任务果然不简单。考虑到魔力状况，格兰费尔决定不再耗费魔力，而是挥起长剑，用纯粹剑术正面硬汉强敌。出乎意料的是，森林主宰没有攻击，反而主动躬身行礼。这出人意料的一幕把浩烈彻底看呆。妮芙在一旁解释，守护者只会对卓越品格的人表达应有的敬意。妮芙看出眼前的主宰早已超越生命极限，全凭执念硬撑至今。浩烈这才明白，对方一直在抵抗恶魔，守护种子。格兰费尔伸手抚摸巨兽，承诺接过这份守卫森林的傲骨。得到肯定的森林主宰身上爆发冲天璀璨光芒，主宰将全身上下所有能量疯狂汇聚到胸前的高阶核心，将自己的生命化作种子养分。格兰费尔看破其中关键，立刻让妮芙对核心使用祝福。妮芙瞬间领会，当即动用力量朝世界树种子降下神圣祝福。随着妮芙的祝福降临，森林主宰身上的光彩冲天而起，
庞大能量全面爆发，主宰躯壳在光芒中缓缓皲裂，吸收了生命与祝福的种子，当场破壳而出，抽出一株散发光芒的世界树幼苗。死尽生来的奇迹景象让浩烈彻底被震撼。破壳的幼苗拔地而起，长成遮天蔽日的参天巨木。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踏入新区域世界树的秘密花园。全新的世界树在阿卡纳扎根，全服系统公告瞬间弹出，天降异象让外界玩家炸开锅。泰明等人看到公告，断定这件事绝对又是浩烈干的。系统提示正式通关，世界树的秘密花园裂痕，四周异界空间开始急剧消散。随着裂痕即将关闭，格兰费尔转向妮芙下达指令，让妮芙替自己调查阿卡纳局势。据点就在奎恩贝格机械塔。面对格兰费尔的嘱托，妮芙郑重领命，表示绝不会让主人失望。随着异界裂痕彻底关闭，格兰费尔瞬间传送回现实房间，感受着体内大幅消耗的魔力。浩烈不禁有些惊诧，刚才妮芙为了让世界树抽芽，竟然抽走了如此庞大的魔力。浩烈忍不住怀疑，刚才在阿卡纳经历的一切难道只是一场梦？可当他叫出系统面板，上面清晰显示着324级以及刚获得的称号最后的冒险者，这一切都在明确提醒着他，刚才经历的震撼奇迹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确认这不是梦之后，浩烈深知在阿卡纳获取称号有多难，连忙研究起这个称号的具体加成。还没等他看清奖励，窗外突然一声巨响，一只传信鸟破窗而入，大声呼唤着浩烈的名字。传信鸟扑腾着翅膀飞到面前，表示自己是专门来送通知的，要向他传达有关协会会议的新日程。之前因为本格里特失踪，协会会议被搁置推迟，传信鸟赶忙提醒，距离新会议只剩2个小时。传信鸟紧接着提到，浩烈已经整整失踪了3天。浩烈在内心瞬间崩溃，没想到妮芙抽干魔力，竟让他昏迷了这么久。格兰费尔面上依旧优雅从容，当即决定立刻出发，迅速收拾准备前往这场会议。格兰费尔准时赶到了协会会议现场，讲台上的本格里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成果汇报，这场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在场法师们的一致掌声。格兰费尔在台下肯定了他的表现，本格里特则不好意思地表示，这一切都多亏了对方的帮忙。随着本格里特演讲结束，主持人接着宣布，下一位发言者来自附魔学派。听到这个学派的名字，台下的法师们顿时议论纷纷。听到周围都在讨论塔里的黑洞，浩烈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对这个附魔学派了解并不多，根本搞不懂大家究竟在讨论什么。就在这时，附魔学派代表基子走上讲台，一开口竟当众自称是大胃王。这出人意料的自我介绍，直接把台下的法师们给整不会了。主持见他状态不对，连忙派人将他带离现场。基子被拖走时，还在歇斯底里，大骂自己是吞噬魔法塔预算的害虫。主持人趁势赶忙宣布，本次协会会议正式结束。与此同时，浩烈面前弹出了系统提示，引导协会会议的任务居然顺利完成。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他颇感意外。就在散场时，马切罗主动叫住了浩烈，邀请他一起喝茶，并表示有好消息要分享。格兰费尔神色从容，顺势表示自己正好也有消息要讲。在魔法塔的空中花园里，格兰费尔受邀与法师对面品茶。当他提及世界树的线索时，对面的马切罗震惊的直接喷了茶。马切罗万万没想到，格兰费尔不仅掌握着世界树的机密，居然还能直接拿到阿卡内的大陆情报。面对质问，格兰费尔平静地予以承认。随着世界树种子的任务信息浮现，格兰费尔优雅地抿了口茶，补充道：“这不过是散落的众多种子之一。”马切罗激动地解释道：“世界树的能量能极大帮助抵抗灭绝的法师，在世界树缺失的这段日子里，恶魔不断壮大。若真能让新种子发芽，局势将被彻底改变。”面对这惊人的战果，马切罗直言不知该如何回报。浩烈在心里暗自惊叹，居然有这么厉害。格兰费尔优雅地打断对方，顺势追问此前提到的好消息究竟是什么。马切罗表示比起这件大事根本不算什么，随后透露以后离开魔法塔再也不需要获得过半数长老法师的同意了。听到这个消息，浩烈直接被惊的当场一口茶喷了出来。马切罗补充解释道，这项权限目前仅限用于卡林泽瓦的任务，但只要处理完这件事，今后只要有高阶法师同行，所有人都能自由出入。得知以后能随时跟着进入各类裂痕，浩烈在心里狂喜不已，直呼这简直是绝佳的免费顺风车。可格兰费尔依然神色平静，直接开口追问卡林泽瓦的下落。这过于冷淡的反应让浩烈差点当场崩溃。马切罗无奈地表示，目前关押的2名法师嘴极其硬，暂时还没办法从他们口中审出线索，但没人能在地牢里撑太久，那2名法师迟早会开口招供。格兰费尔听后顺势追问，这频繁被提到的地牢究竟是个什么地方？还没等对方回答，一名法师急急忙忙冲了过来，慌张地高喊马切罗大人。对方赶紧报告，关在地牢里的那2名长老法师出大事了。听到这个突发状况，马切罗和格兰费尔惊得愣在原地。这座由无数魔法铸就的魔法塔地下，隐藏着历经岁月也从未改变的地基，这里正是被称作永恒地牢的地方。为了赶去确认情况，众人顺着深不见底的阶梯，一路直奔地牢最深处。刚踏入这片永恒地牢，浩烈还在感叹这里的特殊环境，带路的法师就大声叫住了众人。顺着走廊赶到现场，前方通道已被烈火覆盖，被关押的2位长老法师竟直接化为了满地余烬。带路的法师无奈解释，自己感应到异样魔力赶过来时，一切就已经太迟了。浩烈看着眼前的废墟，暗自琢磨，地牢内部明明无法施展魔法，这2名法师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浩烈还在纳闷，以这两人的实力，明明能逃脱，为何会惨死在这里？还没等他想通，前方的火海突然急剧升腾，化作一道巨型火柱反扑过来。面对迎面袭来的猛烈火势，马切罗果断上前，当即张开了防护结界。可这股火焰的威力非同小可，刚一接触就直接将结界当场融化。就在结界碎裂的瞬间，一柄法杖重重插在了地面之上，法杖蕴含的冰雪魔力轰然爆发，瞬间将面前汹涌的火海彻底熄灭。众人定睛一看，出手救下大家的正是赶来的塞尼奥斯长老。塞尼奥斯看着眼前的废墟，断定这2名法师惨遭杀害，就是为了防止秘密泄露而被灭口，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卡林泽瓦。塞尼奥斯冷笑了一声，直言卡林泽瓦竟敢用这种把戏戏弄魔法塔。浩烈看着眼前的塞尼奥斯，脑海中浮现出关于他的回忆，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长老法师出手。马切罗深感自责，立刻上前低头向塞尼奥斯认错，怪自己能力不足没能守住犯人。塞尼奥斯却示意马切罗抬起头来，直言狡猾的卡林泽瓦不是他能应对的。随着现场魔力痕迹消散，后续的追踪恐怕会异常艰难。塞尼奥斯突然主动叫住了浩烈，表示有一事相求，想与他单独谈谈。与此同时，系统也同步弹出了新任务，塞尼奥斯的请求。两人随后移步到高窗大厅，塞尼奥斯看向窗外，沉声开口，直言卡林泽瓦正是自己当年加入法师塔的真正原因。塞尼奥斯沉声回忆，卡林泽瓦当年是被称为火龙的长老法师，而一心想成为最强兵法师的他，为了证明自己，便将冻结火焰定为了毕生目标，带着这个执念一路苦修。塞尼奥斯最终也登上了长老之位。格兰费尔在一旁静静聆听，可塞尼奥斯却坦言，哪怕到了最后，自己依然没能彻底超越对方。塞尼奥斯坦言，原以为遥不可及的目标，如今触手可及，可走到这一步，自己心中却生出了遗憾。他直言，唯有浩烈才能帮他完成这个最后的请求。火焰肆虐间，卡林泽瓦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意，他冷笑直言，所有的棋子如今已经全部就位。只见全球各处接连亮起璀璨的红光，庞大的阵法瞬间覆盖了整个地球。卡林泽瓦的真实目的也随之揭晓，只要这最后的召唤仪式彻底完成，恶魔之王就将正式降临于世。全球异象瞬间引发现实世界震动，监测机构内警报响成一片，所有人被迫紧急返岗应对突发危机。面对塞尼奥斯的请求，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冷峻与优雅。短暂的沉寂过后，他淡然应下了对方的提议。浩烈缓步走在大厅之中，心里盘算着塞尼奥斯的合作请求，哪怕对方不主动提，他也打算与之协同合作，因为这正是系统任务的要求，协助击败卡林泽瓦重组法师塔。不过浩烈心里十分透彻，塞尼奥斯刚才的请求绝非单纯为了法师塔的安危。浩烈推门回屋，他心里非常明白，对方刚才的兴奋状态，分明是即将实现毕生夙愿的释怀。抛开这些不谈，被称为火龙的卡林泽瓦，作为极其罕见的顶级角色，游戏里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玩家，事后都给出了完全相同的评价。在那位强敌面前，除了虚无之外，一无所有。面对如此可怕的对手，浩烈心里禁不住打起退堂鼓。毕竟卡林泽瓦的火焰，连马切罗的结界都能瞬间融化。即便自己先前提升了不少等级，可要跟长老级别的法师硬碰硬，实力悬殊依然天差地别。况且新拿到的战利品短时间无法使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决，他一时间完全不知该如何准备。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收到哲明发来的消息，里面附带着加温收集到的一项资料。新闻报道显示，北极出现剧烈异变，不仅天空被漫天红光覆盖，甚至还喷涌出了炽热的熔岩。就在浩烈为此震惊时，传信羊皮纸急忙飞入房间，表示北极正检测出诡异的魔法反应，催促他立刻赶往黄玉大厅。浩烈赶到黄玉大厅时，众法师正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火系高级法师班西当场确认，北极喷涌出的这股魔力确实属于前长老卡林泽瓦。得知消息的法师们震惊不已。本格里特顺势追问，这当中是否还掺杂着其他魔力？本格里特回忆起之前的经历，当时他们循着线索找过去，最终在那里发现了一只恶魔。可这一次散发出的不祥气息，仿佛有巨大的东西正试图觉醒。格兰费尔当场揭穿真相，卡林泽瓦是在故意制造裂痕，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召唤高阶魔王。这番话瞬间让在场的法师们惊恐万分，完全搞不懂召唤魔王跟制造裂痕有何关联。格兰费尔沉声给出了解释，召唤恶魔势必需要祭品，而召唤魔王所需的祭品正是海量的生命，要随时随地制造海量尸体，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全球各地的裂痕彻底崩溃。格兰费尔指向大屏幕进一步透露，卡林泽瓦已在各地布置了11处异常裂痕，距离这些裂痕彻底形成只剩下最后13小时。看到大屏幕上的画卷，法师们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魔法。格兰费尔平静解释，这只是借来的投影仪，时间所剩无几。格兰费尔开门见山公布了应对方案，准备安排高阶法师们2人一组，分头去清除各个区域的异常裂痕。他并不想参与这次任务。卡林泽瓦同为火系大魔法师，同系交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格兰费尔当场认同了他的说法，直言火魔法存在严格的等级克制，弱小的火焰只会被更强的火势吞噬，贸然出手反而会为对方增添力量。不过格兰费尔随即话锋一转，表示在场的众人之中，刚好有一位法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听到能中和魔力属性，底下的法师们议论纷纷，猜测究竟是哪位高阶长老。
格兰费尔当场揭晓答案，这位能解决难题的人，正是附魔学派的高级法师姬子。突然被点名的姬子正裹着斗篷梭在座位上满脸茫然，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众人怎么也没想到，格兰费尔选中的居然是这个吞噬魔法塔预算的重度妄想症患者。被全场瞩目地姬子至今还没搞懂状况，格兰费尔平静解释，虽然姬子此前没能在会议上完成汇报，但他早已读过了对方所有的研究论文，正是通过这些研究，他才找到了克制卡林泽瓦的方法。格兰费尔当场下达指令，要求在场所有人即刻研读姬子的研究论文与个人日志。研究与个人日志被强行公开，让极度内向的姬子当场崩溃。与此同时，北极南到达之极的深处，狂暴的熔岩与火光轰然喷涌。卡林泽瓦正伫立在火光之中，恶魔阿金帕塔姆随之现身，调侃他在北极搞出这般动静，实在过于招摇。卡林泽瓦也当场认出了来人。阿金帕塔姆提醒卡林泽瓦，在这样肆无忌惮的倾泻魔力，魔法塔很快就会察觉到异常。卡林泽瓦对此毫无顾忌，他只关心眼前的这一切是否足够作为通往真理的祭品。阿金帕塔姆笑着给出了肯定答复。魔王对这份祭品非常满意，因为卡林泽瓦已经在全球制造了整整11处裂痕。现场突然传来异样动静，卡林泽瓦抬头看向天空，沉声表示其中一处裂痕的魔法信号刚刚突然被切断了。阿金帕塔姆感到难以置信，直言普通的人类冒险者绝不可能干涉尚未完全形成的裂痕。卡林泽瓦面色凝重，怀疑是魔法塔已经开始行动，可世上能干扰他魔力的人屈指可数。话音未落，天空之中便响起了狂暴的电光。卡林泽瓦脸色大变，因为被切断的信号不仅是一个，而是正在接连不断的熄灭，并且对方正以极快的速度直冲他们而来。还没等两人做出反应，一道耀眼的蓝光突然贯穿夜空。阿金帕塔姆震惊地抬头望去，天空中的光芒竟在他们头顶直接凝聚成了一座传送门。传送门的另一端瞬间锁定目标，众人成功找到了卡林泽瓦的位置。格兰费尔没有丝毫迟疑，当即下令本格里特准备开火。本格里特立刻响应指令，全力凝聚魔法力量。而远在另一端的卡林泽瓦也瞬间察觉到了危险，一束纯粹的魔力光柱直接跨越传送门轰然砸下。卡林泽瓦见状大惊失色，格兰费尔完全不给对方喘息机会，紧接着连续点名调度其他法师，接连发起后续攻势。被叫到的姬子手忙脚乱，疯狂翻找着手中的魔法书，心虚的怀疑这招到底管不管用。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续打击，卡林泽瓦震惊不已。原本附魔学派只给物品附魔，这次他们直接打破常识，将魔法附魔在了魔法之上。在马切罗稳定魔力的支撑下，黑魔法与纯粹魔力完美融合。原本手忙脚乱的姬子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这才发现这招组合魔法真的奏效了。格兰费尔紧接着点名，其他高阶法师接连响应，将各自的魔力不断叠加注入，进行附魔强化。为了将攻势威力推向极致，格兰费尔最后点名火系高级法师，让最强火魔法融入其中。伴随着法师们的全力响应，集结了全员魔力的火焰光束轰然爆发，直奔卡林泽瓦与恶魔阿金帕塔姆砸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猛烈攻势，即使是号称历史上最强的火法师，卡林泽瓦也根本无法抵挡。庞大的光柱轰然炸裂，瞬间将现场彻底吞噬。随着狂暴的轰鸣声渐渐平息，现场只剩下一片弥漫的蒸汽与浓烟。可随之烟雾散去，卡林泽瓦竟然毫发无伤，他当场爆发出更加狂暴的烈焰，顺着尚未关闭的传送门，直接反向扑向了黄玉大厅。面对瞬间倒挂而来的汹涌火势，大厅里的法师们措手不及，局势瞬间彻底失控。法师们拼尽全力撑起防御结界，但卡林泽瓦的火势过于霸道，防护罩瞬间变得摇摇欲坠。肆虐的火海迅速蔓延，整座法师塔都面临被彻底融化的危机。远在北极的卡林泽瓦猖獗大笑，顺着传送门继续加大火力倾泻，是要看看法师塔能撑到什么时候。汹涌的火海之中，突然砸下一道强悍的冰霜魔力，卡林泽瓦瞬间脸色大变，冰蓝色的寒气瞬间撕裂烈焰。塞尼奥斯竟直接跨越传送门，降临在了北极战场。塞尼奥斯手持法杖，居高临下嘲讽卡林泽瓦，脾气依然跟过去一样急躁。看到对方竟敢独自杀上门来，卡林泽瓦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大厅里的法师们更是彻底震惊，谁也没想到塞尼奥斯长老居然会一身冲进裂痕之中。看到塞尼奥斯一身冲进裂痕，格兰费尔当场宣布自己也要前往北极与塞尼奥斯组队。马切罗等人闻言大吃一惊，连忙劝阻这太危险，不能只让他们两个人去面对卡林泽瓦。但格兰费尔态度坚定，提醒众人各自还有任务要处理，并将大局指挥全权托付给了马切罗。说罢，格兰费尔不再犹豫，径直跨入了传送门，只留下一众法师在身后震惊议论。格兰费尔离开后，大厅里的法师们乱成一团。虽然他临行前交代了各自的任务，但面对卡林泽瓦这样的强敌，众人依然深感不安。为了防止战斗波及外部，法师们决定立刻封锁法师塔。随着魔法阵与锁链升起，法师塔大门被彻底封死。这突如其来的异响立刻引起了塔外玩家的注意。众人看着封死的大门，根本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卡林泽瓦看着赶来的格兰费尔，出言嘲讽塞尼奥斯竟然还带了个冒险者过来，难道也是为了探寻真相？塞尼奥斯闻言当场冷笑出声，斥责卡林泽瓦不仅傲慢，而且愚昧至极。卡林泽瓦
被说得面色一沉。塞尼奥斯直接反唇相讥，真以为别人叫他一声火龙，他就真的是龙了？靠把灵魂出卖给恶魔，根本不可能触及真正的真相。卡林泽瓦怒极反笑，嘲讽塞尼奥斯和其他人一样愚蠢，声称只有绝对的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说完，他不再留情，狂暴的火焰魔力直扑两人而去。就在这时，监测室内的警报突然狂响，同事看着屏幕大惊失色，先前被法师们切断的异常魔力，竟然在瞬间全部恢复了过来。全球各地的裂痕再次亮起异光，这股更加狂暴的能量让监测人员陷入极度恐慌。卡林泽瓦狂暴的魔力直接在现场撕裂出巨大的裂痕，伴随着系统的错误警报疯狂响起，全球范围内同时爆发出无数新的裂痕，连他们脚下的时间和空间也开始发生剧烈扭曲，周围的一切正在迅速化作裂痕。面对这失控的局势，格兰费尔也不禁心头一紧，系统界面随即弹出错误提示，全新的维度裂痕已被强制开启。卡林泽瓦不再废话，直接让恶魔阿金帕塔姆打开大门。阿金帕塔姆恭敬领命，一座散发着血红光芒的巨大古门在众人面前轰然开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塞尼奥斯微笑着转过头，看向了身后的格兰费尔。面对从古门中疯狂涌出的恶魔骑兵，塞尼奥斯询问格兰费尔能否独自应对。格兰费尔一口答应。与此同时，他的专属技能天敌瞬间激活，对阵恶魔族时的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格兰费尔凌空施法，庞大的魔力瞬间席卷战场，将冲在前方的恶魔骑兵整片冻结击碎。眼看手下的恶魔骑兵被瞬间清空，卡林泽瓦被彻底激怒，他咆哮着爆发出狂暴的火焰，向格兰费尔倾泻出铺天盖地的烈焰攻势。面对迎面扑来的冲天火光，格兰费尔也严阵以待。塞尼奥斯突然出声打断，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卡林泽瓦身上，表示自己才是他真正的对手。极寒的冰霜魔力瞬间爆发，与席卷而来的滔天烈焰正面撞在一起。面对扑面而来的冰霜攻势，卡林泽瓦非但没有收手，反而放声大笑。他当场嘲讽塞尼奥斯不自量力，直言冰与火本就互相克制，这种还没冻结就会融化的魔法根本不可能阻挡他的脚步。冰霜与烈焰正面硬汉，瞬间引发剧烈的炸裂，庞大的魔力互相侵蚀蒸发，蒸腾起漫天滚烫的浓重水汽，将周遭视线彻底遮蔽。格兰费尔警惕，落地戒备。借着浓重水汽的掩护，恶魔阿金帕塔姆突然发出嚣张叫嚣，带着翻滚的烈焰猛然向格兰费尔直扑而来。眼看前方熊熊燃烧的火海，恶魔在一旁嚣张嘲讽，以为格兰费尔毫无反抗就被烧成了灰。他当即转身指挥恶魔大军，准备全面支援卡林泽瓦。可还没等他下达完命令，一只手猛然从烈焰中杀出，格兰费尔完好无损地走出火海，当场死死扣住了恶魔的脑袋。格兰费尔面对恶魔冷淡表示，刚才没动手不过是没有必要。恶魔阿金帕塔姆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人类为何能从恶魔的烈焰中存活。格兰费尔当场嘲讽对方的魔法软弱无力，随即便手上发力，直接将阿金帕塔姆捏得粉碎。将恶魔彻底解决后，格兰费尔才说出原委。早在出战前，他就叫姬子在自己身上施加了防护。察觉到恶魔阿金帕塔姆战败被杀，卡林泽瓦反而狂笑起来，承认格兰费尔并非等闲之辈，但他转手就死死扣住了塞尼奥斯的脖子，叫嚣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只要各地裂痕彻底崩溃，魔王就会即刻降临复活。监测室内警报声突然响成一片，监测人员看着陡变的数据震惊不已，各地裂痕的崩溃速度正以指数级飙升，崩溃进度瞬间拉到了 82%， 照这样下去整个世界都将彻底崩溃。随着无数裂痕加速崩溃，卡林泽瓦狂妄的大笑，叫嚣自己即将触及前无古人的真理巅峰。被死死掐住脖子的塞尼奥斯口吐鲜血，面对卡林泽瓦的压制根本无力反抗，卡林泽瓦更是当场叫嚣，绝不可能有人能将他击败。泰明疯狂砸着大门，怒骂法师塔里的人到底在干什么。眼看各地裂痕即将彻底崩溃，他大声咆哮，要对方立刻开启传送门，哪怕杀进去战死，他也绝不坐以待毙。面对卡林泽瓦的狂妄叫嚣，被死死扣住的塞尼奥斯却突然开口，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这场战斗中击败他。卡林泽瓦闻言顿时大吃一惊。与此同时，监测室的系统提示接连弹出，原本加速崩溃的各地次元裂痕竟正在被接二连三的快速清除。工作人员被这突发的状况彻底震惊。法师塔的高阶法师们早已严格按照浩烈此前的部署，两人一组火速赶往各地濒临崩溃的异常裂痕被法师们接二连三的成功清除。看着精心布置的裂痕被接连瓦解，卡林泽瓦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塞尼奥斯凝视着前方的劲敌，冷冷宣告这是送给他的离别礼物。话音刚刚落下，一股恐怖的魔力光柱直接冲天而起。面对这猝不及防的突袭反击，卡林泽瓦当场大吃一惊，引爆的水柱喷泉如同滔天巨浪，迎面轰向惊慌的卡林泽瓦。被水流正面吞没的卡林泽瓦怒不可遏，疯狂叫嚣，这不过是无用的雕虫小技。他爆发出狂暴的恶魔魔力，强行将周身的滔天水柱瞬间炸裂。远处传来的剧烈震荡，让远方的格兰费尔瞬间警觉起来。格兰费尔清楚意识到战斗已彻底爆发，伴随着阵阵撼天动地的轰鸣，无数恶魔如潮水般涌入战场。面对铺天盖地涌现的恶魔大军，格兰费尔眼神冷冽，让他们一起上。他当场爆发起浩瀚的冰蓝魔力，向着全场轰出毁天灭地的魔力光柱。格兰费尔
没有时间跟恶魔慢慢纠缠。他挥剑斩出范围极广的冰蓝剑气，瞬间将扑上来的恶魔彻底撕碎。面对源源不断涌现的恶魔群，他深知一旦停手裂痕就会崩塌，必须尽快赶去与塞尼奥斯会合。就在这时，远方再次爆发出冲天的狂暴火光，卡林泽瓦彻底被激怒，疯狂嘲讽塞尼奥斯的冰魔法不堪一击，宣称自己的烈焰能融化世间一切。然而狂妄的话语还没说完，周围的温度突然急速下降，连卡林泽瓦呼出的气体都瞬间凝结成了白霜白雾。在漫天烈焰的包围之中，卡林泽瓦突然察觉到情况不对，一股致命的极寒力量竟直接从他的体内深处轰然爆发。面对难以抗拒的侵蚀冰冷，塞尼奥斯冷冷揭晓了真相：先前的冰魔法不过是吸引注意的诱饵，真正冻结的是早已散播在空气中的极寒气息。随着卡林泽瓦不断吸入，他的内脏早已被冰霜彻底侵蚀。卡林泽瓦这才惊觉陷入陷阱，刚才的战斗之所以显得过于轻松，是因为对方一直在施展双重魔法。为了设下这个必杀的死局，对方甚至不惜将自身也置于危险之中。极寒气息迅速在四肢百骸蔓延，坚硬的冰霜不断在他体表开裂。漫天飘散的冰雾之中，塞尼奥斯冷笑着再次开口，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战斗中击败他。卡林泽瓦心中陡然升起惊天一团，如果不为胜负，这场死局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原来在众人出发前，塞尼奥斯就交给了格兰费尔一张卷轴，那是他数百年来注入魔力的底牌，威力足以彻底摧毁一个次元。面对格兰费尔的疑虑，塞尼奥斯坦言自己的魔法被对方克制，就算拼上性命也只能勉强打平。如果最终局势彻底失控，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发动卷轴，彻底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夙愿。格兰费尔紧握着手中的毁灭卷轴，质疑塞尼奥斯难道非要同归于尽？塞尼奥斯却显得无比平静，坦言自己活了数百年受限江中，能在生命最后了结夙愿才是心愿。惨烈的战场上，极寒魔力不断在体内爆破玻璃，卡林泽瓦终于惊觉可怕的真相，对方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必死决心杀来的。塞尼奥斯冷冷开口嘲讽，询问卡林泽瓦核心被冻结的滋味。极寒彻底深入骨髓，卡林泽瓦的身体在冰霜中不断裂开，行动变得极度迟缓，甚至第一次萌生了败亡的恐慌。感知到对方的呼吸急剧衰弱，塞尼奥斯确认局势已定，在漫天冰雪中冷冷吐出火龙二字。塞尼奥斯拉着卡林泽瓦一同封入冰晶，要在这片永恒积雪下彻底结束一切。可濒临绝境的卡林泽瓦绝不接受同归于尽的凄惨结局，咆哮着强行冲破极寒锁链。狂暴的火焰化作凶残的火龙，在巨响声中掀起反扑的滔天巨浪。塞尼奥斯震怒地看着眼前一幕，为了融化封死核心的极寒，卡林泽瓦竟极其狠辣地直接在自己体内点燃了汹涌烈焰，强行冲破了同归于尽的极寒封印。这疯狂的反扑掀起剧烈动荡，连远处的格兰费尔也猛然感知到了这股暴涨的能量。战场上的恶魔接连倒塌崩溃，庞大的魔力与生命能量全被卡林泽瓦强行抽走。吸收了全场恶魔魔力的卡林泽瓦凝聚起毁天灭地的炽热火球，疯狂咆哮着自称为至高半神。塞尼奥斯厉声大喝，试图阻止，警告他疯狂吞噬很快就会丧失理智。卡林泽瓦咆哮着显化出巨龙姿态，狂妄宣告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霸主。塞尼奥斯严阵以待，突然惊恐地发现，疯狂肆虐之后，体内的魔力竟然瞬间消耗殆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一只散发着蓝光的手轻轻搭上了他的肩膀。格兰费尔及时赶到现场，冷静地道了一句：“抱歉，我来晚了。”塞尼奥斯大吃一惊，赶忙出声劝阻，直言面对半神极其危险，劝他立刻离开危险的战场。面对劝阻，格兰费尔显得格外平静，坦言凭常态魔法确实无法战胜半神，可卡林泽瓦错就错在刚才疯狂吸收了全场恶魔的魔力。系统提示随之响应，专属技能天敌瞬间强行激活，针对恶魔一族的战斗能力大幅飙升，狂暴的蓝色能量在他周身瞬间炸裂。格兰费尔当即在高空配合出手，浩瀚的冰霜魔力化作巨鸟俯冲而下。面对这股降临的极寒力量，卡林泽瓦根本来不及躲避，瞬间被铺天盖地的冰霜死死包围，任凭他如何挣扎咆哮，狂暴的火焰还是被层层坚冰彻底封死。重伤倒地的塞尼奥斯状态堪忧，格兰费尔赶忙上前将他扶起，焦急询问老长老的身体状况。此时的塞尼奥斯全身布满烧伤与冻伤，体内的魔力更是消耗得一干二净。虚弱不堪的塞尼奥斯一把抓紧对方，艰难提醒格兰费尔立刻发动毁灭卷轴。卡林泽瓦并没有被彻底封冻，这层坚冰顶多只能困住他一时。他催促格兰费尔撤离后摧毁裂痕，坦言自己在世上的时间已不足1分钟，很遗憾没能亲手实现夙愿。面对这番悲观的遗言，格兰费尔反问：“这是否是一个长老该说的话？”塞尼奥斯凝神补充道：“如果能够达到绝对零度，或许就能将卡林泽瓦永久封印，但要做到绝对零度，需要无限的时间与空间，这根本不可能实现。能短暂封冻烈焰，已经毫无遗憾。”话音刚落，格兰费尔顺手抽出卷轴，平静地表示：“既然如此，那他就去带来无限的时间与空间。”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塞尼奥斯当场愣住。格兰费尔非常清楚，单凭自己目前的魔力，根本无法独自干涉并具象化时间和空间。有了塞尼奥斯留下的卷轴，一切就变得有可能了。随着卷轴迸发出耀眼光芒，一座通往永恒地下城的光之巨门在虚空中赫然显现。
塞尼奥斯见状不禁放声大笑，感慨对方居然真的帮他实现了夙愿，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报答。看着被冰封的卡林泽瓦，准备带他一同踏入永恒地下城，彻底将其永久封印。浩烈想起拿到卷轴时的情景，当时他曾困惑地询问：既然任何人都能使用卷轴，为什么这件事非自己不可？面对疑问，塞尼奥斯只是面带笑意，并没有直接回答。浩烈这才明白塞尼奥斯的顾虑，他非常了解马切罗那些年轻弟子，如果把任务交给他们，大家一定会哭着挽留，甚至不惜赔上性命陪他走向终局。塞尼奥斯不再是以长老的身份下令，而是以一个担心后辈的普通老者，郑重地将一切托付给了浩烈。浩烈听后沉默许久，最终应下了这个沉重的托付。塞尼奥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着法师塔的后辈们，在心里向浩烈道了一声感谢。在讨伐大罪犯卡林泽瓦的决战中，大长老法师塞尼奥斯就此陨落。此刻的法师塔内，众人默然伫立，为他举行最后的追悼仪式。这场追悼仪式只能秘密举行，众人忍不住深感痛惜。大长老本该拥有更宏大的葬礼，可真相只有高阶法师才能得知。本格里特更是懊悔万分，自责当初要是没被恶魔崇拜者欺骗，事情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就在众人陷入悲痛时，大殿里突然传来一道沉稳的声音，让他们把头抬起来。格兰费尔缓步走进了现场，面对走进大殿的格兰费尔，在场的法师们纷纷惊呼出声。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地提醒众人，过度的沉痛默哀反而违背了应有的礼仪。看着他这副冷静的模样，本格里特忍不住泛起泪花，心里比谁都清楚，亲手送走大长老的他，才是受打击最深的那个人。格兰费尔静静上前，放好祭品，将手按在胸前，深深致意。看着他镇定自若的背影，周围的法师们心中满是敬佩。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大长老离世的惨痛打击下，他是在竭尽全力压抑内心的悲痛，因为他非常明白，越是这种关头，自己就越要维持大局不垮掉。格兰费尔平静地告诉众人，塞尼奥斯大长老离世的那一刻，脸上其实带着微笑，他至死都坚守着属于法师的骄傲，没有任何遗憾。得知大长老走得坦然，在场的法师们深受触动，忍不住低声抽泣。格兰费尔看着伤感的众人，心中明白不能再继续沉溺过去。格兰费尔提醒大家，比起一味沉浸在悲伤里，不如想想法师塔接下来该干什么。这番话让在场的法师们深受触动。马切罗坦言，虽然法师塔损失惨重，但也让所有人彻底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大家纷纷站出来恳求格兰费尔，希望能随他一起出征，彻底将恶魔斩草除根。格兰费尔看着士气高昂的众法师，满腔欣慰地赞许了一句甚好。他泰然伸手整了整领带，准备正式挑起统领法师塔的重任。可浩烈的内心却当场崩溃抓狂，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自己真的非接管法师塔不可了。随着战场画面被无人机曝光，浩烈公开宣布自己已将裂痕清除，并彻底关闭了法师塔传送门。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谢绝透露任何细节。这番通告瞬间轰动外界，泰明得知真相后气得狠狠砸拳，这才反应过来法师塔入口突然封锁的真正原因。原来在裂痕即将坍塌的紧要关头，被困在门外的众人只能疯狂叫喊，隔着大门质问法师塔究竟在搞什么。泰明这才意识到浩烈封锁传送门是因为觉得玩家在战斗中毫无用处，懊恼自己再次没能帮上任何忙。哲明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自责，反问他难道打算一直坐在那发牢骚？哲明抱着大叠资料笑着安慰，只要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以后一定能成为浩烈的助理。泰明刚想开口回应哲明，清脆的提示音突然在面前响起，系统的定期更新面板赫然浮现。不只是泰明，此时此刻世界各地的玩家全都接到了这条突如其来的更新通知。紧接着，系统再次弹出了重磅公告，宣告全新的区域已经正式添加到世界中。这个新区域背后的女神教会，曾在阿卡纳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教义极其严苛，全大陆依然有1/3的人虔诚信仰。而女神教会的圣地，正是被称为妙恩的地方。系统公告紧接着正式宣布，这次添加到世界中的全新区域，正是女神圣地妙恩。新地图的消息迅速引发全场热议，玩家们都在期待丰富的任务与加成。可浩烈此刻却彻底崩溃抓狂，本该带来福祉的女神教会，竟然直接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女神教会的大门前突然下起密集箭雨，毫无防备的玩家瞬间被打得措手不及，在乱箭中狼狈逃窜。全副武装的圣骑士冷酷逼近，对现场众人发起了无情的攻击。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的妙恩正门，雄伟的女神圣地前早已聚集了大量人群。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呼唤盖弗，现身的正是波西米亚公会会长盖弗。大批记者瞬间蜂拥而至，追问他为何在沉寂许久后，第一时间率队赶来探索新地图妙恩。面对铺天盖地的镜头，盖弗坦言公会此前确实辜负了期待，但这次情况将截然不同。他握紧拳头表明，因为自己的职业正是一名圣骑士。盖弗声称自己过去与女神教会关系融洽，这次将由他亲自领队攻坚新地图。这番发言瞬间引发全场的轰动与欢呼，享受着众人的推崇。盖弗在心里暗下决心，此前他只能看着浩烈屡屡大放异彩，这次他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关注。盖弗在心里暗自得意，认为这次的舞台将属于他这个世界第一圣骑士。然而这番雄心壮志还没维持多久，眼前的局势就让他瞬间愣住。耸立的女神教会大门前，突然疯狂涌动起无比诡异的血红煞气。
副手看着眼前的阵仗，忍不住提出质疑，怀疑盖福当年和教会的关系根本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融洽，因为门内的骑士们正纷纷举起弓箭瞄准了他们。面对打脸的现实，盖福大吃一惊，连忙上前主动表明圣骑士的身份，声称这次是专门带队来帮忙的。然而话还没说完，一支利箭就直接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脸颊被擦伤流出血痕，盖福当场愣在原地。对面的教会骑士却厉声喝断，严厉警告所有人听清楚。对方冷冷宣告，妙恩的子民都在等待审判之日，圣女弗蕾扎自会处理好一切，教会根本不需要任何外人的帮助。面对这毫不客气的强硬拒绝，旁边的副手焦急出声，提醒大受打击的盖福赶紧清醒过来。盖福被对方的强硬态度搞得措手不及，身后众人也对这出乎意料的局势深感意外。教会骑士紧接着以女神之名降下通牒，严告凡是敢擅自靠近妙恩的人，通通都要接受严厉的惩罚。话音刚落，铺天盖地的密集箭雨便呼啸而至，盖福只能仓皇举剑抵挡防护。原本前来支援的众人被打得猝不及防，现场一片混乱。突发状况迅速传回韩国 AAU 总部，看着前线失联的画面，工作人员震惊宣告妙恩竟然直接宣战。在一片慌乱之中，桑巴克面色凝重的飞速敲击键盘，紧急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同时调来了妙恩的卫星图像，发现城内圣骑士的数量多得反常，城墙内部的设施极其完善，甚至能做到完全自给自足。这一切显然是早有预谋。同事忍不住质问，这难道真的是圣女下达的命令？桑巴克却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同事大吃一惊。桑巴克解释道，听到圣骑士在广播里提到圣女，他便立刻去 AAU 数据库查询资料。如果圣女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角色，系统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可当他搜索弗蕾扎的创作者时，系统里却完全查不到任何信息。格兰菲尔断定，这位所谓的圣女极有可能是恶魔假扮的。听到这个惊人的推论，浩烈吓得崩溃抓狂，生怕引来亵渎罪的祸端，他直接伸手按住格兰菲尔，执着任务界面冷静提醒，系统写的明明是圣徒而非圣女，上面的职业任务明确显示，目标正是去会见女神教会的圣徒。看清任务提示后，格兰菲尔当即决定先回阿卡纳收集关键信息。格兰菲尔向妮芙下达指令，让他替自己调查阿卡纳的局势，并及时汇报。妮芙恭敬应下任务。安排好调查工作后，格兰菲尔决定立刻动身去见他。格兰菲尔带着克莱尔来到了裂痕深处的咒语矿山，这里是推荐等级高达550级的危险区域。第一次亲眼看见裂痕的克莱尔忍不住惊叹出声。格兰菲尔出声提醒他集中注意力，克莱尔吓得赶紧收回，心思慌忙答应。克莱尔跟在身后默默打鼓，不明白浩烈为何偏偏带上自己。毕竟当时法师塔全员申请前往，连资历更深的高级法师都被婉言拒绝。虽然出战前贝利埃曾鼓励过他，说浩烈或许是对他寄予厚望，可面对眼前的凶险区域，克莱尔心里依然一点底都没有。克莱尔赶忙摇了摇头，在四周仔细搜寻魔法药草，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株散发微光的草药。就在克莱尔惊喜的伸手准备采摘时，身后的格兰菲尔突然开口叫停，神情冷酷地直呼了他的名字。一只高达550级的佣兵团幽灵突然从头顶朝着克莱尔扑了过来，还没等对方靠近，一道冰霜魔法瞬间将其死死冻在半空。克莱尔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的冰雕，一眼认出这是塞尼奥斯大长老的绝技。格兰菲尔手持冰焰缓步走来，平静表示既然亲眼见识过大长老的招式，自己顺手拿来练习掌握也是理所应当。格兰菲尔指出这株草药名叫复魂草，只生长在稀有的明矿之上，自带吸引灵魂并召唤幽灵的特性。意识到险些惹来大祸的克莱尔连声致歉，格兰菲尔却表情严肃地打断了他，直接质问他来到这处裂痕的真正目的。克莱尔连忙回答是为了采集草药做研究。格兰菲尔随即冷冷提醒他专心做好眼前的这件事。格兰菲尔主动表示，接下来出现的幽灵他会负责全部冻住。浩烈在心里打起算盘，想借机提升技能，量产药草，开一家自己的药水工厂，大赚一笔。克莱尔被这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发誓绝对不会辜负他的期待。格兰菲尔随即叮嘱他，顺便去解决被冻住的怪物，积累经验。可浩烈心里非常清楚，格兰菲尔真正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节省法力值而已。克莱尔随即释放出猛烈的火系魔法，将眼前被冻住的怪物瞬间炸得粉碎。看着眼前轰炸般的威力，浩烈忍不住在心里感叹，怪不得他能成为法师塔的一员，明明是个辅助类的治愈师，居然能轻松解决560级的怪物。浩烈暗自庆幸，这次带他过来真是带对了。面对克莱尔展现出的强悍实力，一旁歇息的格兰菲尔却依旧冷酷平静地表示他不过是尚可罢了。为了恢复法力值，格兰菲尔喝下了魔法草药茶。浩烈见状在心里疯狂吐槽，靠着草药茶才勉强支撑，居然还能表现得这么从容。不过见克莱尔能独自采集草药，浩烈决定把注意力放回正事上，准备正式召唤契约精灵。格兰菲尔抬手凝聚魔法，随着耀眼的光芒绽放，契约精灵妮芙顺利应召现身。妮芙随即翩翩起舞，优雅的奉上热茶向格兰菲尔报道。看着他
越来越夸张的做作举止。浩烈在心里疯狂抓狂，吐槽这家伙怎么变得比以前更尴尬了。妮芙解释自己为了变得高贵优雅，特意专门学习了这套礼仪举止。格兰菲尔赞许的表示自己早就注意到了。浩烈在内心绝望咆哮，劝他千万别学这种无用怪东西。格兰菲尔并未理会浩烈的抓狂，直接开口打听起阿卡纳目前的局势。妮芙满怀歉意的汇报，虽然还没能搜集到足够的局势情报，但在之前启动的奎恩贝格机械塔那边已经有了新的动静。大批矮人驾驶着飞艇赶来，正操控机械装备，全力击退周围肆虐的恶魔。听到矮人族竟然主动出动参战，格兰菲尔感到相当意外。妮芙补充道，矮人正是察觉到了机械塔的运转才赶来参战，多亏了他们，肆虐的恶魔正遭受重创。听着远处的战况，格兰菲尔按着额头沉声感叹，恨不得现在就立刻赶去战场。看着格兰菲尔那标志性的动作，浩烈在心里默默吐槽，难道这家伙是在履行恶魔猎人的责任？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此刻其实也怀着同样的心情。随着机械塔持续击退恶魔，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机械塔积累的所有经验与声望，浩烈现在全都有权直接提取。一想到矮人打怪的收益全归自己，浩烈在内心疯狂欢呼，迫不及待想立刻赶去阿卡纳。相比于浩烈的狂喜，格兰菲尔依然保持冷静，顺势向妮芙打听起女神教会的近况。面对追问，妮芙却显得十分犹豫。她坦言自己完全没能打听到关于教会的任何消息，庞大的女神教会凭空消失，阿卡纳却没有任何人提及。浩烈越想越觉得蹊跷。汇报完情报后，妮芙询问接下来的安排，格兰菲尔起身命令他带自己前往这个裂痕的终点。听到要直接赶往灵族怪物所在的位置，浩烈顿时有些心慌。格兰菲尔却只是平静地整了整领带，打算迅速打完领主离开这里。与此同时，推荐等级高达550级的曼特拉矿山第一区里，讨伐队伍正遭受惨烈重创，强悍无比的领主怪物打得众人溃不成军，眼看伤亡不断扩大，手下焦急地劝说罗俊群带队撤退。罗俊群却冷酷地拒绝了提议。在他看来，如今节茜已经离开了闪耀公会，他一心想抢先拿下这个裂痕，好让公会的排名快速上升。面对手下的劝阻，罗俊群根本听不进去，当场拔出长剑，下达死命令，要求全员不许退缩，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得继续发起冲锋。而他们眼前的对手正是等级高达660级的领主怪物钢铁巨人。浩烈本以为讨伐领主会是一场硬仗，没想到格兰菲尔轻而易举就解决了战斗，顺利程度让浩烈直呼比想象中简单太多。连打惨天下统一公会的领主怪物钢铁巨人，面对格兰菲尔也当场甘拜下风，坦言自己一直在等待像他这样高贵且潜力无限的强者。钢铁巨人请求随格兰菲尔一同前行，随后庞大的身躯化作微光凝聚到他的掌心中，光芒消散后化为一块蕴含着灵魂的史诗级矿石。看着手中的矿石，浩烈在心里暗自惊讶，没想到刚才那个威猛的领主怪物本体居然比想象中还要小。浩烈在心里暗自琢磨，打造自我之剑所需的名矿蕴含着自我意识，平时会化作钢铁巨人考验挑战者，只要向他展示出绝对压倒性的强大剑气，就能直接通过他的考验。这其实才是拿到名矿的隐秘方法。想到这里，浩烈忍不住暗自庆幸，要是刚才真在没剩下法力的情况下硬拼，恐怕还真的很难善终。格兰菲尔语气平静地表示自己不会输给任何人。浩烈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承认他说的确实没错。随着系统提示成功通关曼特拉矿山，整个裂痕开始快速消散，众人瞬间被传送回了外界的街道。采完草药的克莱尔迎了上来，看着眼前彻底消失的裂痕，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没想到通关裂痕会是这种场面。他询问格兰菲尔事情办得如何，格兰菲尔平静地表示进展很顺利。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喊声，罗俊群大步走了过来，见众人通关了曼特拉矿山，便主动上前打招呼。满身伤痕的罗俊群得意地表示，这次可是自己的公会抢先一步通关了裂痕。看着他炫耀的模样，浩烈在心里暗自嘀咕，自己不过是为了收集魂草和名矿才稍微耽搁了一会儿。罗俊群本想趁机在镜头前风光一把，大喊这次该轮到自己成为焦点了，结果记者们根本没空理他，纷纷向着刚出来的浩烈蜂拥而上。罗俊群被蜂拥而至的记者直接推倒在地，看着他这副惨状，浩烈在心里忍不住有些同情。可还没等他细想，现场的麦克风就已经死死堵到了眼前。记者们不仅恭喜他成功通关裂痕，还追问他是不是亲自下达了解决妙恩局势的命令。这突如其来的重磅提问，把完全不知情的浩烈当场问懵，在心里抓狂地喊了起来：妙恩正门！此前被打得伤痕累累的盖夫，看着眼前的反常画面，彻底傻了眼。连他这个正牌圣骑士都被严词拒绝，眼前这群态度极其强硬的妙恩骑士，此刻居然全都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地。领头的骑士颤抖着求饶，直言没能及时认出阁下的尊贵身份，自己犯下了难以恕罪的滔天大罪。马切罗缓缓掀起兜帽，语气平静地让跪倒的骑士们抬起头来。他坦言，众人真正该效忠与尊重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法师塔的高阶法师浩烈。看着他把这重磅身份硬甩给自己，浩烈当场崩溃抓狂，在心里疯狂尖叫：他到底在搞什么鬼？马切罗严厉
质问在场的妙恩骑士，既然教会倡导博爱，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大门死死紧闭。这种闭门不出的反常举动，显然极其不寻常。马切罗当众宣布，法师塔要求浩烈与圣女单独会面。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骑士无不大惊失色。马切罗心里非常清楚，教会现在的反常举动绝对有蹊跷，只要能识别恶魔的浩烈见到圣女，就一定能看穿教会的真面目。在妙恩城堡最深处，骑士独自走入大殿，恭敬地向高台上的圣女丹膝跪地。圣女让他抬起头来，质问他为何敢违抗命令，擅自打开妙恩大门。面对圣女的质问，骑士低下头恳求宽恕。他解释说，法师塔的法师亲自登门，那是能轻易毁掉这里的可怕力量。对方只是要求与圣女会面，自己这才暂时放行。圣女听后冷冷指出，这只能说明他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骑士吓得连忙大声否认，可话音未落，一股诡异的血色气息突然从他体内爆发出来。被血色气息缠绕的骑士发出痛苦的惨叫。高台上的圣女出言安抚，说妙恩突然降临异世，大家感到焦虑也是人之常情。他让骑士仔细聆听，问他女神究竟说了什么。在诡异力量侵蚀下，骑士痛苦的断断续续转述，称女神斥责法师塔傲慢无礼。得到满意的答复，圣女当即高声下达命令，彻底开放妙恩，向全世界展现教会的伟业。受血色力量控制的骑士近乎癫狂地高声赞美女神。圣女满意的冷笑，称赞他不愧是团长，确实是女神最忠诚的仆人。妙恩城内早已人满为患，主播正在现场直播，得知法师塔提到了浩烈，大家都猜测浩烈随时会现身。主播趁机介绍城内情况，指出圣女就在城中城堡，但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他便准备带大家先看喷泉，那边的广场早已挤满围观人群。主播对着镜头大声介绍，称面前的泉水是女神的奇迹，据传喝了能让人变得年轻。他准备当场亲自尝尝。他对着镜头胡乱打趣，万一喝完出意外，要把收益留给妈妈和浩烈。话还没说完，主播一回头，竟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身后走过。他激动的大声尖叫，喊着浩烈居然真的来了。只见格兰菲尔身穿一身利落正装，神色冷峻的在众人瞩目下前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浩烈心里十分奇怪，原本严密封锁的妙恩怎么会突然对外敞开大门？这让他想起马切罗的提醒，圣女极其擅长政治手段，靠着号称能永葆青春的奇迹，吸引到了海量的追随者。如今突然开放封锁聚集人群，恐怕是为了将他们全部转化成信徒。浩烈越发觉得局势极其诡异，格兰菲尔毫不犹豫拔出佩剑，径直走向圣女城堡入口。守卫瞬间拔剑上前阻挡，厉声警告这里是圣女弗蕾扎的城堡，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踏入。浩烈敏锐地察觉到守卫身上正散发着一股诡异气息。格兰菲尔冷哼一声，一眼看穿了眼前的诡计。随着天敌技能瞬间激活，城堡上方显现出魔气缠绕的恶魔之眼，号称救世的圣女弗蕾扎真面目居然是个恶魔。揭穿真相后，格兰菲尔顺势打响指，准备让所有人也看清真相。随着响指声响起，所有骑士身上的异常状态被瞬间净化。受控的众人清醒过来，纷纷抱住剧痛的头部，困惑不已。就在场面一片混乱时，圣女弗蕾扎缓缓从城堡走出来，厉声叫停众人的骚动，质问是谁允许擅自这么做的。恢复清醒的骑士震惊地看向圣女，完全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群众和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为圣女弗蕾扎的现身惊呼。弗蕾扎厉声质问谁敢对他的骑士动手，爆发出遮天蔽日的红黑魔气，径直轰向格兰菲尔。面对扑来的凶悍攻击，格兰菲尔神色从容站在原地，天敌技能瞬间发动，将袭来的魔力与异常状态彻底无效化。恶魔震惊的瞪大眼睛，随即放声狂笑，终于认出了对方的身份。站在面前的竟是阿克山一族最后的幸存者。漫天魔气剧烈狂飙，格兰菲尔依然神色从容，静静伫立在汹涌的魔风之中。魔气在人群中疯狂蔓延，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狂暴的魔力轰然汇聚，弗蕾扎彻底暴露真面目，化作了一只极其庞大的单眼恶魔。面对挡在眼前的恶魔，格兰菲尔依然泰然自若。恶魔发出阴冷的笑声，嘲讽恶魔猎手竟会亲自送上门，宣告这场伪装圣女的游戏就此结束。恶魔转头向教团众人发出狂妄嘲笑，听着恶魔露骨的嘲弄，骑士当场愣在原地。恶魔得意的坦言，多亏了这群盲信的愚蠢信徒，把胡话当作女神旨意服从，他才能轻易潜入阿卡纳屠戮生命。恶魔无情地指出，阿卡纳沦陷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群盲目地信徒。残酷的真相击碎了骑士的防线，他双腿一软，重跪倒在地。他们一直被恶魔戏弄于股掌之间，不仅对同胞惨死视而不见，还死封锁着大门，苦苦坚守的一切全成了笑话。就在骑士彻底陷入绝望时，格兰菲尔冷冷开口，让他站起来。难道教会的信仰如此脆弱，会被恶魔几句话彻底击垮？听到这番严肃的质问，骑士如梦初醒，激动地向格兰菲尔表达谢意。他彻底明白过来，要是就这样一蹶不振，才是真正违背了女神的旨意。面对眼前庞大的恶魔，浩烈正盘算要不要联系法师塔求援。系统突然跳出提示，浩烈直接获得了圣骑士团的指挥权，46000多名骑士此刻全都听候调遣。随着整齐划一的铠甲碰撞声，全体骑士重新握紧武器，主动请求格兰菲尔的调遣，是要化作他斩杀恶魔的利刃。4万多名骑士发出的誓言，强烈的音浪席卷全场，
正在直播的主播被吓得抱头尖叫，骑士身上爆发起耀眼的金光，他紧紧握住手中的大剑，恳请格兰菲尔带领他们彻底打倒恶魔，救出女神。面对全体骑士下令的声浪，浩烈早已被阵势吓傻，格兰菲尔却依旧保持着无比从容。他当即高声呼唤圣骑士团，指出现在正是证明信仰的关键时刻，绝不能放过欺骗女神的恶魔，号召众人随他一同迎战。听到激昂的动员，骑士们瞬间斗志高昂，准备随格兰菲尔出征。眼看局势彻底逆转，恶魔顿时气得咬牙切齿。格兰菲尔挥手指向前方，号召忠实信徒全线出击，彻底斩杀恶魔，重拾属于骑士的尊严。随着一声令下，全体骑士高声响应，挥舞长剑杀向前方。记者在电视广播里紧急通报，妙恩城内突然出现高阶恶魔，现场不仅聚集着大量玩家，许多普通民众也被困其中。官方呼吁周边所有人立刻撤离。无人机传回的航拍画面中，巨大恶魔正在城堡前狂暴肆虐，黑红色的魔力在空中疯狂蔓延，一块巨石带着破空声轰然飞来，砸碎地面的巨石掀起惊天尘土，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惊恐的人群纷纷仓皇逃窜。骑士塔林当即向圣骑士团下令，将保护平民作为第一优先任务。骑士们立刻挥剑迎敌，掩护人群。空中的恶魔见状狂妄大笑，嘲讽骑士们现在才想起保护平民，完全不过是无谓的挣扎。浩烈在心中忍不住暗骂，圣骑士团忙着疏散平民，无法反击，只能任由那恶魔在空中肆虐。一名圣骑士被重创击飞，重重摔倒在格兰菲尔脚下，恶魔当场露出狰狞面孔，疯狂嘲讽堂堂恶魔猎手，居然吓得躲在骑士身后不敢动手。面对恶魔的肆意挑衅，格兰菲尔冷哼一声，当场反驳对方根本一无所知。说话间，蓝色的魔力瞬间席卷全场，格兰菲尔握紧长剑，准备亲自动手。格兰菲尔平静地表示，自己只是给这群圣骑士一个重拾尊严与赎罪的机会。塔林这才如梦初醒，深刻领会了对方的深意。恶魔见状，怒骂一声蠢货，挥舞血色魔气直扑而来，轰然炸裂的冲击砸向地面。塔林急忙大喊着让大家小心。恶魔在漫天的血色狂暴中，当场宣告自己的真名尼弗皮特。尼弗皮特狂妄地叫嚣，说自己借助教会的力量积蓄实力，自诩为大恶魔带夺的继承者，如今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打败自己。格兰菲尔丝毫没有给他机会，凌厉的蓝色魔力斩击呼啸而出，交织成网，将恶魔的魔气瞬间撕碎。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尼弗皮特被这股恐怖力量震撼得愣在原地。格兰菲尔轻轻拍了拍衣角，冷冷地点破眼前被压制的恶魔，就凭这点微不足道的实力，也配自称为大恶魔的继承者？他一步步迈向对方，毫不留情地指责对方不过是侥幸混入教会，才得以苟延残喘积蓄力量，除了盲目自信，就只剩自大。被当面如此羞辱，尼弗皮特气得发疯咆哮，爆发出遮天蔽日的血色魔气，迎头向格兰菲尔轰去。面对扑来的狂暴魔气，格兰菲尔冷冷表示，哪怕只是拙劣的模仿，也足够收拾眼前的杂碎。随着他掌心凝聚出晶莹冰霜，绝对零度瞬间发动，恐怖的极寒风暴席卷全场，系统直接判定尼弗皮特陷入冻结与冻伤，庞大的躯体被层层间冰封死，无法动弹的尼弗皮特只能在冰封中惊恐的尖叫咆哮。格兰菲尔冷眼看着被封死的恶魔，讽刺对方不过是个短视又愚蠢的杂碎，让他好好认清自己的位置。随着格兰菲尔猛地握紧拳头，原本冻结恶魔的坚冰轰然粉碎，恐怖的冲击瞬间将尼弗皮特彻底吞没。在暴力的冰晶风暴中，尼弗皮特发出绝望的惨叫，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彻底败北。濒死之际，尼弗皮特不甘地回想起过去，当时带斗大恶魔斯洛斯亲自召见他，决定把处置妙恩的任务全权交给他。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重任，尼弗皮特当时感到受宠若惊，但斯洛斯只是单纯觉得圣战和恶魔猎手处理起来太麻烦，才随手把任务甩给他。表面恭敬的尼弗皮特暗地里却嘲笑斯洛斯是个蠢货，就因为嫌恶魔猎手麻烦，便把拥有海量能量的妙恩拱手让出。他原本计划吸收所有的负能量，一举推翻斯洛斯，成为新的大恶魔，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随着极寒风暴彻底爆发，绝望的尼弗皮特在冰霜中惨叫求救，恳求斯洛斯能救他一命。但在恐怖的力量面前，他的躯体最终在风暴中轰然崩解。随着最后的挣扎戛然而止，尼弗皮特的躯体彻底崩解，灰飞烟灭。漫天狂暴的冰霜风暴渐渐平息，整座城池重新恢复了平静。随着恶魔被彻底斩杀，系统界面顺势弹出提示：成功击败带夺大恶魔的眷属尼弗皮特，等级更是连升2级。比起表面上一脸从容优雅的格兰菲尔，浩烈早已被吓得抓狂崩溃，在心里发疯般大声吐槽，让格兰菲尔别再强行装镇定了。刚刚那险恶的场面，差点就当场丢了命，幸好刚才的绝对零度成功生效。看来从塞尼奥斯那里学到的本事，确实派上了大用场。随着狂暴的气流与烟尘彻底散去，现场的圣骑士们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全体骑士齐刷刷的单膝下跪，向这位恶魔猎手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全员下跪，浩烈大吃一惊。浩烈独立斩杀恶魔的画面通过网络直播瞬间传遍各地，看着画面里全员下跪的骑士，桑巴克震惊的当场站了起来。这可是数据库里毫无记载的恶魔，居然被浩烈独自一人彻底解决，要是没有他，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现场的主播更是对着镜头尖叫，向全网观众兴奋狂喊：浩烈真的彻底打倒了恶魔！看着疯狂涌来的围观人群，格兰菲尔提议进城堡继续谈。塔林听后满脸困惑，提醒城堡早已被恶魔彻底摧毁。格兰菲尔随口说出逆转魔法，倒塌的巨石便纷纷浮空重组，原本坍塌毁坏的城堡，转眼间恢复成了最初宏伟的模样。看着废墟瞬间重组恢复，骑士们被这惊人的力量彻底震撼。格兰菲尔却依旧从容，表示接下来的事情说来话长，不如一边喝茶一边细谈。骑士们向他恭敬跪倒，表达最深沉的感激，谢谢他成功守护了妙恩。随后众人一起走进了重新恢复原貌的城堡深处。进入城堡的茶室后，格兰菲尔一边品着热茶，一边听塔林汇报情况。格兰菲尔推断，当年妙恩之所以没有参加圣战，正是因为早已被恶魔暗中控制。塔林沉重地证实了这个说法，并回忆起当年圣战的情况。当时伪装成圣女的恶魔直接下达命令，要求将所有骑士全数撤回。面对塔林的迟疑，恶魔直接借着女神的名义强压下来，强行逼迫骑士团服从。他当场下达铁律，要求教会彻底退出这场圣战，任由阿克珊独自奋战。格兰菲尔神色平静地指出，看来教会高层和法师塔没什么两样，只要上面下达了命令，底下的人除了照做根本别无选择。格兰菲尔表示理解对方的处境，阿克珊也只是坚持到了最后。塔林满心愧疚地请求原谅，郑重承诺教会从今往后会坚守对阿克珊的誓言，请求允许他们加入圣战。格兰菲尔表示，只要他们想加入，就把所有的女神奇迹通通带来，因为妙恩的喷泉底下正生长着一种叫咏叹苔藓的魔草。格兰菲尔接着解释，所谓的女神奇迹不过是恶魔用来蛊惑信徒、积蓄力量的魔草罢了，而圣骑士团如今的职责就是避免信徒再次落入圈套。听完这番深谋远虑的提醒，塔林大受震撼，当即表示会立刻去把魔草取来，随后火速冲出茶室。格兰菲尔依旧泰然自若地喝着茶，其实早在看到喷泉的第一眼，他就已经掌握了那株魔草的底细。凭借纯粹知识五芒星的效果，格兰菲尔打算把塔林拿回的东西全部用作后续的研究材料。可浩烈却完全另有打算，他盯着能让人恢复青春的泉水，一心想拿去当妈妈的生日礼物，坚信这次老妈绝对挑不出毛病。任凭浩烈在心里疯狂欢呼，格兰菲尔依旧泰然自若地喝着茶。一封来自法师塔的魔法卷轴突然在眼前凭空展开，上面的落款竟是法师塔的帕扬，信里明确写着发生了紧急情况，询问他能否立刻返回法师塔。浩烈在心里疯狂倒吸凉气，直言这是自己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看着格兰菲尔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浩烈彻底慌了神，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劝阻对方千万不要跨出这无法挽回的一步。格兰菲尔神色平静，当场为眼前的精灵少女赐名希埃尔·克里西亚德四季之夜。听到这个华丽冗长的名字，娇小的希埃尔大受感动，合掌捧在胸前，满脸崇拜。随着赐名完成，系统接连弹出提示，精灵阶位暴涨为著名精灵，名字更是瞬间传遍整个精灵界，耀眼的光芒随之在掌心绽放。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希埃尔激动地向格兰菲尔致谢。格兰菲尔依旧冷淡的回应，可浩烈早已泪流满面，被这极致中二的赐名，羞耻的心态彻底崩溃。时间倒回到几小时前的法师塔，当时众人正围在一起讨论着给精灵命名的难题。通灵派法师帕扬当场透露，他的精灵感应到格兰菲尔正与无名精灵签订契约。浩烈听完忍不住吐槽精灵界毫无秘密。帕扬一边吃着甜甜圈一边补充，契约精灵一旦得到赐名，阶位就会大幅提升，加上对方还培育了世界树种子，很可能会直接晋升为著名精灵。听到这里，格兰菲尔若有所思地表示，确实有必要给对方取个名字了。浩烈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死命想要阻止格兰菲尔这可怕的想法。浩烈这才猛然想起，格兰菲尔本就是自己在中27创造的角色，取出的名字自然全是当年黑历史的风格。看着这又长又中二的华丽名字，浩烈在心里彻底抓狂崩溃。一想到精灵要带着这名字跑遍整个精灵界，他就羞耻得恨不得原地消失。比起彻底崩溃的浩烈，格兰菲尔依旧神色平静，完全没有理会浩烈的疯狂吐槽，转身向希埃尔询问起阿卡纳现在的局势。希埃尔随即汇报起阿卡纳的局势，此前在曼特拉矿山被激活的奎恩贝格机械塔，如今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惊人活性，源源不断地倾泻出凶猛火力，疯狂轰炸着四周肆虐的恶魔。在机械塔强悍火力的庇护下，当地居民全都得以平安无事。不仅如此，连世界树也已经在当地成功显现降临。希埃尔接着补充，受此影响，恶魔的反抗也变得空前激烈，甚至有情报显示，目前竟有3位魔王同时现身作乱。浩烈听完大受震撼，这意味着他们接下来要同时面对3个与德卡拉比亚同级别的可怕魔王。浩烈随即意识到，既然游戏里的局势发生了巨变，现实世界恐怕很快也要迎来更新，这就意味着现实的地球上很可能会出现3处裂隙，那3位可怕的魔王也将分别降临。就在浩烈暗自担忧时，格兰菲尔夸赞了希埃尔收集的情报，接着冷静地下令让他立刻清空周边的区域。希埃尔恭敬的领命，随即卷起强烈的风暴，风暴横扫开来，那些被吹飞的树叶竟纷纷发出惨叫。原来周围看似寻常的叶子，全都是隐蔽伪装的恶魔。浩烈被这一幕吓了一跳，随着周边威胁被一扫而空，格兰菲尔整了整衣领，冷静地表示要先回去准备迎战。
正如浩烈所料，系统面板紧接着弹出更新提示，3处全新的魔王城裂隙正式降临到了现实世界，网络上瞬间炸开了锅。网民们看着刚更新的新闻震恐不已，谁也没想到现实世界中竟会同时降临3座魔王城。监测部门的人员更是乱成一团，死死盯着电脑屏幕紧急确认，不敢相信3个裂隙居然同时出现。更致命的是，这次的崩溃速度远超以往。系统随后弹出的裂隙信息极其恐怖，其中一个是第67位魔王阿姆杜西亚斯据守的魔王城，推荐等级高达800级，而另一个则是第66位魔王基马里斯所在的地盘，推荐等级更是直接攀升到了820级。而第3个降临的则是第64位魔王佛劳洛斯的地盘，推荐等级更是直接飙到了850级。面对这恐怖的难度，监测部门内部彻底一片慌乱，工作人员焦急地讨论，这3位降临的魔王已经是数据库里相对最弱的存在，就算这次能挡住，未来也根本无法想象。主管咬紧牙关，赶忙操作电脑，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部门的预测范围。面对如此绝望的危局，桑巴克焦急地表示，现在能依赖的只有浩烈，但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解决3座魔王城。主管神色凝重地下定决心，表示那就必须帮他做到。说完，他果断敲下键盘，把恶魔的详细情报直接传输给浩烈。看到这一幕，桑巴克惊得提醒，这严重违反了部门的公平原则。主管却态度坚决地表示，所有后果由自己一个人承担，毕竟眼下关乎的可是整个地球的未来。与此同时，浩烈接收到了传输过来的详细情报，他直言这份情报确实帮了大忙。新闻里正在播报浩烈解决妙恩事件后，市民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紧接着就放出了魔王城降临的最新消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危机，格兰费尔决定加快提升实力的步伐，他戴着耳机一路狂奔，随后在公园的单杠前开始疯狂进行体能训练。格兰费尔一口气完成了极其苛刻的魔鬼特训，随着系统提示目标完成，他终于把目前能提升的属性全部拉满。虽然表面上依然优雅从容，但体内的浩烈早已被这疯狂的训练量折腾得灵魂出窍。浩烈换出属性面板，等级直接飙升到了390级。虽然冲进排行榜后，后续升级会变得极其困难，但这次特训的收获可远不止经验值。除了拉满的属性，他还装备上了限制350级才能佩戴的独特品级白色披风，以及同样达到独特品级的旋风戒指。换上全新装备的格兰费尔确认自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决定不再耽搁，当即迈步向外走去，正式启程前往法师塔。为了防止惨剧再次上演，法师塔向各地紧急派出了无数信使，从平凡村庄到尤斯拉在内的各大阵营、各方势力都陆续收到了紧急通报。帕扬在信中明确表示，他已经在法师塔做好了一切准备，专门为浩烈搭建好了能够协助的场所。收到信件的法师塔众人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消息，信中明确下达指令，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所有人前往塔外集合，全面做好迎战准备。收到消息的法师们大受鼓舞，葛路圣骑士也已整装待发，集结的号角正式吹响。法师塔的法师与战士们全员集结，大家早已严阵以待，焦急地等待着浩烈的到来。伴随着涌动的魔力，浩烈准时现身。然而不等众人喘息，系统警报突然拉响，3处裂缝正在同时开启。新闻播报了最新消息，觉醒者管理局公开承认陷入绝境。这次裂隙不再是过往的系统漏洞，而是游戏机制的正式更新。与此同时，正在现场直播的主播看着眼前集结的强援，激动得热泪盈眶，朝着镜头大声高喊：大家期待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现场众人震惊地发现，从狮心骑士团到尤斯拉的暗影佣兵，还有妙恩的圣骑士与法师塔法师，阿卡纳最顶尖的战力已全数到齐。这支集结了各方强者的队伍，此刻正紧紧追随着浩烈，一同向着裂隙迈进。各方大佬联手推进的画面，通过直播轰动全网。看到这破天荒的集结阵仗，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主播更是当场震撼到升天。与此同时，觉醒者管理局韩国分部也被彻底震撼，谁也没想到浩烈竟然真的把各大顶尖战力全聚在了一起。看着屏幕里盛大的阵容，原本绝望的员工们重拾希望，开始相信通关裂隙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这场集结带来的影响显然还不止于此。大家原本猜测浩烈可能还盘算着更庞大的计划，格兰费尔却已直接迈出脚步，冷静地下达指令，要立刻展开行动，彻底歼灭魔王。浩烈被这雷厉风行的决定吓得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前方的魔王城裂隙正疯狂喷涌出剧烈的紫色能量，其他降临的魔王城也已全面交火。系统面板上，法师塔的强者暗影佣兵的高手，以及女神教会18000名骑士大军全数参战。面对浩大的讨伐阵仗，联军火力全开，潮水般涌现的恶魔被接连轰碎，战场彻底陷入激烈的歼灭战中。推荐等级高达800级的第67位魔王阿姆杜西亚斯，在法师塔高阶法师的猛烈轰炸下轰然倒地。面对如此强悍的推进效率，参战的暗影佣兵直呼过瘾，也彻底理解了首领接受浩烈雇佣的决定。刚清理完眼前的战场，众人便迫不及待地准备赶赴下一座魔王城。哈尔肯带领狮心骑士团奋勇杀敌，挥舞重剑肆意收割着恶魔。在法师塔与佣兵团队的配合下，推荐等级820级的第66位魔王基马里斯也被当场斩杀。眼看怪物被大家抢光，有人气的在原地大声骂街。刚结束战斗的哈尔肯擦去血迹，忍不住在心中感叹浩烈的统筹决策。这一连串的摧枯拉朽，
彻底震撼了恶魔一方。战火深处的恶魔余党咬牙切齿，发誓绝不会忘记浩烈带来的噩梦。看着满地的恶魔残骸，哈尔肯在心中默默感叹：只有保持强大才能维持和平，一旦流露半点软弱，就会陷入绝境。这沉重的负担，正如当年国王陛下所背负的一样。可看着眼前的浩烈，哈尔肯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被重担击垮。随后，哈尔肯主动上前询问，虽然消灭恶魔是必然选择，但他很好奇浩烈为何会特意强调要将对方彻底歼灭。格兰费尔冷冷的回应：因为有此必要，彻底消灭恶魔，既是对他们的警告，也是正面的宣战。最后一座狩猎之魔王城系统面板上显示的参战名单，竟然只有区3人，除了浩烈自己，就只有法师塔的大法师马切罗以及暗影佣兵的首领基茨。格兰费尔神色冷静，浩烈却被这寒酸的人数吓得发抖，心里吐槽：算上自己，满打满算也才4个人。格兰费尔却依然云淡风轻，甚至平静地放出豪言，要在查变粮之前取下魔王首级。这话一出，身后的同伴直接吓傻，浩烈也跟着彻底崩溃。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格兰费尔眼神一沉，红云翻涌间电闪雷鸣，一艘庞大的机械飞艇破云而出，巨大的齿轮与船体遮天蔽日。基茨惊得大声尖叫，格兰费尔却依旧面不改色，平静地说明这就是著名的矮人飞艇。基茨被这夸张的工程震得当场打嗝，格兰费尔则想起了之前的隐情，当初解决完女神教会的麻烦后，自己的任务其实一直都还没有结束。结合职业任务的提示，格兰费尔推断这场圣战中还有其他势力没有揭晓，而那正是打造了机械塔的矮人族。既然机械塔曾经出战，矮人们必然也曾与魔王交过手，尤其是眼前降临的最强魔王。随着系统提示声响起，任务信息印证了他的猜测，一切正如格兰费尔所料。与此同时，还有更关键的线索浮出水面。系统紧接着弹出了全新的任务提示，要求在魔王弗劳洛斯与矮人族之间选择一方加入并赢得这场对决。一旁的基茨猛然发现不对劲，眼前的矮人飞艇竟然正不断冒着黑烟。格兰费尔冷静地判断，飞艇大概是在先前的惨烈战斗中受到了损伤。格兰费尔心里十分清楚，飞艇对矮人来说就如同法师塔对法师一样至关重要。既然他们开着受损的飞艇毅然参战，就证明矮人族至今都没有忘记当初的誓约。话音刚落，格兰费尔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在系统面板上果断点击，正式选择了加入矮人阵营。格兰费尔坚信矮人有着自己的骄傲。随着阵营确认，系统瞬间拉响警告，魔王弗劳洛斯直接转为敌对状态。与此同时，前方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咆哮着汹涌袭来。基茨见状，当即挺身而出，主动出手在前方开路，坦言虽然以前没接过讨伐魔王的委托，但这次一定要拿走对方的首级。马切罗瞬间展开巨大的魔法阵，璀璨的魔力在空中轰然炸裂，两人配合默契，强行在恶魔大军中撕开了一条血路。格兰费尔清晰地感知到了魔王的气息，意识到对方一直隐藏在部下之中，暗中观察。随着技能天敌瞬间触发，格兰费尔直接献祭了染魔仪式长袍，强行发动退魔技能，把魔王弗劳洛斯拉进了自己的仪式中。时间倒回到几小时前的法师塔大厅，浩烈成为了最后一个赶到现场的人。这里是法师塔，存放顶级道具的16室大厅，浩烈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着眼前的借用清单，他发现大家为了这次出塔，居然把大贤者之杖等夸张道具全借走了。面对几乎被拿空的宝库，浩烈正发愁没东西可用，格兰费尔却冷静地选定了一件不起眼的东西。看到他只拿了这件物品，旁边的人不禁担心到底够不够用，但格兰费尔心里非常清楚，选它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浩烈这才明白格兰费尔为什么只拿那一件，宝库里其他的顶级道具使用等级全在800级以上，可他现在只有390级，拿了也根本用不了。面对被强行拉入仪式的局势，魔王弗劳洛斯认出了他恶魔猎人的身份，直言佩服他敢把自己拉进仪式的勇气。弗劳洛斯缓缓拉开长弓，嘲讽道：“凡人妄想猎杀魔王，简直荒谬！先前机械塔的轰炸虽然有些烦人，但也根本伤不到他分毫。”弗劳洛斯狂妄地叫嚣着，在魔王面前，所有人不过是猎物，他要让眼前的凡人好好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猎人。面对魔王的威压，格兰费尔冷冷地打断对方，叫他收起那张丑嘴，停止废话。被当面如此羞辱，弗劳洛斯瞬间怒不可遏，死死握紧了手中的长弓。弗劳洛斯咆哮着拉满长弓，凝聚起威力巨大的爆裂箭矢，是要让眼前的凡人付出代价。火焰箭矢应声飞射而出，在格兰费尔身旁轰然炸裂。格兰费尔对此心知肚明，单凭目前的等级，硬刚魔王确实极其荒谬。正因如此，在这一战开启之前，他早已把能找到的道具与药水以及所有的加成效果全部加到了极限。格兰费尔先是激活旋风戒指，将储存的魔力瞬间翻倍，直接省去了复杂的吟唱阶段。紧接着借由白色披风大幅提升艺术属性的加成，这股非同寻常的恐怖魔力让刚刚还在叫嚣的弗劳洛斯当场看呆了眼。格兰费尔冷冷地嘲讽弗劳洛斯，不过是个自封为王的可怜恶魔，要他当场承受傲慢的代价。为了不在恶魔面前示弱，格兰费尔早在战前就把库存的各类草药全部嗑光。随着草药效果全面爆发，法力回复与魔力加成相继叠满，系统面板紧接着弹出提示，他所储存的元素魔法数量已经达到了整整100个。格兰费尔指尖凝聚起炽烈的光芒，
当场冷冷地宣布要让弗劳洛斯好好尝尝整整100种不同魔法轰炸的滋味。随着魔法阵在脚下轰然展开，澎湃的多元魔力瞬间交织狂飙。然而，在这100种魔法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作为家族与阿克山唯一的幸存者，格兰费尔曾经在法师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归宿。然而，这唯一的安身之所依然没能逃过恶魔的践踏，同伴再次惨遭恶魔杀害，深知再次承受身边人牺牲的沉痛。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退缩分毫。凭借着这份不屈的骄傲，100种魔法瞬间交织爆发，狂暴的元素风暴席卷了整个战场。面对这违背常理的恐怖力量，弗劳洛斯彻底陷入震恐，直言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恶魔猎手。格兰费尔冷冷地纠正对方，直言弗劳洛斯完全搞错了一件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猎杀。随着招式绝对零度瞬间发动，极寒的力量轰然降临，格兰费尔冷冷地吐出几个字：这是彻底的歼灭。话音未落，100种魔法的恐怖能量轰然爆发，极寒与多元元素交织的狂暴风暴瞬间将弗劳洛斯彻底淹没。巨大的轰鸣伴随着绝望的惨叫，响彻整个战场。眼看战斗结束，一旁的基茨忍不住感叹：这次的雇主出手实在过于狠辣，面对这种范围的轰炸，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躲得过去。马切罗也表示赞同，坦言多亏了浩烈，大家终于能够安心，也能放心的将内卫的遗志托付给他。随着强敌伏诛，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击败魔王弗劳洛斯的任务顺利完成，狩猎之魔王城猎系也正式通关。悬浮在云层之中的矮人飞艇钢铁城堡号上，伴随着巨大的齿轮重新轰鸣运转，族人赶忙向矮人领袖应时汇报，飞艇终于完成了全面修复，随时能够重新投入战斗。应时刚准备下令将飞艇开出风暴，却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当场叫停。飞艇上的观测员突然发现下方异样，只见远处的魔王城居然正在轰然坍塌。得知魔王城被彻底摧毁，矮人领袖应时感到难以置信，整艘飞艇顿时陷入一片骚动。矮人们纷纷下达战备指令，急切的想要确认底下的真实状况。应时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能独自击败魔王的人绝非等闲之辈。这让应时想起了矮人族沉重的过去，曾经至高无上的矮人王击垮他的并非精灵，也不是巨龙，而是一只微小的恶魔。当年正是那只不起眼的小恶魔在矮人王耳边疯狂挑拨离间，散播着人类嫉妒矮人科技的流言。面对大臣们的苦劝，已经被挑起猜疑的矮人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强行压下了族人的质疑。就这样，曾经高傲强大的矮人王一步步彻底沦陷，最终沦为恶魔肆意操纵的傀儡。恶魔借着叛逆罪的名头，疯狂铲除一切威胁，让整个矮人族彻底沦入恐惧。就在全族绝望之际，一名恶魔猎手突然现身，隐藏在暗处的恶魔惊恐地发现，来人正是来自阿克山的恶魔猎手。恶魔猎手果断出手斩杀恶魔，让矮人王终于清醒过来。为了报答拯救全族的恩情，矮人族与阿克山签下盟约，开始在整片大陆上建造并维护机械塔。可当圣战真正爆发时，矮人们却等来了一个惊天噩耗，阿克山竟已彻底覆灭。还没来得及报答恩情的矮人族，瞬间陷入无尽的震惊与悲痛。没了阿克山的制衡，女神教会与昔日盟友的态度一夜骤变，矮人们感觉遭受了背叛，甚至无法分清身边究竟是人类还是恶魔。在绝望与猜忌中，矮人们重重关上了大门，再次将全族彻底封闭。而如今，矮人领袖应时看着眼前这熟悉的银发身影，激动地向族人确认，他们终于重新找到了恶魔猎手。应时刚认出眼前这位银发青年正是阿克山最后的幸存者。浩烈却盯着那艘巨大的矮人飞艇，眼馋得直流口水。眼看这场战役已经结束，基茨忍不住上前提醒，猎系很快就会强制关闭，就这样直接离开真的没问题吗？格兰菲尔冷静地表示，自己早已做好了安排，示意大家立刻返程。可体内的浩烈早已精疲力竭，法力值更是彻底见底，全凭着一口气强撑着没当场倒下。与此同时，觉醒者管理局的屏幕上相继亮起了3座魔王城全部通关的通告。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画面，现场的员工甚至用力掐起同事的脸，才敢确定这一切并不是做梦。官方通告上清楚地写着，整场讨伐居然只用了区10分钟，最艰难的狩猎之魔王城更是仅仅依靠3人就顺利通关。面对这起死回生的奇迹，此前早已绝望的员工们当场掩面痛哭。原本连管理局都无法预判的更新危机，竟早已被浩烈提前布局并轻松化解。随着危机彻底解除，压抑已久的办公室内爆发出阵阵欢呼。桑巴克推了推眼镜，默默感叹，看来所有人至今都依然远远小看了浩烈的能力。矮人飞艇穿行在云端，矮人们忍不住议论纷纷。没想到阿克山最后的幸存者竟是个冒险者。希埃尔平静地转达了主人的意思，表示他始终关注着这里，等到时机合适，双方自会再次相见。这番话让飞艇内部一片哗然，应时更是震撼不已。对方不仅独自一人击败了魔王，甚至还拥有如此力量。应时紧紧握紧拳头，愈发确信浩烈的实力绝对不能小看。他期待着下一次重逢，能亲自向浩烈传达这胜利的捷报。大胜的捷报传回了现实世界，各大媒体纷纷铺天盖地报道恶魔锐减魔王全灭的消息。随着压在大家头顶的危机彻底化解，玩家们也终于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猎系探索中。主播在直播中明确表示，外界讨论恶魔消失的原因，这一切的功臣毫无疑问就是浩烈。
魔王城被全灭带来的连锁反应，不仅让阿卡纳士气大振接连大胜，甚至连现实世界里的裂隙也再看不到恶魔的踪影。没有了恶魔的威胁，在推荐等级370级的熊栖息地，怪物正被迅速扫荡歼灭。泰明独自在裂隙中斩杀怪物，没了恶魔带来的异常状态，升级过程确实轻松了许多。泰明心里十分清楚，能有现在的环境，全靠浩烈在前面顶着。可看着眼前的怪物残骸，泰明心中满是不甘。这次行动因为等级不够，自己依然没能加入浩烈的小队。他紧紧握住手中的巨剑，怀疑凭自己现在的实力，是不是永远都没法真正帮上浩烈。就在泰明独自刷怪时，身后突然传来异响，来人正是狂战士公会的莱奥尼。他本以为这片裂隙只有自己在狩猎，没料到会在这里撞见泰明。面对泰明关于工会成员的询问，莱奥尼当场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吐槽泰明自己也是独自在此抱怨。两人还没吵完，闪电工会的河马也扛着长枪现身。没想到这片裂隙竟陆续聚集了各方的顶尖高手。河马直言大家出现在这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无非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毕竟没人甘心永远当个旁观者，只能看着浩烈独自在前面拼命。这话瞬间说中了泰明和莱奥尼的心事，河马坦言自己也是一样，而且闪电工会还欠着浩烈一个人情。与此同时，杰茜那边也传来了新的动静。杰茜离开闪耀工会后，一直在全力攻克大法师的转职任务，必须抓住浩烈创造的机会，全力变强。法师塔内，高阶法师们借出的魔法道具已全部安全归还，众人感叹战局结束的飞快，纷纷夸赞浩烈的巨大贡献，直言若没有他在前面开路，法师塔根本无法下定决心参战。连马切罗也因此松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马切罗，马蒂斯注意到他整整瘦了一圈，随后几人便来到了目的地。大门缓缓推开，法师塔众人准备对这次反击行动做出汇报。刚走进这处名为永恒之雪的安息之地，马切罗就惊讶地发现有人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在空旷的大厅深处，浩烈手持白花，正在向逝去的同伴献花悼念。韩国首尔，在一间酒楼的包厢内，一群早已融入人类社会的恶魔正聚在一起。他们嘲笑战死的魔王只知道用蛮力，庆幸自己早已潜伏了下来，决定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先低调行事。他们决定继续带着伪装，在暗中积蓄实力。可当看到关于浩烈的报道，声称专家预估他的等级至少在900级以上时，恶魔们顿时动了心思，准备亲自见识一下这个人类到底有多强。在法师塔的安息之地内，浩烈正沉浸在巨大的收获中，看着系统面板上相继浮现的各类史诗级恶魔道具，他忍不住露出了狂喜的笑意。不管是充满邪能的装备，还是鲜血绘制的秘宝地图，全被他轻松收入囊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满载而归，浩烈直呼这次运气爆棚，不仅拿到了弗劳洛斯的战利品，另外2名魔王的掉落物也一并收获。浩烈在心里暗自窃喜，格兰费尔却对恶魔物品散发的污浊气息极为厌恶。浩烈顺势打开属性面板，发现这一趟直接提升了35级，等级一口气冲到了425级。不过在卸下高级装备后，艺术属性又重新跌回低水平。虽然等级暴涨，但想到击杀的可是魔王，浩烈心里难免有些遗憾。格兰费尔则依然保持冷静，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打牢鸡。他喝下口魔草茶，魔法值瞬间提升1点。浩烈在心里疯狂吐槽，选了恶魔猎手这个职业，除了日常体能训练，魔法剑术、黑魔法召唤术和草药学全都要学，简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格兰费尔依然不紧不慢，顺手翻看起手中的文件，其中一份里塔申请书上记录着高级召唤师帕扬的计划，对方打算利用契约精灵收集外界情报。格兰费尔对这个目标表示赞同。在推荐等级450级的特佩恩裂隙中，一场异变打破了原本的平静，现场玩家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彻底惊呆。只见炽热的烈焰轰然炸裂，一头巨大无比的火焰怪兽咆哮而出，现场与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没人知道这是新出现的怪物，还是未知的全新危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四周突然亮起一道道耀眼光芒。仔细看去，现场出现的根本不是凶猛怪物，而是来自法师塔的高级法师以及他们召唤出的契约精灵。法师们正亲切地与精灵交流，这罕见的场面让众人惊叹不已，纷纷遗憾玩家职业里为什么没有召唤师。面对周围铺天盖地的瞩目，高级召唤师帕扬压力山大，只能靠疯狂吃甜甜圈缓解紧张。他本以为里塔申请获批是件好事，没想到带上全体召唤师会这么引人注意。帕扬忍不住偷偷看向一旁的浩烈，心里无比佩服，难以想象浩烈平时顶着这种关注，竟还能始终保持如此冷静优雅。格兰费尔当场高调念出全名，开始召唤自己的契约精灵。体内的浩烈羞耻的瞬间崩溃，疯狂祈祷赶紧闭嘴，别再念了。为众人见状一片惊呼，没想到浩烈也能召唤精灵。随着漫天花瓣与光芒绽放，气质高雅的精灵希埃尔优雅现身，恭敬地向格兰费尔行礼致意。希埃尔连行事风格都与格兰费尔如出一辙，惹得周围一阵惊叹。格兰费尔依旧神态自若，开口询问任务的进展。希埃尔恭敬地转达矮人族的回复，领袖应时十分感谢他恪守盟约，并承诺矮人族必将报答阿克山的恩情。此外，新生的世界树也在滋养万物，各地接连传来捷报，恶魔势力正被进一步削弱。希埃尔向格兰费尔躬身致意，表示如今矮人族与大陆的反击全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影响。
浩烈在心中暗自思索，难怪最近裂隙里的恶魔销声匿迹，看来魔王城被拔除确实重创了对手，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现在的阿卡纳同样承受着巨大创伤。格兰费尔伸手整理了一下领带，表示不能再继续等待，决定直接进入这次前来的正题。他表示要想真正帮上忙，得先确认自己亲手挖下的坟墓是否真的能派上用场。随后他径直来到了特佩恩围栏郊外，此时正直播找稀有蜗牛的主播，正巧撞见迎面走来的浩烈，他当场在直播间兴奋叫喊，断定以浩烈的实力，绝不可能只是为了刷怪升级才来这里，这次必然带有惊人的大计划。此时格兰费尔独自踩在草丛中，周围植被开始诡异蠕动，大批怪物悄然围拢过来，观众瞬间炸开了锅，期待能再次目睹浩烈施展魔法。成群的稻草人怪物铺天盖地围拢过来，面对包围，格兰费尔神色依旧平静，手中直接凝聚出一把缠绕雷光的巨剑。这一幕让直播间观众彻底看傻，纷纷发弹幕质疑浩烈难道不是法师。还没等大伙回过神来，他已挥起巨剑向面前的敌人劈去。直播间10多万观众彻底沸腾，弹幕疯狂刷屏。谁也没想到法师出身的浩烈竟能施展出比专业剑士还要精湛的剑术。受创的怪物终于再也隐藏不住，伴随着狂涌而出的黑烟，稻草人身躯下的恶魔真身当场显露。格兰费尔一手凝聚烈焰魔法，另一手则按在缠绕剑气的剑身上，魔法技能与灵力剑气瞬间爆发出轰鸣，向着怪物群席卷而去。法师与剑术被他完美融为一体，招式交织之间，直接将包围上来的敌人彻底轰碎。希埃尔直接释放自然魔法，无数藤蔓席卷而出，瞬间将残存的怪物死死缠住。受困的敌人根本无法挣脱，紧接着一道灵力剑光交错斩下，瞬间将其彻底切碎。如此轻松的连招配合，充其量只算是一场不错的热身。随着怪物被彻底消灭，格兰费尔顺势收回长剑，当面夸赞了希埃尔的自然魔法。希埃尔也赶忙表示会继续努力。眼看450级的怪物被轻易当作热身，现场和直播间彻底沸腾，众人根本无法理解法师怎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剑术，甚至私下疯传他的等级已突破900级。听者铺天盖地的议论，浩烈看着自己425级的面板，由于真名实在太令人羞耻，他发誓宁可应声升干到900级，也绝对不会向任何人展示面板。虽然恶魔猎手的技能主要针对恶魔，但靠着日常积累，对付同级怪物绰绰有余。既然外人寄予厚望，格兰费尔当即决定带队返回法师塔。格兰费尔刚准备带队返回，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异样的动静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滚滚乌云迅速笼罩整片天空，空气中弥漫起诡异的暗紫色能量。随行法师的召唤兽更吓得瑟瑟发抖，察觉到不同寻常的气息，召唤兽赶忙向帕扬发出预警。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帕扬陷入震惊，见情况不对，帕扬急忙冲到格兰费尔面前，自责地表示都是自己的失误，必须立刻疏散现场所有冒险者。格兰费尔依然保持冷静，示意对方先说明情况。帕扬喘着粗气解释，精灵本是与自然沟通的特殊存在，普通人平时根本无法看见他们，可眼前的黑色能量竟在空气中迅速凝聚成型，这异样的景象连周围的普通冒险者都能看清，吓得大家连连后退。而显现出实体的庞大黑影，竟是不该出现在此的黑暗精灵。帕扬急忙补充解释，眼前的精灵状态异常，根本无法像往常那样进行交流。面对这无法沟通的威胁，格兰费尔依然保持冷静，系统随之弹出了正式提示，确认暗之精灵已经降临。时间回到片刻之前，特佩恩围栏裂隙入口处，记者正对着镜头进行现场直播。这里作为目前推荐等级最高的裂隙，早已吸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排名第1的天下统一与第2的闪耀公会已先后进入，这2大顶级公会的排名逆转，引发了极高的讨论度。主播随即调出无人机画面，准备带领大家一探裂隙内部实况。此时特佩恩裂隙内部，天下统一正与闪耀公会展开激烈竞争。天下统一趁着对方主力离队成功反超，2大顶级公会在里面打得难解难分。就在双方激战正酣时，天空突然传来沉闷的雷响，突如其来的异变打断了战斗，异样气场瞬间笼罩上空。正在厮杀的2大公会成员都被这突发的异象彻底惊呆。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现场的所有玩家彻底乱了阵脚。罗克斯看着面前的提示，第一反应就是把怀疑指向浩烈，认定这场惊天动地的动静肯定又是浩烈的杰作。而处在风口浪尖的格兰费尔眼神依旧冰冷平静，在他面前，狂暴的暗紫能量与黑气遮天蔽日，暗之精灵的身躯正疯狂暴涨。面对拔地而起的庞大黑影，格兰费尔依旧静静立在原地。看到系统提示的玩家们恍然大悟，眼前显现的正是有名号的危险怪物。强烈的凶暴气场席卷开来，吓得周围的低级法师和同伴连连后退。帕扬急忙冲上前劝说，提醒格兰费尔眼前的敌人过于危险，在摸清底细前必须先保持安全距离。文献中记载的暗之精灵诞生于极深之处的黑暗，普通人根本无法与之交流，在整个阿卡纳也只是罕见的传说。特佩恩本就是阿卡纳10景之一，加上现场同时召唤了如此数量的精灵，才会引出这罕见的异象。帕扬自责是自己没能提前预料到。面对帕扬的自责，格兰费尔只是平静的开口打断。格兰费尔表示，毕竟是自己要求召唤师们同行的，所以这绝非帕扬的责任。况且眼前这股能量确实不同寻常，暗之精灵的威压仍在疯狂蔓延。
格兰费尔让帕扬继续汇报，再次确认是否真的无法与其沟通。既然暗之精灵属于异界存在，自然需要用同等的异界力量来应对。想要与暗之精灵沟通，就必须使用属性相契合的魔法。在帕扬看来，现场原本只有马蒂斯大人才符合条件。听完要求，格兰费尔微微一笑，确认只需要使用黑魔法即可。紧接着，他抬起右手，指尖瞬间凝聚起暗紫色的黑魔法能量，表示自己同样拥有能够相匹配的力量。浩烈在心里暗自庆幸，黑魔法即使法力号竟也能施展，不仅性价比极高，还威力拔群。伴随着格兰费尔将黑魔法推向半空，庞大的暗紫色能量柱轰然冲天而起，掀起的强烈风暴席卷全场，连在远处的主播都被吹得难以站稳。随着这股同源的力量注入，黑色迷雾中骤然睁开一只发光的巨眼。暗之精灵终于开口回应，暗之精灵发出质问，询问眼前之人究竟是谁。对格兰费尔来说，黑魔法的本质其实非常简单，就像操控罗盘一样，只要掌握好力量的方向，就能轻松操控。原来马蒂斯曾展示过能感应魔法属性的道具，而指针当时正精准指着格兰费尔。马蒂斯解释，黑魔法如同火焰，会被同源且更强的魔力吸引，感叹于格兰费尔那惊人的黑魔法。这也意味着较弱的黑暗终将被更庞大的黑暗所吞噬。面对眼前这尊庞大的暗之精灵，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地报出了名字：浩烈。暗之精灵低沉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双眼死死锁定在眼前的男人身上。他要求浩烈展现出真正的力量，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股庞大的黑暗。话音未落，狂暴的暗紫色能量瞬间呼啸而出，将格兰费尔整个人彻底包围。面对暗之精灵的挑衅，黑暗力量试图看清对方真正的底细。然而在触碰的瞬间，过往惨烈的杀戮与沉重的记忆在庞大的黑魔法中被彻底唤醒。感受着浩烈体内那深不可测的黑暗，原本狂妄的暗之精灵顿时僵在原地，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叹。面对暗之精灵的震慑，格兰费尔掌心凝聚的黑魔法展现出吞噬一切的深渊威压。这股恐怖的魔力波动席卷现场，远处的帕扬被吓得说不出话来。面对浩烈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无尽黑暗，原本嚣张狂妄的暗之精灵态度瞬间发生了彻底的反转。感受着这股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庞大威压，暗之精灵心甘情愿地低下头去，当场向面前的格兰费尔恭敬臣服。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连希埃尔和随行的法师们都被震撼地呆立在原地。谁也没想到那不可一世的暗之精灵居然真的会跪倒臣服。帕扬更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没想到浩烈的黑魔法水平竟比马蒂斯大人还要恐怖。主播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自以为终于看懂了真相，以为浩烈专门来到这个低级猎系全是为了解决这场危机。暗之精灵口中那句永无止境的黑暗通过直播瞬间传遍了整个网络，围观人群更是一阵惊呼，直接给浩烈扣上了这个中二杜拉满的新称号。听着周围人疯狂念叨这个名字，体内的浩烈羞耻的差点当场晕过去，在心里抓狂咆哮，让他们快点闭嘴，恨自己刚才为什么没早点发现这茬。眼看对方还在不断加长称号，浩烈在心里抓狂咆哮，求他快点闭嘴。暗之精灵却在这时道出关键信息，表示唯有掌控此等黑暗的浩烈，才能解开特佩恩迷宫的封印。这出乎意料的迷宫线索，让格兰费尔也感到了意外。特佩恩本就是游戏早期流传的阿卡纳什奇迹之一，当初这里刚更新为裂系时，就曾引发过全网轰动。如今随着暗之精灵道出线索，系统竟然直接弹出了10奇迹大任务。看着这梦寐以求的顶级终极内容，体内的浩烈瞬间激动坏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一想到眼下的处境，心又凉了半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10奇迹任务，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冷静，表示凡事都有其时机，等到合适的时候自会再次前去找他。其实浩烈心里非常清楚，眼前这里只是特佩恩围栏，根本不是真正的迷宫。想要正式开启大任务，就必须先解开该区域的封印限制。得到承诺的暗之精灵欣然接受，表示会随时等待他的召唤，随后身躯便化作能量渐渐消散。但在临走前，他还不忘再次高呼那句永恒无尽的黑暗。体内的浩烈瞬间再次崩溃，在心里咆哮求他快点闭嘴。首尔浩烈家中，电视里正好播报着特佩恩围栏的新闻，浩烈被暗之精灵高呼的中二称号被新闻原封不动地当作标题播了出来。看着电视上永恒无尽的黑暗这几个大字，家人当场难堪抓狂，姐姐们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外界不知情的玩家们却大受震撼，纷纷以为这是某种炫酷的专属职业称号，羡慕所有帅气的好事全被他占尽了。记者在新闻播报中直言，浩烈不仅会使用黑魔法，甚至还展现出了极其精湛的剑术，根本无法用常规职业来定义。论坛上关于他职业的讨论彻底炸锅，甚至有玩家直言，浩烈这个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全新职业。在无数媒体的闪光灯聚焦下，探险家联盟会长法比安也公开发声，直言至今从未有人通关的特佩恩迷宫，作为阿卡纳10奇迹之一，连探险家联盟也一直难以深入。但法比安话锋一转，表示探险家联盟的目标向来就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在无数媒体的闪光灯下，法比安当众正式对外宣布，探险家联盟将与浩烈一起共同揭开特佩恩迷宫的奥秘。面对探险家联盟擅自做出的决定，浩烈当场呆立在原地，彻底懵了。探险家联盟送来的正式邀请函上赫然写着至永恒无尽的黑暗。浩烈握着信当场崩溃，这下全天下都知道了这羞耻的称号，只能在心里狠狠埋怨罪魁祸首暗之精灵。
探险家联盟掌握着最丰富的阿卡纳知识，在攻略裂隙时，优秀探险家能直接决定通关成败，因而成为顶级队伍抢夺的核心。不过中低阶玩家根本顾不起他们，毕竟探险家的佣金高得离谱。正在健身的罗克斯对此深有同感。这群探险家对金钱极为执着，平时更是架子极大，如今他们却主动贴了上来。探险家联盟甚至公开发表声明，这次行动将不收取任何费用。各大工会彻底坐不住了，平时聘请费用高得吓人，如今他们竟愿意免费干活。在外界看来，联盟完全是在主动巴结号列，但事实并非如此。特佩恩迷宫本就是探险家的主场，联盟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方，是因为他们在势力竞争中早已落后于法师塔与狮星骑士团，急需一场大胜来巩固地位。会长法比安打着免费帮忙的旗号，实际想借机榨干号列的热度，绝不给其他势力插手的机会。而旗下的探险家们也各有心思，将这次合作视为积累功勋，证明自己才是最强探险家的良机。法比安搞出这么大动静，不过是想借号列的名声积累政绩，以便一举连任会长宝座。他在发布会上笑得好不得意。此时法师塔号列的办公室里，面对探险家联盟送来的合作请求，格兰菲尔一眼看穿对方动机不纯，态度坚决的当场拒绝，这让体内的号列瞬间崩溃。原本开启迷宫任务还指望探险家，号列在脑海里抓狂大吵起来，直言特佩恩迷宫里根本没有恶魔，靠自己一个人根本寸步难行。既然对方送上门，就该借力打力。面对号列的质问，格兰菲尔依然冷静自若。他表示，探险家对探索的执着并非虚假，既然如此，就应当给他们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见格兰菲尔终于松口同意合作，体内的号列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号列冷静分析着局势，联想到以往的系统更新规律，推断特佩恩迷宫很快就会正式开放，这刚好是个绝佳机会，能借机深入了解格兰菲尔神秘的黑魔法。格兰菲尔不再犹豫，在回复信上落笔同意合作。格兰菲尔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平静地表示离那个时刻已经不远了。特佩恩迷宫所在的荒漠中早已被各方势力围得水泄不通，地面上搭建起大片营地与设施，无人机也在空中密切盘旋监测。现场记者正热烈讨论着最新动向。探险家联盟会长法比安竟然亲自赶赴现场，甚至大手笔调集了大量顶尖魔法道具。探险家联盟这次可谓倾巢而出，跟随法比安前来的是联盟业绩前2的顶尖高手阿兰与罗姆布斯。当初欧洲2大顶级工会为了雇佣2人，甚至差点双破产，连这样精锐的强者，如今竟会主动放下身段寻求合作。号列亲自来到了荒漠现场，周围的媒体见状赶忙拥上前去，急着捕捉第一手谈话内容。法比安主动迎了上去，笑着准备向号列自我介绍。没等法比安把话说完，格兰菲尔就冷冷开口打断，表示客套的问候大可不必，既然敢主动求合作，就拿出探险家联盟应有的实力和骄傲。面对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体内的号列早已热得只想抓紧结束。法比安也被格兰菲尔冰冷的态度当场镇住，那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让法比安真切体会到了传闻中的压迫感，深感眼前这个男人不可小觑。与此同时，真正的特佩恩迷宫入口赫然显现，高达500级的推荐等级与未知风险，无不昭示着阿卡纳17级的恐怖危险。格兰菲尔在迷宫里优雅不进，觉得这里比预想中还要无趣。法比安赶忙开口提醒，让对方千万小心前方的未知陷阱。话音未落，格兰菲尔一脚精准踩中地上的机关，系统瞬间弹出危险警告。随着阴冷的气息席卷开来，暗处突然传出神秘的警告声，直言闯入这里的全都是蠢货。特佩恩迷宫根本没有任何财富与荣誉，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体内的号列一头雾水，暗处的声音继续叫嚣，警告不响死就立刻离开。体内的号列顿时慌了神，怀疑是不是刚才踩中机关引爆了死局。格兰菲尔却完全不为所动，径直停下脚步站定在原地，整条迷宫通道瞬间陷入死寂。确认刚才的警告纸是一段留音提示，并未触发急死陷阱，号列这才松了一口气。法比安提出要在附近展开搜查，格兰菲尔随口答应让他们自便。不过那股莫名的违和感以及墙壁另一端散发的能量，让格兰菲尔感到了异样。他抬起右手，轻轻按在面前的墙壁上。整整1小时后，探险家联盟的人费尽心思，才将眼前精密的陷阱成功解除。这里的机关结构复杂无比，众人看着前方的通道不禁感到担忧。更糟糕的是，他们拆除陷阱的速度根本赶不上迷宫崩溃恶化的节奏。探险家向格兰菲尔指出异样，按常理一般的迷宫都会给内部人员留出退路，但这片迷宫却没有留下任何出口，这意味着之前的警告完全属实，这里根本不是守护宝藏的地方。即便强行解密前进，不仅极为耗时，前方隐藏的危险也无法预料。看着迷宫中央露出的红色阵法，格兰菲尔思考着隐藏的秘密。既然想弄清真相，不如直接问知情者更省事。格兰菲尔当即开口，召唤出西埃尔与暗之精灵，伴随光芒与黑雾交织，2大精灵瞬间因照现身，恭敬地等待指令。可暗之精灵一登场，就再次高呼起中二夸张的赞歌。听着这熟悉的洗脑称号，体内的号列当场崩溃。面对暗之精灵长篇大论的赞歌，格兰菲尔冷冷嫌弃篇幅太长。旁边的法比安还以为刚才的咏唱是在施加强力增益，体内的号列只能在心里抓狂。格兰菲尔直接打断高呼，命令暗之精灵交代特佩恩的过去。
暗之精灵的双眼在黑暗中骤然亮起，表示自己等这句话已经许久。暗之精灵徐徐道出往事。很久以前，特佩恩的居民为了阿卡纳献出牺牲。与此同时，冰冷的警告声在迷宫中反复回荡，提醒所有闯入这里的愚者，不想死就立刻离开。正在现场直播的主播被这前所未有的异状惊得不轻，他拿画板向直播间观众解释，特佩恩迷宫与普通裂隙不同，大家的入口起点各不相同，暂时无法拍到号列的画面，但所有路线终将汇聚在同一终点。看着弹幕吐槽画面晃动，主播连忙澄清，并非自己在抖，而是整座迷宫都在剧烈震动。话音未落，迷宫深处突然响起巨响，厚重的石墙瞬间皲裂炸开。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众人猝不及防，咆哮声骤然响彻整座迷宫，无数丧尸怪物从墙壁裂痕中蜂拥而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怪物袭击，众人惊恐尖叫，直播间弹幕疯狂催促主播快逃。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一只丧尸怪物凭空冲上前，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怪物口中再次发出冰冷的警告：不想死的话，就立刻离开这里。远古的回忆画面中，城内的平民还没反应过来，城墙外就耸立起一道庞大黑影。这尊怪物的体型庞大到遮天蔽日，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漆黑气场，让所有直视他的人彻底僵在原地。掉落的果实摔得粉碎，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一旦那个禁忌存在彻底复苏，整座大陆都将走向毁灭。为了阻止这场浩劫，市民们起初团结反抗，但在绝境面前，他们走投无路，只能触碰禁忌，将特佩恩全体市民的生命通通作为封印的祭品。沦为祭品的市民们在黑魔法的蚕食下遭受着无尽折磨，甚至痛苦哀求能够得到解脱。眼前的惨状让浩烈大受震撼，他没想到特佩恩的市民当年竟是用黑魔法献祭了全城，而这正是特佩恩封印背后沉重的过去。得知特佩恩全城献祭的沉重真相后，格兰费尔表示自己已经明白，既然迷宫深处潜藏着绝不能复苏的存在，那他就亲自前往，将那个灾祸彻底消灭。随着他下定决心消灭邪恶，系统任务也正式开启。身旁的探险家惊得目瞪口呆，直言正面强攻根本不可能。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整座迷宫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大量怪物顺着动静正面袭来。面对源源不断涌来的怪物，格兰费尔一眼看穿真相，他们其实早已被黑暗契约控制。眼前这群疯狂的怪物，正是当年被献祭的特佩恩市民。格兰费尔当即释放魔力，直接切断了黑暗契约的束缚。狂暴的怪物纷纷褪去敌意，露出了市民们痛苦流泪的原本面貌。听着市民们渴望解脱的求救，格兰费尔淡然表示自己已经明白。随后，他体内爆发出庞大的暗黑魔力，宣告黑暗将被更深邃的黑暗所吞噬。整座依赖黑魔法构建的迷宫，在这股浩瀚魔力下猛烈震动，身旁的探险家们被吓得惊恐万分。格兰费尔郑重宣告，自己会承载起特佩恩的骄傲。失去了狂暴控制的市民们纷纷在原地停下了脚步。格兰费尔周身涌动着深邃魔力，在特佩恩的声音指引下大步向前，系统也随之弹出提示，他成功获得了特佩恩黑暗契约者的指挥权。此时迷宫另一侧怪物疯狂发难，逼得众人只能苦苦支撑。倒在地上的主播被高等级怪物扑杀，直播间观众彻底陷入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按道主播的怪物突然僵在原地，狂暴的攻击猝然停止。未等主播反应过来，庞大的魔力便强行席卷全场，直接打破了现场的死局。同行的探险家顺手解救了主播，提醒他接下来要多加小心。主播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刚才扑上来的怪物似乎顿了一下。一旁的同伴也发现了异样，周围疯狂乱抓的怪物们竟然全都离奇地停止了攻击。不仅如此，这些怪物还纷纷转身朝同一个方向缓缓离去。主播瞬间反应过来，能搞出这种动静的绝对只有浩烈，这必定是浩烈触发了相关任务，只要紧跟在这些退去的怪物身后，就能直接前往迷宫更深处。其他人早已按捺不住兴奋，原本只能坐等通关领奖励，现在竟能直接去深层斩获大把经验。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众人纷纷打起精神，跟着怪物蜂拥而去。顺着退去的怪物，众人一路来到了迷宫最深处。看着眼前无比壮观的巨型大厅，大家心里暗自高兴，觉得这次终于能白嫖大把经验。可还没等高兴太久，前方的异样就让大家吓得瘫倒在地。坍塌的废墟身后，赫然露出一只无比巨大的红色巨眼，在他面前，底下的人显得极其渺小。面对这诡异的场景，队员惊恐于单是一只眼睛就如此巨大，根本无法想象本体究竟有多庞大。就在众人震惊之际，一旁的人突然收到系统紧急更新，提示了这个首领怪物的真实身份。紧急更新提示赫然显示，眼前的首领怪物居然高达900级，这恐怖的数值让众人瞬间吓傻，甚至有人后悔跑来深层。恐慌的同伴上前一把拽住主播，质问这究竟是不是浩烈的任务，担心那些怪物会随时反扑。主播赶忙让大家看向下方，原本散乱的大批怪物，此刻竟整整齐齐地排成了方阵。在排列整齐的怪物方阵身后，格兰费尔正端着茶杯优雅品茶。众人这才震惊地发现，掌控这些怪物的人竟然是浩烈。原本恐慌的队伍顿时松了一口气。格兰费尔依然保持着沉稳，可体内的浩烈早已吓得剧烈发抖，心里明白这下彻底完蛋了。面对900级且非恶魔的恐怖怪物，他早已彻底陷入崩溃。当初靠着天敌恶魔的属性优势，才艰难打赢850级的首领，如今面对这种存在，喝再多茶也
也无济于事。一旁的探险家仔细观察着巨兽，得出结论，眼前怪物大概率是一条巨龙。听到巨龙2个字，体内的号烈被彻底吓瘫，当场连嘴里的茶水都喷了出来。探险家提醒巨龙是阿卡纳最强的存在，连法师塔的法师都不敢轻易招惹，奉劝号烈最好立刻撤退。面对劝阻，格兰费尔直接一口拒绝，表示法比安担心的事根本不会发生。体内的号烈看着系统任务面板，明白巨龙虽是世界观里的核心主线，但眼前的特佩恩迷宫只是一项普通任务。格兰费尔一眼看出眼前的怪物并非真龙，更注意到人群里混入了个碍眼的不速之客。随着系统提示骤然响起，检测到附近存在恶魔，技能天敌被成功激活，号烈顿时大喜过望。没想到玩家队伍里竟然藏着恶魔，刚好在战前送上了关键的天敌增益。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地道了句信语，冷冷表示还没轮到那个恶魔出场，让藏在人群里的恶魔老实待着，现在该由他来继承特佩恩的骄傲。格兰费尔周身紫黑魔力爆发，冷冷看向眼前绝不能复苏的怪物，直接让对方尽情狂暴。话音未落，怪物猩红的巨眼骤然瞪大，仰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绝不能复苏的怪物突然陷入恐惧检疫。与此同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整整1万多名特佩恩黑暗契约者正等待着指令。格兰费尔看向眼前这群曾经被献祭的亡灵，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与自己并肩作战，并明确表示不会强行支配他们。而体内的号烈则在心里道出真相，其实单纯是因为魔力不够，根本没办法操控这么多人。格兰费尔随口让特佩恩的亡灵们按各自的意思自由行动，体内的号烈本以为只要市民与玩家联手就能拿下这一局，没成想怪物猛然一爪拍下，转眼就把大批亡灵当场抹杀，契约者的数量瞬间从9000多人锐减到了7000多。紧接着怪物口中魔力大作，准备发起更凶猛的毁灭打击。特佩恩的契约者们前赴后继冲向怪物，数量眨眼间锐减到了5000多人。眼看两方怪物突然厮杀起来，周围的玩家虽然想趁机参战，却根本无法靠近那庞大的躯体。就在这时，周围的碎石突然散发紫光悬浮而起，直播间观众瞬间认出这一幕正是之前在直播里见过的招式，这正是号烈当年在尤斯拉岛帮助狮星骑士团时用过的魔法。只见格兰费尔周身子潮涌动，强大的魔力气场席卷全场。他看向众人，冷冷开口：“如果你们也想继承这份骄傲，那就举起你们手中的武器。”听到格兰费尔的宣告，玩家们彻底被点燃了斗志，大家纷纷拔出武器，冲向战场，不再袖手旁观。虽然特佩恩的契约者此时已锐减到了4000多人，但这一次，玩家、探险家与阿卡纳人全都与特佩恩的市民们站在一起，共同迎战面前的强敌。特佩恩黑暗契约者的数量还在持续减少，只剩下了2800多人。感受到格兰费尔守护特佩恩的决心，这些契约者心甘情愿将自身所有的力量全数托付到了他的手上。面对这份沉重的信任，格兰费尔毫不犹豫地当场接下，任由磅礴的魔力在周身轰然炸裂，魔力风暴瞬间席卷战场，庞大的怪物在紫光中剧烈咆哮。主播与同伴们震撼不已，还没从刚才的惊人攻击中回过神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全新的世界任务在眼前正式出发。世界任务恶龙猎人正式发布，邪龙轰然到地，系统随之弹出提示：特佩恩迷宫成功通关。目睹这惊天一击，同行的玩家们彻底看傻了眼，不敢相信眼前的巨龙居然真的被独自斩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格兰费尔神色平静地迈开脚步。此时系统的状态面板再次刷新，特佩恩的黑暗契约者只剩下了最后一人。格兰费尔将手按在最后一名契约者的肩上，告诉对方，大家已经深刻领会到了特佩恩的牺牲与骄傲，如今他终于可以彻底安心安息。听到这份肯定的答复，最后一名契约者释怀地泛起微笑，随后化作漫天光束消散在空气中。在场的探险家们纷纷脱下帽子，向这些用牺牲换来安宁的特佩恩市民致以最沉痛的敬意。处理完特佩恩的事情后，格兰费尔收回了心思，他缓缓转过头，将冰冷的目光直接射向人群深处，冷冷地指出潜伏在暗处的那个人，似乎找自己有什么事情。被瞬间盯上的恶魔猛地一颤，心中顿时掀起了滔天巨浪。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伪装居然早已被格兰费尔彻底看穿。恶魔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自认伪装的毫无破绽，眼前这个叫浩烈的男人本只是他盯上的目标，原本打算先在暗中观察，再找机会强行夺取肉体。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强大到能独自斩杀巨龙。恶魔心里惊恐万分，根本无法想象对方刚才展现出来的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力量。恶魔只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比黑暗本身更深邃的深渊，他完全不敢相信，身为恶魔的自己居然会被人类的魔力彻底压制。极度的恐慌让恶魔步步后退，一不小心重撞上了身旁的同伴，撞到同伴的恶魔不敢多留，撒腿朝通道深处疯狂逃窜，后悔自己严重低估了对方。可还没跑出多远，格兰费尔就凭空从传送门中走出，冷冷警告对方不要白费力气。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忘却的血化地图被选为了祭品。格兰费尔冷酷地看向恶魔，技能退魔骤然激活，彻底封死了对方最后的退路。AAU 正召集各地分部长召开紧急线上会议，眼看英国分部长迟迟未到，主持会议的高层决定不再等待，直接开启了这场紧急研讨。而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正是针对最近裂缝中突发的恐怖怪物
会议屏幕上播放入迷宫怪物的画面，高层们结合体型、眼睛和皮肤特征，以及游戏官方开发人员认定这绝对就是一条龙。最大的疑问在于，本该栖息在灵山顶峰的巨龙，为何会离奇出现在迷宫深处？就在大家都以为真相大白时，有人却冷不丁提出了不同看法，直言眼前的怪物根本就不是龙。对方补充道：“亚洲分部的管理者应该很清楚，在东亚文化里，还有一种不是真龙的生物蛟龙。”韩国分部提出的蛟龙观点引起了与会高层的重视，虽然数据库里从未记录过，但谁也不敢直接否认。毕竟现在的现实世界早就超出了当年游戏管理员的掌控，或许只有失踪的开发商 CEO 才真正了解真相。迷宫里的世界任务一出，网络论坛和直播间彻底炸开了锅，所有参与战斗的玩家都拿到了名为巨龙痕迹的世界任务。而在新出现的裂缝里，泰明看着直播极度的咬牙切齿，恨自己没能亲临现场，队友们则打算趁他分心赶超排名。闪耀工会的办公室里，众人也在密切追踪着事态发展。全服排名第一的隐藏职业龙骑士，恐怕接下来也要有所行动了。浩烈成功通关了特佩恩迷宫裂缝，甚至击败了高达900级的恐怖怪物。这一消息迅速轰动了外界。高层会议上，众人分析浩烈不仅独自击败强敌，还将战斗的机会分享给其他玩家，就像在带所有人一起升级一样。外界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浩烈的战绩，称大家能一起升级全靠浩烈，甚至冠上了无尽黑暗中的曙光等称号。看着手机里各种夸张的新闻头条，浩烈羞耻的爆头发，抖崩溃，祈求媒体赶紧闭嘴，别再给他安排这些中二称号了。格兰菲尔放下手机，表示别人的看法根本无需在意。这话让浩烈重新冷静下来，意识到比起外界给的那些羞耻称号，眼前触发的世界任务才是重头戏。其他玩家拿到的只是分支任务巨龙痕迹，而自己收到的恶龙猎人才是真正指向灵芝山脉山顶的核心世界任务。浩烈推测是自己在战局中的极高贡献度才触发了这项顶级的恶龙猎人任务，但一想起关于巨龙的传闻，就让人后背发凉。当年连实力强悍的法师塔都挡不住不死巨龙，巨龙简直就是游戏里最终终局级别的存在。而巨龙盘踞的灵芝山脉更是阿卡纳的最高峰，普通玩家甚至连踏入的资格都没有。浩烈越想越崩溃发抖，要是之前在特佩恩遇到的真是巨龙，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连法师塔都拿不下的怪物，到底该怎么打能成功拿下那只900级的怪物？全靠恶魔送上的天敌增益。浩烈调整好心态，顺势打开系统面板，准备盘点刚拿到的战利品。爆出的战利品是一把名叫恶龙之牙的巨剑，但这高达800级的装备门槛让浩烈瞬间崩溃。看着眼前魔力激荡的武器，浩烈还是有些心动，决定动手试上一试。结果他使劲拔了半天，系统直接弹出提示，因等级不足无法装备，只留他在原地累得气喘吁吁。格兰费尔淡然表示万物皆有其用。浩烈无力吐槽，连拿都拿不起，他索性先把巨剑搁置一边，看起另一件史诗战品万物地图。这卷0级就能使用的地图，不仅能定位所有隐藏的稀有宝物，还附带了一次定向传送功能。浩烈顿时大喜过望，幻想着靠他去搜刮各种材料。盘点完战利品，浩烈发现自己一口气升了15级，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属性面板，准备把攒下的点数全加在魔力上。浩烈一路狂点魔力，直到加完第14点突然停手，顺势把最后1点加在了幸运上。加完最后1点属性，幸运值刚好凑成了7。浩烈暗自祈祷，希望能借此爆出好战利品。随后日常任务正式触发，格兰费尔开始处理积压的事务。他边看边表示，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法师塔竟积累了大量的休假申请。然而就在批改过程中，格兰费尔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看着申请单上的内容，浩烈也感到十分诧异。原来这堆休假申请的背后，竟然有法师在独自忍受病痛。看着手掌上咳出的鲜血，他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但看着桌上发亮的水晶球，他心中却十分踏实。他相信法师塔有浩烈坐镇，定能安然无恙。浩烈也一定会接手2人共同推进的研究。他伸手轻触桌上发光的水晶球，心中唯一的遗憾就是无法在离去前再见上一面法师塔的塔主了。克莱尔正抱着卷轴走在走廊上，刚准备开口打招呼，格兰费尔就以一阵风似的闪过。看着急匆匆离去的背影，克莱尔满心疑惑，想不通对方为何如此焦急。这位高阶法师马切罗一直承受着缩短寿命的家族诅咒，而他们先前推进的研究正是为了寻找解开诅咒的方法。看到申请表上提到的家族诅咒，格兰费尔当即察觉到了不对劲。马切罗寿命缩短的真正原因，绝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诅咒，因为西谋德家族此前曾向恶魔猎人提交过调查委托，能让恶魔猎人出手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切全都是恶魔在背后作祟。高耸的法师塔顶部骤然绽放出耀眼的湛蓝魔力，带有警示意味的冰冷宣告在法师塔上空震荡回响，警告着那些图谋不轨的黑手，敢再次招惹法师塔，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马切罗出身的西谋德家族是久负盛名的魔法名门，族内人才辈出，每个人都拥有顶尖的魔法天赋。可即便有着如此显赫的名誉，外界却从未有人嫉妒过他们。只因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虽然天资卓越，却全都会在步入中年之前因身上的可怕诅咒暴汗离世。正因如此，死亡对西谋德家族而言早已是每年都会上演的寻常事。幼年的马切罗曾无数次目睹至亲离世。马切罗在研究室整理好最后的资料，完成手头所有的交接工作，
随后默默站在原地，准备像先辈们那样平静迎接终局。马切罗能清楚感知到心跳与魔力的流动正在迅速衰退，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他心里十分平静，有浩烈坐镇法师塔，就算自己离去也不必担忧。这时房门突然被敲响，马切罗应声让人进来，可当看清门外站着的人时，他顿时愣在了原地。推门而入的居然是格兰费尔。马切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诧异地询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格兰费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冷冷地叫出了对方的全名，随后眼神严肃地抛出一个问题，问马切罗到底想不想活下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马切罗再次陷入愣神。面对这项提问，马切罗只是轻声苦笑起来。这反常的反应让体内的浩烈感到一阵不安。马切罗坦言，此前从未有人这样问过自己，过往人们对他只有嫉妒与同情。他本以为用生命换取力量早已绝无遗憾，手掌却在不知不觉间紧紧握拳。但在听到这个问题的那一刻，内心依然被深深触动。马切罗轻声坦言，自己心里其实一直渴望能够活下去。听着对方的回答，格兰费尔不禁回忆起过往，在自己尚未在法师塔站稳脚跟时，马切罗曾多次挺身而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一次轮到自己伸手相助。听完马切罗的真心话，格兰费尔表示这就足够了。系统随之刷新了任务面板，原本继承遗志的任务被直接挂起。法师塔的水晶大厅内，新的圆桌会议拉开了序幕。现场不仅各路高阶法师和长老悉数出席，就连大魔法师与徒弟们也都来到了现场。能破例参加这种规格的会议，让年轻的学徒们激动不已。面对学徒兴奋的欢呼，贝利埃只是无奈的敷衍回应。眼看着法师塔肃清了内部叛徒，局势正在一步步好转，可看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贝利埃的心中却依然感到沉重。会议刚要开始，台上就突然宣布，浩烈因为突发状况将无法出席今天的会议。这话一出，现场瞬间一片哗然，大家纷纷窃窃私语，想不通从不缺席的浩烈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听着众人的讨论，一旁的贝利埃突然反应过来，心中隐隐有了猜测。浩烈刚看了一眼请假申请，就瞬间触发了2个新任务。系统面板上不仅新增了马切罗的研究，原本继承遗志的任务也被直接挂起。看着这一堆突如其来的任务，浩烈实在有些头疼。光是法师塔现有的事务就已经让他忙不过来了，若马切罗有个万一，庞大的工作量全砸下来，自己非被活活累死不可。光是脑补出累瘫的画面，浩烈就吓得直打冷战。看着刚弹出的任务面板，浩烈又是一愣，自己分明才刚听说西谋德家族，可系统界面上拜访府邸的要求居然已经被标记为完成。原来恶魔猎人的委托非常特殊，即便前任猎人在任务中殉职，后续接手的人也能继承进度，直接从中断的地方继续推进。这份原本由前任恶魔猎人接下的委托，如今彻底落到了浩烈手中。还没等仔细盘算，贝利埃的通讯羊皮纸就急忙飞了过来，焦急询问对方此刻究竟身在何处。格兰费尔平静地回答，自己此刻正站在裂缝入口前。这话让另一头的贝利埃大吃一惊，也瞬间引来了街上路人的注意。贝利埃急忙追问，想弄明白他为何非要跑去裂缝那里。面对追问，格兰费尔直接道出了关键，眼前的裂缝与阿卡内相连，此前在维度裂缝中作恶的恶魔正是借由这条通道逃回了阿卡纳，而他此刻已经彻底证实了这个线索。听完这个惊人的结论，贝利埃急忙确认对方是否打算独自前往阿卡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完全无法理解对方为何要独自冒这个险。格兰费尔坦言，因为西谋德家族就在那边。贝利埃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早已看过了他递交的申请表。贝利埃立刻请求随同前往，却被格兰费尔当场拒绝。他要求贝利埃留在法师塔，照看好卧病的马切罗。格兰费尔接着要求贝利埃提供关于西谋德家族的报告。面对对方关于阿卡纳极度危险的劝阻，他直接驳回了贝利埃里塔的申请。在留下一句相信我之后，格兰费尔果断切断了通讯，只留下一脸无奈的贝利埃独自留在法师塔中叹息。而此时的格兰费尔已经果断跨入了裂缝，来到了落日交叉口。体内的浩烈虽然有些愧疚，但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使用的传送道具万物地图只支持单人使用，而且还是一次性的单程传送。浩烈之所以敢独自冒这个险，全凭他当年种下世界树种子后获得的专属称号——最后的冒险者。在当年游戏里的死亡惩罚是24小时内无法再次登录，而这个称号完美继承了这项效果。即便他在阿卡纳真的不幸丧命，也不会彻底死亡，而是会被系统强行送回现实世界。浩烈靠着保底机制有了底气，可手上的筹码还不止这些，他还拥有奎恩贝和机械塔之前没法领取的经验和名望，如今早已积攒了惊人的数量。就在浩烈兴奋盘算时，格兰费尔出言提醒，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依然是找到西谋德伯爵夫人。格兰费尔在地图上锁定目标，系统提示传送目的地已确定，正是位于帝都东部的西谋德宅邸。能再次亲眼见到阿卡纳的世界，浩烈心里其实满是期待。当年游戏里浩瀚的夜空和灵芝山脉曾给他留下过极深的印象。随着传送光芒骤然绽放，时隔整整10年，他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传送光芒消散，眼前出现的并非记忆中浩瀚的夜空，而是漫天密密麻麻的血色巨眼。看着这诡异至极的画面，浩烈瞬间看傻了眼，不敢相信眼前居然就是阿卡纳。
紧接着系统弹框浮现提示，他们如今踏上的正是即将走向灭亡的阿卡纳大陆。看着天空中的血色异象，浩烈意识到恶魔并非在隐匿，他们只是在阴影中默默壮大势力。浩烈随即来到了西谋德宅邸，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一位老者提着马灯出门迎接，表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客人造访，随时欢迎他的光临。老者顺势询问他是否要在宅邸内休息，而高处的窗户后面正静静站着一位身穿红裙的妇人。格兰菲尔神色冷峻的一口答应下来，系统的警示框却骤然弹出，技能天敌已被瞬间激活。得知马切罗倒下的消息后，火魔法高级法师班西急忙冲进病房，焦急地向贝利埃询问情况。纯粹魔法高级法师本格里特连忙示意他安静，一旁的马蒂斯更是面色阴沉的沉声警告，提醒班西不要在病人面前大声吵闹。被训斥的班西连忙闭嘴道歉，坦言自己只是太焦急。一旁的马蒂斯则陷入沉思，他发现手上的戒指摘下后毫无反应，这意味着缠绕西妙德家族的悲剧根本就不是黑魔法所致，这让马蒂斯感到格外棘手。正在全力维持马切罗生命的贝利埃心中更是充满了隐忧，如今马切罗重病倒下，浩烈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去了阿卡纳，两位顶尖法师的同时缺席，给当前的局势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法师塔内马切罗仍在顽强支撑，众人只能祈祷他能平安挺过这次危机。与此同时，格兰费尔已经在西谋德宅邸落座，老管家恭敬地表示这就去准备晚宴。看着眼前奢华的大厅，体内的浩烈忍不住感叹，马切罗从小竟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格兰费尔冷冷评价这间大厅，说这里虽然略显朴素，但整理的还算井井有条。体内的浩烈听完大声吐槽，这贵族风范实在装得过分。此时浩烈也感知到了异样，整座宅邸早已被阴森邪气笼罩，可这里的仆人却毫无察觉。这次的对手是吞噬了整个魔法师家族的恶魔，浩烈推测仆人们恐怕早已被控制，局面非同小可，必须打起12分精神。楼梯上响起沉稳的脚步声，来人正是西谋德家族的家主尤拉伯爵夫人。她优雅地顺着台阶走下大厅，表示格兰费尔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可以赶上晚餐。随后尤拉在餐桌对面落座，直言居然有人会主动造访这个被诅咒的家族。他叹息着弹起用生命换取力量的诅咒，称这实在是一场悲剧。尤拉突然失声大笑起来，露出了极度狰狞的面孔，在内心嘲笑人类简直愚蠢至极。那些名噪一时的西谋德法师，居然把区区一个异常状态当成诅咒，还深信牺牲寿命就能换取魔力。而恶魔正是利用了这个谎言，一直潜伏在这座宅邸中，在暗中肆无忌惮地积蓄着力量。恶魔尤拉道出自己的野心，只要吞噬掉马切罗的生命，他就能一举称霸恶魔界。随后他收起嚣张的态度，在餐桌上打量起格兰费尔，询问他这身独特的打扮究竟来自何处。面对试探，格兰费尔波澜不惊，在仆人倒完红酒后，优雅地摇晃酒杯，赞赏这酒香气浓郁而细腻。突如其来的优雅从容，把一旁紧张的仆人给整不会了。尤拉本想顺着话题试探格兰费尔的来路，没想到格兰费尔压根就没理会他，他自顾自地品尝着桌上的餐点，夸奖起烹饪手法，完美呈现了食材的风味，甚至让仆人代为向主厨致以问候。这番旁若无人的举动，让高傲的恶魔尤拉气得咬牙切齿，觉得区区人类竟敢这样羞辱自己。体内的浩烈看得很是无奈，格兰费尔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跟一旁的仆人交谈，完全把对面的恶魔当成了空气。见格兰费尔旁若无人地享用晚餐，恶魔尤拉彻底被激怒，起了无比残忍的杀心。体内的浩烈也看得无奈，吐槽他真把恶魔大本营当自己家了。享用完美食后，格兰费尔淡淡说了一句闹剧该结束了，还没等恶魔来得及动手，澎湃的魔力骤然爆发，瞬间将尤拉死死困在了原位。目睹眼前突如其来的传送光芒，恶魔尤拉顿时惊怒交加，厉声质问对方究竟哪来的胆子。格兰费尔踏着魔力优雅走近，冷冷打断了对方的咆哮。他当场向眼前的恶魔下了最后通告，从这一刻起，对方唯一允许说出口的话，只有对西谋德家族的忏悔。恶魔尤拉惊怒交加，想不通对方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难道这个家族还有自己漏掉的成员？在他看来，格兰费尔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算有点本事，也终究只是个卑微的人类。系统界面骤然弹出警示，恶魔王尤拉当场展现出了本体原形，彻底解放力量的尤拉嚣张叫嚣，宣称要怀着愉悦将对方当场吞噬。面对这恐怖的怪物，格兰费尔依然优雅，立于魔力气流之中。面对恶魔尤拉吞噬自己的叫嚣，格兰费尔冷冷回应：绝不可能。他随即取出此前获得的恶意燃烧之眼，将其作为祭品献祭。随着系统提示瞬间弹出，驱魔技能被当场激活，原本笼罩天空的密密麻麻魔眼，在一瞬间彻底荡然无存。看着满天魔眼眨眼间被一扫而空，恶魔尤拉当场大惊失色。受制于眼前震撼的驱魔异象，恶魔尤拉终于认出了眼前男人的身份，正是那个将大恶魔打回地狱的恶魔猎人。格兰费尔冷冷回应，自己从不与猎物废话。话音未落，寒霜瞬间在地面疯狂蔓延，恐怖的高阶冰魔法当场炸裂。感受着突如其来的可怕寒气，恶魔尤拉彻底看傻了眼，不敢相信恶魔猎人居然能施展如此高阶的魔法。可恶魔尤拉并没有被这股寒气打败，反手便硬生生撕碎了蔓延的冰霜。他冷笑着嘲讽格兰费尔太过天真，并得意的叫嚣：这片土地早在数个世纪前就已被他死死困在了蛛网之中。感应到恶魔的魔力疯狂暴涨，格兰费尔
果断撑起防御护盾。可体内的浩烈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早已踩在了巨型蛛网中央，眼前的恶魔尤拉竟直接展现出庞大的蜘蛛真身，这一整片空间都是他的陷阱。恶魔尤拉当场猖狂叫嚣，哪怕对方拥有驱魔仪式，只要踏入他的主场领地，他就定要让这恶魔猎人为选错战场付出代价。面对化作蜘蛛真身的恶魔尤拉，庞大的蛛足带着刺耳轰鸣接连砸下，速度之快让体内的浩烈暗自惊叹，这就是吞噬了魔法世家生命的恶魔之力。然而格兰菲尔身形飘忽，轻松闪过了连续重击。恶魔尤拉见状，当场冷笑起来，嘲讽眼前的恶魔猎人难道只会逃跑？亏自己此前听闻传言时还曾有些紧张。尤拉猖狂地叫嚣着，甚至声称根本不用吞噬马切罗就能轻松解决眼前的敌人。这话听得体内的浩烈满心不爽，可下一秒，密密麻麻的蛛网瞬间缠住了格兰菲尔的脚踝，硬生生将他整个人倒挂在了半空。成功得手的尤拉放声大笑，叫嚣着自己的蛛网比钢铁还要坚硬。这场战斗已经彻底结束，哪怕身处劣势被倒挂在空中，格兰菲尔的面容依旧冷峻平静，反倒是体内的浩烈被颠得头晕目眩，胃里一阵恶心翻涌。尤拉猖狂叫嚣，要将格兰菲尔彻底做成残茧。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出提示，第一棵世界树感应到了它的存在，世界树的祝福瞬间降临，格兰菲尔的生命与魔力恢复速度迎来了大幅提升。这一切都在格兰菲尔的计算之中，只要身处于大自然环境里，就能成功借用到世界树的力量。连体内的浩烈自己都没想到，第一棵世界树的祝福居然真的生效了，伴随着魔力骤然绽放，冰霜顺着脚踝瞬间将蛛网彻底冻结，原本坚硬无比的蛛网顷刻间碎成了满地冰渣。格兰菲尔轻松摆脱束缚，重新落地，只留下惊慌失措的尤拉，看着被粉碎的蛛网不敢置信。在世界树祝福的加持下，体内的浩烈发现魔力几乎没有任何消耗，有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补充。格兰菲尔瞬间轰出更强悍的冰霜魔法，极寒的冰雪顺着地面轰然蔓延，将惨叫的尤拉直接封冻在冰块之中。格兰菲尔随即神色冷峻地迈步向前，看着眼前瞬间沦为极寒冻土的战场，被困在冰块里的尤拉彻底被恐惧笼罩。他终于想起了那个古老传说，认出眼前男人正是击败大恶魔贪婪的阿克山最后幸存者。绝望之下，尤拉向着四周声嘶力竭的尖叫示警，将恶魔猎人降临的消息大声传向远方。为了彻底斩断阿克山的血脉，尤拉拼尽全力将呼救传出仪式结界。格兰菲尔神色冷峻地步步逼近，一眼看穿对方是借着榨取自西谋德家族的魔力，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当场发出最后警告，表示除了忏悔，对方的嘴里绝不允许再吐出任何字眼。随着交互指令瞬间激活，强悍的魔力骤然喷薄而出，他要让对方为违抗自己以及破坏阿卡纳之美付出代价。随着指令下达，浩大的魔力在格兰菲尔周身迅速凝聚，他冷冷地宣告，没有一个被恶魔吞噬的西谋德灵魂，自己就会降下100个元素魔法作为惩罚。无数璀璨的魔法阵在天空中层层展开，狂暴的元素能量轰然砸下，将惨叫的尤拉瞬间淹没在光芒之中。狂暴的魔法轰炸过后，系统面板弹出击败魔王尤拉的提示，驱魔技能随之解除。受创的尤拉当场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具枯骨瘫倒在地上。看着彻底解脱的尤拉，体内的浩烈不禁思索，他这些年来难道也是被迫在折磨后代？格兰菲尔注视着眼前的骸骨，平静地宣告诅咒已经解除，让这位西谋德先祖得以安息。尤拉刚才歇斯底里的呼救，虽然没能救下他自己，却把附近隐藏的恶魔全部引了过来。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景象，不仅没有任何慌张，反而觉得省去了逐个搜寻的麻烦。随着无数恶魔蜂拥而出，系统的天敌技能瞬间再次激活。面对全阿卡纳恶魔死死盯过来的目光，体内的浩烈心里非常清楚，这绝不会是一趟轻松的旅途。格兰菲尔依然神色平静，当场向眼前的恶魔大军发起了挑衅。他直接拔出长剑，狂暴的蓝色魔力瞬间灌满剑身。面对铺天盖地的恶魔大军，他手持利刃伫立在原地，冷冷地向眼前的怪物们宣告，自己今天有的是时间陪他们慢慢玩。如今缠绕西妙德家族的诅咒彻底解除，倒在法师塔里的马切罗终于不用再承受折磨。随着四周的敌人被清理干净，系统面板弹出了结算提示，体内的浩烈这才反应过来，这本就是针对恶魔猎人的委托，心想这次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也该给点实用的好奖励。可紧接着弹出的提示却只是提升了与阿克山的友好度以及在阿克山的影响力。面对这种毫无实质奖励的结算，体内的浩烈顿时一阵无语。转念一想，浩烈又觉得似乎不亏，要是能像借助法师塔那样获得阿克山的协助，倒也是个不错的助力。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就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如今的阿克山早已只剩下格兰菲尔这唯一的幸存者，提升跟自己的友好度和影响力根本就毫无意义。体内的浩烈当场崩溃，为了避免波及宅邸里的仆人，格兰菲尔主动将战场转移到了高处。他手持长剑伫立在巨石之上，冷冷俯瞰着下方。换到更高的视角后，这才看清四周包围过来的恶魔究竟有多少。面对这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体内的浩烈心里直发毛。虽然有最后的冒险家这个增益保命，但直接跳进这种包围圈里，跟主动往火坑里推自己没有区别。无数恶魔在四周嘈杂尖叫，疯狂向着巨石上方涌来。体内的浩烈忍不住发虚，普通人面对这种场面，恐怕早已吓破了胆。可格兰菲尔神色未动，周身魔力反而轰然炸裂，
这群争先恐后扑上来的恶魔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才是落入陷阱的猎物。对恶魔猎人而言，这里可不是什么死局，而是送上门来的猎场。面对铺天盖地的包围，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地招手挑衅。伴随着地面崩裂的巨响，一只体型无比庞大的巨魔轰然落地。面对眼前强敌，格兰费尔唤出了此前获得的邪龙之牙，这把800级的唯一品质武器，虽因等级限制无法直接装备，但格兰费尔早已另有打算。他觉得根本没必要亲自动手，他调动纯粹魔力，将邪龙之牙彻底拆解，融入独属他的艺术审美，重新雕琢。原本的武器瞬间重组为庞大的古龙，伴随着撼天动地的咆哮声轰然现世。格兰费尔冷酷地下达指令，让这只刚刚诞生的宠物肆意撒野。由邪龙之牙重组的古龙不受恶魔的心理手段影响，而且等级极高。狂暴的吐息瞬息间将围攻的恶魔大军成片清场，靠着这只高阶召唤物收拾这群恶魔确实不成问题。但浩烈很快意识到一个严重状况，刚才为了雕琢这只古龙，瞬间抽干了他身上所有的魔力。即便身上的魔力被彻底抽干，格兰费尔也依然波澜不惊。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近身战斗，他主动卸下了身上的白色大衣。格兰费尔冷冷宣告，对付这群敌等恶魔，魔法可从来不是他唯一的武器。话音未落，他当场挥剑迎面斩去，强悍的剑光瞬间将扑来的恶魔一击斩杀。可涌上来的恶魔源源不断，光靠近身挥剑根本杀不完。格兰费尔果断收起长剑，顺手装备上了传说级的刺客手弩。他神色冷峻地拉栓上膛，宣告要把眼前的敌人一个个彻底猎杀。格兰费尔跃至空中，手弩连续迸射出凌厉光束，将扑来的恶魔精准贯穿。他顺势再次拉栓换弹，借着居高临下的势头俯冲下坠，强悍的攻击直接将眼前的庞大恶魔当场轰碎重创。在连续击碎数只迎面扑上来的恶魔后，战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更多的怪物源源不断的涌上。体内的浩烈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彻底陷入恶魔大军的重围。刚才消灭的敌人，甚至连对方数量的分毫都没能撼动。还没等浩烈想出应对办法，格兰费尔锐利的眼神猛然一沉，他突然察觉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诡异变化，暗处突然杀出一只恶魔，冰冷的利刃径直贯穿了格兰费尔的胸膛。系统当场弹出陷入出血状态的警示，体内的浩烈顿时暗骂该死，局势瞬间恶化到了极点。然而遭此重创的格兰费尔面不改色，眼神里瞬间迸发出凌厉的杀意。手起剑落之间，浩大的魔力轰然爆发，顺势一剑将眼前的恶魔当场撕裂粉碎。格兰费尔身陷重围，依然手持长剑在恶魔群中纵横斩杀，但刚才受创带来的失血过重，让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系统接连弹出出血持续与生命值危险的可怕警示，体内的浩烈感到身体越来越难以掌控，眼前的视野也开始迅速模糊。面对四周铺天盖地的恶魔大军，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失血与重创让意识逐渐走向极限，浩烈眼前开始闪过无数画面，他惊觉自己看到了传说中的走马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遇见的强敌，以及一路走来经历的所有过往，都在这一刻接连浮现。眼看视野彻底模糊，意识即将沉沦，身体也逐渐失去了控制。浩烈心里非常清楚，这一次恐怕真的走到了绝境。浩烈在濒死边缘，突然想起了哈尔肯曾经的告诫，剑气只有在生死交锋的极限关头，才会变得更加强悍，并绽放出独特的色彩。这一刻，他终于恍然大悟，与持续暴跌的生命值相反，体内的剑气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璀璨，身体开始主动敞开并接纳它，仿佛整个人已经与手中的利剑融为一体。在与利剑彻底融为一体的瞬间，他终于跨越了原本的剑气限制，踏入了全新的境界。格兰费尔眼神冰冷，直接展开了强悍的剑域，双手死死握紧剑柄，顺势轰然斩下，狂暴的剑气轰然炸裂，将围攻上来的恶魔纷纷粉碎斩飞。身处铺天盖地的包围之中，格兰费尔只觉得眼前这一切荒谬透顶。可这种身处绝境的死斗，却让他想起了年轻时无所畏惧的岁月。那时的他连死亡都不曾畏惧，伴随着凌厉的剑光接连撕碎恶魔，仿佛来自过去的亡灵正在这一刻向他发出呼唤。正是当年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让他能在肉体早已超越极限的情况下，支撑着继续浴血奋战。体内的浩烈心里非常清楚，要不是有格兰费尔高傲意志的支撑，自己根本无法忍受这可怕的剧痛与恐惧。就在狂暴的剑气彻底粉碎敌人的瞬间，系统界面却突然弹出了魔力不足的警告。重新收回恶魔之龙尖牙的同时，连续的爆发彻底抽干了魔力，身体早已濒临极限。格兰费尔只能拄着长剑剧烈喘息。伴随着低沉的提升，西方恶魔领主拉克西奥罗斯亲自赶来，他高声赞叹不愧是阿克山的最后幸存者，当场宣布认可了眼前的对手。拉克西奥罗斯直言，不能将他当成普通人类对待。浩烈瞅见对方整整1000级的面板，心里直呼开什么玩笑。可格兰费尔反而嘴角微扬，语气冷酷的当面挑衅，称只有高阶魔王才能带来狩猎的乐趣。比起周围那些低贱的杂碎，面前这个高阶恶魔领主勉强能让自己稍微尽兴一些。拉克西奥罗斯放声大笑，当场向周围的恶魔下令，只要谁能夺舍恶魔猎人的肉体，就能随他一同征战魔王之位。看清了对方企图内斗称王的目的，格兰费尔冷声嘲讽，这实在愚蠢可笑。话音未落，他便悍然出手发动袭击，然而射出的攻击却被对方轻松徒手接下。拉克西奥罗斯露出冷笑，嘲讽这难道就是他最后的反抗？
徒手接下攻击的拉克西奥罗斯，顺手捏碎了魔力，狂暴的冲击直接震得格兰费尔当场吐血。面对恶魔领主高高在上的嘲笑，格兰费尔缓缓擦去嘴角的血迹，心里想起了当年战死的阿克山先烈，那些同胞拼死战斗到最后一刻，换来的却只有恶魔无情的嘲弄。系统瞬间弹出密密麻麻的危急警告，提示生命值已经降到了危险边缘。眼看伤势严重，退无可退，体内的号烈也发了狠。既然左右都是个死，不如干脆放手一搏，闹个天翻地覆。前方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异变，原本高高在上的拉克西奥罗斯当场被这股动静惊得愣在原地。拉克西奥罗斯看着眼前的异象，不敢置信。红云翻涌的天空中，一座庞大的巨型装置伴随着轰鸣轰然显现。惊怒交加的拉克西奥罗斯厉声质问，狂躁地咆哮着，让格兰费尔立刻停手。然而周身魔力炸裂的格兰费尔全无退意，哪怕浑身伤痕累累，依旧手持双刃直立。作为世上最后的恶魔猎人，他眼神冷酷地死死盯上了眼前的魔王。拉克西奥罗斯悍然出手，一把抓起格兰费尔，怒吼咆哮，质问他拼上性命又能改变什么？哪怕杀光这里的恶魔，未来也依然会有成千上万个恶魔诞生。面对逼问，格兰费尔眼神全无动摇，冷酷回应：那他就把诞生的所有恶魔全都一并彻底猎杀。听到这毫无退缩的回答，拉克西奥罗斯当场被震慑的神色一沉，被恶魔之爪死死扣住。格兰费尔平静宣告：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天空中巨大的机械装置骤然亮起耀眼绿光，伴随着轰鸣疯狂运转。哪怕身陷囹圄，格兰费尔依然单手生生捏碎了恶魔之爪。他面露冷笑的当面宣告，作为恶魔猎人，自己就是恶魔的天敌与噩梦。强如恶魔灵主拉克西奥罗斯眼神中也终于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面对从天而降的毁灭力量，拉克西奥罗斯气急败坏的咆哮怒吼。天空中的巨型装置骤然轰出耀眼光束，直插战场地面。狂暴的冲击瞬间在全场炸裂开来，掀起掀天接地般的轰鸣与震荡。浩大的气流在天地间疯狂呼啸，在翻涌的红云之下，庞大的机械飞艇悬浮在高空，俯瞰着被毁灭吞噬的战场。飞艇控制室内，矮人看着眼前的惨状，低声咒骂，忍不住痛苦的质问：难道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矮人忍不住自责，帮对方完成这种牺牲，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决定？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很可能亲手葬送了阿克山最后的幸存者，甚至整个世界的希望。就在矮人们陷入绝望时，强烈的异光突然照亮了四周，璀璨的光芒之中，长着巨大光翼的希埃尔在万丈光芒中震撼降临。沐浴在璀璨光芒之中的希埃尔显得比以往更加高贵优雅，他微笑着轻声开口，表示自己侍奉主人之命前来传达讯息。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浩烈当场收到了死亡惩罚，经验值获取随之大幅降低。面对刚才那轰天裂地的一发魔力炮，果然还是没能硬扛下来。马切罗在房间的床上缓缓睁开眼，从迷茫中猛然坐了起来。他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掌心，明明记得自己应该已经丧命，根本想不通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没等马切罗理清思绪，法师们就突然猛地破门冲了进来。同伴刚激动地高呼马切罗醒了，就被身后的马蒂斯连忙制止。马蒂斯上前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马切罗坦言自己原本以为再也醒不来了，可如今缠绕体内的诅咒不仅彻底消失，甚至连魔力运转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顺畅。时间回到马切罗醒来的几分钟前，由于触发了最后的冒险家效果，浩烈直接被系统强制传送回了现实，保命增益也随之进入冷却。当他重新看清周围的场景，系统提示已经进入落日十字路口。浩烈一眼认出，这里正是自己当初前往阿卡纳时的裂缝，除了有些疲惫，身体居然完好无损。浩烈不由得惊叹，最后的冒险家这个保命增益效果竟然这么强悍。彻底脱险后，浩烈松了口气，嘴硬着表示自己刚才根本没在怕。可当他低头看向自己时，却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虽然命保住了，但身上那套在死斗中被毁掉的衣服竟然完全没有跟着一起复原。还没等浩烈从崩溃中缓过神来，眼前却突然亮起了璀璨的魔力光芒。光芒消散后，浩烈顺理成章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本想赶紧找件备用西装换上，门外却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有人高声询问他是否在里面。光着膀子的浩烈顿时吓得手足无措，好在格兰费尔凭着本能，优雅利落地套上衬衫正装，赶在门被推开前，重新恢复了平日里冷酷严谨的模样。浩烈暗自庆幸，差点当场丢人。格兰费尔则重新端坐在桌前，推门而入的贝利埃看到浩烈安然归来，喜出望外的表示马切罗的伤势刚一稳定，自己感应到了魔力，便立刻赶来确认。得知马切罗已经脱离危险，浩烈总算放下了心。贝利埃则万分好奇，浩烈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除了诅咒。贝利埃瞥见角落里挂着一件染满鲜血的破损战衣，顿时惊得当场愣住，急忙询问这是谁的血。浩烈这才反应过来，刚才光顾着收拾自己，竟忘了把这件血衣收起来，以为浩烈受了重伤。贝利埃急忙催动魔法想要医治，格兰费尔却显得云淡风轻，他一口拒绝了对方的好意，随后优雅地拿起茶壶倒茶，仿佛那上面触目惊心的血迹不过是在阿卡纳猎杀恶魔时留下的一点轻微划伤。贝利埃心中震惊不已，如今的阿卡纳早已被恶魔占据，能带着满身鲜血平安归来，想必刚才经历了一场惨烈的苦战。可眼前的浩烈却显得如此风平浪静，那些险象环生的死斗，在他眼里似乎根本不值一提。
贝利埃默默收起了治疗魔法，神情变得越发恭敬。随后主动躬身致意，感谢对方解救了马切罗。浩烈见状有些意外，毕竟对方最近损失了不少同伴，本想趁这个机会和法师们搞好关系，不料格兰费尔冷冷开口，表示自己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还理所当然的让人把马切罗叫来。浩烈瞬间气得抓狂，恨不得当场掐死这个破坏气氛的家伙。马切罗感慨，困扰家族多年的诅咒彻底解除，向对方表达谢意。格兰费尔依然态度冷淡，表示不必见外。马切罗顺势打听起阿卡纳的变故，格兰费尔没有直接回答，只表示到了地方自然明白。两人随即来到了黄金圆桌的会议大厅，此时各方势力的大佬早已齐聚一堂，纷纷打起招呼。格兰费尔步入黄金圆桌会议大厅，没有一句废话，直接打算开门见山。他当众拿出了一台造型奇特的大型望远镜，放在了众人面前。面对大家的疑问，格兰费尔冷静地解释，这是史诗级道具恶魔之眼望远镜，能够短时间内共享恶魔的视角，让大家实时观测到阿卡纳的局势。不过这件道具也有不小的隐患，观测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魔界的恶魔察觉到踪迹。面对众人关于道具来源的震惊追问，格兰费尔冷淡打断，表示接下来要展示的内容才是关键。体内的浩烈忍不住心酸吐槽，自己可是差点把命拼掉才拿到它的。说话间，格兰费尔直接激活恶魔之眼望远镜，随着装置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投影画面瞬间浮现在大厅中央。虚空中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恶魔眼球，把阿卡纳如炼狱般的惨状彻底暴露出来。在场的大佬们当场被这恐怖的景象深深震慑，亲眼目睹这片惨状，在场的大佬们无不惊恐万分，不敢相信浩烈究竟是如何在炼狱中活下来的。密密麻麻的恶魔之眼在虚空盘旋，监视着战场上的一举一动。格兰费尔神色冷峻，看着眼前的惨状，无比确信，光靠被动猎杀那些露头的恶魔，根本无法将恶魔彻底铲除。随着恶魔之眼的共享时间结束，装置当场陷入了漫长的冷却。格兰费尔当众揭露，大家以为恶魔势力有所收敛，其实完全只是对方制造的假象。恶魔们之所以收缩战线，真实目的完全是为了抢夺空缺权位，全力筹备即将到来的魔王争霸战。此前在战场上，恶魔领主拉克西奥罗斯甚至当场许下众筹，只要有恶魔能夺舍恶魔猎人的肉体，就能随他一起征战魔王之位。如今恶魔早已深植于阿卡纳，刚才通过恶魔之眼看到的庞大军团，不过是他们真正实力的冰山一角。连缠绕马切罗家族的诅咒，同样是恶魔在暗中作祟。听闻真相的马切罗大受震动，恶魔一直在缓缓积蓄力量，一步步蚕食整个世界，毁灭阿克山的恶魔依然猖獗。格兰费尔态度极为坚决，哪怕自己是唯一的恶魔猎人，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恶魔得逞。话音未落，大厅内突然有人出声回应，表示自己早已等待多时，并重申了曾经许下的誓言。狮心骑士团当场表态，将与阿克山并肩作战，直到斩尽恶魔。曾经在圣战中袖手旁观的各大势力也纷纷站了出来，有的主动承担物资筹备，有的请求给一个赎罪的机会，就连法师塔也明确表态，绝不会再对恶魔的肆虐坐视不管。面对各大势力的纷纷响应，格兰费尔微微点头，体内的浩烈很清楚，如今不仅有了这些强力盟友，在阿卡纳还有机械塔和矮人族作为后盾，他们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了。此时此刻，阿卡纳各地的矮人与各方势力依然在与汹涌的恶魔军团死战，虽然双方战力悬殊，但这早已不是一场孤独的抵抗。这场对抗恶魔的圣战，其影响早已超越了阿卡纳的范围。伴随着洪亮号角声响彻晴空，花瓣随风飘落，系统面板紧接着弹出了提示：这场抗击恶魔的圣战，正式从阿卡纳延伸到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玩家眼前都弹出了系统任务面板，有人惊呼：这竟然是一场超大规模的任务！但任务提示却写得很清楚，这场圣战结束后不会提供任何奖励与战利品，唯一的目的就是向世人证明属于自己的骄傲。突然出现在现实世界的系统任务，在人群中引发了巨大的骚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格兰费尔神色冷峻地伫立高处，哪怕是面对与恶魔的全面战，全员接到的圣战任务，也足以让他们彻底拉平力量差距。格兰费尔向所有人发出宣告：圣战还没有结束，展现出属于你们的骄傲吧！圣战任务在4处同时触发，如此庞大的任务规模前所未有，全球玩家瞬间一片哗然。面对没有奖励与战利品的任务，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讨论，不少玩家陷入困惑与犹豫，但也有些玩家想起恶魔带来的灾难，意识到这一战是在为了属于自身的骄傲而战。格兰费尔依然在默默坚持日常训练，刚一口气跑完了35公里，体内的浩烈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只想赶紧回家休息。与此同时 ，AAU 韩国分部正召开紧急会议，高层针对这场圣战展开激烈争论。面对规模庞大的战争，现有玩家实力根本无法承受。更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是，这本质上是浩烈凭一己之力发布的无奖励任务，仅靠骄傲作为回报，高层认为完全没有任何合理性。面对浩烈引发的这场变局，其他高层借机向韩国分部发难，指责他们连旗下玩家都约束不住，这群人无非是想借这个机会从浩烈身上捞取更多好处。本该抗击阿卡纳危机的国际组织，如今早已暗中变味，不少高层明面上肆意操控玩家，暗地里更是与官员大搞权钱勾结，组织的中立原则早已荡然无存。浩烈不图名利，一心拯救危机，绝容不得利益熏心的人暗中算计。
普大声宣告，谁要敢挡浩烈的路，自己绝不会坐视不管。面对普的强硬态度，其他高层嗤之以鼻，认为他根本太高看玩家。说完便冷漠切断了线上会议。AAU 美系分部经理吉姆态度十分明确，根本没必要去阻止浩烈，毕竟没人会傻到参加没有奖励的任务，反而需要提防韩国本土想控制浩烈的高官。此时韩国国会内部高官正深深忌惮着浩烈巨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做到了国家力量都无法完成的大事。官方急于联系浩烈，可浩烈不仅谢绝了所有采访，更是彻底拒绝与外界沟通。面对完全无法拉拢和操控的浩烈，高官们感到无比头疼。外界高层对浩烈深感忌惮，甚至开始私下谋划，打算趁机压一压他的气焰。而此时室内，格兰菲尔刚完成了2000个俯卧撑，正趴在地上翻看手机。体内的浩烈凑过来一看，顿时被网上的新闻报道搞懵了。官方公开指责浩烈是擅自行动，组织也站出来质疑圣战的真实性，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让浩烈始料未及。浩烈看着网上的负面报道，气得直呼这也太过了，怂恿格兰菲尔上网回击。格兰菲尔拿起手机开始打字，直接在评论区澄清圣战正在进行，甚至还高调附上了自己的全名。浩烈吓得连忙制止，崩溃直呼千万别把全名写上去。就在这时，电脑上突然弹出了通知提示，赫然是各大工会发起的重大声明直播。直播画面中，嘉温工会的泰明申穿正装出席，面对台下无数记者与闪光灯，准备开门见山发言。直播间弹幕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关注这场发布会。与此同时，闪电与狂战士等顶尖工会也同步开启了直播。顶尖工会代表当众表态，共同向全网郑重宣告正式全面加入圣战。消息一出，全网观众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不敢相信，顶尖工会竟在同一时刻做出全员参战的决定。泰明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参战是为了守护心中的骄傲。格兰菲尔看着手机里的声明，深知这场圣战虽然没有奖励，但凭尊严出战的人绝不会畏惧任何挡路的恶魔。与此同时，在宏伟的水晶大厅内，高层法师当众发问，征求大家对这场圣战的看法。长老法师由格维德当众质问马切罗，面对眼前这场大战，他们究竟有没有胜算？马切罗坦言，敌人的势力蔓延到了2个世界，在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胜算其实极其渺茫。这注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苦战，但他依然坚信，只要能取得胜利，阿卡纳就依然还有希望。面对渺茫的胜算，马切罗下定决心，表示现在正是确立真理之巅的时刻。随着他信念确立，系统随之弹出了重组法师塔的任务。闪电工会会长罗克斯也高调表态，坦言参战纯粹是因为热爱挑战。波西米亚工会也宣布加入，圣骑士们纷纷响应号召。各大工会的接连表态，彻底点燃了全网玩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加入圣战。随着玩家们纷纷前往指定区域集结， AAU 美系分部内，经理吉姆正大发雷霆，看着连闪电工会也参战的报告，吉姆把文件重重摔在桌上。在他看来，只要听任阿卡纳毁灭，让恶魔的注意力留在异世界，现实世界反而更加安全。面对众人为了尊严参战的选择，吉姆决定亲自出手干涉。现实世界中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浩烈坐在出租车里，被眼前瘫痪的交通彻底镇住。看着道路上密密麻麻的车流，全都是准备赶往法师塔裂缝据点的玩家。在3大工会高调宣布参战后，玩家的风向被彻底带了起来。浩烈原本还打算顺路去加温工会总部表达感谢，面对瘫痪的交通，只能彻底无语。浩烈准备把精力全部投入即将到来的圣战，如今手头有监控局势的望远镜，还拿到了全新的禁卫者称号。此前虽然承受了死亡惩罚，但等级暴涨50级冲到了490级。看着眼前丰厚的收获，浩烈决定把这些优势彻底利用起来。浩烈看着手头刚拿到的50点属性，决定改变以往全家魔力的思路。为了配合剑法技能的发挥，他把大部分点数分配给了力量与敏捷，剩下的3点属性全加在了幸运上，暗自祈祷接下来的战斗能有好运气。这时，出租车司机打开车载电台，广播里突然播报起紧急新闻：英国境内竟突然出现了全新的裂缝，而且形态与以往认知的完全不同。此时，英国伦敦正下着暴雨，局势已经彻底失去控制。慌乱的市民紧紧拽着施拉格，绝望地向他求助。面对眼前的惨状，施拉格同样感到无能为力。以往虽然也发生过裂缝坍塌，但眼下的变故远比以往严重。全新裂缝在瞬间爆发，直接将整个伦敦和所有人彻底吞噬。看着被灾难吞噬的城市，施拉格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哪怕身为高阶玩家，面对眼前的变故，他也无能为力。系统面板紧接着弹出提示，这片被暴雨笼罩的阴雨之城，推荐等级居然高达600到900级。就在施拉格感到茫然时，雨幕中突然传来了呼唤他的声音。暴雨中的积水里响起清脆脚步声，伴随着系统提示音，施拉格身上的异常状态被瞬间解除。他恍惚按住头部，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竟不知不觉中招。雨幕之中，脚步声逐渐逼近，格兰菲尔撑着黑伞优雅踱步而来。面对毁天灭地般的场景，他却只是淡定感叹这里的雨下得真大。格兰菲尔神色冷峻地看着施拉格，直言自己正好需要一个向导，顺势询问施拉格愿不愿意带他熟悉一下如今的伦敦。大雨倾盆笼罩着伦敦大本钟，新闻大屏幕正播报紧急突发消息：伦敦市中心首次出现地下城裂缝，整个英国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这场突如其来的裂缝将玩家和平民一并吞噬，大量市民被困在副本内部。紧接着新闻补充报道，韩国玩家浩烈即将亲自踏入这片危险的地下城。系统面板此时显示，这片地区的崩溃进度开始计算。格兰菲尔撑着伞，面不改色地表示，这里和平日里的伦敦没什么两样。体内的浩烈听完大声吐槽，直言他明明连一次伦敦都没去过。施拉格心里震惊不已，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究竟用了什么手段，仅凭出场就抹除了自己的异常状态。虽然自己曾是世界排名第3的顶级玩家，但眼前这位的实力显然远高于他，只要有他在棘手的危机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众人核对完地图，发现这里的地形和现实中的伦敦完全一致，只是四周静得有些诡异，屋内还保留着生活过的痕迹，城里的市民却不知去向，手机信号已经彻底中断。焦躁的市民开始担心大家遭到了怪物袭击，程序连忙出声制止，提醒大家现场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战斗迹象，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格兰菲尔察觉到了眼下的异样，他刚才尝试消耗魔力召唤希埃尔，可希埃尔却完全没有出现，这非同寻常的状况让他意识到，恐怕是有某种力量正阻挡着希埃尔来到这里。就在这时，格兰菲尔突然停下了脚步，察觉到了脚下的异样。格兰菲尔瞬间反应过来，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他直接开口提醒施拉格，城里的市民恐怕是落入了陷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判断，施拉格感到十分疑惑。格兰菲尔没有直接解释，只是让他往头顶的天空看。施拉格有些纳闷地抬头望去，眼前的景象瞬间让他大吃一惊。天空的阴云之中，居然倒悬着另一座一模一样的伦敦城。格兰菲尔仰头观察着天空中的城市，发现此前凭空消失的市民，此刻全都在那座倒悬的城市里，甚至连刚刚召唤失败的希埃尔也在其中。倒悬城市里的希埃尔似乎也察觉到了底下的格兰菲尔，格兰菲尔瞬间理清了真相，这场暴雨直接影响了现实，此前众人身上的异常状态正源于此。雨水就是隔绝两个世界的关键介质，只要将雨水彻底消除，就能打破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格兰菲尔嘴角微扬，是时候该出手解决这场危机了。格兰菲尔当即呼唤希埃尔，希埃尔顺从的回应指令，随即催动起全身的力量，伴随着魔法瞬间绽放，粗壮的树根直接破土而出，在地面上迅速延伸生长。希埃尔召唤出的正是阿卡纳的水栗树，这种植物天生就能储存海量水分，庞大的树根在地面迅速蔓延，开始疯狂抽取周围的水分。随着雨水被彻底吸收，笼罩天空的阴云渐渐散开，久违的阳光再次洒回地面。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景象，淡然表示，这场暴雨不过是大自然最好的养分。随着水栗树吸收完全水分，幕后黑手借暴雨制造危机的手段被彻底破解。视角来到了 AAU 韩国分部，大屏幕上正播放着现场报道。浩烈撑着黑伞一身踏入副本，看着每次在危机时刻总能及时赶到现场的身影，工作人员们不由得大加佩服，在圣战如此繁忙的时刻，依然能挺身而出解决危机。众人甚至自发在现场拜起了号门。普径直走回了休息室，桑巴克有些意外地问他怎么没去开会。普坦言自己直接撬掉了那场会议，看着高层们只会搞政治算计，普实在无法忍受。浩烈顶着各方阻挠跑去异国救灾，可那群人却只想抹黑并利用他。更让普感到恶心的是，这群高层竟然还硬要他去安排，创造与浩烈见面的机会。面对高层的这种安排，普一把捏扁瓶子，明确拒绝，绝不会帮这群人去算计浩烈。看着普如此强硬的作风，下属忍不住大加佩服。桑巴克笑着补充道，普早在当底层员工时就已经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普感叹不用面对那群高层确实轻松，甚至开始理解英国分部的负责人为什么总是频繁缺席。然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想起广播里刚播报的紧急新闻，爆发全新裂缝的地点正是英国，而 AAU 英国分部正位于伦敦。意识到英国分部恐怕凶多吉少，普的脸色瞬间大变。看着眼前疯狂生长的巨树，浩烈忍不住有些吃惊，这树长得比在阿卡那时还要庞大，甚至还给大家叠加了生命恢复的增益。前方搜救人员很快发现了被困的市民，确认大家虽然处于昏迷，但性命无忧。随着危机被化解，原本设下的陷阱也被彻底解除。这时小精灵希埃尔赶了过来，毕恭毕敬地向格兰菲尔鞠躬致歉，为自己刚才没能及时回应而请求原谅。希埃尔自责地表示愿为此接受任何惩罚。浩烈在心里吐槽对方过于极端，格兰菲尔则平静表示刚才的表现已经足够。身旁的施拉格紧接着连连称赞，惊叹浩烈居然连精灵都能熟练指挥，眼前生长的巨树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施拉格由衷称赞浩烈是拯救伦敦的英雄，坦言从尤斯拉时期就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如今展露的实力更是让人彻底服气。面对施拉格停不下来的夸赞，格兰菲尔打断了对话，表示寒暄可以等之后再说。话音刚落，他察觉到了附近不祥的恶魔气息，专属技能天敌随之自动激活。听到这片地下城竟与恶魔有关，施拉格大吃一惊，格兰菲尔则直接走在最前方带路。浩烈也反应过来，难怪刚才看到那异常状态时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若非希埃尔及时解开陷阱，被困的市民恐怕早已被大雨淹没，而这背后显然正是恶魔在暗中作祟。格兰菲尔径直朝前方带路，随行的施拉格却越看越觉得不对，发现前进的方向似乎偏离了原本路线。就在这时，浩烈的手机突然接到了泰明打来的视频电话，画面刚一接通，泰明便感叹终于联系上了。格兰菲尔
却只是冷冷表示自己很忙。泰明表示有人想紧急与浩烈通话，随后将线路切了过来。屏幕里突然传来一阵巨响 ，AAU 韩国分部经理朴敏捷急切地向浩烈表明身份。浩烈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格兰费尔却依旧面色平静，只是冷冷地让对方直说。朴敏捷开门见山地指出，想要攻略眼前的阴雨之城，关键在于尽快找到地下城的核心。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这座阴雨之城的核心位置正是 AAU 英国分部所在地。格兰费尔冷冷地给出了肯定回应。此时，英国分部周边的街道上，成群结队的恶魔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面对迎面冲来的敌群，格兰费尔已然做好了战斗准备。施拉格立刻抽剑下令，让其他人全力保护周围市民，自己与浩烈负责解决恶魔。他果断挥剑斩向迎面冲来的敌群，然而锋利的剑刃穿透敌人，却只掀起了一阵水花。这些恶魔竟全由液体构成，被展开后瞬间就能重新凝聚恢复。施拉格见状，急忙朝身后的浩烈呼喊。面对完全免疫物理攻击的600级恶魔，施拉格陷入了苦战。浩烈很清楚，凭借天敌 buff 的加成，只要使用魔法就能瞬间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格兰费尔显然另有打算，他冷淡地质问施拉格：“难道这就动摇了战斗的决心吗？”施拉格急忙解释，并非自己退缩，而是眼前的恶魔根本无法被物理砍伤。格兰费尔直接打断了他，当场指出了破解之法。只要将剑气注入其中，便能彻底撕碎敌人。说话间，浩烈而凛冽的剑气瞬间从他身上爆发，让一旁的施拉格当场看呆。格兰费尔冷冷地提醒施拉格举剑，准备当场传授克制敌人的方法。浩烈更是暗自打算，绝不能把所有的战斗都独自包揽。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格兰费尔自己举起的竟然只是一把普通的黑伞。看到对方打算用雨伞施展剑气，施拉格当场陷入了深深的茫然。施拉格完全听不懂所谓的剑气究竟是什么。格兰费尔这才反应过来，普通人根本无法直接看到剑气，毕竟在狮星骑士团内部，也只有哈尔肯等少数顶尖高手才能勉强感知到这股力量。格兰费尔决定先进行演示，他顺势握紧手中的黑伞，朝前方随手挥出一记斩击，剑气瞬间破空而去。这一记剑气当场震碎了施拉格的认知，明明是完全免疫物理攻击的敌人，对方居然只用一把普通的黑伞，就生生将恶魔直接斩断。看着格兰费尔持伞穿梭在敌群中，施拉格甚至不敢想象他的等级究竟有多恐怖。施拉格看着格兰费尔的雨伞斩击，深感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他忍不住当场崩溃吐槽，表示自己完全看不出剑气的门道，不懂为何偏要在战斗中搞现场教学。面对施拉格的困惑，格兰费尔神色淡然地表示，身居高位者引导他人是应尽的责任，可体内的浩烈心力却无比真实，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包揽所有战斗，才急着要让施拉格尽快学会应对恶魔。话音刚落，格兰费尔全身突然迸发出极其耀眼的光芒，强烈的金光瞬间笼罩了周围。手握细剑准备学习的施拉格当场看呆，甚至怀疑眼前这人是不是自带神圣光芒。体内的浩烈更是被这景象震得当场崩溃，完全搞不懂格兰费尔为什么会真的发光。此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表明这是称号虔诚者带来的微小变化。看着光芒万丈的格兰费尔，浩烈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动静怎么看都和微小完全扯不上关系。施拉格注意到了雨伞上流转的银色能量，连忙询问这就是所谓的剑气吗？浩烈这才恍然大悟，系统提示的微小变化竟是能让其他人直接观测到剑气。格兰费尔乘胜追击，顺势质问施拉格是否知道剑气会在何种情况下增强，对方坦言并不清楚。格兰费尔当即给出答案，唯有置身于生死交界之境。话音未落，可怖的恶魔已在暗处露出了獠牙，刚才散发出的剧烈光芒瞬间把暗处的恶魔全部吸引了过来。面对围聚上来的敌群，格兰费尔丝毫没有慌乱，当场命令施拉格凝聚剑气。随后他直接催动魔力，与眼前的整座大桥产生共鸣，耀眼的光芒瞬间将大桥彻底吞没，再次看傻了现场所有人。格兰费尔一招直接斩裂了伦敦大桥，施拉格被眼前的场景彻底看傻，可周围的恶魔已经迅速围攻上来，施拉格只能急得大喊，根本不可能刚看一眼就学会剑气。他急切地请教具体的施展方法，格兰费尔却面不改色地表示直接做就对了。体内的浩烈这才想起，当年设定角色时就给格兰费尔拉满了看一眼就会的天赋，可完全领悟不了的施拉格，瞬间被涌上来的恶魔追得狼狈逃窜。施拉格回头看去，发现被斩断的大桥正好隔绝了恶魔，对岸的市民因此化险为夷。他这才恍然大悟，浩烈刚才那一招竟把保护平民也算好了，既然连舞台都已搭好，身后还有大批观众注视，施拉格彻底被激发出了斗志，当场挥剑迎战。他瞬间激活了决斗大师技能，巨大的金光法阵在脚下展开，将涌来的恶魔全部强制嘲讽。面对全由液体构成的恶魔，普通的挥砍根本无法造成伤害。击剑士本就是个后期极难发展的职业，既要提升力量，又要兼顾敏捷，等级越高，收益反而越低。浩烈看着战斗中的施拉格，暗自认可，能凭这种弱势职业一路打到世界第3，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施拉格发誓要证明，哪怕是冷门职业也能派上用场。想起格兰费尔仅凭一把黑伞就能轻松制服怪物，施拉格死死握紧了手中的细剑。
在崇拜效果的加持下，细剑上瞬间绽放出耀眼的金色阵纹。他顺势挥剑向前，向眼前的液体怪物发起了强力反击。施拉格的剑气瞬间贯穿了恶魔，看着被彻底消灭的液体怪物，他惊觉这一击竟然真的奏效了。端坐在椅上的格兰费尔依旧面色从容，体内的号烈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隔岸得救的市民们见状，顿时爆发出阵阵激动的欢呼。地下城的核心，耸立在阴云之下的，正是 AAU 英国分部大楼。此时，在大楼的高层窗前，英国分部经理贝克正伫立在此，他双眼散发着诡异的红光，周身萦绕着不祥的恶魔气息。就在这时，诡异的附身状态悄然施加，格兰费尔顺手发动反转魔法，开始修复此前损坏的桥梁。体内的号烈暗自庆幸，幸好及时把桥拼了回去，不然事后可没法交差。施拉格一路小跑冲了过来，一把紧紧握住格兰费尔的手，激动地向他连连道谢，表示要不是他刚才的指点，自己绝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境界。施拉格主动提出，等清完这座地下城，他的工会也会全力加入圣战。体内的号烈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想着以后能找这位高手帮忙。格兰费尔却依然毫无波澜，他交代西埃尔留在这里善后，随即转过身去，准备独自深入眼前的地下城核心。伫立在大楼高层的贝克冷笑着俯瞰底下的情况，这座大楼早已布满更可怕的危险，根本不认为有人能闯到这里。附身在他体内的恶魔坦言，最初占有这具躯体时十分吃惊，没想到一个普通人类竟掌握着如此丰富的阿卡纳知识。正是借助这些知识，他才能以低阶恶魔的身份吞噬城市，甚至萌生出了超越魔王的野心。贝克还在盘算着如何解决外面的麻烦。伴随着一阵轰鸣巨响，大楼高层的玻璃被瞬间轰得粉碎。施拉格手持长剑破窗而入，格兰费尔也紧随其后踏入室内，完全没料到对方会直接破窗闯进来，被克吓得瘫倒在地，步步后退。格兰费尔顺势向前迈出步伐，直接逼到了他的面前。面对步步逼近的格兰费尔，附身在贝克体内的恶魔彻底慌了神，被对方强大的气场所威慑，立刻动了逃跑的念头。为了给自己制造脱身机会，他决定挑拨两人互相残杀，当即一把抓住赶来的施拉格，大声求救。看着演戏求助的恶魔，格兰费尔丝毫没有停下脚步，冷冷地叫施拉格退下。格兰费尔一眼看破恶魔的伪装，当场触发驱魔技能，极大的等级差距让技能效果瞬间大幅增强。附身在贝克体内的恶魔瞬间暴露原形，直接陷入了恐惧状态。格兰费尔居高临下冷冷警告恶魔，甚至连呼吸都没得到他的允许。面对格兰费尔绝对的威压，恶魔彻底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只能在绝望中开口求饶。在强大的技能判定下，无名恶魔直接陷入窒息，被当场击败。随着核心恶魔被消灭，系统立刻弹出提示：地下城阴雨之城已被成功攻略。笼罩天空的阴霾彻底散去，久违的阳光重回大地，天空甚至挂起了一道彩虹。这场危机至此被彻底平息。看着被击败的恶魔，浩烈忍不住心生感叹，本以为能搞出这么大动静的，至少会是个高阶恶魔，没想到对方居然只是个低阶杂鱼。一旁的施拉格也十分纳闷，想不通贝克究竟是何时被附身的。浩烈意识到，哪怕只是掌握了阿卡纳知识的低阶恶魔，带来的威胁甚至比正面强敌更加危险。随着危机彻底解除，系统结算的战利品随之发放。格兰费尔手中泛起一道光芒，掌心中显现出一块特殊的微光印记。格兰费尔一眼认出了这件物品，系统提示紧接着弹了出来，确认拿到了六芒星胸针的第二块碎片。地下城裂缝被成功清除后，伦敦重获平静。施拉格刚带人走出地下城，大批记者便疯狂围了上来，争先恐后的打探里面的情况，甚至询问周边的树木是否出自浩烈之手。面对记者的连番追问，施拉格无奈坦言，自己甚至还没来得及道谢，浩烈就已经独自离开了现场。记者们当即面向镜头，开始对这场震撼伦敦的事件展开实时报道。电视新闻迅速播出了独家画面，宣布正是浩烈拯救了整座伦敦。浩烈仅凭一把黑伞击退恶魔的视频，瞬间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轰动，网友们纷纷在留言区展开讨论，连施拉格公开加入圣战的消息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看着电视里伦敦救世主的标题，屏幕前的众人全都被这一幕彻底震撼。电视前的小孩看着新闻，激动的直夸浩烈叔叔太帅了，推荐等级高达450级的食人虫栖息地。看着背包里的结算战利品，浩烈感到十分惊喜，没想到这里真的掉落了六芒星胸针碎片。他暗自庆幸此前把属性点投给了幸运，这才让稀有道具顺利到手。盒中存放着的正是六芒星胸针的第一块碎片。想起第一块碎片只需要100级，浩烈迫不及待地看起新碎片的属性。这块碎片能提升10%的物理攻击，可最低使用等级竟高达500级，而浩烈现在只有494级，根本无法装备。面对格兰费尔面不改色的夸赞，体内的浩烈当场趴在地上彻底崩溃。浩烈实在想不通，明明是同个套装的碎片，使用等级竟然相差这么悬殊，偏偏他还能提升10%的物理攻击，就差6级，却用不上让他抓心挠肝。就在这时，格兰费尔当场唤来西埃尔，吩咐他立刻给矮人们传话，去回收奎恩贝格机械塔的残骸。体内的浩烈瞬间反应过来，机械塔此前一直在源源不断的积攒经验与声望，如今他正好具备提取这些积蓄的权限，只要把这些经验全部拿回来，就足够让他一举升到500级。
格兰费尔紧接着继续吩咐，顺便把明矿送去提炼，并让希埃尔去打听六芒星胸针其余碎片的下落。希埃尔立刻恭敬地领命退下。虽然格兰费尔凭着万物地图早已得知其余碎片的位置，但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他暂时无法直接前去收集。能穿梭两界的希埃尔正好能帮上忙。交代完任务，格兰费尔正准备离开，手机却在此时突然震动起来。看着屏幕上的提示，居然是他姐姐发来的，由斯拉王国泰明正兴致勃勃地模仿浩烈的台词，不料当场遭到莱奥尼的嫌弃，直言两人完全没有可比性，让泰明瞬间气得牙痒痒。他看着手机上的新闻，更是怒不可遏，各大工会竟然挑在同一时间发布圣战声明，结果媒体直接把所有人捆绑在一起报道，让想独占风头的泰明郁闷不已。泰明还在气头上，嚷着见完浩烈就找媒体澄清。莱奥尼连忙催促他赶紧干正事。三人来到浩烈的住所前，可敲门后屋内却一片安静，以为浩烈此时正好不在，他们便决定推门进屋等待。不料门刚一打开，浩烈早已静静待在屋里，直接杀了大伙一个措手不及。泰明刚热乎的打了个招呼，就发现浩烈脸色一片阴沉，还以为对方是在介意大家擅自闯入，但其实屋里播放的视频里，浩烈姐姐的女儿正拿着一把小花伞，有模有样的模仿着挥伞的动作，旁边的姐姐们围着视频笑成一片。浩烈却彻底陷入了崩溃，自己最想抹去的帅气姿势，竟然被姐姐当成招式录了下来。莱奥尼赶紧上前道歉，承认未经允许擅自推门进来。浩烈并没有计较，招呼几人先到旁边坐下。浩烈看着手机上的留言，发现家人因为近期的负面报道，一直都在暗中担心着他，这让他心里感到一阵温暖。浩烈贴心的询问客人喝热茶是否合适。泰明见状彻底松了一口气，莱奥尼却没料到他如此客气，一时间有些出乎意料。浩烈拿出了绿茶，表示准备泡给几位客人。一旁的莱奥尼当场看傻了眼。早在之前的寒霜战役中，浩烈曾邀请各大公会长喝茶，他就一直梦寐以求，如今愿望居然意外实现，他激动的连忙大声应承，表示无论冷热自己都喝。浩烈见状暗自感慨，没想到欧洲人居然也这么爱喝绿茶。莱奥尼终于品尝到了这杯热茶，感动的整个人都要融化了。浩烈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这次请几位过来是为了表达感谢，多亏他们三大公会率先响应，这才带动了更多玩家加入这场圣战。泰明赶忙表示不必客气，这不过是分内之事，能有机会与他并肩作战，自己心里早已经期待万分。聊着聊着，和马主动提到，现在外面依然有人在恶意造谣重伤，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找他帮忙去收拾那些人，把一旁的泰明吓得够呛。浩烈默默喝着热茶，心里也觉得那些造谣者确实讨厌，甚至害得家人也跟着白白担心。于是浩烈顺势开口，表示想向大家请教一个建议。这话一出，现场的几人当场全都愣住了。听到浩烈提的要求，几人毫不犹豫的当场答应下来，表示会立刻着手准备所需的一切。众人再次被浩烈的奇思妙想所震撼。泰明和莱奥尼甚至为了谁能帮上忙，在现场当场大声争吵起来。看着这群打打闹闹的同伴，浩烈默默双手环胸站在一旁，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切。收到姐姐们发来的支持短信，浩烈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看着眼前这群还在互相拉扯打闹的同伴，浩烈不禁有些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工会联盟吗？格兰菲尔神色平静地补充道，对抗恶魔必须团结一致，自己对这个联盟寄予厚望。听到这番极高的评价，刚才还在打闹的几人瞬间僵住，当场被整得不知所措。万米高空的客机上，三大工会联合宣布成立大工会联盟，准备携手备战圣战的消息登上了新闻头条。AAU 美国西部分部经理吉姆看着新闻心生不满，担心这会妨碍到自己的计划，觉得现在的玩家一天比一天傲慢，尤其是浩烈，此前不仅多次无视他的联络，区区一个玩家居然还敢对分部经理指手画脚。吉姆没想到浩烈这次竟然主动要求与各大分部经理紧急会面。如今浩烈的预估等级已经高达900级，更是多次挽救危机的英雄，实力强横到没人敢轻易拒绝。但吉姆并不打算永远低头，反而想借着这次会面的机会，一举将浩烈纳入自己的掌控。AAU 韩国分部的会议室里，各大分部的经理悉数到场，连最顽固的那批高层都赶了过来。韩国分部经理朴敏杰看着满座的同行陷入沉思，虽然是浩烈主动发来的会面通知，但这群分部经理全是狡猾的老狐狸，接下来的会面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残酷战场，即便强如浩烈，应对起来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时钟刚好指向正12点，会议室中央突然亮起耀眼的传送光芒，格兰费尔直接凭空降临在现场，淡然宣布会议正式开始。还没等众人从震撼中缓过神来，美国分部经理吉姆就急着抢夺话语权，准备当场给浩烈一个下马威，打算直奔主题展开施压。然而吉姆的话还没说完，眼前突然爆发出强烈的光芒，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在场的老狐狸们瞬间愣在当场。系统提示再次出现，依然是称号虔诚者带来的微小变化。在笼罩全场的耀眼光芒中，格兰费尔当众宣布了本次会面的真正目的，要在尤斯拉建立全新的 AAU 分部。看着眼前这闪瞎全场的动静，浩烈当场崩溃，没想到这夸张的圣光特效居然又亮了起来。
美国华盛顿 AAU 西部分部深夜的办公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员工们正围着新闻议论纷纷。吉姆经理在韩国吃了大亏，不得不加班，紧急应对尤斯拉分部成立的消息。同事把吉姆的公开发言拿给卡特里娜看，卡特里娜却无暇顾及。同事凑近才发现他正在调取伦敦地下城的数据，便打趣他是不是也成了浩烈的粉丝。卡特里娜解释说并不是那样，只是市民采访里的报道有些古怪，不少人声称从那些大树身上感受到了澎湃的生命能量，甚至还获得了额外的状态加成。卡特里娜敏锐地意识到，阿卡纳中唯一与生命能量相关的，就只有传说中的世界树。随着世界树的影响渗透进现实，精灵一族恐怕很快就会有所行动。随着圣战任务在各大地区发布，玩家们纷纷汇聚在一起，向各种 NPC 学习并刻苦训练，努力提升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连泰明也在沙滩上奋力狂奔，不断突破自己的体能极限。很快系统便弹出提示，证明价值的任务要求已顺利完成。然而紧接着刷出的后续任务不仅包含40公里的长跑，还需要完成数千次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浩烈此时也在痛苦地咬牙狂奔，高强度的训练让他苦不堪言。由于力量和敏捷属性极高，训练项目甚至被额外加量，让他忍不住直呼到底跑了多久。时间回到昨天的会议现场，听到要在尤斯拉建立分部，在场的分部经理们一片哗然，直呼这简直不可思议。没想到英国分部经理贝克竟当场举手表示赞同。他坦言，大家此前自以为了解阿卡纳，但接连发生的危机早已证明了众人的傲慢。随着这番态度的转变，称号虔诚者的效果再次产生了微小的变化。贝克直言，浩烈建立新分部定有更深远的考虑，英国分部决定全力支持。受到贝克的带动，日本和法国分部也纷纷响应。其他经理见状改变了态度，认为这是与阿卡纳建立贸易的好机会，也完全符合 AAU 的核心理念。随着众人态度的转变，系统再次提示称号虔诚者产生变化，这也正是浩烈极力促成的结果。毕竟若让 AAU 的知识落入恶魔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浩烈促成在尤斯拉建立分部，是为了就近监视这群心怀鬼胎的高层。计划能顺利推进，全靠大公会联盟的全力协助。哲明更是主动包揽了所有繁琐的手续与媒体应对，这才让浩烈彻底松了一口气。另一边，浩烈再次投入极限特训，不仅要完成数千个俯卧撑与引体向上，还要做完1000个波比跳。多亏了第一世界树的祝福，大幅提升了他的血量与法力恢复速度，才让他能在高强度消耗下坚持下来。浩烈原本以为世界树的祝福只在阿卡纳世界生效，结果在现实中做完超高难度训练后，才发现祝福的效果极其强悍，训练量翻倍，依然感到体力充沛。本以为终于能结束这场魔鬼训练，格兰费尔却顺手装备上了长剑，打算趁着剩余的体力继续磨练剑法。体内的浩烈当场彻底绝望，这才意识到格兰费尔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任何休息的选项，这场训练噩梦根本没有终点。海滩边上，各大公会的玩家们正热火朝天地特训，配合着口号声不断挥洒汗水。节目制作人贤却觉得有些乏味，光是记录备战训练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就在他琢磨着去哪找爆点时，同伴突然急急忙忙跑过来大喊，浩烈居然出现在了附近。贤听完急忙追问具体位置，摸鱼的骑士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身后的哈尔肯当场抓包，训斥他们在狮星骑士团特训期间偷懒。两人吓得慌忙想要解释，哈尔肯却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死死盯住了手机屏幕，屏幕里播放的正是浩烈挥剑训练的画面，剑身上缠绕的力量甚至比剑气还要恐怖，连哈尔肯都被彻底震撼。浩烈的剑气竟然已经达到了剑域的境界。与此同时，阿卡内的高空之中，一艘巨型飞艇正穿梭在云层里。矮人们接到了浩烈传来的指令，准备回收机械塔残骸并提炼明矿。希埃尔向矮人们确认了指令，得知不仅要回收机械塔，还能亲自提炼传说中的明矿，矮人们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阿卡山最后的幸存者万岁！就在大家激动不已时，矮人族最伟大的铁匠瓦尔茨维尔推起了头顶的护目镜，主动要过明矿，准备亲眼查看。接过希埃尔递来的明矿，矿石中随即传出声音，询问眼前之人是否就是最顶级的铁匠。感受到矿石中蕴含的澎湃能量，瓦尔茨维尔一眼认出眼前正是稀世奇珍明矿，更是兴奋的当场叫嚣，要求将其打造为配得上主人的最强武器。这话当场点燃了瓦尔茨维尔的斗志，他提起锻造锤迎面大喝，是要看看这块矿石能否承受矮人锻炉的烈火。希埃尔向矮人锁链行者询问魔族的近况，锁链行者表示魔族最近十分平静，并反问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希埃尔虽然说不上具体原因，但冥冥之中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精灵族的故乡西斯利，精灵看着手中凋零的落叶，感叹其母亲的衰弱，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为了卑微的人类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在他看来，无论是人类还是恶魔，在高等种族面前都不过是蝼蚁，只因他们对这一切漠不关心。母亲竟收回了赐予族人的祝福，失去了祝福的庇佑，这群原本近乎永生的精灵，身体也开始日渐衰竭，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既然母亲不愿回应，精灵族决定靠自己的双手夺回力量，哪怕要碾碎眼前的一切障碍，也在所不惜。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播报更新，世界地图上解锁了全新区域，石痛山兽对决精灵的战场正式开放。游戏主播在直播间里兴奋地大喊，只要选对阵营，就
就能在这场阵营战里大捞一笔。可看到参战方居然是精灵族时，主播当场看傻了眼，毕竟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种族。精灵族现身的消息迅速引爆全网，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开了锅。卡特里娜看着屏幕上疯狂刷屏的留言，确认传说中的精灵族确实已经降临。赶往新战场的玩家们陷入疯狂，争相抢先一步夺取战利品。主播们更是扛着摄像机一路狂奔，面向直播界面激动地进行独家报道。暗影佣兵团的洛奇德大笑着冲进战场，叫嚣着自己绝不会错失任何战斗，甚至当场向精灵族发起挑衅。作为竞技场赫赫有名的狠角色，他的出现瞬间引发了周围玩家的骚动，大家纷纷担心战利品会被他一扫而空。听着周围人的议论，洛奇德的亦不已，坚信自己的实力绝不比浩烈逊色。就在他四处张望寻找猎物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咆哮，可怕的紫芒瞬间在战场上炸裂开来。咆哮的正是高达900级的石痛山兽，可还没等众人看清，巨兽瞬间就被重创击杀。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宣布精灵族获胜，阵营战就此结束。围观的玩家们全看傻了眼，自己甚至还没来得及选择阵营。硝烟散去，站在巨兽残骸之上的正是精灵族。精灵族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洛奇德，质问是不是他窃取了精灵族的祝福。见洛奇德完全听不懂精灵语，精灵族不屑地表示，恶魔和兽人根本不配与他沟通。还没等洛奇德反应过来，精灵族便直接挥剑劈了下来。洛奇德连忙举起武器，咬牙挡下这一击。挡下攻击的洛奇德气急败坏，怒骂格对方长得好看还目中无人。面对叫嚣，精灵族只是冷冷一笑，嘲讽眼前的兽人居然还会说人话。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洛奇德，他咆哮着强调自己叫洛奇德，是个货真价实的人类，随即挥舞狼牙棒再次发起冲锋。然而精灵族神色冷漠，出剑利落，直接一击反刺，打断了对方的攻势，直接贯穿了对方的身体。精灵族冷冷地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对方是什么种族，这改变不了任何事实。洛奇德吐出一口鲜血，彻底支撑不住重，重倒在地上。精灵族手握长剑，冷冷地俯视着眼前倒下的对手。旁边的玩家们全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暗影佣兵团的成员正在室内观看战局，亲眼目睹洛奇德被精灵族埃尔西多尔一击重伤倒地，同伴被眼前的变故彻底吓破了胆，慌忙催促法师尔卡里立刻开启传送门。他焦急地转头看向自家首领基茨，基茨死死盯着画面的战况，一言不发。他正要决定亲自前往现场，阿尔卡里却突然指着屏幕失声惊呼，画面中出现的竟然是浩烈。只见浩烈正带着马蒂斯顺着传送门步入战场，时间回到几分钟前的法师塔。长老法师尤格维德端着茶杯直言，精灵族是个极其傲慢的种族，如今圣战全面爆发，精灵突然离开故乡西斯利，大家正商讨着如何与他们接触。马蒂斯接着补充道，当年建立黑魔法根基时，曾在古代典籍中见过记载，精灵与龙族一样，都是被神选中的天选种族。精灵一出生便是成年形态，拥有永恒的寿命，身心能力更是远超人类理解。面对精灵族突如其来的异动，法师们拿不准影响，便纷纷向浩烈询问对策。浩烈内心其实也是头一回听说，根本没有任何头绪。他径直站起身来，表示既然弄不清对方意图，那就只能当面问个清楚。说完，他便直接动身，顺着传送门降临现场。围观的玩家目睹洛奇德被一击重伤，被眼前精灵的恐怖实力彻底吓傻，直呼对方根本就是个怪物。埃尔西多尔站在鲜血之中，回头冷冷扫视围观众人，质问大家是不是也想挡路。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战场一角突然亮起刺眼的传送光芒。当光芒渐渐散去，围观玩家看清来人，纷纷惊呼，降临现场的正是浩烈。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高呼这下有救了。浩烈带着马蒂斯踏出传送门，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洛奇德，心里暗自吃惊，精灵如此狠辣的手段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傲慢，实在想不透对方为何要做到这一步。埃尔西多尔举起长剑指向浩烈，厉声质问他的身份，是不是偷走了母亲的祝福。浩烈没有理会追问，而是先吩咐身旁的马蒂斯赶紧去救治倒地的洛奇德。埃尔西多尔见状更加恼火，厉声要求他当面回答。由于眼前精灵并非恶魔，浩烈无法触发天敌称号，本想先通过交涉稳住局面，可格兰费尔却根本不受控制，开口便无情嘲讽起来，直言对方只是个没得到母爱就四处行凶的叛逆小鬼。这番毒舌发言让体内的浩烈瞬间崩溃。埃尔西多尔被彻底激怒，冷笑着表示卑微人类不懂祝福，自己没空再跟这群害虫废话。埃尔西多尔拔剑径直斩来，叫嚣着要把挡路者当场斩杀。精灵快如闪电的速度让体内的浩烈大吃一惊，可格兰费尔依然神态自若，抬手正面挡下这致命一击。一旁的马蒂斯急忙开口提醒，眼前这精灵根本无法沟通。交手间，埃尔西多尔有些意外，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个法师，随即冷笑嘲讽道，连区区巨龙都打不过的家伙也敢跑来挑战自己。面对精灵快到极致的动作，体内的浩烈暗自心惊，刚才甚至看不清攻击轨道，这才体会到与巨龙同级的可怕。埃尔西多尔攻势不减，高高举起手中的刺剑，狂妄喊话，
要让对方见识精灵远超巨龙的真正实力。马蒂斯急忙大声提醒小心，体内的号烈也在慌张喊停，可还没等刺剑挥下，埃尔西多尔的攻势戛然而止，整个人瞬间被死死定在原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埃尔西多尔惊恐的无法动弹。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祝福的位阶已在精灵身上正式激活。体内的号烈瞬间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世界树的祝福起初本就是赐予精灵的加成，难怪这道祝福能免疫剧毒，甚至还能抵御身体衰老，正是精灵族永生的秘密。埃尔西多尔气急败坏的咆哮，质问对方究竟耍了什么把戏。面对怒吼，格兰费尔依旧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步逼近，体内的号烈也彻底想通关键，这所谓的位阶压制，真相恐怕比预想的还要惊人。格兰费尔冷冷叫出对方名字，要求埃尔西多尔说话时摆正姿势。随着祝福位阶彻底激活，强大的位阶压制瞬间轰然落下，埃尔西多尔再也无法支撑，当场重重跪倒在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让围观众人彻底看傻了眼。被迫屈服的埃尔西多尔只能愤怒质问对方怎敢羞辱自己。体内的号烈彻底验证了猜测，祝福位阶的压制效果简直和天敌机制一模一样。只要带着更高阶的世界树祝福，精灵就无法再违抗他的命令。一道寒光骤然闪过，巨剑携着凌厉剑气迎面劈下。然而这致命的一剑却在离埃尔西多尔眼皮极近处硬生生停了下来。看着出神入化的控制力，埃尔西多尔倒吸一口凉气，终于认出了眼前人的身份，正是名震一方的号烈。暗影佣兵团团长基茨刚准备动手，就被身后的号烈一把按住肩膀。基茨斜眼警告号烈放手，强调佣兵团向来讲究血债血偿。然而狠话刚说完，阿尔卡里却突然大声报告，倒地的洛奇德竟然还有一口气。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基茨当场愣在了原地。格兰费尔以雇主的身份开口，表示全权负责伤员的治疗费用，并询问佣兵团是否愿意参加圣战。号烈在心中疯狂吐槽，明明自己还没答应过这种要求。团长基茨嘴上质问对方，以为给钱就能把佣兵当棋子，但他也心知肚明，要不是号烈及时安排救治，洛奇德根本保不住这条命。他忍不住叹气，承认自己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雇主。基茨表示，原本觉得参战报酬不够，但既然是圣战总司令的请求，这次就破例答应参战。旁边的埃尔西多尔却冷笑嘲讽，把这场对话称为虫子间的斗殴。基茨被激怒，当场就要拔刀，格兰费尔伸手叫停了他，体内的号烈更是吓得赶忙劝阻。格兰费尔表示罪行可以日后再算，只想知道精灵是否了解这场圣战。埃尔西多尔听完不屑冷笑，认为人类不过是愚蠢渺小的害虫，成千上万人的死活根本无关紧要。可紧接着他却失控怒吼，质问对方凭什么窃取母亲的祝福。面对咆哮，格兰费尔只是平静回应，对早已丢掉骄傲的人来说，赐予祝福没有任何意义。格兰费尔冷冷指出，被世界树抛弃本就是精灵族理所当然的下场。这番话让埃尔西多尔震惊又愤怒。格兰费尔接着宣告，精灵一族的命运将由他来亲自决定，在他做出决定之前，对方只需老老实实等着。重伤昏迷的洛奇德缓缓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竟然保住了性命。洛奇德满脸不可思议，副团长在一旁解释，是法师塔的法师出手救了他，而且这还是号烈亲自要求的。洛奇德完全想不通对方救自己的理由，副团长这才提醒他，当时他早已昏迷，根本错过了后面发生的震撼一幕。得知号烈不仅毫发无伤制服了精灵，还逼得对方当场下跪，洛奇德震惊的不敢相信，他不服气的发誓，早晚有一天要打败号烈，气得拿手中的枕头疯狂泄愤。一旁的副团长见状赶紧上前制止，吐槽他为什么要拿枕头发脾气。与此同时，在远方的荒原之上，号烈若有所思地抠了抠耳朵，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念叨自己。格兰费尔没再纠结这事，转而向身边的希埃尔询问下界矿石是否已经开始精炼。希埃尔恭敬地汇报，材料过于罕见，精炼还需要时间，不过自己成功回收了废弃机械塔的残骸。一听拿到了机械塔的残骸，体内的号烈顿时兴奋不已，以为里面积攒的庞大经验和声望终于全要落入自己口袋。然而希埃尔紧接着却表示，残骸的损坏程度实在太严重，连矮人族的技术都无法修复。听到这个噩耗，号烈的发财梦瞬间破灭，整个人当场愣在原地，彻底石化。号烈还在为吹飞的经验哭天喊地，格兰费尔却淡淡表示这根本不成问题。只见他抬手凝聚魔力，直接施展出逆转魔法，原本损毁的机械心脏被重新激活，在蓝色的魔力包裹中恢复了跳动。眼看峰回路转，号烈顿时激动的欢呼雀跃，系统提示也接连弹出，机械塔中积攒的庞大经验值终于全额结算到账。系统提示疯狂弹窗，等级一路飙升，号烈激动的大呼过瘾，照这速度怕是要一口气连升几十级。然而随着提示继续刷屏，系统突然弹出一行特殊的档案，竟然解锁了奎恩贝格机械塔的过往记忆。视线随之切入机械塔的视角，这台由矿石与顶尖技术打造的兵器，从诞生起就没有任何意志与情感，它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随着满天恶魔撕裂天空，机械塔冷酷地锁定目标，毫不留情地向恶魔降下歼灭裁决。机械塔持续向漫天恶魔倾泻火力，将犯境的恶魔逐一歼灭。可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响起了检测到恶魔的警报。火海之中，蓝莎焦急地试图唤醒眼前的马蒂。此刻的马蒂正遭受着恶魔能量的侵蚀，他忍着剧痛大声呐喊，催促蓝莎赶快离开自己。
然而话音未落，庞大的恶魔能量便轰然爆发，马蒂彻底失去控制，当场异化成了恶魔。虽然肉体已被恶魔能量吞噬，但马蒂残存的理智却仍在死死挣扎。他痛苦地遮住异化的丑陋面孔，大声叫喊着让兰莎不要看他，催促他赶紧逃离这片危险之地。眼看周围的恶魔再次包围上来，马蒂彻底怒吼着爆发出最后的力量，疯狂挥爪迎向恶魔，无论如何也不许这群怪物伤害兰莎。鲜血飞溅中，即便已经完全沦为怪物，他残存的念头里却依旧呼唤着兰莎。这违背常理的一幕被高空的奎恩贝格机械塔实时记录，本该冰冷运转的机械核心第一次捕捉到了无法理解的现象：一只恶魔竟为了保护呼唤他名字的人类，向自己的同类发起残酷屠杀，即便最终将异化的恶魔一并毁灭。这反常的行为依然让冰冷的机械核心产生了疑惑。回想起曾经背负的嘱托，为了展现身为决战兵器的骄傲，机械塔在困惑中做出了选择。随着机械核心彻底觉醒，系统骤然弹出了全新任务，要求前往拯救德雷德森村庄残存的幸存者。格兰费尔接收到了这段记忆，那是为了守护挚爱、抵抗恶魔侵蚀的意志，以及决战兵器倾尽全力传递的骄傲。他决定承接这份信念，随即吩咐西埃尔立刻去寻找那个叫德雷德森的村庄。阿卡纳世界德雷德森村庄附近的森林里，逃出来的幸存者们正躲在林中避难。兰莎小声安慰着怀里瑟瑟发抖的孩子，可孩子却惊恐地指向天空。漫天的血红迷雾中，布满了无数窥视着地面的恶魔眼球。就在这时，森林深处突然传来了古怪的声音。兰莎示意孩子待在原地，准备起身探个究竟。兰莎循着声音扒开树丛，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惊呆。密密麻麻的恶魔大军正成群结队地朝着山外进发，身旁的加德纳面色凝重，提醒他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西村行动，而是一场全面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恶魔为了搜刮物资，迟早会搜遍整座大山，他们必须赶在被发现前找到藏身处。加德纳不敢耽搁，立刻大声叫醒所有人，准备转移，打算带领大家径直逃下山去。然而大家刚拔腿狂奔，前方的树丛里却再次钻出了恶魔。面对拦截，幸存者们早已精疲力竭，根本没有力气正面迎战。加德纳只能咬牙拔出利剑，大声命令所有人躲到自己身后。面对迎面拦截的恶魔，兰莎并没有听从劝阻躲去身后，而是拔出短刀，决定留下来一起作战。想起马蒂此前为了保护自己，直到最后一刻都在顽强抵抗，兰莎下定决心不再逃避。加德纳只能咬牙拉开长弓，迎着咆哮冲来的恶魔全力射去。加德纳射出的箭砸在恶魔身上，却根本造不成半点伤害。他急忙大喊叫兰莎快逃。面对逼近的怪物，兰莎紧握短刀，尖叫着准备迎战。千钧一发之际，一股庞大的紫黑色能量突然爆发，浓郁的黑气瞬间席卷全场，将现场所有人与怪物一并包围。蔓延开来的黑气竟然开始直接吞噬迎面的恶魔。加德纳和兰莎呆立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瞬间被浓郁的黑暗蚕食殆尽。吞噬完恶魔后，庞大的紫黑色能量不断在半空凝聚，黑气逐渐汇聚成一道高大的人形虚影，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场。虚影缓缓开口，准备宣告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奉永恒黑暗之命前来拯救德雷德森村庄。时间倒回几小时前，这股黑暗能量其实早已在别处汇聚。他恭敬地向面前之人致意，称呼对方为最深邃黑暗的主人。黑影缓缓开口质问，提醒对方已经拥有仆从，人类根本无法同时签订两个契约。格兰费尔神态平静，表示自己清楚这项规则。浩烈心中也很清楚，以前每次使用西埃尔魔力都会被瞬间抽干。自从西埃尔进化为著名精灵后，魔力消耗的情况早已改变。浩烈想起曾向召唤学派法师请教过，进化后的精灵似乎不受原有契约束缚，这意味着格兰费尔确实可以再次签订新的契约。格兰费尔向眼前的黑暗伸出手，正式宣布将对方指定为契约精灵。可当他念出中烟危机永恒黑暗这个极其羞耻的名字时，体内的浩烈当场崩溃地捂住了脸。此时系统提示弹出，救援德雷德森村庄的任务已顺利完成。格兰费尔当场宣布选择新契约精灵中烟。一旁的西埃尔被晾在原处，急得大喊大叫。格兰费尔心里清楚，暗属性精灵比西埃尔更擅长战斗，面对接下来的艰难局面，以后少不了要借助他的力量。而在会议室内，泰明等人正聚集在一起。格兰费尔缓步走到桌前，开门见山地宣布了召集大家的原因。魔导装置随即亮起光芒，在圆桌中央投射出影像。格兰费尔冷冷地指出，这次的核心正是恶魔宝座争夺战。伴随着绿色魔焰中显现的恶魔王座，他向在场众人揭示了接下来的严峻局势。随着这番话落下，圣战自此刻正式爆发。阿卡纳郊外的德雷德森村庄，村庄大地突然撕裂出巨大的缝隙，伴随着铺天盖地燃起的绿色魔焰，恶魔宝座竟直接在村子中央降临显现。在尤斯拉黄金宫殿的会议室里，画面中燃起的绿色火焰让在场的所有人面露一色。格兰费尔转头看向法比安，法比安随即举起探险家联盟的宝物地狱火炬，上面竟燃烧着一模一样的绿色火焰。这把火炬正是当年探险家在地狱入口处所发现的宝物。看着两处完全相同的绿色魔焰，法比安沉声说出了结论，这意味着连接地狱的大门已经在阿卡纳的大地上正式开启。
法比安指出恶魔来自魔界，没理由主动打开地狱之门，况且地狱火炬本身还能克制恶魔。格兰菲尔接着解释，恶魔冒着巨大风险开启大门，是为了抢回当年随魔王一同坠入地狱的王座。泰明和莱奥尼推测，这把王座必定价值连城，甚至能提供极强属性加成。众人随即明确了当前核心目标，必须全力阻止恶魔夺取王座。格兰菲尔当场明确真正的威胁，正是为了阻止新魔王的诞生。他当场向全场高声下令，圣战同盟即可准备全面迎战。随着战争号角吹响，专属职业任务地狱之门正式出发，要求他以恶魔猎人的身份抢先前往观测恶魔王座。与此同时，消息迅速传到了 AAU 韩国分部，接到来自尤斯拉分部的协作请求后，得知恶魔王座争夺战的众人一片混乱。桑巴克在办公室焦头烂额，疯狂打电话要求下属搜集一切关于地狱的信息。朴敏捷拉开抽屉，翻出了以为再也不会打开的秘密档案，档案里记录着当年的对话。面对关于阿卡纳底层架构的质疑，对方表示根本没有必要公开，毕竟对于一个早已完整存在的世界，人类本就不该贸然干涉。看着这段记录，朴敏捷心中泛起疑惑，难道阿卡纳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游戏开发的范畴？看着手中的档案，他疑惑对方究竟躲在了哪里。推荐等级500级的施救悬崖，这里的坍塌进度已达 14.7%， 成群的施救正在悬崖间盘旋咆哮。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第二块六角星胸针顺利到手，物理攻击力提升 10% 的套装效果也正式激活成功。在施救悬崖上，格兰菲尔举弩迎战，系统提示触发套装效果，全基础能力值提升2点，连续射出的弩箭瞬间将围攻的施救击落。就在这时，一只520级的头领施救朝着他猛扑过来。比起之前交手的精灵，眼前怪物的动作根本不算什么。格兰菲尔轻松避开扑杀，抽出短刃果断反击，随着致命一击轰然炸裂，头领施救被当场击杀。第二项套装效果也随之激活，对战 BOSS 时伤害提升 10%， 体内的号烈庆幸不已。不仅装备效果出众，等级更是一举飙升到了544级，所有战前准备已全部完成。格兰菲尔收起面板，迈步前行，眼下万事俱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恶魔彻底歼灭。圣战爆发的消息瞬间传开，阿卡纳官网直接被刷到瘫痪，街头巷尾所有人盯着屏幕，难以置信，全面战争真的来了。就在这时，系统骤然弹出全服公告，全新世界任务恶魔宝座争夺战正式开启。随着各大宝座的裂缝接连开放，战火彻底全面铺开。排名第2的闪耀工会确认了12处裂缝的出现，排名第16的狂战士工会也接收到了紧急消息。而在排名第3的加温工会这边，全服世界任务未完成的圣战正式弹出了提示，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奖励和战利品，剩下的唯有荣耀。面对参战的选择提示，哲明担忧地看向身边，泰明嘴角微扬，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随后毫不犹豫地点下了同意参战。大军在城前火速集结，法师与骑士各自归位部署。杰西卡将泰明叫入阵中，泰明嘴角微扬，一想到终于能与浩烈并肩作战，战场的真实感油然而生。随着号令响起，骑士们纷纷举起巨盾，严阵以待。圣骑士高声下令，女神骑士团压在前线，率先出击。实力较弱的低等级玩家则被安排在后方提供支援。面对即将爆发的大战，不少人吓得瑟瑟发抖。这一次，无论是玩家还是原住民，都打破了以往竞争的隔阂，前所未有的团结在裂缝之前。记者带着摄像团队在现场实时直播，向全网直击这场盛大空前的联合大军。如此空前规模的联合大军，让后方的众人震撼不已。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大决战，所有人只能选择相信前线的战士。格兰菲尔率领着圣战同盟，正式踏入了这场恶魔宝座争夺战，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正是推荐等级超700级的第69个王座。联军刚一踏入裂缝内部，眼前的惨状就让泰明当场震撼。放眼望去，简直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地狱。无数恶魔在血光中厮杀与嚎叫，一旦裂缝失守崩溃，现实世界也必将沦为这般惨状。后方众人愣在原地，不敢置信，密密麻麻的怪物全都是恶魔。面对眼前惨状，骑士高声提醒众人集中精神，一旦大家在这里退缩，现实世界与家人们都将陷入危险。看到这番景象，哈尔肯欣慰于浩烈身边，终于有了能肩负相同信念的伙伴。他当即拔出佩剑，高声呐喊，叫大家不要害怕，是要用狮子之剑为所有人开路，率领全军轰然发起了冲锋。哈尔肯挥剑冲杀在最前线，与迎面扑来的恶魔展开惨烈搏杀。然而系统提示却骤然弹出，前方竟然是推荐等级高达1000级的第20王座，裂缝的崩坏进度甚至已经突破60%。这里的恶魔为了争夺王座，也在疯狂撕咬，强悍的巨兽毫不留情地将同类咬碎活吞。随着战场上的同类被屠戮殆尽，盘踞在王座旁的恐怖恶魔发出阴冷的笑声，注视着入侵的联军。眼看巨蟒恶魔缠上王座，叫嚣着宝座即将到手，一道耀眼的光束却毫无预兆冲天而降，恐怖的能量冲击瞬间轰然炸裂，将巨蟒登基的念头彻底粉碎。光芒散去，在900多级的各类恐怖大恶魔面前，格兰菲尔手持长剑，以傲然姿态直面这群庞然大物。面对卑劣人类的挑衅，恶魔当场爆发出一阵咆哮，身后的浩烈早已吓得面目全非。眼前可是3只900级的恐怖恶魔，格兰菲尔却依然神色冷酷，淡淡表示自己从不与猎物交谈。
听完这话，浩烈在体内疯狂吐槽，提醒他自己分明只有500级。浩烈还在担心，要是战死在这里，会不会被永远困在地狱？格兰费尔却根本不做理会，提剑径直发起了冲锋，直接正面迎向咆哮的巨大恶魔，只留下浩烈在身后绝望尖叫。被恶魔猎人彻底斩杀的恶魔会直接坠入无尽的地狱，即便地狱之门重新开启，落入其中的恶魔也绝不可能再次复活。阿卡纳还只是游戏的时期，恶魔猎人阿克山正与同伴并肩作战。当被问到恶魔猎人战死会怎样时，同伴只是回答：这一切早已显而易见。阿克山神色凝重地表示，即使彻底迎来死亡，他们也依然会继续狩猎恶魔，因为这就是属于恶魔猎人的宿命。随着绿色的火光轰然升腾，早已战死的恶魔猎人双眼亮起森然的绿光，再次迈出了狩猎的脚步。浩烈看到死后仍在战斗的英灵，在心里大受震撼，这职业居然连死了都不让人休息。与此同时，系统再次弹出提示，满足条件的浩烈成功获得了全新的职业技能阿克山的遗产。面对咆哮的恶魔巨蟒，格兰费尔一跃而起，冷冰冰地表示自己从不与猎物废话，径直挥剑向眼前的巨兽斩去。随着技能阿克山的遗产正式激活，幽绿色的灵魂火焰凭空爆发，数不清的恶魔猎人英灵重现世间，全员响应格兰费尔的呼唤降临战场。眼前的恶魔巨蟒被彻底震撼，不敢相信早已覆灭的阿克山竟再次现世。还没等他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格兰费尔已率领英灵们正面杀到，剑光闪过，直接割裂巨蟒庞大的躯体，鲜血伴随着剧烈惨叫喷涌而出。巨蟒眼中倒映着蜂拥而上的英灵，彻底陷入了无休止的疯狂斩击之中。在英灵与格兰费尔的强力绞杀下，900级的恶魔巨蟒被当场轰到，体内的浩烈被这战果彻底震撼，完全没想到900级大怪解决的这么轻松，甚至打趣想让地狱之门一直开着。面对不甘咆哮的恶魔巨蟒，格兰费尔挥剑划过一道寒芒，直接将其彻底斩杀。系统提示随即弹出，第20位宝座裂缝被成功清除。捷报接连传来，第45位、第57位以及第24位宝座裂缝相继被联军彻底攻克，战果第一时间传回后方。工作人员激动地向长官汇报，各处宝座裂缝已全部被成功清除。后方还没高兴多久，屏幕上的崩溃进度竟然还在持续上升。按理说裂缝清完崩溃就该停止，眼前的异常让所有人再次提心吊胆。前线战场也紧接着传来了骚动，散开的迷雾深处隐约浮现出一道庞大的黑影，那股极其危险的魔力再次笼罩全场。而这一切的变故，早在裂缝出现前的圆桌会议上就已经有了预警。当初在圆桌会议上就曾讨论过，抢夺宝座堆积的恶魔尸体，恰恰是召唤魔王最好的祭品。即使清光战场上的恶魔，也无法阻止更强魔王的降临。当时格兰费尔便当场撂下狠话，降临的魔王由他亲自解决。如今迷雾中那尊庞大的黑影彻底显现，正是吸收无数祭品降临的魔王。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压，体内的浩烈心里彻底没底，凭现在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打得过。遍地的恶魔尸体突然悬浮升空，成千上万的祭品被疯狂吸入魔王体内。目睹这诡异的一幕，现场的战士们被彻底震撼。紧接着天空亮起红光，巨大的红色魔法阵在空中轰然展开。浩烈抬头仰望阵法，虽然早已料到魔王降临，但眼前的阵仗依然令人窒息。随之阵法中央撕裂开来，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正从中强行挤出，遮天巨手强行撕裂虚空，整尊庞大的魔躯轰然降临在战场之上。系统提示随之弹出，魔界排名第4的大魔王加米金正式现身，伴随着低沉诡异的低吟，漫天威压让现场战士彻底瘫软在地，完全听不懂他口中发出的咒语。与此同时，后方办公室的警报再次狂响，所有人接到了来自阿卡纳的系统通告，大魔王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法则力量，竟将原本分散的12处裂缝强行合并为一。法则交错间，整个战场发生空间扭曲，原本分布在不同裂缝的战士们惊讶地发现，同伴竟被瞬间强行拉到了同一个战场。12处裂缝强行合并，格兰费尔一眼看穿一变本质，指出这已超越大魔导师的力量范畴，正是属于大魔王的法则威能。虚空中撕裂出的遮天巨手径直向着地面的恶魔王座抓去，目睹魔王的目标竟是王座，泰明大惊失色，绝不能让这种恐怖的存在掌握王座。眼看巨手即将触碰宝座，战士与法师们纷纷挺身而出，决定倾尽全员剩余的所有魔力，是要死守王座，阻止魔王。全员倾尽魔力的集火轰击在空中炸裂，然而烟雾散去后，魔王的巨手竟然毫发无伤，依旧径直朝王座抓去。现场的战士们陷入绝望。就在王座即将失守的关键时刻，庞大无比的遮天巨手竟在半空中骤然停滞，并剧烈颤抖起来。格兰费尔悍然出手，凭一己之力正面单手遏制住了巨掌，爆发的蓝色魔力将魔王死死钳制。就连降临的大魔王加米金也不禁大惊失色。大魔王加米金竟趁机抓住了其他裂缝的王座，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张开血盆大口，将那些蕴含恐怖力量的王座一口吞下。吞下王座的加米金全身体表爆发出滔天红芒，力量瞬间成倍暴涨。即便有世界树的增益加成，正面遏制巨手的格兰费尔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加米金再次轰然发力，疯狂抢夺眼前这最后一处王座。随着他将手里的王座彻底吞噬殆尽，现场的局势瞬间恶化到了绝境。系统面板也紧接着弹出了提示，大魔王加米金已经整整吸收了12座恶魔王座，
黑红色的恐怖魔气轰然爆发，瞬间笼罩整片天空。面对这看似无解的绝境，体内的浩烈吓得直呼这次死定了。格兰费尔却依旧面无表情，顺势手持一根仪式用的木桩。浩烈一眼看出格兰费尔的意图，这是要以该道具为祭品发动驱魔术。虽说驱魔术确实是克制恶魔的最强手段，但眼前魔王的力量早已超出常理，这等规模的驱魔仪式究竟能否成功压制住眼前的庞然大物？格兰费尔紧握手中的木桩，身后的英灵火焰瞬间高涨，驱魔术技能正式激活。阿克山再次降临战场，系统提示随即弹出，大魔王加米金被强行拉入驱魔仪式。原本不可一世的魔王，在仪式开启的瞬间彻底停止了动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现场的战士们震惊不已。哈尔肯看穿格兰费尔在用自己的方式抗争，虽然不明白驱魔术的具体原理，但他坚信对方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见残余恶魔蜂拥冲向格兰费尔，泰明立刻高声下令全员拔剑，是要拼死守护格兰费尔不受打扰。与此同时，驱魔仪式彻底生效，整座阿克山的古城圣域轰然降临，将庞大的魔王拖入这片特殊空间。面对有些发懵的加米金，格兰费尔居高临下伫立在古堡露台上，冷冷质问对方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格兰费尔向大魔王当场揭晓，这正是他利用驱魔术在特殊空间里完整复刻的阿克山要塞。整座要塞布满了猎杀恶魔的机关陷阱，体内的浩烈也想起当年在游戏里自己没少被这些阴险机关坑杀。格兰费尔冷笑着补充，如今这里还融合了地狱的烈焰，他要将加米金从躯体到灵魂彻底在此烧成灰烬。随着格兰费尔下达进攻指令，要塞上的英灵与重型弩炮同时轰鸣，灵火巨箭如暴雨般倾泻而出，将加米金淹没在狂轰滥炸之中。外界战场上源源不断的恶魔依旧疯狂涌来，联军战士们陷入了艰苦的苦战。哈尔肯斩退眼前的恶魔，心中满是愧疚与不甘。如今自己连解决一只肢体都如此艰难，根本谈何保护皇帝，又怎能实现对浩烈的誓言？在强烈的守护信念下，哈尔肯强行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周身爆发起耀眼的雷电剑芒，成功领悟出全新技能剑域。还没等众人喘一口气，现场的战士们震惊地发现，受创的大魔王竟然再次产生了异变。地狱火焰与灵火巨剑连番轰炸，强如大魔王也承受不住。受创的加米金重重砸向地面，体内的浩烈满脸吃惊，看不懂对方究竟想做什么。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加米金浑身爆发红光，彻底陷入发狂暴走，庞大的躯体再次疯狂地动了起来。暴走的大魔王疯狂砸击地面，试图强行关闭地狱之门。随着四周滚石崩塌，燃烧的地狱之火开始迅速熄灭。体内的浩烈心头一紧，一旦地狱火完全熄灭，技能阿克山的遗产就无法再使用，单凭他一人根本不可能打赢这种怪物，必须趁现在结束战斗。格兰费尔当即启动交互能力，无数巨石轰然坠落，直接将发狂的加米金死死压在下方，暂时迟滞了魔王的行动。压在下方的巨石瞬间撕开裂痕，暴走的大魔王强行撬开缝隙，咆哮着冲破封印，再次站了起来。面对再次脱困的怪物，格兰费尔将魔法的交互能力与科学里的万有引力融为一体，两种概念交织缠绕，衍生出更高级别的力量意象。面对咆哮冲来的加米金，格兰费尔反手推掌释放，借助世界树免除魔力消耗的加持，庞大能量彻底在加米金身上炸裂。格兰费尔高声呼唤阿克山的名号，幽绿色的英灵再次全员爆发，疯狂向着眼前的恶魔围杀过去。身处后方的泰明被眼前的动静彻底镇住，漫天的幽绿火焰呼啸升腾，正将狂暴的魔王强行向地狱拖拽。掉入地狱的恶魔将永远无法复活，趁着地狱之门尚未完全关闭，必须抓紧最后的机会，将魔王彻底推入深渊。系统提示再次弹窗，世界树的祝福免除了魔力消耗，让他直接超越了魔力的极限。随着心脏剧烈跳动，一股超越极限的力量在体内轰然爆发。格兰费尔眼神沉冷，将全身魔力疯狂汇聚向心脏。马切罗见状大惊失色，惊呼他竟把所有力量灌入心脏。狂暴的威压瞬间扩散开来，随着格兰费尔将手掌向前重重推去，积聚到极致的力量轰然炸裂，汹涌的幽绿火焰吞噬了恶魔。加米金在狂怒与咆哮声中被这股超越极限的力量彻底抹杀，漫天狂暴的力量逐渐收敛。系统提示随之再次弹响，确认大魔王加米金已被正式击败。整片战场的阴霾彻底散去，队友们急忙奔向浩烈，要求立刻打开通往高塔的传送门。透支到极限的浩烈深感疲惫，击败魔王的成就正跨越时空产生共鸣，让全新的超越者诞生。通知瞬间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散布在各地的神秘强者们纷纷注意到了这个新诞生的名字，期待这个新超越者能带来乐趣。3天时间转瞬即逝，整片大陆再次迎来了新的变数。在尤斯拉岛的训练场上，当天的训练刚刚结束，泰明正情绪激动地质问施拉格，怀疑浩烈在伦敦战役时就已经偷偷传授了高深剑法。平板上播放着最新报道，圣战同盟成功击败魔王，各大势力应忌惮后续局势。训练结束后依然保持合作。面对突然现身的大魔王，浩烈再次站出来起到了关键作用。看着新闻里的详细报道，莱奥尼盯着屏幕若有所思，旁边的同伴顺势凑了过来，他心里暗自打着盘算，只要能跟眼前的人拉近关系，就能顺理成章地接近浩烈。听着同伴提起浩烈的情况，莱奥尼决定加入特别训练，希望能以此还清之前欠下的人情。教练见状顺势提高了训练要求，
直接安排全员先跑500圈。施拉格被庞大的训练量吓得当场惨叫。昏迷多日的浩烈终于在房间里醒来，听到动静的马切罗推门而入，只见浩烈早已收拾整齐站立在房内。马切罗劝浩烈再多休息一会儿，浩烈这才得知自己整整昏睡了3天。原来当时刚解决掉大魔王，他就因为过度消耗再次站着晕了过去。好在裂缝的善后工作早已处理完毕。马切罗顺势询问他释放完庞大魔法后身体有没有感到什么异样，这一问让浩烈瞬间想起早在击败魔王的那一刻，他的心脏就莫名感到一阵沉重，直到现在那股异样感依旧没有消退。还没等他深入思考，眼前突然跳出了系统提示，讨伐成就，引爆了时空剧烈共鸣，浩烈就此成功解锁超越者称号。马切罗当面向浩烈道贺，称他已经成功开启了魔力环，正式踏入更高阶的法师境界。格兰费尔表面上一脸冷静，体内的浩烈却彻底懵了圈。所谓的魔力环是所有法师梦寐以求的至高象征，能在心脏形成加快魔力循环的法环，从而释放出超越极限的魔法。整个法师塔此前也只有塔主做到过。浩烈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正是因为开启了魔力环，才获得了超越者这个称号。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系统却弹出提示，由于未满足特定条件，称号效果已被强行封印。阿卡纳的森林里，难民们正在艰难前行，浩烈麾下的中烟正发着牢骚，抱怨没能陪在主人身边见证历史。希埃尔及时出现提醒他，遵从浩烈的指令护送平民，同样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两人甚至为了谁才是浩烈最得力的侍从，当场大声争吵起来。领头的平民正庆幸即将抵达安顿的村庄，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前方原本的村落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型机械塔。得知浩烈成功开启了魔力环，法师塔的法师们彻底轰动了，全员蜂拥而出，在走廊里四处搜寻，争着要看一眼这传说中的至高象征，甚至有人想抓他做论文采访。浩烈只能被迫躲在角落，心里别提有多么无奈。他本想清静一下，研究自己称号被封印的原因，这下连办公室门都进不去了。关键时刻，由格维德长老及时赶到，严厉斥责了这群盲目围观的法师，提醒他们有这功夫不如多做研究。看到长老发怒发火，这群法师瞬间吓得四散奔逃。尤格维德赶走众人，是为了有要事与浩烈单独商谈，随即邀请他前往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室，尤格维德直言，除了塔主之外，自己是这里唯一了解魔力环的人。他提出想亲自检查浩烈体内的魔力流动，格兰费尔并未拒绝，伸手配合。可就在尤格维德探入魔力的瞬间，浩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异样。这位长老很快看清了真相，浩烈体内的魔力环正像枷锁一样紧紧缠绕着心脏。尤格维德直言，魔力环就像控制魔力的缰绳，用得好能让力量成倍增长，可一旦失去控制，受到魔力环束缚，会感到胸口无比闷胀。格兰费尔却依旧保持冷静，直接追问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尤格维德给出严正警告，如果不尽快驯服这股力量，浩烈最终只有死路一条。尤格维德这番致命警告让体内的浩烈当场彻底懵了，完全不敢相信这居然是真的。而格兰费尔却依旧神色淡定。高贵的精灵埃尔西多尔正拎着水壶在花园里浇花，他气得当场发狂，想不通自己为何要干这种杂活。时间回到不久前，在度假的小木屋里，浩烈因为过度透支，正虚脱地瘫倒在沙发上，而格兰费尔却依然保持冷静，翻阅着从法师塔借来的文献。经过一番研读，他似乎已经摸清了眉目。原来魔力环失效的根本原因是他跨级强行觉醒，彻底打破了体内的力量平衡。好在文献中记载了解决办法，一种名叫灵芝花的传奇魔草，能彻底改造肉体体质，但这种魔草极为霸道，古代诸多强者服用后不幸暴毙，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绝迹，想找到它极其困难。不过格兰费尔推开门走向深处，来到了关押埃尔西多尔的地方。格兰费尔叫出了关押在牢笼里的埃尔西多尔。埃尔西多尔扔下水壶，看似在埋怨干杂活，实则是沉迷于自己的栽培天赋，把原本荒芜的花园变成了绝美花海。浩烈在旁边默默吐槽，这家伙分明乐在其中。格兰费尔优雅地抿着红茶，早已规划好了解决办法。精灵故乡孕育着无数神奇魔草，只要结合典籍知识与精灵魔法，就能尝试培育出绝技的灵芝花。埃尔西多尔一边抱怨环境不如老家，一边手不停歇地继续浇灌。与此同时，外界的高塔新闻正播报着恶魔的最新动向。新闻中记者正在实时播报，恶魔消停让玩家们享受着短暂和平，连浩烈也已经正式进入休假。法师塔内，班西提交的借用高级魔导具申请被处理事务的法师当场驳回。法师看着满桌的假条，只希望浩烈能借此机会好好休息。尤里哈拉沙漠绿洲，格兰费尔拿着能够大量装水的空间水壶，盛满了经由希埃尔祝福的水。有了这水，培育灵芝花指日可待。希埃尔顺势向格兰费尔汇报，他拿出一颗已被砸碎的机械心脏，这正是此前拔地而起的那座机械塔核心。被发现时，整座塔已经被彻底摧毁。体内的浩烈见状大吃一惊，没想到居然有人能拆毁机械塔。可他体内的魔力环还没完全驯服，强行动用魔法，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但局势容不得他犹豫，格兰费尔眼神沉冷，直接对着残骸发动了逆转魔法，想要重现当时发生的景象。随着蓝色光芒轰然绽放，系统的提示狂弹而出，机械塔积累的庞大经验与声望瞬间结算，浩烈的等级开始疯狂飙升。格兰费尔成功读取到了这处机械塔中沉淀的记忆，
重现的记忆画面中，城池周边早已化作一片火海。国王站在城头凝视，原本以为属下断连是惨遭恶魔屠戮，自责没能保护好臣民，却没想到这群人竟趁着外敌入侵发动内乱。底下起义的士兵群情激愤，高呼要推翻无能的统治，将这场叛乱冠以革命之名。叛军领袖伊米尔公爵根本无意去对抗恶魔，只想趁帝国虚弱抢夺权力。话音未落，一座专门猎杀恶魔的巨型机械塔凭空出现在战场前方。扫描过后，机械塔并未检测到恶魔。见此情景，伊米尔立刻向身边的强者求助。站出来的正是顶级剑圣谢格温。既然双方目标一致，他顺势拔剑出手，准备解决眼前的机械塔。谢格温看着眼前的巨塔，满脸轻蔑，当场挥剑砍出数道紫光剑影，将整座机械塔瞬间斩成碎片。机械塔在彻底瘫痪前，把毁灭前的最后一幕保存进了记忆。逆转魔法的播放就此结束，系统也顺势弹出了全新的调查任务。画面重现告一段落，可体内的号烈却难受坏了，在魔力失衡的状态下强行施法，剧烈反噬让他差点当场反胃吐出来。不过看完这段记忆，也让浩烈彻底弄清了底细。这座机械塔正是凝聚了矮人族全部技术的古代兵器。回忆里，谢格温甚至没用剑气，就瞬间斩碎了机械塔，这实力实在过于恐怖。而且皇家分明在对抗恶魔，谢格温与贵族们却趁机发动内乱。贵族们的铠甲干净的像新的一样，显然一直躲在城堡里，见死不救，任由平民饱受恶魔虐杀，只为了抢夺权力保全自己。还没等浩烈深入思考，眼前突然响起了提示音，直接跳出了全新的主线任务。浩烈瞬间看傻了眼，以往的阿卡纳世界里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主线任务。面板上赫然写着群雄割据时代开启，系统要求在占领皇都与守卫皇都之间做出选择。阿卡纳的巨型飞艇钢铁城堡号上，蓝莎正向矮人铁匠表达感谢。铁匠爽快地表示飞艇空间足够，随时欢迎他们在这里安心暂住。可蓝莎却有些迟疑，忍不住打听飞艇上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铁匠一听，表情顿时有些尴尬。原来这位矮人族最顶级的铁匠，此刻正对着锻造炉里的矿石破口大骂。他用历代传承的神锤不断锤炼，对方却完全不给他面子。那柄散发着烈焰光芒的剑竟开口反驳，嫌弃熔炉的火温根本不够。他高傲地宣称自己的主人未来注定会成为史上最强的剑士，为了斩杀未来的宿敌，他必须被锻造得更加锋利。这柄被铁钳夹在烈火中锤炼的利刃，情绪极其高涨的叫嚣，自称是高悬天空的繁星，更是注定要斩下魔眼的至强神兵。大雪纷飞的城堡内，皇都被叛军围攻的消息传来，圣骑士团长哈尔肯情绪失控，当场捏碎了手中的茶杯。皇室危在旦夕，哈尔肯急切询问浩烈是否还有办法重返阿卡纳救驾。格兰费尔冷静回应，上次全靠一次性道具，目前根本无法直接传送进入那个世界。就在哈尔肯满脸绝望时，格兰费尔却话锋一转，虽然自己无法直接前往，但他有办法将哈尔肯和骑士团送过去。格兰费尔眼神沉冷，决定正式介入这场纷争。此时阿卡纳皇都战火滔天，伊米尔公爵的叛军已经攻破城防，正在城内肆意屠杀混战。皇宫大殿内一片混乱，守军主力全在各地抵御恶魔，城防空虚，根本无法抵挡叛军。大臣急切劝说国王赶紧撤离避难，国王瘫坐在椅子上，无奈苦笑，自知阿卡纳已经无力回天，只要能多守护平民，击退恶魔，自己就再无遗憾。只希望哈尔肯不要怪他没能等下去。而在激战的战场上，谢格温突然转身准备离开，面对叛军士兵的质问，他冷冷回应，表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谢格温交代完，直接飞身离去。伊米尔公爵却丝毫没放在心上，没有狮星骑士团坐镇的皇都，对他来说不过是手到擒来。伊米尔当即下令全军总攻，是要在联盟其他人赶来前，彻底攻下皇宫，斩杀国王。就在叛军以为胜券在握时，天空突然传来轰鸣震响，巨大的飞艇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面对这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叛军一时间惊恐万分，甚至以为是恶魔降临。直到看清飞艇上高悬的旗帜，赫然刻着狮星骑士团的徽记。还没等叛军反应过来，飞艇主炮已然充能完毕，毁灭性的炮火瞬间倾泻而下，把各路叛军炸得溃不成军，现场一片混乱，只能仓皇撤退。而皇宫阳台上的国王抬头凝视着那面熟悉的旗帜，眼中满是不敢置信。难道真的是哈尔肯率领骑士团赶来救驾？西埃尔受浩烈委托飞抵现场，带来了狮星骑士团的最新消息。国王接下信件，展开查看，上面记录着多位骑士的名字。看到哈尔肯留下的平安祝愿，确认大家都平安无事。现实中的 AAU 韩国分部员工拿着咖啡走入办公室，注意到面前的桑巴克前辈气氛异样，正面色阴沉的狂敲键盘。同事悄悄提醒对方，桑巴克是在和海外分部对接情报。自从尤斯拉分部成立后，他就一直在处理跨国业务。桑巴克打完电话，接过同伴递来的咖啡，同伴顺势打听起工作内容。桑巴克坦言是在提前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新高难区域，同伴连忙凑上前询问预测结果。桑巴克列举了深海之城以及0号山脉千窟等终局区域，这些高难地图普通玩家根本无法生存。不过海外分部一致认为有一位玩家的等级足够应对，那就是浩烈。还没等同伴细看手中的未公开资料，就被桑巴克一把锁住脖子，吐槽他竟然休假让前辈独自加班。
浩烈仔细翻看着情报，上面提到了高难区域与超凡称号，他暗自记下，准备解锁后再做打算。与此同时，系统提示皇都危机已经彻底解决，守卫任务顺利完成，与帝国的友好度直接提升到了最高。眼看皇都那边暂时告一段落，浩烈把注意力转回眼下，除了刚出现的主线任务，最重要的就是修复体内的魔力环。为了早日恢复体质，浩烈把拆毁机械塔获得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魔力属性上，全力为重塑魔力环做准备。浩烈把积累的属性点全部加完，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让花园里刚栽培的灵芝花顺利长大。阿卡纳郊外，一处布满恶魔眼球的废弃宅邸中，谢格温拿出貌似从皇宫抢来的银河底石，但这块神器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凝视着手中的佩剑，想不通剑身为何不再回应自己，甚至连沟通的声音都彻底消失了。面对毫无回应的佩剑，谢格温深知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另寻办法，打算先回玩家论坛寻找线索。由斯拉优雅花园2名玩家开启前行技能，偷偷溜进了浩烈休假的花园。他们听说浩烈把休假时间全花在了这片花园里，笃定这里一定藏着某种稀世珍宝。可当两人走到花园深处，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彻底看呆。原本以为的普通杂草正散发着神圣的光芒与澎湃魔力，两人还在对着魔草发呆，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感应到魔草气息的埃尔西多尔冷笑着向他们走来，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系统直接判定两人陷入恐惧状态，连前行技能都被强行解除。埃尔西多尔拎着农具步步逼近，眼神里满是杀气，冷冷的把这两个偷溜进来的家伙当成了玷污花园的害虫。2名玩家看着走来的埃尔西多尔，这才认出眼前的精灵曾是差点干掉暗影佣兵团的高手，两人吓得魂飞魄散，意识到今天彻底踢到了铁板。埃尔西多尔根本不给任何解释机会，高喊着要立即清理害虫，举起巨型铁铲重挥下，花园里顿时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本想直接下杀手的埃尔西多尔，因浩烈及时开口强行收手，2名前行者这才意识到是浩烈救了自己，被怒吼一声滚蛋后，如蒙大赦般连滚带爬逃离了花园。弗罗斯特训练场，皇都叛军退去的消息传来，正苦练的玩家们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众人暂时无法前往阿卡纳，但依然在刻苦训练，随时准备参战。目前玩家的特训已由大公会联盟全面接管。高台上众人看着下方勤练的玩家，由衷感叹，要不是有浩烈出面，局势绝不可能这么快平息。哈尔肯代表狮星骑士团向浩烈表达感谢，格兰费尔依旧面色冷静，表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谈到叛军的动向，哈尔肯难以置信大剑士谢格温居然会与叛军暗中勾结。谢格温不仅是顶尖大剑士，更拥有极罕见的超凡者称号，在业内早已是顶峰般的存在。得知对方资历比哈尔肯还老，浩烈暗自感到震惊。哈尔肯也特意提醒浩烈，谢格温实力远在自己之上，必须多加小心。不过想到浩烈连性情古怪的精灵都能收服，哈尔肯苦笑着表示，或许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浩烈翻看手机新闻，发现昨晚贼人溜进花园上了热搜，新闻里全是对他救命之恩的感谢。浩烈这才明白对方是被花香吸引来的。考虑到埃尔西多尔这次确实帮了忙，浩烈暗自打算待会儿破例夸他几句。可当格兰费尔走进花园，却突然愣在原地。浩烈定睛一看，也吓了一跳。原本空旷的花园，不知何时竟已变得郁郁葱葱。盛开的花草不仅触发了系统提示，将这里变成了隐藏平安地，里面更长满了万年雪花与炽热向日葵，散发着极为澎湃的魔力。格兰费尔十分满意，称赞这里不愧是优雅花园。浩烈也暗自庆幸，有了这些蕴含魔力的奇花，就能稳定体内的魔力环。昨晚要是没赶走偷花贼，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些灵芝花能顺利长大，离不开精灵魔法的滋养。格兰费尔走到埃尔西多尔面前，罕见的开口称赞，认可了他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埃尔西多尔当场愣在原地，随后有些别扭地转过身去，辩解自己只是出于责任心，绝不允许任何害虫破坏花园。见对方被自己一句话收服，格兰费尔若有所思，谈起了所谓的园丁骄傲，只留浩烈在一旁哭笑不得。面对埃尔西多尔嘴硬的辩解，格兰费尔没有多言，捧起采摘好的灵芝花，交代他继续看管好花园。回到住所后，格兰费尔将万年雪花与炽热向日葵分别冲泡成茶。万年雪花茶能提升冰系魔力，炽热向日葵茶则能提升火系魔力。为了互相中和魔力副作用，格兰费尔特意选择了属性相反的2种花。看着眼前这2杯魔力充沛的花茶，浩烈在心里暗自祈祷，希望喝下后不会被活活冻死或烧死，能培育出整整5朵灵芝花。离不开希埃尔和埃尔西多尔的帮助，格兰费尔暗自点头，认可了大家这段时间的付出。他端起茶杯，优雅地品尝起下午茶。没想到茶刚喝下，2种灵芝花的效果瞬间爆发，系统接连弹出提示，同时赋予了恶寒与高热状态。受强烈的魔力冲击，茶杯脱手摔碎在地，体内极寒与酷热交替肆虐。浩烈被冻得全身打颤，紧接着又被灼热包裹，极度冰冻与剧烈燃烧同时爆发。浩烈这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灵芝花的威力。虽然2种花茶属性相克，但在体内引发的连锁反应完全超出了承受极限。浩烈被折磨得神志不清，甚至动了叫救护车的念头。最终撑到极限，重重倒在地板上。就在生死关头，体内的始祖世界树祝福被强行激活，
澎湃的魔力瞬间涌向全身，接连将恶寒、高热与体内创伤彻底排斥清除，帮他强行化解了这场危机。从昏迷中猛然醒来，眼前接连弹出系统提示，始祖世界树的祝福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彻底激活了超凡称号超越者。看着称号带来的属性提升，浩烈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验证魔力环的修复情况，格兰菲尔抬手施展逆转魔法，原本摔碎的茶杯瞬间完好如初，不仅过程顺畅的如同活动手脚，甚至几乎感觉不到魔力消耗。这意味着魔力瓶颈被彻底打破，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魔力枯竭了。看着属性界面上的空白槽位，浩烈兴奋地发现，除了魔力环，还能融合剑术等能力。系统紧接着弹出了全新专属技能，不仅能开启时空社交俱乐部，还能在这里直接见到谢格温。眼看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浩烈不禁感叹超越者称号的强大。一旁的格兰菲尔听闻社交俱乐部，虽然嘴上说着并不期待，手上的动作却显得格外讲究。浩烈看着格兰菲尔的反应，突然猛地想起了什么。按照他当年设定的角色背景，格兰菲尔作为名门世家的继承人，平时几乎从不参加任何社交聚会，只要他选择在公开场合露面，必定会用最冷傲高贵的姿态震撼全场。意识到这性格要在社交俱乐部发作，浩烈心里暗叫不好。浩烈想起当年初中时给格兰菲尔设定的中二黑历史，整个人崩溃的差点当场昏过去。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专属技能时空社交俱乐部已经成功激活，巨大的传送门瞬间在眼前开启。格兰菲尔整理好正装，一把拽起拼命反抗的浩烈，径直迈入了大门。这里是唯有超越者才能进入的亚空间，不仅配备了完善的各类设施，还强制禁用了所有敌对行为。系统提示成功进入时空社交俱乐部。格兰菲尔理了理正装，神态高傲地感叹起眼前的一切。而被强行拖进来的浩烈，一想到接下来要面临的社死现场，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俱乐部大厅内，几位超越者正在低声讨论击败高阶魔王的新人今天是否会现身。乌尔斯态度冷淡，表示并不关心。一旁的旭日战士却笑着打趣，毕竟这种战绩连不少超越者都无法做到。趴在桌上的南海魔女感到一阵头疼，叫大家赶紧闭嘴。众人随后将话题转向剑圣谢格温，让他猜测新人究竟是男是女。谢格温看着手中的书，始终一言不发。旭日战士突然察觉到谢格温周身的气氛有些异样。就在这时，清脆的脚步声从入口处缓缓传来。浩烈走进大厅，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在场众人纷纷认出他正是击败高阶魔王的新超越者。面对众人的注视，格兰菲尔面无表情地整理领带，随后优雅地在椅子上坐下。他暗自观察着这座宏伟的大厅，意识到这里是凭借意识随时进入的时空俱乐部。在他看来，这种形式与驱魔仪式有些相似。看着周围各具特色的超越者，浩烈暗自感叹，每个人都像精心制作的 NPC。而格兰菲尔坐下后的第一件事，竟是优雅地点上一杯绿茶，惹得浩烈当场在心中崩溃吐槽。2楼的谢格温注意到他没带武器，猜测他可能是个魔法师，没想到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极品茶根本无法在此订购。格兰菲尔顿时陷入沉思，发现来人并非剑士。谢格温失去了兴趣，准备离开，格兰菲尔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谢格温停下脚步，好奇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与此同时，寻找谢格温的任务顺利完成。格兰菲尔眼神一冷，当面质问对方袭击皇都的罪行。这出乎意料的指控让现场所有人瞬间愣住。谢格温恍然大悟，坦言自己只是去皇宫宝库拿了点东西，随后掏出刚到手的奇珍银河底石，表示自己已经用不上，托格兰菲尔顺手还给皇室。随着技能天敌自动激活，格兰菲尔当众质问对方身上为何会有恶魔的气息。这一问不仅推进了调查任务，也让周围的超越者大吃一惊。格兰菲尔刚要解释，谢格温竟直接拔剑袭来，强烈的冲击瞬间掀翻了桌椅。谢格温冷酷地警告对方说话客气点，此举立刻触发了系统的禁斗警告。面对指控，谢格温面露凶光，质问格兰菲尔能否为刚才的话负责。一旁的浩烈吓得够呛，连忙提醒这里可是禁斗区域。格兰菲尔面无表情，思考对方究竟是在装傻，还是对自己身上的异常毫不知情。他认出对方手中的佩剑正是当年斩断机械塔的武器，随即直言刚才那一击对方竟完全没有使用强化剑气。格兰菲尔直接揭穿谢格温不是不想用强化剑气，而是根本无法使用。浩烈这才想起剑圣谢格温本该是位年事已高的大佬。格兰菲尔看着他年轻的面孔，当面质问他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才换来了这份青春。被说中要害的谢格温心头一惊，连忙辩解这只是服用了灵药。但面对格兰菲尔散发的恐怖压迫感，他终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谢格温心里惊恐万分，自握剑以来他从未感受过这种恐惧，但他依然强行辩解，称被摧毁的机械塔曾斩杀无数恶魔。格兰菲尔冷声回应，要他好好感谢这里的禁斗规则，自己此刻正极力克制情绪，并直言谢格温比恶魔还要恶心。见心思被彻底看穿，谢格温撂下一句狠话，便退出俱乐部。阿卡纳郊外的废弃大宅，无数诡异的眼球在空中漂浮，大宅内部紧接着传出剧烈的惨叫与轰鸣。退回废弃大宅的谢格温嘴里不断念叨着自己剑圣的身份，无法接受被格兰菲尔视为恶魔。面对死寂的大殿，他情绪失控的挥剑咆哮，发泄着心中的怒火。这时，一群叛军急匆匆冲了进来，领头的部下大声质问谢格温，抱怨他突然离场导致部队损失惨重，明明马上就能攻下城堡，逼问他
究竟该怎么承担责任？谢格温背过身，极力压抑怒火，让所有人闭嘴。曾经受恶魔蛊惑，谢格温本只想变强，却在屠杀中沦为了恶魔。格兰费尔那句比恶魔还恶心的质问，如毒针般不断刺痛他的神经。面对伊米尔公爵的继续逼问，彻底疯魔的谢格温怒吼着挥剑，当场将眼前的伊米尔公爵斩杀。目睹首领被当场斩杀，剩余的叛军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仓皇逃离现场。听着耳边杀光一切的疯狂低语，谢格温彻底认清了现实，意识到格兰费尔说的完全没错。伴随着肆虐的紫黑魔气，他放弃挣扎，露出狂妄的狞笑。曾经的顶尖剑圣，如今已彻底沦为恶魔堕落剑圣谢格温。面对求饶的叛军，谢格温将所有人斥为伪君子。伴随着肆虐的紫黑剑光，现场叛军被瞬间斩杀殆尽。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恶魔力量，谢格温发现如今的身体，甚至比年轻时还要轻盈。只要能从心灵练出强化的剑气，他就再无所畏惧。谢格温随即下定决心，准备前往0号山脉重新修炼。深夜的房间里，格兰费尔正坐在电脑前查看系统刚更新的任务情报。曾经高高在上的剑圣谢格温，如今已彻头彻尾沦为堕落剑侠。格兰费尔冷冷宣告没有第二次机会，系统提示也同步弹出，讨伐恶魔谢格温的任务已正式开启。随着讨伐谢格温的任务正式开启，浩烈在床上抓狂不已，吐槽自己真是疯了，居然一见面就跟对方动手。听到格兰费尔还在遗憾，因为规则没能当场斩杀对方，浩烈暗自庆幸，幸好有竞斗规则。不过以格兰费尔的脾气，会搞成这样倒也不意外。浩烈冷静下来，仔细盘算谢格温的情况和其他人不同，他并非是被恶魔附身或控制，对方自以为只是重获青春，殊不知自己是彻底堕落成了恶魔，而化身为真名恶魔，意味着他的实力将远超普通恶魔。面对这个空前强大的对手，格兰费尔依然沉稳如初。浩烈寄希望于天敌技能，顺手翻看起来背包，想找找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装备。就在这时，面板上弹出了一道新提示：阿卡纳的高空飞艇，工坊里的矮人大师们正对着极为难搞的幽灵刚发愁。这时希埃尔飞进了工坊，转达了最新消息：浩烈已经拿回了剑圣谢格温身上的宝物，准备将其送还给国王。希埃尔刚展示出送还的银河底时，矮人大师瞬间看直了眼。面对这块来自皇宫宝库的顶级奇珍，矮人大师当场激动的大声哀求，希望能借用这块宝物完成突破。此时的0号山脉深处，魔兽潜伏，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彻底堕落的谢格温独行在密林间，准备在这片死地闭关修炼。到达0号山脉后，谢格温在深处发现了一道巨大的魔法封印，感受到上面残存的龙魔大战痕迹，他断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为了逼出更强的剑气，谢格温挥剑全力一击，瞬间将眼前的庞大封印强行斩裂。随着封印被彻底撕裂，内部积攒的恐怖魔气瞬间席卷而出，整片山林的魔兽惊慌逃窜，感受着喷涌而出的恶魔力量。谢格温在肆虐的魔气中疯狂大笑，他震惊地发现，这竟是万物之王巨龙的气息。只有生死边缘才能强行逼出最强剑气。面对面前呼啸而出的龙威，谢格温握紧手中的佩剑，毫不犹豫地提剑迎了上去。浩烈正在厨房里洗着茶杯，脑海中陷入了沉思。他暗自庆幸谢格温远在一界阿卡纳，而自己在地球，两人绝不可能碰到，刚好可以趁机好好享受假期。可格兰费尔洗完碗后却表示，最近家里不够整洁，接下来要对全家进行深度大扫除，惹得浩烈当场无语。格兰费尔系着头巾下楼分类垃圾，浩烈在一旁无聊地翻看手机，以为只是例行的常规游戏更新。可当看清公告内容的瞬间，浩烈瞬间傻眼。官方宣布即将开放全新区域0号山脉，那里正是阿卡纳早期的标志性区域。0号山脉没有任何等级限制，广阔的荒野与万千洞窟中藏着无数的珍宝，而矗立在最顶端的正是万物之尊的巨龙。公告一出，全球各大公会瞬间沸腾，玩家们纷纷整装待发。罗克斯也立刻给公会成员打电话，通知大家准备好装备，去这个大型猎场抢占先机。与此同时，监控室里的桑巴克突然接收到了卫星信号，异界区域的能量波动在现实世界被成功定位，坐标直指太平洋深处。在直升机的密切监控下，原本只存在于阿卡纳的0号山脉，竟直接破海而出降临现实。桑巴克当即指出，庞大山脉抬升的连锁反应，被置换的海水瞬间掀起滔天海啸。还没等众人从海啸危机中反应过来，监控画面里再次传来了异样，浩烈竟然已经站到了海面上，而他的身边赫然出现了法师塔的法师们。法师塔的法师们浮空合力施法，巨大的结界迅速展开，将破海而出的0号山脉彻底包覆，掀起的海啸危机被直接平息。这一幕让桑巴克惊叹不已，第一次亲眼见识到来自阿卡纳顶级势力的惊人力量。随着危险化解，法师向浩烈致以敬意，表示会把浩烈带来的救赎彻底奉献给这个全新的世界。第二天，0号山脉基地内，工会成员们正聚在一起，谈论着前一天被法师塔化解的海啸危机。泰明一脸自豪地表示，这一切全是浩烈的功劳，引得旁人一阵吐槽。随后话题转向了天下第一工会，听说对方会长罗俊群正准备率领舰队前往0号山脉。罗俊群的职业是领主，能抽取队员获得的部分经验，在等级榜前3名仅差1级的当下，难怪顶级工会都在抢着开荒。随着其他工会陆续行动，泰明等人也下定决心，准备即刻动身。而在万学地下城中，堕落的谢格温正疯狂斩杀着怪物。
可普通怪物带来的刺激根本无法让他凝练出更强的剑气。就在他准备前往更深处时，洞口方向突然飘来了一股咸咸的海水气味。谢格温循着海水味冲出洞口，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愣住。原本的阿卡纳大陆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谢格温完全搞不清现状。而在另一边，浩烈心里突然生出一种预感，感觉自己接下来恐怕又要疯狂加班打工了。谢格温整个人彻底懵了，曾经熟悉的阿卡纳大陆，如今居然凭空消失不见。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股极其危险的威压瞬间袭来，这熟悉的恐怖感正是浩烈带来的压迫。谢格温以为对方追杀了过来，面对深入骨髓的恐惧，他根本不敢正面迎战，当即提剑冲向山林深处，急忙寻找藏身之所。只要藏进重山深处，对方就没那么容易找到自己。谢格温打算凝练更强剑气，再找机会进行反击。然而格兰费尔也来到了0号山脉，原本他只是打算前来修炼，随着天敌技能瞬间激活，立刻察觉到正有恶魔在此作乱。受到威压与魔气的刺激，山林深处的怪物瞬间陷入狂暴。0号山脉的开荒并不轻松，这里的怪物高达500级，由于地形强烈抬升，留下的全是极强悍的怪物，让刚赶到的工会小队陷入苦战，队员们只能咬牙拼命清怪。迪米特里更是边砍边吐槽，直言看不惯第一工会的罗俊群，指责对方只会靠火炮独占资源。提到这里，迪米特里拿浩烈做对比，称赞浩烈懂得顾及其他人。这番破天荒的夸奖，连身旁同伴卡米拉都感到十分意外。面对卡米拉的调侃，迪米特里嘴硬的开口否认，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比起罗俊群，浩烈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不仅改变了节堑，如今连迪米特里也被折服。罗克斯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各方面早已彻底溃败。收拾好情绪后，罗克斯带领队员继续向高处推进。此时，在山脉深处的遗迹中，谢格温自潮落荒而逃，眼前突然亮起异样光芒。看着突如其来的光芒，系统直接弹出提示，身为真名恶魔的他被施加了恐惧效果。谢格温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根本逃不开对方。随着传送门在遗迹中展开，格兰费尔缓步走出，与远处的谢格温隔空相对。看到眼前的对手，体内的浩烈抓狂不已。明明以为对方远在阿卡纳，居然会在这里直接撞见。格兰费尔依旧面不改色，冷冷的开说话。本以为逃跑的只是只低级恶魔，没想到居然会是你。面对格兰费尔的嘲讽，谢格温自嘲的承认自己本是循着巨龙气息而来，没想到真被对方说中再次相遇。体内的浩烈瞬间反应过来，对方并非主动跨界，而是伴随着两界融合，被强行卷到了现实世界。还没等浩烈细想，格兰费尔便察觉到了异常，空气中突然弥漫起浓烈血腥味，遗迹深处早已被血水淹没。谢格温在赶来前大开杀戒，看着逼近的对手，谢格温重新握紧剑柄，坦诚格兰费尔确实强得可怕。谢格温叫嚣着要击败眼前人，借这场生死之战登顶剑术巅峰。话音刚落，他提剑以极快速度正面劈下，速度快到浩烈根本无法看清。格兰费尔却面不改色，当场起手发动绝对零度，恐怖的寒气瞬间蔓延开来，整座遗迹瞬间被巨大冰晶封冻，而谢格温的身影却已凭空消失，留给浩烈满腹震惊。浩烈在体内焦急万分，两人属性和经验差距悬殊，即便有天敌技能加成，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招致毁灭。可格兰费尔却丝毫不慌，嘲讽谢格温遇上天敌就只会逃跑，逼得浩烈在体内大喊，求他别再继续激怒对方。话音未落，谢格温便从上空挥剑直扑而下。格兰费尔面不改色，当面揭穿对方的自欺欺人，直言他为了实现恶心的野心，无视了所有人的牺牲。格兰费尔面不改色，直接向系统发起申请，要与超越者谢格温开启时空决斗。虽说规则原本禁止私下打斗，可开发商早就料到了这点，顺势推出了官方决斗功能。浩烈忍不住吐槽，开发商真是把玩家心里摸透了。没等浩烈弄明白决斗机制，周围的蓝光便迅速凝结，凭空构筑出一座宏伟的巨型决斗场。面对眼前的宏大场面，浩烈当场看傻了眼。系统向全世界的玩家发出了观战时空决斗的邀请，分散在各地的玩家看着弹窗，纷纷点击确认。光芒闪烁间，众人被直接传送到了决斗场的看台上。还没等大家搞清楚状况，有人一眼认出了站在场中央的人，正是浩烈。浩烈看着密密麻麻的看台，这才明白系统提示的观战含义。观众们纷纷探头查看，很快有人注意到了浩烈的对手。凭着标志性的蓝发与佩剑，有人脱口而出对方是剑圣谢格温。哪怕有人质疑剑圣本该是个老者，可那柄标志性的佩剑还是坐实了他的身份。面对漫山遍野的围观者，谢格温紧握佩剑，魔气狂涌，要让所有人都见证自己的力量。他手握佩剑，率先抢攻，剑光破空袭来。格兰菲尔侧头轻松躲过斩击，看台上顿时掀起一片惊呼。谢格温一击未中落地，格兰菲尔却敏锐察觉到了异样，对方手中的佩剑正剧烈震颤，抗拒着彻底堕落的谢格温。格兰菲尔当场看穿真相，若非佩剑在关键时刻阻拦，刚刚这一剑绝不可能只是擦过头发。谢格温不甘地质问，刚才那一剑对方为什么连躲都不躲？其实浩烈心里早就在疯狂吐槽，自己刚才纯粹是根本没反应过来。可表面上的格兰菲尔依旧平静优雅，直言佩剑抗拒恶魔主人理所当然，自己也同样唾弃放弃人性的家伙。话音未落，格兰菲尔当场召唤专属宝剑，耀眼的雷光瞬间撕裂赛场。
看台上的观众纷纷伸长了脖子，感受着神兵散发出的恐怖气场，连谢格温也彻底变了脸色。出现在众人眼前的神兵，正是由幽灵钢打造的自我之剑。时间退回几个小时前的裂隙，借助借来的银河底石，矮人用幽灵钢打造的兵器，终于彻底完工。体内的号烈恍然大悟，这正是专属于格兰费尔的自我之剑。伴随着神兵横空出世，看台上的玩家面前纷纷弹出了系统提示，所有人共同解锁了见证传奇的特殊成就。这把自我之剑上缠绕着耀眼雷电，随着系统面板浮现，它的品级竟然直接达到了传说级。体内的号烈看到这一幕，瞬间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矮人居然真的打造出了一把传说神兵。号烈兴奋的在心里大喊：“矮人就是神！”负责打造的矮人早已累得瘫倒，直言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苦差事。自我之剑突然剧烈震颤，幽灵钢的意志竟直接在脑海中响起，兴奋地称呼格兰费尔为主上，迫不及待想要一同踏上剑道，连语气都变得比以往更加成熟。格兰费尔顺势紧握长剑，感受着幽灵钢传来的恐怖力量，仿佛世间万物都能被一剑斩断。对面的谢格温见状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眼前的魔法师竟然也能得到顶级神兵的认可。自我之剑的意志当场开枪，语气老成地嘲讽谢格温是个小鬼。体内的号烈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这神兵的灵魂竟是个老头。格兰费尔顺势出言挑衅，直言谢格温连佩剑的悲鸣都听不懂，根本称不上成熟的剑士。被戳到痛处的谢格温恼羞成怒，当场爆发全身的恐怖魔气，死死按住剧烈反抗的佩剑，要凭蛮力强行征服。谢格温面目狰狞的大声怒吼，咆哮着绝不允许对方侮辱自己的剑道。谢格温提剑正面劈下，格兰费尔挥剑迎击，稳稳挡下斩击。体内的号烈无比吃惊，身体竟在自我之剑的牵引下自主招架。看台上的观众当场炸开了锅，完全没想到剑圣的攻击会被正面化解。谢格温被逼退数步，震惊于对方的动作与刚才判若两人。自我之剑的意志更是当场夸赞主上，这正是传说级神兵的恐怖之处，不仅能护主，还能带着使用者完美格挡。自我之剑突然主动请缨，希望能由他来主导这场决斗，帮他救救对方那把正受折磨的佩剑。格兰费尔当即点头应允，手中的长剑雷光骤然暴涨，面对谢格温发狂般的猛攻，两把神兵在半空激烈碰撞。体内的号烈惊奇地发现，在幽灵钢的自主引导下，自己终于能跟上对手那恐怖的速度，完美弥补了此前反应不及的短板。谢格温怎么也想不通，明明以快剑见长的自己，竟然在速度上被格兰费尔反过来压制。他的剑术核心本就是极致的快速，可随着年龄增长，肉体衰退，曾经傲视群雄的快剑早已大不如前。当年恶魔四处肆虐，粮草断绝，难民们只能靠煮树皮杂粮为生。面对上门求助的饥民，强如剑圣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谢格温回忆起最初来到村子时，他随手除掉几只低级恶魔，就能换来村民的热情款待。可恶魔依然接连不断的洗劫粮仓，很快让整个村庄彻底陷入绝粮的困境。看着日渐衰老虚弱的身体，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哪怕名号再响亮，手中的剑也没法变出粮食救活百姓。周边求助无门，他原本打算丢下村庄独自离开，一个神秘人却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劝他救救这个即将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子。神秘人伸出魔爪，直言给村民解脱也是一种仁慈，只要拿全村人的性命当祭品，谢格温就能重获青春。谢格温愤怒地质问对方，是不是想让他把全村人当作祭品？恶魔却毫不避讳，蛊惑谢格温，与其让村民活活饿死，不如死在他这位剑圣的剑下，还能化作让他重回巅峰的力量。看着日益衰老的身体，谢格温最终没能抗拒诱惑，提剑向无辜的村民挥下了屠刀。凭借自我之剑的加成，格兰费尔正面迎上对方的斩击，两人的剑刃在赛场中激烈交锋，强悍的冲击直接将谢格温逼退。看着屏幕上的战况，泰明兴奋地高呼攻击奏效，其他观战的玩家却感到十分纳闷，不明白剑圣为什么至今都不使用剑气。体内的号烈心里其实很清楚，全凭自我之剑的引导，自己才能在招式上与剑圣打平。谢格温质问对方刚才为何收手，格兰费尔冷冷回应，自己只是为了给他上一课，并揭穿他的佩剑正发出绝望的哀鸣。看着佩剑剧烈震战抗拒，谢格温瞬间陷入癫狂，愤怒地咆哮着让佩剑闭嘴。为了登上剑道的巅峰，他早已抛弃一切，绝不后悔。庞大的魔气瞬间从身上轰然爆发，谢格温提剑疯狂发起连斩，格兰费尔则挥剑正面架住了所有攻击，双剑在空中激烈碰撞。谢格温终于听懂了佩剑的冥想，佩剑一直在向他发出哭喊，指责他选择的剑道早已偏离正轨。可看着脚下蔓延的血迹，谢格温心里十分清楚，从杀害村民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眼看对方执迷不悟，格兰费尔眼神骤然变冷，他挥动自我之剑，带着凌厉的雷光正面迎击，狂暴的雷电力量瞬间炸裂，耀眼的蓝光吞没了整个赛场，正面挨下这致命一击，谢格温大口吐血，只能拄着长剑艰难支撑。他很清楚战斗已经结束了，走上歧路的恶魔注定要落得这样的下场，他甘愿去得狱偿还罪行，心里唯一的遗憾是再也听不到佩剑的声音。清脆的脚步声停在面前，格兰费尔低头看向对方，直言一切还没有太迟，失去的荣誉得靠他自己去重新找回来。由于格兰费尔高阶特质的影响，局势悄然发生变化，遍体鳞伤的谢格温眼前突然亮起一道光芒，
那道光缓缓凝聚，显现出来的竟是他的佩剑，多年来被他强行折磨的佩剑，终于再次与他建立起了交流。面对谢格温的疑惑，佩剑主动发声，将他的思绪拉回了过去。那是两人最初相伴，在森林里苦苦锤炼剑道的岁月。回忆起当年并肩斩杀恶魔的时光，佩剑坚定地告诉他，这才是属于他们的剑道。谢格温很清楚，未尽的赎罪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佩剑却坦言他们早已习惯，更承诺若他再次迷失，定会全力将他唤醒。在原本看不到希望的漆黑歧路上，格兰费尔如一道银白光芒照亮了前路，佩剑也表示会在彼岸注视着那把慈悲之剑铺就的未来。谢格温重新握紧佩剑，微笑着呼唤佩剑的名字，坦然走向属于自己的归宿。看台上的玩家们震惊不已，没想到剑圣居然爆发出了极致的强化剑气。谢格温双手握剑态度有所改观，坦言格兰费尔年纪轻轻，剑气的造诣却出乎意料的高。面对夸赞，格兰费尔依然沉稳地伫立在赛场中央。泰明忍不住失声惊叹，直言浩烈展现出的实力早已跟他们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看台上的玩家们彻底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格兰费尔真的战胜了剑圣，甚至完全让人看不清招式，觉得连等级和排名都失去了意义。系统弹窗随之亮起，提示格兰费尔赢下了这场对决。结算奖励开始陆续发放，他在全场震撼的欢呼声中平静伫立，体内的浩烈暗自感慨，谢格温虽然罪行累累，但最终还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罪过。随着消逝在绿焰中的身影，一道耀眼的光柱骤然冲向天际，格兰费尔邦容颜赛人重获栖息地。系统面板随之弹出了提示，赛人们唱起歌声表达感激，为他送上了真挚的祝福。这场决斗迅速引发了轰动，看清浩烈击败剑圣谢格温后，各方高层的态度发生剧烈转变。AAU 韩国分会长看着战斗回放，不得不承认浩烈的实力确实非同寻常。就在他独自沉思时，桌面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提示音，一封来自首席执行官的邮件悄然发送到了他的邮箱。金碧辉煌的时空沙龙，旭日战士刚步入沙龙，本以为这里空无一人，结果一抬头就注意到角落里还坐着别人。坐在那里的正是南海魔女，此时正旁若无人的抽着雪茄。面对调侃，南海魔女头也不抬的让他闭嘴。旭日战士顺势在他对面坐下，心里暗暗打量，这一根烟就要10个金币，天天这么抽确实是底气十足。然而还没等两人继续闲聊，眼前的系统面板突然剧烈闪烁，赫然跳出了时空决斗的结算结果。剑圣谢格温在决斗中战败身亡，更是直接从超越者名单中被彻底除名。旭日战士不敢相信剑圣真的战败，看者结算面板念出了胜者的名字：格兰费尔、克劳迪、阿尔佩斯、罗密欧。听到克劳迪这个名字，原本平静的南海魔女梅丽脸色骤变，一把拽住对方的领口，失态的反复确认是不是克劳迪。与此同时，在雷光交加的归灵山脉，一阵轰鸣声随着摩托车疾驰打破了宁静。骑着摩托车在山间疾驰的人，正是龙骑士职业排名第1的斯卡尔。他苦苦等待的职业任务，此前被别人抢先一步，这次他决心绝不能让历史重演。斯卡尔摘下头盔望向山顶，他断定浩烈此刻也一定就在这里。停下摩托车后，他径直朝山顶走去，却在半路上突然发现了异常。斯卡尔抬头一看，眼前的山峰竟然是龙的巢穴，这让他喜出望外。既然找到了龙穴，就没必要再去寻找浩烈了。可当他费劲爬上山顶，四下张望，却连一条龙的影子也没见到。斯卡尔心中顿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浩烈已经抢先一步到了这里，甚至已经挑走俊美的巨龙骑龙飞走了？想到自己的坐骑可能被抢走，斯卡尔当场崩溃，地仰天大哭。与此同时，远处的浩烈突然莫名感应，困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议论自己。经过漫长的休假，格兰费尔重新回到了法师塔。虽然决斗结算的经验值尚未发放，他的等级依然维持在595级。可随着自我之剑彻底完成，格兰费尔的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刚在办公室坐下，自我之剑就兴奋的大声喧哗，震得体内的浩烈捂住耳朵。但这把传说级装备确实非同凡响，不仅让他获得了超越者称号，全系魔法威力大幅提升，甚至还在与剑圣的决斗中意外领悟了不完整的神速剑术。决斗赢下的上百枚时空金币，属于超越者专属的史诗级货币。格兰费尔表面上是金钱如粪土，体内的浩烈却乐开了花。有了这些特殊货币，就能去买稀有道具。正当浩烈暗自欢喜时，马切罗在门外敲门求见。格兰费尔顺手将金币收起，换对方推门进来。马切罗汇报休假期间的工作已全部处理完，格兰费尔坦言这段时间辛苦他了。看到马切罗身体恢复健康，体内的浩烈也感到十分欣慰。格兰费尔接着话锋一转，沉声询问对方是否看到了最新的消息。马切罗沉声汇报，归灵山脉的魔法阵遭到了破坏。格兰费尔瞬间联想起此前踏入山脉时感应到的异样魔力，原来那是龙魔大战之后法师塔为了避免刺激巨龙专门布置的防护结界。格兰费尔当即决定前去调查，体内的浩烈却暗自苦笑。原本因为任务过于艰难，他一直拖着没去山顶，这下只能顺路前往。正当浩烈盘算着行程，马切罗紧接着带来了好消息，沉睡在魔力球中的法师塔塔主似乎也有了新的动静。马切罗坦言塔主可能很快就会苏醒，还期待着到时候能把他介绍给格兰费尔。格兰费尔听出马切罗对塔主的敬重，心里暗自盘算，对方是除自己以外唯一开启完整魔力环路的强大法师。
如果塔主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醒来，法师塔的相关任务定能获得巨大突破。正当两人交谈时，一道紧急传信突然飞到了面前，信中赶来通告，有探险家正在法师塔入口处大吵大闹，指名道姓要见浩烈一面。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体内的浩烈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法师塔门口早已挤满了围观的媒体。只见一辆摩托车轰鸣着停在场地中央，车上走下来的正是刚刚赶来的斯卡尔。斯卡尔堵在法师塔门前，终于等到了走出来的浩烈。面对周围无数媒体的镜头，斯卡尔伸手一指，当众喊出了浩烈的名字，甚至还补上了极度中二的称号——恶龙猎手。听到这个令人羞耻的头衔被公之于众，格兰菲尔表面依然保持着优雅冷静，体内的浩烈却差点当场崩溃。现场媒体顿时一片哗然，完全听不懂恶龙猎手是什么意思。体内的浩烈更是崩溃抓狂，想不通对方怎么会知道这个黑历史。面对当众叫嚣，格兰菲尔依然维持着优雅冷静，冷声批评对方缺乏礼貌，命令他立刻报上身份。对方随即自报家门，表明自己就是龙骑士斯卡尔。周围人群这才震惊地认出，眼前这位竟然是排名第1的龙骑士。浩烈这才意识到，对方能知道任务，多半是因为龙骑士的职业关系。如果真涉及巨龙，自己倒却实想和他聊聊。格兰菲尔却依然神色冷峻，断然指出对方求见的态度极其失礼。对于连真面目都不愿示人的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话要说。意识到浩烈极其讲究礼节，斯卡尔暗叫不妙，赶忙摘下头盔，准备重新自我介绍。他摆出一副自以为优雅的姿势，重新表明龙骑士的身份，希望能和对方好好聊聊。这过于浮夸的举动让体内的浩烈无语至极，格兰菲尔却意外地觉得还算有理。格兰菲尔顺势开口，表示可以邀请斯卡尔前往府邸详谈。可还没等对方高兴应下，他紧接着就冷淡地改口拒绝。不等斯卡尔反应过来，格兰菲尔直接开启传送门准备离开，只留下慌张的斯卡尔在背后徒劳挽留。格兰菲尔冷淡地表明自己绝不回应未经预约的会面，有什么事可以通过法师塔转达。随着传送门彻底关闭，现场媒体一片哗然。谁能想到排名第1的龙骑士竟然会被人当众冷落，只留下斯卡尔在原地大受打击。跨过传送门，格兰菲尔来到了 AAU 韩国分部，朴敏杰第一时间赶来接应。他开门见山地透露，此前神秘失踪的雷蒙刚才居然给他们发来了邮件。朴敏杰透露，这是大灾变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收到雷蒙的消息。对方竟然在邮件中提出希望能和浩烈见上一面，可他们追踪定位却一无所获。体内的浩烈忍不住吐槽，今天想见自己的人未免太多。朴敏杰则严肃提醒，外界甚至传言雷蒙就是大灾变的幕后黑手，在敌我不明的情况下会面过于危险。格兰菲尔却态度坚决，直接决定应约会面。浩烈心里很清楚，雷蒙是最了解阿卡内的人，或许他知道大灾变发生的真相，以及同调背后的秘密，甚至能解释自己为何会变成格兰菲尔。更何况这件事背后还有其他隐情。格兰菲尔对此相当不满，认为雷蒙做出了多余的举动。谢格温历经坎坷才重新找回人性，雷蒙却把这场悲剧当成了单纯的娱乐。朴敏杰很清楚这场会面的分量，一旦两人碰面，势必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他赶忙在前面带路，准备回复邮件安排这次会面。格兰菲尔则暗自下定决心，雷蒙究竟是个心怀荣誉的人，还是和恶魔无异，他一定要亲自去验证。阿卡纳南部的茫茫大海，在这片被称为死海的海域深处，梅丽骑着扫帚穿行在阴沉的天空中，顺势点燃了一根雪茄。下方海面不断传来受难者绝望的哀嚎，惨烈的求救声让他烦躁不已，只能狠狠吸上一口雪茄。原本他以为那个与自己家人、朋友和爱人一同消失的人早已彻底被毁灭，如今克劳迪的名字再次出现，让他不禁怀疑，那个人难道真的重新归来了？听到克劳迪的名字，梅丽难掩震惊。与此同时，下方平静的海面上，数条巨大的黑色触手破水而出，夜幕降临在城堡外的丛林。为了应对繁忙的事务，浩烈只能利用半夜的时间加紧训练。虽然获得了自我之剑和魔力环，实力比之前提升了不少，但要想面对巨龙，这样的强度还远远不够。为此，他特意借来了探险家联盟留下的宝物——独特级道具浴火火把。有了浴火火把，浩烈终于能发动那个特殊技能，成功激活了阿克山遗愿。浩烈暗自期待，终于能向恶魔猎手前辈学习阿克山绝技。随着绿焰凝聚，一位身穿长袍的恶魔猎手虚影悄然出现在浩烈面前。浩烈很清楚，早在魔王争夺战时，恶魔猎手的战力就极为惊人，哪怕阿克山早已不复存在，只要能将他们从地狱唤醒，就能借机偷师学到秘技。青绿色的火焰轰然升腾，恶魔猎手的身影缓缓浮现，体内的浩烈满怀期待，希望这次能学到厉害的全新技能。可被召唤出来的恶魔猎手刚一现身便警惕地环顾四周，格兰菲尔冷冷开口提醒，这里并没有恶魔可杀。对方大失所望地咂了咂嘴，随后当场趴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做起了俯卧撑。眼看对方完全不想交流，格兰菲尔的好胜心瞬间被点燃，他冷冰冰地收起火炬，跟着趴在地上和对方拼命比拼起了俯卧撑。这一幕让体内的浩烈崩溃抓狂，万万没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两人从白天一路比拼到傍晚，最终双双耗尽体力瘫倒在地上。格兰菲尔也感觉到了肉体的极限。就在这时，系统提示突然弹出，由于成功突破了训练极限，浩烈意外获得了全新属性奉献。这项属性可以将精神意志直接转化为能力值。
浩烈仔细看清属性说明，恶魔向来擅长利用人类脆弱的精神，而恶魔猎手的信条绝不允许软弱。这项属性简直就是为恶魔猎手量身打造，一点奉献加成的能力值极为惊人。体内的浩烈激动得差点喊出声来。就在这时，对面的恶魔猎手重新拉起兜帽，准备随火焰离去。格兰费尔也终于明白过来，对方是在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指引自己。看着对方远去的身影，格兰费尔微笑着轻声表达谢意。随着晨曦洒满森林，恶魔猎手的灵魂彻底化作氢火消失。浩烈最终来到了斯卡尔的豪华庄园，然而刚一赶到，对方的艾玛就凑上来疯狂舔脸，让浩烈当场愣在了原地。斯卡尔赶忙上前制止艾玛，热情地感谢浩烈的赏光，并准备了丰盛的甜点接待。面对这过分热情的阵仗，体内的浩烈满脑子都是问号。眼前这位龙骑士正是阿卡纳历史排行榜第1的绝对强者，真名斯卡尔罗斯柴尔德。多年来，他不仅始终占据着榜首，更极其神秘，从不公开露面或加入任何工会。说白了，眼前这位可是富可敌国的顶级强者。斯卡尔优雅地品着红茶，连声夸赞。体内的浩烈不禁有些意外，没想到对方竟是个如此有涵养的现代贵族。面对斯卡尔的招待，格兰费尔从容端起茶杯应答，体内的浩烈却在心里疯狂咆哮，生怕一不小心打破了这昂贵的瓷器。趁着气氛融洽，斯卡尔顺势切入正题，询问对方是否见过真正的巨龙。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斯卡尔竟当场长舒了一口气。斯卡尔庆幸浩烈没有抢先猎杀巨龙，意识到失态后，他连忙开口致歉，并坦白自己不久前曾亲自去过龟灵山脉的顶峰。斯卡尔慌忙摆手解释，自己绝不是为了抢先猎杀巨龙。体内的浩烈却一眼看穿，对方分明就是冲着巨龙去的。斯卡尔接着透露，当他千辛万苦登上龟灵山脉顶峰，却发现龙巢里根本空无一物。得知这个消息，浩烈心里泛起了嘀咕，如果山顶什么都没有，系统任务又为何非要指引自己前往？斯卡尔不甘心就这么放弃，难得迎来成为真正龙骑士的机会，他坚信山顶绝不可能毫无痕迹，便开始在周围展开搜寻。斯卡尔在龟灵山脉顶峰搜寻时，意外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却机缘巧合的在草丛下方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古代石板。斯卡尔将拍下的照片递给格兰费尔，上面记载着只有巨龙才能开启道路的古老提示。格兰费尔看着照片若有所思，此前在法师塔查到的大多只是龙魔大战的记录，要想查清这条道路的下落，就必须寻找更多线索。看完石板上的记录，格兰费尔便起身准备告辞。面对斯卡尔的挽留，他直言自己得去寻找对巨龙更有经验的人。与此同时，法师塔顶层，马切罗缓步走向巨大的魔力球，向沉睡其中的塔主低声汇报。他坦言法师塔近期发生了不少变化，虽然如今一切运转正常，但要想应对未来的变数，这里依然离不开塔主的力量。马切罗伫立在法阵前，恳求沉睡的塔主赶紧醒来，如今的法师塔迫切需要他的力量。话音刚落，魔力球中塔主的手指竟微动了一下。另一边，格兰费尔来到了时空沙龙，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巨龙的线索，可翻遍了古籍，依然毫无收获。合上书本，他也顺便摸清了这里的规则。时空沙龙设立了严格的权限限制，只有高阶会员才能进入更深区域。看来，即便同为超越者，内部也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看着受限的权限，体内的浩烈忍不住吐槽：既然暂时去不了更高层，他打算看眼商品再离开。就在他准备动身时，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格兰费尔闻声回头，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久未谋面的杰茜。杰茜轻轻抬起帽檐，笑着向眼前的浩烈打起了招呼。浩烈心中十分惊讶，对方此前为了职业任务退出工会，能出现在时空沙龙，难道他也已经成为了超越者？格兰费尔却目光一沉，一眼看穿了问题，冷冷指出眼前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杰茜。见伪装被当场拆穿，对方嘴角微微勾起，周身泛起紫色的魔力波纹，好奇他究竟是如何发现的。浩烈原本怀疑眼前之人是恶魔，但体内的对恶魔技能毫无响应。格兰费尔冷冷指出了破绽，真正的杰茜绝不会称呼他为首席法师，况且从未听说有其他玩家成为超越者。见伪装被彻底拆穿，对方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瞒不过首席法师的眼睛。既然眼前之人并非恶魔，浩烈对他的真实身份更加好奇。面对格兰费尔警惕的眼神，对方却微笑着让他不必如此戒备。对方淡然解释自己绝非故意戏弄，只因杰茜魔力耗尽陷入昏迷，他的意识这才借机显现。随后，对方优雅地交叠双腿，坦白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他不仅是杰茜那顶巫师帽的主人，更是法师塔的真正塔主。得知眼前之人竟是法师塔塔主，体内的浩烈当场惊得目瞪口呆。系统弹窗突然凭空淡出，成功确认了眼前这人的真实身份。体内的浩烈彻底看懵，没想到对方刚才所言句句属实，杰茜头上戴的帽子居然就是塔主，那泡在法师塔里的肉体又是怎么回事？庞大的信息量让浩烈感觉头皮发麻。相比浩烈的慌乱，格兰费尔依然冷静自若。他看着悠闲喝茶的对方，淡然质问对方是否真正明白大巫师的含义。虽然世上有无数顶尖法师，但能被称为大巫师的都是天选之人。格兰费尔紧紧盯着对方，质问选择杰茜成为下一任大巫师的人是否就是他这位塔主。对方大方承认了这一事实，并透露在离开肉体前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召杰茜进法师塔。格兰费尔眼神瞬间一沉，追问离开肉体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方就此揭开了大巫师传承的秘密，历代大巫师的意识全都寄宿在顶尖帽之中，摆脱肉体限制世代相传，只为追求超越极限的魔法极致。在漫长的探索中，他发现异世界的冒险者能大幅缩短通往极致的时间，这正是法师们所追求的真理。因此历代大巫师才选择将节堑作为容器。听到容器二字，格兰菲尔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对方毫不避讳地承认，在触手可及的真理面前，连大巫师也难逃贪念，而他们梦寐以求的极限正被称为悖论。听到悖论二字，格兰菲尔瞬间反应过来，当初卡林泽瓦勾结恶魔所追求的，与这群大巫师世代执念的真理，竟然是同一种力量。格兰菲尔冷声指责，盲目追求力量早已让大巫师迷失本心，他们不再满足于传承知识，甚至妄图抹杀节堑的意识占有身体。面对拆穿，对方并未否认，而是直接抛出最后的筹码，节堑的生死如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对方顺势凑到格兰菲尔面前，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共犯，一起去探索那终极的悖论。系统随之弹出了全新任务，要求阻止这群大巫师的阴谋，甚至还要重组整个法师塔。体内的浩烈看清任务，直接傻眼，没想到法师塔从上到下全烂透了，忍不住吐槽天下的法师难道全是反派？面对诱惑，格兰菲尔依旧无比冷静，他直接拆穿了对方的真实目的，指出他抢占塔主之位，本就是为了压制其他大巫师的野心。此时恶魔的阴影也再次浮现，因为掌握这种悖论之力的，除了这群疯狂的大巫师，还有那些高阶魔王。浩烈突然反应过来，既然悖论是能击伤高阶魔王的力量，那掌握过这项能力的自己，岂不是成了离真理最近的人？想到这里，浩烈忍不住暗自偷乐，格兰菲尔却冷冷泼下一盆冷水，让他少为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瞎激动。顶尖帽内部的意识空间里，历代大巫师的意识再次聚拢，刚断开外部连接的大巫师一返回，就被众人围在中间。面对质问，对方还想打哈哈应付过去，却被众人当场撕破伪装。其他大巫师怒斥他是叛徒，指责正是因为他的插手，才导致大家的计划彻底功亏一篑。大巫师们言辞指责他违背传承规矩，擅自离体，此前隐忍不发，不过是为了榨干他作为塔主的知识。如今众人不再放任，当即凝聚魔法，联手发难。阵法光芒瞬间炸裂，无数紫色锁链凭空破空而出，将他死死捆绑，彻底封印。大巫师们冷声拆穿，他刚才本可以自保，却选择封锁顶尖帽的外部连接，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守护节堑。大巫师们强行制服了他，宣布新世界即将来临，准备全盘接管他的所有布置。被困的大巫师拼尽最后一丝力量，在意识彻底沉没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浩烈身上。随着爆发的光芒散去，节堑从草地上缓缓睁眼，以为自己只是训练过度耗尽魔力。他语气轻松地埋怨着，怪身旁不说话的师傅没有及时叫醒自己。可节堑完全不知道，为了守护他，师傅已经在意识深处彻底沦陷。节堑抱起昏迷不醒的师傅，尝试唤醒对方，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此同时，格兰菲尔正独自踏上长街。此前塔主曾拜托他去确认自己留在大殿的肉体是否安好。浩烈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这种非工作任务简直就是滥用职权。浩烈突然反应过来，一旦这次任务顺利解决，成功瓦解大巫师们的阴谋，塔主就能重新回到法师塔主持大局。想到之前被丢下的庞大杂物，浩烈在心里暗自发狠，等把塔主救出来，非要让对方把这些工作全补回来。格兰菲尔推门踏进法师塔顶层大殿，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存放塔主肉体的魔力球早已空无一物，原本保存在这里的肉体凭空失踪。还没等他理清头绪，身后突然传来询问声。马切罗与尤格维德推门而入，正好看到了站在大殿中央的格兰菲尔。面对眼前空荡荡的魔法阵，体内的浩烈心里顿时有些发慌。两位大巫师更是满脸震惊，体内的浩烈吓得疯狂喊冤，急忙在心里澄清，塔主肉体失踪这事跟自己毫无关系。现代世界的街头突然掀起异响，无数紫色能量在高空凭空炸裂，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失踪的塔主肉体竟然降临现代，带着暴走的力量俯瞰整个城市。系统面板随之弹出全新任务，要求立刻镇压暴走中的塔主肉体。浩烈当场吓傻。而在法师塔的大殿内，看着破碎的魔力球，马切罗等人焦急万分，向浩烈追问塔主的下落。面对马切罗等人的质问，格兰菲尔依然十分冷静，他当即表示，作为法师塔代表，自己一定会让塔主为此负责。体内的浩烈忍不住疯狂吐槽，那可是你的顶头上司。格兰菲尔没有多做解释，留下一句等结束再说明，便直接启动传送离开了大殿。而此时降临街头的塔主肉体已被系统判定为全新的终极敌人，狂暴的魔力在城市高空肆虐，让在场的玩家们陷入绝望。暴走的塔主肉体轰然坠落，强烈的冲击瞬间在街头炸开，路过的玩家被吓得不知所措。危机关头，格兰菲尔及时赶到，路过的玩家一眼认出了浩烈。看着眼前的异象，格兰菲尔瞬间看清了真相，这具身体里完全没有塔主的意识，难怪系统任务会强调镇压肉体，这显然是那群大巫师的手笔。失去了意识的控制，这具恐怖的空壳开始在城市上空巡视。格兰菲尔看出这具肉体是在寻找某种东西，果断抓住对方分神留下的破绽，手掌瞬间凝聚魔力，直接出手。考虑到街头平民的安全，格兰菲尔特意压制了魔力范围，接连释放数道爆破轰向对方。然而这具没有意识的空壳竟敏锐看穿了攻击轨迹，轻松闪避。体内的浩烈见状震惊不已，
紧接着塔主肉体在空中展开巨大法阵，恐怖的紫光能量瞬间冲向天际，塔主肉体直接发动了禁咒级别的陨石打击，无数巨型火球带着毁灭威势砸向城市，街头的人群被吓得慌乱逃亡，体内的浩烈更是看傻了眼，没想到一具空壳竟能拥有如此恐怖的魔力。面对毁天灭地的攻击，格兰费尔依旧平静，他语气淡然地表示，自己也早已觉醒了魔法回路。随着他抬手打出响指，原本急速坠落的数颗巨型陨石，竟被硬生生定格在了城市上空。看着悬停在半空的巨型火球，绝望的人群这才意识到危险解除，纷纷高呼捡回了一条命。路人很快发现，被定格的陨石居然开始逆向飞回天空，这正是格兰费尔施展的倒转魔法，只需微量魔力就能将物质重置回初始。他要给幕后的大巫师们好好上一课。远处的肉体与大巫师们被彻底震撼，不敢相信禁咒陨石会被如此轻易化解。大巫师们意识到这是关联真理的力量，这也让他们更加渴望得到节茜的身体。大巫师们不再纠缠，直接下令全力搜寻容器节茜，准备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与此同时，法师塔的水晶大厅里，塔主袭击冒险者的消息引发一片混乱，众人正准备派大巫师马切罗前往追踪，转头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一道耀眼的光芒破空而过，直奔远方的城市而去。破空袭来的冲击将节茜卷飞，格兰费尔及时出手将他稳稳接住，体内的浩烈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道破空的光芒竟然是冲着节茜来的。格兰费尔顺势放下节茜，关切询问他魔力耗尽后的身体状况。节茜有些意外，对方竟然知晓此事，体内的浩烈也看明白了。节茜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根本毫不知情，还没等两人细说，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面前。格兰费尔提醒节茜小心，大巫师们的真正目标正是他。节茜面前突然弹出了职业任务，要求在前任大巫师的身体手下存活。悬浮在半空的正是大巫师的肉体，体内的浩烈在心里直犯嘀咕，要从这种动不动下陨石雨的怪物手里保命，任务难度实在高得离谱。节茜虽然不清楚眼前发生的变化，但为了帮上忙，他立刻挥舞法杖发起了猛烈轰击。紫色的魔法斩击呼啸而出，轰在对方身上，却瞬间被一道屏障弹开。节茜看着被防下的攻击大吃一惊，没想到对方的防御竟如此坚固。浩烈突然反应过来，塔主最擅长的是幻术魔法，既然眼前的肉体并非实体，就意味着对方能随意改变形态。话音未落，狂暴的烈焰猛然呼啸而出，格兰费尔抬手挥出冰晶防壁，将铺天盖地的火海稳稳挡下。可对方转眼便破开冰霜，再次逼近，胸口骤然汇聚起更为可怕的紫黑能量。马切罗认出了悬浮在半空的正是塔主，他坦言自己满脑子都是疑问，想知道塔主为何突然擅离法师塔，又为何此前一直处于昏迷之中。但面对眼前失控的混乱局势，马切罗明白现在显然不是追问的时机，他一步踏上前去，挡在了前方。浩烈见状，顿时心头一惊，生怕马切罗要在此时倒个站向对方。马切罗先向格兰费尔躬身致歉，表示自己并非有意擅自追踪赶来。随后马切罗看向半空中的塔主，感叹对方依然我行我素，一点没变，可他周身竟瞬间爆发出惊人力量，直言唯有这样的对手才值得亲手击败。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把体内的浩烈彻底给看傻了。时间来到过去的法师塔，马切罗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魔导天赋，他不仅一次通过考核，还创立了独门魔法理论，更超越了所有前辈，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法师。当他以首席身份首次参加圆桌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高高在上的塔主。然而塔主看着眼前单薄的马切罗，却直言他根本承担不起首席重任，甚至劝他放弃身份回去养好身体。马切罗第一次体会到难以逾越的壁垒，面对他引以为傲的魔法理论，塔主却直言魔法绝非纸上谈兵，甚至完全无视反驳，依然管他叫小鬼。周围的法师都惊叹塔主竟会如此刻薄。可马切罗没有就此服输，两人在一次次的针锋相对中，逐渐将彼此视为终生的宿敌。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马切罗看着手里的卷轴，终于彻底悟透了其中的奥秘。悟透奥秘的马切罗也明白了当年塔主为何否定自己。可当他准备再次发起挑战时，塔主却突然把自己封印进了魔力球，这让马切罗彻底失去了交手的机会。塔主是他这辈子唯一想超越的壁垒，这份执念在他心里积压了无数个日夜。浩烈此时才恍然大悟，马切罗表面上盼着塔主回归，实际上是要亲手把这位宿敌拉下神坛。马切罗直接踏上前去，正式向浩烈请求由他来亲手解决眼前的塔主。系统提示塔主的肉体暴走再次加速，庞大的魔力瞬间在半空汇聚，化作密密麻麻的魔力剑直奔下方而来。面对如此精准而迅速的魔力控制，格兰费尔丝毫不慌，当即发动悖论魔法展开迎击。两股恐怖的力量在空中轰然碰撞，瞬间掀起剧烈的冲击，成功将对方的攻势正面拦截。马切罗毫不犹豫直接出手，掌心瞬间喷涌出熊熊烈焰，化作炽热火柱直冲云霄。狂暴的火焰与高空的魔力激烈撕扯，轰鸣声响彻天际。周围的法师们被彻底震撼，惊叹这是开启魔法回路的顶级较量，双方释放的全是最高阶的魔法。就在战局陷入焦灼时，格兰费尔突然开口，叫下了马切罗与节茜的名字。格兰费尔出声提醒，塔主那巨暴走的肉体快要支撑不住了。马切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格兰费尔此前一直留守，是为了保护塔主的肉体。格兰费尔顺手借走节茜的法帽，吩咐马切罗和节茜去牵制对方。
得到格兰费尔的信任，两人当即应下任务，上前吸引火力。格兰费尔则沉下心来，准备展开后续的行动。马切罗和杰茜在前方全力牵制，大巫师们原本以为能轻松解决，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竟硬生生顶住了攻势。就在大巫师们集中精力应对时，一股外来力量突然强行侵入了结界深处，大巫师们顿时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能用外物干涉这里。原来格兰费尔早已看破对方的术士，他拿走杰茜那顶富有意识的法帽，直接施展逆转魔法，把力量顺着介质反向灌注进了结界。大巫师们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阵脚，这才顺着魔力注意到外面的杰茜与马切罗。虚弱的塔主肉体中竟突然涌出大量紫黑色的恶魔怨灵，这群大巫师因大忌被毁彻底暴怒，咆哮着直奔杰茜而去，想要强行夺取他的身体。危急关头，恢复了一丝意识的塔主果断出手，稳稳挡在杰茜身前，击退恶魔，警告他们休想对自己的弟子动手。格兰费尔神色冷峻地步步逼近，直接点破了这群大巫师的底细，不过是彻底沦落的恶魔罢了。恶魔们突然改变了主意，意识到眼前的格兰费尔才是最完美的容器，狂暴的魔力瞬间将他包围，直接将战斗拉入了意识领域。大巫师们高高在上地威胁，声称在精神世界里绝无胜算，劝他乖乖献出这具身体。面对缠绕而来的精神锁链，格兰费尔依然无比平静，反而冷冷嘲讽对方还没学乖。格兰费尔直接点破真相，在意识世界的规则里，力量取决于精神的坚定程度，而他那绝不向任何人低头的精神，瞬间爆发成毁天灭地的反噬，将这群大巫师当场重创。一场危机终于平息，损坏的城市街头开始复工善后。塔主出面说明了前任大巫师的真相，作乱的大巫师们被彻底封印进法帽，关入了虚空监狱。回到室内，格兰费尔端着茶杯，淡淡表示自己累了，体内的浩烈却直接崩溃抓狂，完全想不通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浩烈在体内疯狂抱怨，把近期遭遇的麻烦全归咎于塔主，打算等塔主检查回来，就把所有工作全扔给对方。就在他累得满嘴怨言时，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道声音，直接点名呼唤李首席。格兰费尔四下寻找声音来源，一只带着饰品的猫踩上了桌面，对方居高临下的开口训斥，吐槽堂堂首席大巫师居然这么蠢，甚至开始为法师塔的未来发愁。体内的浩烈大吃一惊，完全不敢相信刚才开口训斥自己的居然会是一只猫。时间回到1天前，刚解决完大巫师危机，杰茜顺利通关了职业任务。浩烈在心里暗自琢磨，这场风波原本是大巫师的专属剧情，难道杰茜就是被选来阻止阴谋的人？面对被封印的前任大巫师，杰茜好奇这个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不用担心，自己不必遵循前任的意志，而是要追随浩烈的脚步，成为心中理想的大巫师。马切罗扶着虚弱的塔主缓步向前，塔主轻声感叹，一直以来真正认他为师傅的，其实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人。杰茜恭敬地向塔主躬身致谢，感谢对方一直以来的指引，才让他有了如今的成长。体内的浩烈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在心里调侃，杰茜现在的行礼方式可比以前得体多了。塔主看着眼前脱胎换骨的弟子，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由衷期待杰茜未来究竟能走出怎样一条独特的道路。谁能想到眼前这只猫居然就是塔主本人？他自称身体还没恢复，觉得变猫最方便整天休息。体内的浩烈当场崩溃，没想到塔主变猫只是为了罢工。塔主则顺势夸赞格兰费尔此前能正面挡下他的陨石攻击。塔主忍不住好奇追问，当时究竟用了什么神秘术式？格兰费尔依旧面无表情，淡淡说出那是逆转魔法，就像拆解绳结一样，直接将整个施法过程反向倒推。塔主听完大为震惊，没想到他竟能在短时间内把高阶魔法的复杂公式彻底逆转，不得不感叹这惊人的天赋。格兰费尔没有纠结于夸奖，顺势向塔主打听起龙的下落。塔主随口把龙称作蜥蜴，表示那些家伙平日里极少露面，当年参与恶魔大战纯属特例。塔主接着透露，龙族大部分时间都栖息在零度山脉顶端的神殿。听到神殿这2个字，体内的浩烈立刻抓住了关键线索。格兰费尔若有所思，怀疑神殿是否隐匿在独立的空间里。塔主却突然抛出猜测，龙族或许早已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在格兰费尔的追问下，塔主透露了一个古老传说，据说龙族具备穿梭次元的能力，甚至可能已经去了阿卡纳大陆。次元穿梭这4个字让体内的浩烈大受震撼，塔主顺势感叹，龙族的强大根本不在同一个层级。浩烈在心里疯狂盘算，自己靠着道具才勉强完成跨界，要是能随意往返阿卡纳大陆，那能刷出多少经验值？看来眼前这只猫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塔主。看着面前打着哈欠的白猫，浩烈心里暗自庆幸，这家伙虽然脾气古怪，但给的情报还真挺管用。塔主借口办公室采光好，打算直接在桌上睡个午觉。格兰费尔可不惯着对方，当即冷冰冰地下了逐客令。阿卡纳的高山神殿，一只巨龙正穿过夜空缓缓降落，殿内的几条巨龙正聚集在一起。年轻的龙愤怒地向古龙质问，不甘心为了大陆的长远平静，长期牺牲自由。古龙则低声提醒对方，无论如何，大家都必须遵从母亲的意志。古龙尤纳克苏斯态度坚决，直言守护秩序是龙族恪守的职责。可年轻的巨龙根本听不进去，当场宣告与古龙彻底割裂，双方的冲突已不可调和。AAU 韩国分部，桑巴克看着电脑里法师塔的新闻，对塔主的突然回归大感意外。
同事更是愁得不行，完全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不是预兆。桑巴克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叹气。雷蒙发起的会谈终于定了下来，朴敏杰将这份重要的通知拿到了浩烈面前。雷蒙建议会议定在2天之后，至于具体会面地点，则要等到当天才会公开。格兰费尔对这个安排充满了顾虑，自己是将各自为战的玩家团结起来的人，而雷蒙则是把全人类推向险境的罪犯，对方绝对别有用心。朴敏杰连忙解释，虽然雷蒙单方面的安排令人不爽，但这也是获取对方线索的唯一机会。可体内的浩烈早已不堪重负，自从塔主变成猫，工作量全都砸到了他头上，他根本一刻都不想再多等。格兰费尔冷冷打断对方，直接询问对雷蒙的追踪进度。朴敏杰坦言，即便派出了所有员工，也只能缩小范围，无法锁定确切位置。随后递上一份包含预测做标的档案。格兰费尔接过资料，表示这就够了。拿着预测做标的档案，格兰费尔瞬间推算出雷蒙的藏匿逻辑，锁定了那处最能避开追踪的地点，当即展开魔力，在面前直接撕开一道传送门。身后的朴敏杰焦急大喊，却根本来不及阻止。格兰费尔头也不回地径直跨入门中，传送门另一端是一片荒凉辽阔的沙漠。看着眼前出现的巨大深坑，格兰费尔确认雷蒙就藏在下方。原来雷蒙选择的避难所，竟是只有玩家才能看到的裂隙内部。随着沙尘散去，坑底露出一座带有编号的巨大金属设施。格兰费尔伫立在坑边，俯瞰着这座隐秘的地下据点。系统界面弹出提示，编号009的地下裂隙没有任何毁灭进度。入口出量其检测要求，必须卸下身上的全部武器。格兰费尔看着提示，误以为对方是在脱衣，表达客套。浩烈当场崩溃，吐槽这分明是排除安全隐患。格兰费尔根本不打算遵守规则，抬起手臂准备强行闯入。格兰费尔展开狂暴魔力，直接将设施大门强行轰开。他毫无顾忌地踏入通道，浩烈这才反应过来，能干预系统的设施远比裂隙危险。浩烈吓得连忙大声劝阻，建议带上塔主等人再来。格兰费尔丝毫没有被动摇，面不改色地沿着阶梯深入敌阵，来到地下一层的大堂，眼前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地下实验室，头顶的监控迅速转向他，系统直接弹出了浩烈的名字。蓝色装置前，穿制服的女员工上前招呼，称雷蒙在赶来的路上，请对方在此稍作等待。浩烈震惊于这里竟然有正规员工。格兰费尔神色平静地看着对方，冷冷质问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大门缓缓推开，雷蒙亲自出现在面前，准确叫出了浩烈的名字，称自己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与此同时，分局长办公室门前，几名员工正悄悄贴在门上偷听。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偷听的员工摔倒在地。分局长面带怒色地跨出大门，厉声质问他们听到了多少。分局长把偷听的员工叫进办公室，桑巴克迫不及待地追问雷蒙是否已经主动联系。分局长朴敏杰狠狠瞪向他，怪他没能守住口风。桑巴克也只能连声道歉。朴敏杰严肃地要求二人保密，随后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浩烈此刻很可能已经独自去见雷蒙了。二人当场大受震撼，朴敏杰倒觉得提前动手反而是好事，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在雷蒙身上。外界都赞美雷蒙是伟大的首席执行官，朴敏杰却直言当年运营游戏时，雷蒙就从不听取员工意见，完全凭个人喜好，我行我素。在他眼里，雷蒙善于操纵人心，实际上却是个彻底的独裁者，习惯先打压对方，再掌控主导权。更令人后怕的是，雷蒙表面看似正常，接触下来却给人一种不像人类的感觉。此时的地下据点里，雷蒙戴着墨镜，挂着微妙微笑，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浩烈。面对面前的雷蒙，格兰费尔没有半句废话，挥剑直接斩下对方的头部。没想到这只是一具替身傀儡。格兰费尔踩着落地的假头，冷冷嘲讽这般手段过于拙劣，警告雷蒙若再不出面，自己就会亲自找上门去。体内的浩烈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揭发对方暗中进行的阴谋。据点深处的监控屏幕前，雷蒙本体竟注视着一切。踏入地下2层，系统提示这里是测试实验室，原本可以直接前往最底层的控制室，格兰费尔却坚持要先查清此地的秘密。警报红灯突然疯狂响起，通道深处的闸门轰然打开，一排武装到牙齿的圆形机甲踩着沉重的步伐封锁了前路。面板显示这些机甲竟有1000几，恐怖的数值让浩烈当场傻眼。面对看似强悍的机甲部队，格兰费尔冷笑直言数字说明不了什么。他随手挥袖，狂暴魔力瞬间覆盖全场，连串的剧烈爆炸轰然炸下，高等级圆形机甲当场全数瘫痪。浩烈这才明白，格兰费尔早已掌握了更高阶的力量。密密麻麻的升级弹窗刷爆面板，浩烈看着飙升的数值，悟透了数字不代表一切的真谛。扫清障碍后，格兰费尔面无表情地向更深处挺进。系统弹出分支路线任务，雷蒙企图用系统操控行动，格兰费尔可不打算任人摆布，直言无需选择，自己会亲手开辟道路。他催动法器，激活技能阿克山的遗愿。浩烈瞬间想起此前训练时的惨痛经历，随着狂暴绿焰涌动，重获意志的谢格温映照降临，直接接管了这片战场。谢格温开口说话，浩烈完全听不懂含义。浩烈惊奇地发现，佩剑居然能直接交流。佩剑转达谢格温的意思，询问是否只需扫清眼前道路。格兰费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话音刚落，通道深处传来剧烈轰鸣，一只巨大的机械龙破门而出。面对高达1500级的巨型机甲，谢格温兴致勃勃地提议要与格兰费尔比试谁先解决敌人。格兰费尔
欣然接受了这场切磋，两人同时动身，朝着通道前方的目标飞奔而去。格兰费尔一边高速冲刺，一边唤醒佩剑幽灵之钢，蓄势待发的佩剑兴奋回应，直言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谢格温率先一跃而起，缠绕着狂暴绿光的巨剑径直朝巨型机械龙迎面斩下。格兰费尔目睹谢格温的精湛剑法，顺势落向前方战场，面对上千级的巨型机甲，体内的号烈被其庞大体型深深震撼。格兰费尔深知自己虽能复制这套招数，但作为需要分散属性点的恶魔猎手，单论剑道无法与苦练一生的谢格温相比。不过这也意味着他掌握的手段远不止剑术一种。格兰费尔将长剑立于胸前，庞大的魔力瞬间在周身轰然凝聚。受这股强悍魔力感应，格兰费尔手中的佩剑当场觉醒，直言跟随他走上这条道路，早已不再受限于原本的职业设定。体内的号烈听得一头雾水，佩剑主动请命，下达指令，剑身上瞬间爆发出一道耀眼的湛蓝光芒。与此同时，法师塔内亮起地下据点的监控画面，众人惊奇地认出画面中号烈身处战场的姿态。而 AAU 韩国分部里，手下也慌慌张张奔向分局长，紧急汇报突发状况。阿卡纳官网上突然亮起直播画面 ，AAU 众人震惊目睹，号烈正独自与庞大的原型机交战，眼前怪物正是封测时期的原型机 D。面对散发毁灭气息的机械巨龙，格兰费尔神色冷峻，向觉醒的佩剑下达斩杀指令。佩剑当即轰然响应，系统界面随之弹出了全新提示：佩剑成功解锁传说级能力破妄之剑，破坏力瞬间大幅提升。觉醒的佩剑高声响应，是要成为破开一切虚妄的利刃。对面的原型基地轰然咆哮，吐出遮天蔽日的灼热烈焰。格兰费尔双手举剑，全力斩下，瞬间发动传说能力破妄之剑，湛蓝剑芒贯穿战场，直接将迎面喷来的烈焰一分为二，顺势重劈在机械巨龙躯体之上，狂暴冲击轰然炸裂，整个据点通道瞬间陷入一片火光与巨响。破妄之剑顺着机甲头部一贯到底，庞大的原型基地当场被一劈两半，轰然倒在废墟之中。技能未完成的快剑也随之进化，成功解锁了全新的骄傲之剑。这场比试以格兰费尔胜出告终。谢格温爽快承认自己慢了一步，体内的号烈却被这中二的招式名羞得在意识空间里当场抓狂。两人穿过地下5层的深层实验室，一路直奔地下6层的控制室。雷蒙就在大门之后。格兰费尔抬手按上控制室大门，正准备强行破门搜索雷蒙，面前却突然跳出系统提示，显示他们已满足条件，直接通关了编号009的地下裂隙。格兰费尔大吃一惊，在未踏进最终房间前，雷蒙居然直接强制判定通关，显然是想趁着裂隙关闭趁机逃走。一旦裂隙关闭，整个地下据点都会随之消散，想留住雷蒙就必须阻止眼前的裂隙关闭。看着开始崩解的设施，格兰费尔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念头，那就是直接逆转通关。他想起加米金曾干涉过裂隙，如果能恢复到未通关状态，就能阻止据点崩解。格兰费尔当即全力运转魔力，蓝色的能量在掌心急剧凝聚，狂暴魔力瞬间覆盖整间设施。佩剑大声提醒他消耗过度，面板更是直接弹出法力不足的警告，哪怕世界树的祝福都跟不上消耗。格兰费尔也丝毫没有停手，地下裂隙的结构在他眼中清晰可见。紧接着一道庞大的湛蓝光柱破土而出，直插云霄。在庞大魔力冲击下，原本即将崩解的地下设施重新稳定，系统界面剧烈扭曲，通关状态被彻底逆转抹去。成功阻止裂隙关闭后，格兰费尔强忍巨大的魔力消耗，推开地下6层控制室大门。室内一片幽暗，主控台前的椅子正背对着大门。格兰费尔径直走上前去，一把拉开转椅，可原本该坐着雷蒙的位置，此刻竟然空无一人。浩烈在心里大感不妙，雷蒙恐怕从一开始就在暗中戏弄他。谢格温也极度不满，未能在战斗中完全施展。浩烈顺着思路，突然意识到破妄之剑面对原型机甲时攻击力大幅提升，可原型机甲和幻象究竟有什么关系？谢格温突然注意到身旁事物，佩剑顺势翻译出他的疑问，询问那是否为魔兽的蛋。格兰费尔听到这话，神色顿时一变。与此同时 ，AAU 内部所有人不可置信，不明白即将崩解的裂隙怎么会被强行逆转恢复。看着监控里出现的内测原型机甲 ，AAU 内部陷入困惑，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开发阶段的怪物，根本没有加入正式发行的游戏，这让他们联想到雷蒙当年说过的话，没必要去干涉早已完成的事物。一个极其可怕的猜想浮出水面，难道阿卡纳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游戏内测，不过是雷蒙用来蒙蔽所有人的假象，都是为了等待大灾变降临的那一天。而在地下据点深处，格兰费尔神色严肃地指出，刚才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魔兽的蛋，眼前的庞大装置实际上是连接阿卡纳大陆历史的专属连接器，也就是当年运行游戏的 VR 登陆舱。身旁的谢格温大感疑惑，大灾变过后，这些设备早成了废铁，怎么会出现在地下据点深处？看着眼前的登陆舱，格兰费尔隐约感到了异样，它的造型与平时使用的型号并不相同。他下意识伸手轻抚舱盖，登陆舱瞬间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湛蓝光芒。这突如其来的异变把体内的浩烈吓了一大跳，明明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整台设备竟被彻底激活。体内的浩烈瞬间反应过来，这台登陆舱竟是在对格兰费尔的魔力产生共鸣，它根本不是普通的机器，
还没等他多想，面前就弹出了金色的系统提示：隐藏的世界任务被当场触发，10位探索者。代码列系中隐藏着10台原型连接器，那是前往阿卡纳大陆的唯一途径。随着前2项条件达成，通过连接器进入阿卡奈的任务已正式变为进行中。浩烈喜出望外，这意味着他终于能借助这台连接器真正踏上阿卡纳大陆。随着系统弹窗亮起，他们正式通关9号代码列系，拿到了编号009的原型连接器。与此同时，全球各地接连触发提示，全世界仅有10人能获得进入资格。泰明等顶尖玩家也纷纷接到了契约。随着格兰费尔锁定这台连接器，全球剩余的原型连接器瞬间只剩下了9台。此时，在另一边的森林里，各大玩家为了争夺猎场资源，当场爆发了剧烈冲突。面对天下一统公会的强行霸占，双方各不相让，直接拔刀相向。敌方刺客挥刀直扑而来，泰明根本没有退缩，手中巨剑轰然砍下，强悍的冲击力直接将对方应声震退。身边同伴连忙赶来确认情况，通讯频道里突然传来哲明的声音，询问泰明是不是也遭到了突袭。哲明在另一边透露，自从隐藏世界任务公布，浩烈率先锁定1台原型连接器后，天下一统公会彻底急了眼，开始在各个区域疯狂挑起械斗，是要不择手段抢到剩余的通关资格。哲明在通讯中补充，这一切全是天下一统公会的罗俊群在背后指使，正下死命令，疯狂搜寻通关资格。泰明看着周遭恶化的局势，不由得冷哼一声，直言这群人在抢夺利益时，动作倒是比谁都快。毕竟只要能踏入阿卡纳大陆，就能垄断海量的资源与顶级装备。无论是刚建立合作的各方玩家，还是一心想要回家的阿卡奈居民，都被迫卷入了这场有限资格的残酷争夺。看着越发混乱的局面，泰明心中隐隐产生了一丝怀疑，总觉得像是有人在幕后刻意阻碍浩烈的行动。尤斯拉群岛，格兰费尔正静静端坐在高处，此刻在他眼前的界面当中，009号原型连接器的内部结构已经被彻底看穿。看着眼前的连接器构造，体内的浩烈恍然大悟，跨越次元的原理竟如此简单，依靠自身的魔力回路，他完全能凭空打开前往阿卡内的传送门。既然自己就能开门，这台庞大且占地方的原型连接器瞬间显得有些多余。浩烈顺手将其收纳成便于携带的形态。此时外界为了抢夺剩下的连接器，早已爆发剧烈冲突。雷蒙特意向全球直播据点画面，正是为了挑起所有玩家的争抢。看着混乱的局势，浩烈甚至动了免费共享连接器的念头，准备把他带去法师塔。还没等他细想，远处突然传来了阵阵剧烈的轰鸣声。随着一声轰鸣，斯卡尔骑着马直接破门而入，一边高声呼喊着浩烈，一边嚷嚷着对付巨龙绝不能少了自己。面对被砸碎的门扇和乱飞的碎石，格兰费尔依然一脸从容，体内的浩烈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整得一头雾水。斯卡尔连喘带解释，说自己看到直播后便第一时间赶来，还以为浩烈已经拿到了连接器。格兰费尔却根本没接这话，只是冷冷的让他先把破坏的大门修好。斯卡尔赶忙掏出抄写的任务情报，透露在浩烈离开期间，触发了全新的龙骑士职业任务。格兰费尔接过纸条，仔细查看，任务提示古龙已经开始行动，这场涉及所有巨龙的召集任务正在全面展开。斯卡尔赶忙补充，自己在收到任务后便赶往灵山，亲眼看到巨龙穿过异常的传送门消失。格兰费尔看着纸条，陷入沉思，怀疑这场巨龙集会中出了变故。纸条上记载的内容十分诡异，不仅提到巨龙将祝福转交给他，甚至暗示希望所有巨龙走向死亡。斯卡尔在一旁抓狂的哀嚎，担心巨龙一旦灭绝自己将无龙可骑。格兰费尔优雅地擦了擦手，冷冷反驳，这绝不可能是世界树的意志，没有任何父母会渴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走向死亡。体内的浩烈猛然意识到，阿卡纳的时间流速是现实的4倍，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格兰费尔一把捏碎手中的纸条，决定亲自去找古龙好好谈谈。格兰费尔在法师塔召集了紧急会议，台下的众人议论纷纷，好奇在这个关键时刻召集大家究竟是为了什么大事。在众人的注视下，格兰费尔优雅地走上讲台，挥手展示出那台原型连接器，当场向所有人宣告，这就是通往阿卡奈的通道。紧接着，格兰费尔公开表示，自己打算将这台连接器免费捐赠给理由最充分的人。此话一出，全场顿时一片哗然，对方竟然愿意主动拱手相让。得知只要理由充分，就有机会前往阿卡纳，台下众人纷纷燃起希望，甚至有人激动的当场落泪，哭诉自己实在太想念家人。格兰费尔接着补充，只要提交申请表说明理由，他就会进行公平审查。随后他掏出手机，直接将截止时间设定在1小时后，提醒大家尽量把理由写得详细一些。看着只剩59分钟的倒计时，现场众人瞬间陷入一片慌乱，纷纷开始争分夺秒的准备申请。阿卡内的钢铁城，天空早已被诡异的巨眼所笼罩，城里的矮人们为了赶制防卫铠甲，消耗了极大的体力，矮人们累得倒在地板上鼾声四起。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打破平静，矮人好奇地凑到窗前向外张望，只见原本被巨岩笼罩的天空中，凭空撕开一道巨大的空间传送门，一头体型庞大的巨龙径直从传送门中穿过降临。这突如其来的巨龙把城堡里的矮人吓得目瞪口呆，伴随着异象在空中蔓延，暗中传来了一道自责的声音，坦白这一切全都是自己的失误。俯瞰的巨龙低声发出祈求，希望对方能心怀一丝慈悲，帮忙照看他那些愚蠢的同胞，照顾他的母亲
还有克劳迪。第一个获得原型连接器许可的人，正是狮星骑士团团长哈尔肯。他既清楚现实，也了解阿卡纳局势，正好能前往当地支援苦战的同胞。在击败上个裂隙的原型敌人后，格兰菲尔的等级已升至680级，与地狱恶魔猎手的多次合作，也让他的虔诚度有所增加。不过这项属性只能通过体力训练提升。面对即将开启的阿卡纳之行，他们极可能要对抗逼退巨龙的强敌。格兰菲尔正在仔细检查装备，必须在出发前做好最充足的准备。哈尔肯独自来到法师塔，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厅，意识到自己似乎来得有些早。随后他的视线停在了中央的圆形连接器上，确认眼前的机器就是传送通道。哈尔肯心中难掩兴奋，自己终于能重新回到陛下身边。还没等他靠近连接器，身后突然传来呼唤他的声音。哈尔肯警惕地转过身，发现走来的居然是基茨。基茨赶在最后关头找到格兰菲尔，希望能拿到前往阿卡纳的资格。因错过了先前设定的1小时期限，格兰菲尔当场拒绝，直言这已违反了他制定的规则。面对严苛的规矩，基茨赶忙致歉，并说出了必须前往的真正原因。为了彻底查清真相，他必须潜入阿卡奈的佣兵团据点，拿到大恶魔留下的委托账本。听到大恶魔委托账本，格兰菲尔严肃地向他再次确认。基茨坚定表示，这份委托由前任团长接下，他必须亲自回阿卡纳把这笔账清算干净。考虑到事态严重，格兰菲尔破例批准了基茨的申请。旁边的哈尔肯松了口气，连忙为自己先前的私自许诺致歉。此时大魔导师马切罗走了过来，询问格兰菲尔是否真能凭自身魔力打通通道。见对方看穿了连接器的原理，马切罗为自己未能帮上忙深感自责。体内的号列这才想起，马切罗探寻高阶魔法的任务一直在进行。面对马切罗的自责，格兰菲尔神色淡然地表示，如果仅仅靠模仿连接器，效率实在低得离谱。马切罗听完当场愣在原地。格兰菲尔坦言，直接传送消耗的魔力过于庞大，暂时只能先将自己送往阿卡纳，归来后再继续完善这项研究。马切罗点头回应，表示会将这番话牢记于心。紧接着法师塔顶端绽放出耀眼光芒，在基茨与马切罗等人的注视下，格兰菲尔张开手掌释放魔力，凭空撕开了一道跨越维度的空间裂缝。传送通道开启的瞬间，体内的号列只觉得一阵虚脱，庞大的魔力正被疯狂抽取。格兰菲尔依然神色优雅，向众人留下简短告别，径直迈步踏入耀眼的通道。随着传送光芒消逝，来到阿卡纳大陆郊外，这里的赤红天空早已被无数诡异的巨岩笼罩。精灵领袖阿金特雷斯正带领族人在此严阵以待。树叶飘落在掌心，阿金特雷斯察觉到了空间波动，以为又是巨龙在捣鬼，便没有放在心上。族人上前汇报，至今依然没有埃尔西多尔的任何音讯。阿金特雷斯直接打断，表示首要任务是找回被偷走的祝福。连风与飞鸟都查不到目标地丝毫踪迹，他们才不得不深入恶魔藏身之处，继续搜查下去。排名第30位的魔王沙尔基拉维重伤倒在地上，死不瞑目，不敢相信自己会被轻易击杀。阿金特雷斯懒得理会，只觉得在这里浪费了时间。眼下唯一的线索就是魔王倒下的这片区域，若不能尽快找回母树的祝福，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被巨岩笼罩的赤红天空之上，突然爆发出强烈的魔力波动，一道散发着湛蓝光芒的空间裂缝在虚空中被轰然撕开。一步踏出传送门，格兰菲尔正式降临阿卡纳大陆。系统的警告弹窗瞬间亮起，提醒他已进入这片濒临毁灭的土地。比起表面从容冷峻的格兰菲尔，体内的号列已被传送反应折磨崩溃，整个人晕得翻江倒海，直呼下次一定要提前吃晕车药。虽然同行的基茨降落在其他地点，但两人早已约定在王都会合。号列只能强忍恶心，准备继续前行。刚落地，周围便聚集了大量阿卡纳恶魔。格兰菲尔本以为对方会像往常一样围攻，系统却突然提示专属技能天敌已被激活。当年疯狂猎杀恶魔留下的阴影瞬间爆发，威压蔓延开来，周围的高阶恶魔全被强行打上恐惧状态，吓得瑟瑟发抖，根本不敢靠近。见恶魔主动逃离，格兰菲尔决定直接寻找古龙的下落。随着他轻声呼唤，希埃尔应声降临在面前。应声而至的希埃尔恭敬地递上了一个巨大布包，交代这是矮人们特意赶制送来的礼物。体内的号列原本只想找对方问路，没料到竟能收到意外惊喜。看着粗糙的包装，猜测里面装的可能是新外套。格兰菲尔优雅地解开包裹，一股耀眼强光瞬间爆开，把体内的号列刺得当场大叫。随着光芒散去，一件精致华丽的防具装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穿上新防具的格兰菲尔依然优雅高贵，气场全开。可体内的号列一看到这造型，却当场崩溃，抱头大叫，直呼这衣服实在太招摇了。系统的防具面板随即浮现，这套装备名为等待黎明之人的正装，品质直接达到了史诗级，不仅包含华丽的外套，连衬衫、背心、腰带和长裤也全都配齐。号列这才彻底意识到，矮人们送的
根本不是单件防具，而是直接送了一整套顶配正装，这每一件都是讨伐魔王级的顶级奖励，竟然全都是为自己量身定制。虽然防具名称与外观有些过于招摇，但浩烈觉得只要属性够强就能接受。随着面板亮起，装备的穿戴门槛被矮人的工匠天赋直接降低了整整300级，原本需要800级才能使用的史诗级防具，要不是这个属性根本不可能穿上。浩烈当场态度大转弯，在后方兴奋的疯狂欢呼，直呼矮人们实在太给力了。格兰费尔随手是穿起这套防具，光是穿上衬衫与马甲，就能清晰感受到体内涌现的磅礴力量。体内的浩烈虽然吐槽风格有些浮夸，但为了强悍属性也欣然接受，急切想看看整套激活后的套装效果。然而当格兰费尔准备披上最后的外套时，系统却突然弹出了红色的无法装备提示。浩烈仔细一看才发现，整套装备唯独这件外套要求高达700级，而格兰费尔目前才680级，眼睁睁看着最关键的外套穿不上，体内的浩烈当场彻底破防，在后方绝望的嚎啕大哭。格兰费尔直接动用魔力，将等级不够的外套固定在肩上，当成斗篷强行完成了造型。后方的浩烈看傻了眼，直呼这种强撑的穿法实在太丢人了。随后格兰费尔向希埃尔下令，让他立刻寻找濒死的古龙尤纳克苏斯。希埃尔恭敬应下，迅速飞身前去探查。此时在峡谷深处，成群的恶魔正密密麻麻地盘踞在峭壁四周，伤痕累累的古龙尤纳克苏斯瘫倒在地，艰难地提防着这群等待他死亡的敌人。面对步步紧逼的死亡，濒死的古龙尤内克苏斯满心绝望，终于体会到了当年同伴面临死亡时的恐惧。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命丧于此时，一股熟悉的气息突然在空中散开，让尤纳克苏斯大吃一惊。精灵希埃尔凭空降临在他面前，表明自家主人想要见他。随着沉稳的脚步声响起，格兰费尔身着华丽正装优雅走来，宛如破晓时分照亮漫长极夜的曙光。格兰费尔迈步走到巨龙面前，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低阶恶魔，明白这群家伙正死死盯在附近，全都在等老龙彻底咽气。看着这些乘人之危的家伙，格兰费尔冷冷地下达退散指令，独属于他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临。由于精神意志差距过大，系统当场判定恐惧效果生效，盘踞四周的恶魔瞬间被吓得崩溃，尖叫着仓皇逃离峡谷。格兰费尔懒得理会散开的恶魔，直接询问古龙的伤势。古龙尤纳克苏斯艰难地低头，向面前的格兰费尔恭敬致意，甚至主动称呼他为克劳迪大人。浩烈当场愣住，因为克劳迪家族不过是他初中时随手编造的虚构设定，按理说绝不可能与阿卡内的世界观有关。古龙痛苦的剧烈咳嗽，浩烈回过神来，决定先把疑问放在一边。他抬手释放魔力，亲自上前探查伤势，发现古龙不仅双翼彻底报废，体内更是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尤纳克苏斯的心跳越来越弱，普通的治疗魔法根本起不到作用。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浩烈突然想起背包里的某个特殊道具，那是之前击败魔王吉米金时掉落的史诗级装备指挥权杖，因为效果特殊，之前一直没派上用场。浩烈当即取出权杖，准备利用它的效果展开救治。连一旁的古龙尤纳克苏斯都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切。格兰费尔像指挥家一样挥动权杖，以活泼的快板节奏开始重新调控古龙的心率。本已濒临停止的心脏，在魔力引导下重新强有力的跳动。尤纳克苏斯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完全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什么魔法。面对古龙的惊叹，格兰费尔只是平静地表示，自己不过是帮他把心率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暂时的救治只是权宜之计。格兰费尔没有多做解释，直接询问起巨龙集结的进度。古龙大吃一惊，没想到对方居然知道这件事，但想到面前是克劳迪大人，便不再怀疑，随后说出了受创的真相。袭击他的竟然是他的同族巨龙，原本以为只要对付某个强大的神秘敌人，没想到如今要面对的竟是多条心怀敌意的巨龙。体内的浩烈听完全程冒汗，相比于敌人的数量，格兰费尔更在意对方对待长辈的态度，冷冷表示这些家伙实在太傲慢无礼了。面对古龙的主动示好，格兰费尔顺势询问他对教导无礼同族的看法。古龙听得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回答。格兰费尔整了整斗篷，直接让尤奈克苏斯带路前往巨龙集结的地点。体内的浩烈当场崩溃，不敢相信这就要直接跑去跟龙群开战。与此同时，在维度的边界，一条蓝白巨龙正穿梭在虚空之中。他无法相信献祭同族是母亲的意志，决定亲自去查明真相，却在途中突然察觉到了前方的异状。蓝白巨龙在虚空中迎面撞见的，竟然是搭载着格兰费尔的尤纳克苏斯。看到本该重伤的古龙不仅奇迹般生还，甚至还能张开双翼翱翔，对方当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尤纳克苏斯如今能重新飞行，全靠背上那件新防具变化出的翅膀。格兰费尔语气平静地表示，魔法道具可从来不会挑选它的主人。眼看遇到了心怀敌意的同族，尤纳克苏斯沉声警告对方做好准备。格兰费尔则在掌心凝聚起耀眼的魔力，冷冷表示管教起无礼的小辈，自己可绝不会心慈手软。排名第一的玩家斯卡尔处于暴走边缘，这已经是他第99次重写连接器申请。上次错过了前往异界的机会，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阿卡纳。毕竟在他原本的计划里，自己才应该是降临异界拯救古龙的主角。按照他的幻想，自己救下危难中的巨龙后，对方会被他深深感动，心甘情愿载着他在天空中翱翔。
可如今现实大相径庭，他只能在书房里气得抓狂发飙。斯卡尔连拯救巨龙的方案都没想好，只要能成功进入阿卡纳，就能离真正的龙骑士更进一步。他只能在申请信里向浩烈疯狂求情。而在异界这边，格兰费尔因为骑上了古龙，直接触发了系统的首个成就御龙者，把所有坐骑的熟练度瞬间提升到了最大值。体内的浩烈激动得难以置信，没想到自己这辈子居然真能骑上巨龙。格兰费尔看着拉满的熟练度，也只是平静的表示这奖励还算不错。还没等两人多做感叹，前方虚空中便掀起了巨大的寒气，冰龙普罗兹奈克斯已然横挡在面前。冰龙看到本该双翼报废的尤纳克苏斯竟然重新翱翔在空中，显得难以置信。而在注意到古龙背上的格兰费尔后，更是怒不可遏的痛斥对方是龙族的叛徒。冰龙当即爆发出恐怖的冰霜能量，系统也随之弹出提示，周围的战斗环境正被这股力量强行改变。无数巨大的冰柱在虚空中迅速凝结，刺骨的暴风雪转眼间吞没了整片区域。格兰费尔依然泰然自若地站在龙背上，体内的浩烈却被这突如其来的酷寒冻得嗷嗷直叫。冰龙顺势落在了冰山顶端，占据了绝对的地理优势。浩烈也意识到这一战的环境对他们极为不利。古龙尤纳克苏斯突然开口询问，想知道究竟是哪位恩人帮他这头老龙重新找回了双翼。格兰费尔神色淡然地报出名字，表示自己叫李浩烈。体内的浩烈瞬间提心吊胆，生怕老龙因为没听到克劳迪的姓氏，直接把他们从半空给甩下去。然而古龙在口中反复默念了几遍，竟然直接把名字强行拼接在了一起，恭敬地称呼他为李浩烈克劳迪大人。体内的浩烈听完全面陷入崩溃，完全无法接受这个奇怪的新组合，在后方疯狂哀嚎，表示自己只是姓李名浩烈，根本不叫什么李浩烈克劳迪。尤纳克苏斯则依旧神情肃穆，表示对面的冰龙不过才4000岁，或许早就忘记了克劳迪家族的威名，但龙族与克劳迪之间早已立下誓约，让格兰费尔直接向对方下达命令即可。原来古龙口中的誓约，竟是克劳迪家族曾拯救过巨龙。浩烈这才隐约想起，这是自己10多年前随手写的设定，如今越回忆越觉得中二尴尬。不过既然设定已经生效，格兰费尔便顺水推舟，站在龙背上，以长辈的口吻向对面的冰龙提起当年那场誓约。可刺骨的暴风雪肆虐而过，冻得体内的浩烈连话都说不出来。面对毫不退让的冰龙，格兰费尔不再多言，直接在掌心中凝聚起磅礴的魔力。格兰费尔冷声警告冰龙，准备接受严厉的管教。按寿命比例算下来，对方竟然比自己小了整整2000岁。体内的浩烈听完当场崩溃，直呼这种强行算法简直毫无逻辑。格兰费尔直接发动引燃魔法，汹涌的烈焰瞬间在冰山上炸裂开来，看着周围的冰山迅速融化，冰龙根本挡不住这股恐怖的力量。格兰费尔居高临下厉声喝令，让他立刻遵守誓约，打开前往巨龙神殿的道路。尤纳克苏斯高声宣告，克劳迪家族的继承者已经回归。对面的冰龙满脸不敢置信，无法理解自己为何会畏惧一个人类。什么克劳迪与誓约他根本听不懂，可身上那股窒息般的恐怖压迫感却压得他根本无法反抗。在格兰费尔排山倒海的威压下，冰龙被死死封冻在原处动弹不得。格兰费尔见状不再强求，平静地表示，既然如此，就不再劳烦他继续带路，让他留在原地好好反省。巨龙撕裂维度，载着格兰费尔穿梭而出，体内的浩烈看得直吐槽，这群家伙穿越维度竟然如此轻松。俯瞰地面时，格兰费尔注意到了斯卡尔提及的文字，从空中才能看清全貌，原来这竟是专门留给巨龙的指引路标。顺着地上的提示，前方峡谷间凭空浮现出维度通道，巨龙载着格兰费尔径直飞入，通往巨龙神殿的大门正式被打开。穿越维度大门后，众人来到了巨龙神殿。地龙库达纳克斯趴在神殿内，正为自己曾经因怯懦背叛誓约而懊悔。自从克劳迪家族消失后，整个阿卡纳世界便陷入了混乱。格兰费尔身着正装缓缓步入，冷冷下达言领指令，命令巨龙们立刻打开大门。仅凭着一句口头指令，恐怖的绝对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在场的所有巨龙被死死压制在原地，动弹不得，满心震撼。尤纳克苏斯高声宣告，克劳迪的继承者已经回归。神殿内的龙群一片惊呼，没想到他真的带回了克劳迪。地龙库达纳克斯被威压震慑，直呼隐于幕后的克劳迪才是统治大陆的暗黑巨龙，当场喝令全场巨龙俯首臣服。格兰费尔傲然立于龙背之上，体内的浩烈能清晰听到库达奈克斯的恐惧，听着对方称呼自己为李浩烈克劳迪，甚至还关上了暗黑巨龙的头衔。体内的浩烈虽然对这个中二头衔深感尴尬，但当系统提示弹出来时，他发现这称号竟能直接解锁巨龙神殿这种隐藏区域，强悍的效果让浩烈态度瞬间大转弯，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个称号。神殿内的巨龙纷纷俯首臣服，地龙库达纳克斯迈步上前，毕恭毕敬地向格兰费尔致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年轻的巨龙们感到困惑，库达纳克斯这才吐露出残酷的真相：献祭同族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体内的世界树种子发芽。面对巨龙将献祭同族归结为世界树意志的说法，格兰费尔冷冷表示绝不能顺从这种安排。这一番话把地龙当场给说懵了。如果世界树真想拿巨龙当养分，就没必要把种子散布到不同维度，世界任务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系统面板弹出了提示，印证了格兰费尔的推断，在世界树与巨龙之间，自始至终都有恶魔在背后挑拨介入。
话音刚落，系统界面便在面前浮现，直接触发了全新的职业任务：善与恶。格兰费尔进一步揭露，恶魔早已悄悄介入巨龙与世界树之间。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巨龙震惊不已，地龙这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们当年亲口吞下的根本就不是世界树的真正果实。格兰费尔冷静地指出，善与恶本该共存在果实之中，但眼下的局面显然违背了世界树的本意。职业任务也随之更新，指引恶魔猎人找出分离善恶的幕后黑手，并前往下一站精灵之地。这也彻底证实，若世界树真正的种子只保留了善，那巨龙当年咽下的便是纯粹的恶之果。若巨龙继续盲目顺从所谓的意志，只会落得默默毁灭的下场。毕竟恶魔的力量早已侵入了阿卡纳的根基。地龙这才惊觉真相极其残酷，若非格兰费尔及时看破阴谋，不知还会有多少同族被无辜献祭。意识到救命之恩与血脉誓约，地龙率领神殿内的全体巨龙，正式向眼前这位救世主宣誓效忠。随着巨龙全员臣服，系统直接结算了最高奖励。格兰费尔成功掌管整整22头巨龙，体内的号烈更是高兴坏了，完全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如此顺畅。就在此时，地龙主动走向古龙游纳克苏斯，将庞大的生命能量注入对方体内，为当年蒙受痛苦的同伴表达歉意。尤纳克苏斯淡然接受了这份歉意。格兰费尔面向全场巨龙下达了接下来的指令：既然恶魔已经侵蚀了世界树，就必须立刻前往调查。地龙听罢主动请求随行护送，格兰费尔当即明确下一站，直接前往精灵之地西斯利。此时，在阿卡纳的0号山脉，精灵领袖阿金特雷斯正带队前行。他敏锐地觉察到周围有异样，立刻停下脚步，厉声喝令藏在暗处的人现身。藏在暗处的人不再隐藏，缓步走出，并承认骗不过精灵的感官。阿金特雷斯敏锐地察觉到，眼前的人虽然是恶魔，但身上散发的力量却极为特殊，便冷声要求对方报上姓名。对方放声大笑，主动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正是大恶魔七宗罪之一的暴食。暴食当场出言嘲讽，表示大家本都在这片大陆漫长活着，但如今精灵已经失去了永生，自然没资格与恶魔相提并论。面对暴食的挑衅与威胁，精灵随从瞬间拉满弓弦。阿金特雷斯质问对方是否来送死，暴食却显得风轻云淡，声称自己只是想请大家吃顿饭。他接着抛出诱惑，表示永生并非只有世界树才能赐予，只要顺从内心的欲望，通过蚕食其他生命并接纳堕落，便能重新重获无尽寿命。身边的精灵虽从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绝不可能接受恶魔的交易。可阿金特雷斯却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是世界树先抛弃了精灵一族，只要能挽回失去的一切，哪怕走向堕落，似乎也别无选择。阿金特雷斯正动摇着是否顺从堕落，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严厉的喝止，狂暴的雷霆瞬间撕裂天际，系统面板也随之弹出提示：祝福阶级的绝对威压覆盖全场，包含阿金特雷斯在内的所有精灵都被死死封锁在原地，无法动弹。阿金特雷斯抬头看去，格兰费尔竟正站在巨龙背上，他不敢相信消失已久的克劳迪居然会与巨龙一同降临。还没等大家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格兰费尔便居高临下，直接对全场下达了跪下的指令。面对强悍的威压，阿金特雷斯被死压在地上面露恐慌。格兰费尔居高临下厉声警告，绝不允许任何妄图与恶魔交易的人重新站起来。堆满尸体的被遗忘之谷，在这片山谷的最深处，隐藏着暗影佣兵团的据点。基茨独自步入据点深处，抚摸着书架上的魔导书。据点里扑面而来的灰尘与腐臭，呛得基茨连打喷嚏，忍不住抱怨这里环境太差。他翻开手中的魔导书，看着前辈们留下的任务记录，起初还以为是自己记忆出了错，直到翻开其中一页，克劳迪家族的名字赫然被标记在上面。基茨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自己是暗影佣兵团团长，就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翻看着手里的魔导书，这才惊觉当年那项任务的源头竟然直接来自恶魔。暗影佣兵团的前任队长与高层曾借着夜色潜入一座城堡，阳台上站着一位白发女子，即便暗杀者动用了极致的潜行，却在靠近的瞬间被他当场察觉。面对被看穿的潜行，暗杀者不得不从阴影中走出，感叹对方的血脉果然名不虚传。基茨注意到女子那头银发竟与探险家浩烈的一模一样，还没等对方反应，暗杀者果断挥刀出手，当场将白发女子刺杀在地。基茨重重合上了魔导书，记录册上的真相残酷无比，当年正是暗影佣兵团接下任务，直接导致了庞大的克劳迪家族彻底覆灭。更残忍的真相在于，暗影佣兵团当年亲手刺杀的，很可能就是浩烈在这个世界的至亲骨肉。格兰费尔居高临下给出严厉警告，绝不允许妄图与恶魔交易者重新站立。他冷冷下达指令，逼迫全场彻底臣服。系统面板瞬间弹出提示：祝福阶级的绝对威压覆盖全场，直奔阿金特雷斯与全体精灵。面对这股无法抗拒的规则之力，精灵们震惊地发现身体失控，被迫全员跪倒在地。阿金特雷斯瞬间认出，这股威压来自世界树的祝福，而眼前那头耀眼的银发正是克劳迪一族的象征。他完全无法理解，令人厌恶的克劳迪不仅带着世界树的祝福，甚至还能骑在巨龙背上。格兰费尔飘然落地，平静地看着前方，躲在暗处的恶魔暴食早已趁乱撕裂维度逃之夭夭。撕裂维度逃走的恶魔散发着大恶魔极度的气息，格兰费尔依然从容不迫，断言这不过是延长了恶魔的死期。
他踱步走到跪地的阿金特雷斯面前，冷声质问精灵一族离开西斯利的原因。在绝对威压的操控下，阿金特雷斯只能交代是为了找回祝福。得知真相的格兰费尔居高临下痛斥，指责精灵为了虚无的永生向恶魔低头。这份贬低刺痛了阿金特雷斯，让他情绪失控的怒吼反驳。地龙当即挡在格兰费尔身前，厉声呵斥阿金特雷斯注意言辞，并称眼前的人类是巨龙的救世主。双方随后就世界树衰败互相责难，巨龙怪罪精灵疏于照料，精灵反怪巨龙未曾播撒种子，地龙则回应当年咽下的是恶之果。眼看两族争吵不休，一旁的浩烈感到极为无语。格兰费尔当场打断争执，提出要前往精灵之地西斯利。阿金特雷斯态度坚决，断言绝不允许人类踏入领地。阿金特雷斯突然改口，答应带路，盘算着只要到了精灵领地，就能趁其不备将其彻底干掉，前提是绝不能带上地龙。面对地龙的担忧，格兰费尔毫不在意，直接命令阿金特雷斯在前带路。体内的浩烈忍不住暗自吐槽，这精灵的态度就像个叛逆期少年。与此同时，撕裂维度逃走的恶魔暴食仓皇落地，看着残破的身躯，心有余悸，暗骂刚才要是慢了一步，恐怕就真的交代在现场了。恶魔暴食在半空中愤懑不已，万万没想到格兰费尔会出现在这里。当年被砍断的手臂至今还没恢复，本想诱使精灵堕落收集负面情绪，结果计划再次被对方彻底搅黄。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如今的格兰费尔比过去更加强大，明明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可每次狼狈逃跑的却还是自己。正当恶魔陷入满心屈辱时，突然感知到了某种异样，庞大的邪恶力量正在涌动。恶魔意识到，只要能借用这股力量，这次就绝对能把阿克山彻底抹除。当场发出狂妄的狞笑。世界树扎根的西斯利，这片人类从未踏足过的神秘森林，到处长满了罕见而美丽的奇花异草。阿金特雷斯在前面带路，盘算着趁对方赏景时动手。体内的浩烈却觉得这里眼熟的像自己建的药草园。格兰费尔看着眼前的一切，直接评价这片风景糟糕透顶。阿金特雷斯瞬间被彻底激怒，质问对方怎敢如此傲慢地侮辱圣地。格兰费尔面对怒火依旧冷静，反过来指责阿金特雷斯太过于无知，问他难道听不到异常的声音？格兰费尔听到了恶魔肆无忌惮的嘲笑，天敌技能瞬间被激活。职业任务给出了全新提示，善恶果实的分离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始祖之恶凿已在此扎根。伴随着风中飘落的枯叶，世界树本体显露出狰狞的真相，整座神圣的古树早已被恶魔的力量彻底侵蚀，紫黑色的邪气从根部轰然爆发。目睹信仰崩塌的阿金特雷斯瘫软跪地，周围的精灵守卫更是陷入无尽绝望。阿金特雷斯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明明世代守护着西斯利，世界树怎么可能早已被邪恶侵蚀？看着黑气肆虐蔓延，格兰费尔却显得格外平静，缓缓说出了背后的真相。最初的世界树包容一切不分善恶，只因他坚信善的力量终究能压制邪恶。格兰费尔边走边补充道，当巨龙与精灵中断交流后，恶魔便乘虚而入，强行分离善恶，把纯粹的邪恶留在了世界树体内。虽然不清楚这场分裂始于何时，格兰费尔当场激活技能驱魔仪式，一朵青绿色的火焰在枯枝上燃起。阿金特雷斯与守卫全被这一幕震撼。格兰费尔霸气宣告，只要世间尚存善良，邪恶就唯有下跪臣服。磅礴的绿光冲天而起，瞬间照向了整座世界树。格兰费尔立下誓约，定会亲手实现这一切。看着漫天飞舞的青绿火光，阿金特雷斯这才惊觉，这正是世界树最初的颜色。在这一刻，他终于彻底领悟了母亲的意志。随着驱魔仪式全面爆发，青绿色的光芒如潮水般席卷，瞬间将整个精灵领地彻底包覆。可就在此时，格兰费尔忽然停下脚步，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阿金特雷斯走到格兰费尔身后，感激他唤醒了被蒙蔽的精灵一族。在他看来，眼前的人就是最接近世界树的存在。系统面板随之弹出提示，格兰费尔在西斯利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直接拿下了阿金特雷斯的指挥权，共计107名精灵全员听候调遣。阿金特雷斯率领全体精灵单膝跪地，郑重向眼前这位救世主宣誓效忠。阿金特雷斯直接称呼格兰费尔为精灵之父，体内的浩烈被这称呼彻底震撼。阿金特雷斯恭敬地恳求父神下达指令，格兰费尔却十分干脆地当场拒绝。这离谱的身份让浩烈在心中崩溃吐槽。就在此时，眼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职业任务善与恶有了新进展，追捕原初邪恶的任务还在继续。系统决定提前发放中途阶段奖励。浩烈见状，顿时打起精神，毕竟恶魔猎人此前除了驱魔仪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可用技能。随着系统界面闪烁提示，格兰费尔成功解锁了全新的职业专属技能。浩烈成功获得了职业专属技能阿克山的守护神灵，这就是恶魔猎人职业，即便再怎么冷门，也依然能吸引玩家的真正原因。召唤出的阿克山巨狼，体型庞大，疾行如风，不少人正是为了这匹巨狼才甘愿选择这个艰难的职业。曾经极度苛刻的训练，让所有人以为巨狼只是传言，随后纷纷离去。浩烈这才意识到，竟是格兰费尔一直在独自坚守着阿克山。随着格兰费尔下达召唤指令，系统瞬间弹出回应，威严的狼嚎声骤然响彻天地。这突如其来的异动让阿金特雷斯与全场精灵大惊失色，完全没料到这里竟会降临巨兽。巨狼伴着青色烈焰降临，彻底震撼了在场的所有精灵。
格兰菲尔缓缓抬起手，轻轻抚摸巨狼，向这批守候多年的神兽回应：只要自己身在阿克山，他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接着他正式喊出巨狼的称号。地平线上的暴风看着格兰菲尔充满仪式感的台词，浩烈尴尬的直扶额头，对这中二的名字极度无语。与此同时，阿卡纳大陆的某一处，天空被诡异的红烟笼罩，一道紫色幽光呼啸划过，中烟轰然落地，向格兰菲尔恭敬下跪，请求深渊黑暗的主上下达指令。格兰菲尔命令他去查清阿卡纳大陆上黑暗最深邃的地方，因为那里即将成为克劳迪家族的领地。巨狼符在地上仔细嗅闻，格兰菲尔这才明白，原来巨狼是靠气味追踪恶魔。阿金特雷斯主动走上前，希望能借此挽回精灵族的荣耀。格兰菲尔当即应允。得到许可的阿金特雷斯立刻向全体精灵下达号召，要大家全力以赴追随父神。听见这个称呼，格兰菲尔当场打断，强调自己早说过不要这么叫。天空再次被诡异的红烟笼罩，暗红色的阴云正在酝酿新的危机。阿卡纳的森林中，巨狼载着格兰菲尔与阿金特雷斯在林间迅捷飞驰，惊人的速度让阿金特雷斯赞叹不已。但随着不断深入，格兰菲尔察觉到了异常，顺着气味追踪下去，不仅恶魔气息越来越浓，连黑色魔力的浓度也在急剧攀升。就在此时，之前被派遣出去的中烟突然闪现在了前方。面对拦截，格兰菲尔质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中烟连忙下跪解释，自己完全是遵照主上的命令办事。听到这句话，格兰菲尔瞬间反应过来，原来巨狼一路追踪的深邃黑暗，竟然就是中烟自己。中烟汇报自己已经找到了黑暗最深邃的地方，但那里早就被恶魔盘踞。格兰菲尔这才反应过来，原初之恶汇聚的中心居然就是克劳迪领地。系统提示跟着弹了出来，他们正式进入了隐藏区域克劳迪领地。古老的大门缓缓推开，门内肃立着2排冰冷的铠甲雕像。看着眼前真实存在的巍峨城堡，浩烈心里掀起巨浪。自己初中时随口编造的家族领地，居然真的变成了现实。阿金特雷斯也由衷赞叹，这里散发着和父神大人一样的威严。浩烈在心里苦求他赶紧闭嘴。就在这时，巨狼突然发出低吼，系统紧接着弹出提示，领地深处残留着巨大的邪恶力量，专属技能天敌被瞬间激活。格兰菲尔有些疑惑，这里残留的竟然不是原初之恶。阿金特雷斯更是震惊的捂住嘴，直言城堡内部散发的邪恶气息和母亲体内残存的完全一模一样。格兰菲尔冷冷声明，克劳迪的荣光不会被污秽玷污。浩烈心里却充满疑惑，大恶魔与原初之恶的气息怎么会同时出现？没等想明白，阿金特雷斯突然指向前方，地上的腐肉竟开始剧烈蠕动，他正准备动手清理，格兰菲尔却连忙喝止了他，因为所有散落的肉块竟全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城堡上方，一道冰冷的身影正默默俯瞰着这一切，汇聚的肉块在城堡前迅速拼凑，化作一具庞大的魔躯。浩烈心中瞬间明白过来，当年毁灭克劳迪领地的罪魁祸首正是眼前这个恶魔。系统提示随之浮现，职业任务正式更新，目标正是眼前由邪恶凝聚而成的大恶魔极度。面对这尊散发着无尽邪气的大恶魔，格兰菲尔冷冷注视着对方。恶魔突然认出了熟悉的血脉，当年被砍断手臂的深仇大恨瞬间被再次唤醒。恶魔愤怒地咆哮起来，认出他正是克劳迪与阿克山的继承人。他发誓要报当年断臂之仇，彻底斩断克劳迪最后的血脉，就像当年血洗整个家族一样，让惨剧再次上演。恶魔狂妄地叫嚣着，嘲讽克劳迪家族根本不堪一击。他甚至得意地透露，自己当年不过是在佣兵工会随手下达了一份暗杀委托，就轻易除掉了那个女人。听到委托二字，浩烈瞬间反应过来，他立刻联想到之前提到的原初之恶委托，原来当年血洗克劳迪家族的惨案竟是恶魔买通佣兵团一手造成的。阿金特雷斯率先发动突袭，配合巨狼一记强力光剑轰向对方，然而庞大的恶魔仅凭单手就轻松弹开了精灵王族的全力一击。阿金特雷斯震惊地发现，精灵之力竟完全无法突破恶魔的防御。一旁的中烟暗感不妙，领地深处弥漫的邪气正在与主上过去的记忆产生共鸣，一旦主体内那股无尽的黑暗发生逆流，后果将不堪设想。领地深处的邪气疯狂蔓延，浩烈瞬间被共鸣卷入，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格兰菲尔的童年记忆，那是格兰菲尔亲眼目睹姐姐遭难的瞬间，至亲惨遭不幸的痛处被恶魔彻底撕开。系统骤然弹出预警，极浓的黑暗魔力从格兰菲尔体内轰然暴走，他冷冷盯着恶魔，警告对方休想用脏嘴玷污他的姐姐。系统提示异常状态污染生效，庞大的暗紫色魔力从格兰菲尔体内轰然炸裂，这股可怕的气势让大恶魔当场震惊，连阿金特雷斯也感到脊背发凉，不敢相信眼前如此冰冷的力量竟然出自那个有着母亲般温暖的人。此刻格兰菲尔已被怒火彻底吞噬，与此同时，阿卡纳郊外的天空早已被密密麻麻的红烟笼罩，恐怖的异象正在整片大陆蔓延。格兰菲尔体内的庞大魔力化作紫黑色的光柱冲破天际，异象瞬间波及到了城镇，街道上的居民纷纷抬头，惊恐地看着笼罩天空的异象。庞大的暗魔力四散蔓延，整个阿卡纳大陆都在一步步被无尽的黑暗吞噬。这股恐怖的魔力威压，连一旁的阿金特雷斯都呼吸困难，痛苦倒地，连中烟也只能单膝跪地。庞大的暗魔力彻底蚕食了整个领地，大恶魔更被这股力量强行压制，当场被施加了
窒息与麻痹的异常状态，从未见识过如此黑暗的大恶魔，在恐惧中站立着质问眼前的格兰费尔究竟是不是人类。面对质问，格兰费尔神色冰冷，体内的暗魔力依然在持续暴走升腾。魔力暴走引发强烈震荡，浩烈发现自己的意识竟然被直接拉进了精神世界，明明没有使用驱魔仪式，却莫名来到了这里。他意识到这是受异常状态污染的影响，看着眼前格兰费尔的背影，浩烈这才彻底明白过来，这股失控暴走的可怕力量源头竟全来自当年写下的黑历史，曾经随手捏造的中二设定，如今全部变成了现实。浩烈感到极度尴尬与无语，只觉得这简直是一场公开处刑。浩烈亲眼确认了克劳迪家族真实存在，这意味着戈兰费尔惨痛的家族过去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正因如此，浩烈感觉格兰费尔的灵魂越来越清晰。一抬头，却震惊地发现格兰费尔本体竟然真的站在自己面前。浩烈瞬间吓得够呛，以为对方要为当年编造惨剧来报复自己，甚至纠结要不要先动手。然而格兰费尔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便径直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错愕的浩烈。浩烈原本以为受污染影响的格兰费尔无法沟通，难道真像自己当年写的设定一样，早已彻底失去了感情？就在格兰费尔擦身而过的瞬间，浩烈震惊地注意到对方眼中竟然流下了眼泪。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骤然浮现，始祖世界树的祝福被正式激活，正在强行净化并击退体内的污染。浩烈意识到，这股污染是格兰费尔失控时才会触发的异常状态，连身边的同伴也会受到牵连。而前方刚拼凑出来的大恶魔，此刻正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在暗中俯瞰的神秘存在，看来这具躯体不过是个残缺的副产物。随后，暗中的存在决定帮他一把，一股庞大的力量骤然灌入大恶魔背后，瞬间破体，撑开巨大的血液。面对强行变形成新形态的大恶魔，嫉妒格兰费尔神色平静，冷冷表示，就算改变形态也毫无意义。恶魔猎人有无数种方法猎杀恶魔。随着话音落下，庞大的魔力与蓝色电光在身边骤然汇聚，格兰费尔当即施展能力，号令克劳迪的忠臣们重新站起。蓝色雷霆瞬间贯穿城堡内的石质雕像，伴随着耀眼蓝光，沉寂已久的石雕铠甲纷纷睁开双眼。被唤醒的铠甲卫士与巨狼协同出手，肆虐的蓝色电光瞬间将大恶魔淹没。在猛烈的攻势下，恶魔身上的力量开始急剧衰退。看着双手环胸毫发无伤的格兰费尔，恶魔惊恐地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挣扎，内心都会不可抑制地涌现出无尽恐惧。系统提示随之浮现，大恶魔极度被正式施加了恐惧状态，彻底崩溃的恶魔只能发出绝望的求救。恶魔在绝望中吐出真相，当年覆灭克劳迪家族的并不是他，而是七大罪中的另一位恶魔。但格兰费尔根本不听解释，直接厉声呵止，绝不允许对方再提及克劳迪的名号。面对彻底失去价值的大恶魔，格兰费尔挥下致命一击，毁灭性的能量光柱冲天而起，将恶魔彻底抹杀。随着大恶魔极度被消灭，系统提示疯狂弹窗，浩烈不仅拿到了高贡献度战利品，等级更是迎来了一轮暴涨。城堡内的阴霾被阳光驱散，克劳迪家族的画像重新显现，宣告着古老家族的回归。格兰费尔神情高傲，向全场下达指令，恭迎领地真正的主人。格兰费尔神色冰冷的施展逆转魔法，原本坍塌碎裂的城堡巨石，在魔力包裹下开始奇迹般倒流。看到眼前这惊人的一幕，一旁的阿金特雷斯忍不住惊叹出声。倒流的巨石纷纷精准归位，整座克劳迪城堡重新焕发光彩，宏伟的建筑完好如初。阿金特雷斯看着眼前景象，由衷的赞叹着城堡的美丽。战事告一段落，格兰费尔坐在室内优雅品茶，浩烈也终于能彻底放松下来，难得享受这片刻的休息，品尝起自己从家里带的绿茶。浩烈虽然完成了任务，心里却依然感到不安，残缺的副产物彻底消失，导致后续线索全部中断。格兰费尔轻声安抚着巨狼，浩烈在心中整理着疑点，当年暗影佣兵团的刺杀，极度提到的原初之药，以及随后现身的傲慢恶魔与克劳迪家族之间显然隐藏着未知的联系。他决定先找基茨核实情况。虽然阿卡纳之行留有谜团，但击败极度让他收获颇丰，等级一举突破了750级，还掉落了传说级道具极度凝结之茧。看着这个造型诡异的战利品，格兰费尔嫌弃的直呼像垃圾。浩烈在心里无奈吐槽，这好歹也是个传说级装备。一旁的阿金特雷斯满心自责，此前不仅没能帮上忙，反而展现了软弱的一面。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他决定寻回母亲散落的世界树种子，赶回西斯利，召集所有精灵对抗恶魔。与此同时，远在帝国首都异象的阴云也已悄然笼罩。此时的帝国首都大殿内，群臣面对蔓延的黑暗异象议论纷纷，担忧恶魔准备再次入侵，引发了民众的恐慌。面对下属的汇报，国王深感头疼，正思考着如何平息恐慌。法师急慌跑进大殿，吓得大臣们一阵骚乱。法师连忙澄清，并不是恶魔降临，而是王宫迎来了特殊的访客。救世主浩烈正带着巨龙群降临王宫，只见天空被龙群遮蔽，巨大的飞龙轰然落地。格兰费尔优雅地降临现场，这声势浩大的出场，把城堡守卫吓得够呛，守卫们立刻蜂拥而上，拔出长枪逼他投降。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枪尖，浩烈在心里直呼完蛋。身后的巨龙见状愤怒暴吼，责骂人类竟敢亮出兵器。浩烈无奈的在内心吐槽，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巨龙在前方昂首，厉声质问，斥责人类
恩将仇报。先前沿途留下的机械塔本是为了收集经验，如今却被守卫物传承挟持武器，甚至质问他是否想拥兵威胁帝国。看着彻底跑偏的谣言，浩烈在心里崩溃不已，后悔把会合地点选在公开广场，导致误会越扣越大。巨龙见守卫毫无退意，再次发出沉闷的低吼，恐怖威压当场让守卫们脸色大变。没想到守卫们不仅没有动手，反而举起号角，吹响隆重迎宾曲，五彩纸屑漫天飞舞。围观的民众与士兵纷纷列队，搞出了一场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浩烈整个人在心里直发懵，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士兵卖力的大声高呼：“恭迎从恶魔手中拯救大陆的救世主！”随后更是直接铺开红地毯，高调宣布恭迎伟大的黑龙浩烈爵士。面对突如其来的最高规格待遇，浩烈被彻底整不会了，他乐开了花。没想到盛大游行真是为自己准备的。随着传唤声响起，国王塞里克亲自现身。眼见国王亲临，守卫急忙呵斥所有人放下长枪，全场民众与官员纷纷诚惶诚恐的跪倒，只有格兰费尔依然身姿挺拔，完全没有弯腰的意思。面对守卫对格兰费尔不跪的质问，格兰费尔选择直接无视，背后的浩烈却在心里哀嚎着想下跪。身旁巨龙更是当场咆哮，质问黑龙队长凭什么向人类国王低头。让人意外的是，国王塞里克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承认万物之主确实不必低头，尊贵的态度让浩烈在心里极度别扭。随后国王叫出宫廷法师，法师当即开启魔法阵，准备将国王的声音传遍整座首都。国王向全体子民隆重宣告，眼前正是拯救德雷德森的英雄，更是率领群龙的黑龙浩烈。面对这场公开处刑般的宣讲，格兰费尔依然保持高傲沉稳，浩烈早已在心里崩溃抓狂。国王呼吁子民无需再害怕，一起恭迎拯救帝国的伟大黑龙。话音落下，整个首都顿时陷入沸腾，无数民众自发高呼起黑龙浩烈的名字。系统提示黑龙浩烈的传说传遍大陆，正式解锁了黑龙浩烈传说称号。面对响彻全大陆的名声，浩烈彻底放弃了挣扎。尤斯拉王国暗影佣兵团据点内，队员们正议论着不告而别的队长。老法师阿尔卡里一边佩奥一边埋怨，沃尔夫则在一旁静静擦拭佩剑。队长基茨只留下一封信便凭空消失，信里交代前辈们惹上了麻烦，要沃尔夫代为掌管佣兵团，这让沃尔夫感到非常困惑。就在他思考旧委托的含义时，身上突然传来强烈剧痛。沃尔夫猛地撕开衬衫，代表暗影佣兵团团长传承的暗影神印记，竟在此刻直接刻在了他的身上。突如其来的队长印记让一旁的阿尔卡里和洛奇德当场震惊。沃尔夫神情无比凝重，他当即得出结论，队长绝对是出事了。天下统一工会总部会长罗俊群正高坐在大殿之上，享受着工会登顶世界第一的时刻。趁着强敌浩烈身在异界，竞争对手闪耀工会的势力衰退，他决定动用本国兵力与重型武器，强行垄断灵山的所有经验。如今他已暗中控制了绝大多数登陆装置，蓄谋发起一场无人能够阻挡的大战。罗俊群高调宣告，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作为职业君主，他虽然自身属性不高，却能直接吸收麾下所有人的经验值。他甚至动用技能洗脑了政界要员，借此全盘掌控局势。天下统一工会的强行垄断让论坛上的玩家们愤怒不已，不满情绪在群体中疯狂蔓延。但罗俊群根本不在乎这些议论，坚信自己即将成为真正的王者。可就在他得意的查看经验条时，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原本暴升的经验获取速度居然毫无征兆的大幅放缓了下来。下属急急忙忙跑进大厅汇报，分散在各地的工会成员正接连遭到袭击。罗俊群这才明白经验收益为什么会突然骤降。此时的灵山深处，驻守在森林中的工会成员还没来得及防备，就遭到暗中突袭。工会成员甚至没能看清敌人是谁，就被暗处飞出的利剑当场穿胸击杀。神秘的暗杀者已然悄然潜入灵山，袭击灵山的神秘势力正是暗影佣兵团。德切夫踩住倒地的成员，逼问天下统一工会掌控的登陆装置下落。一旁的伊莎贝尔马尔则冷冷注视着战场。亨德森挥舞巨锤意犹未尽，纳迪波与赫尔基奥拉迅速清理着周围，而皮姆比则若有所思地停在伤员身前。倒地的工会成员这才认出敌人的身份，没想到这群来自阿卡内的恶徒也是为了登陆装置。皮姆比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些成员身上都被施加了植入忠诚的洗脑状态。受洗脑控制的工会成员神情扭曲，疯狂咆哮，坚称登陆装置全属于自己的主君，就算死也绝对不会透露半点线索。皮姆比确认敌人的状况后，发现对方确实没有撒谎。天下统一工会内部实施着极端的洗脑与信息封锁，既然问不出登陆装置的下落，暗影佣兵团决定直接拿下幕后首领，随即动身寻找团长基茨。阿卡纳首都格兰费尔在王宫换出属性面板，准备查看刚解锁的传说系统。系统提示成功获取黑龙浩烈称号，并显示这项传说正在开始具现化。浩烈看着系统面板上黑龙浩烈的称号，内心止不住的抓狂吐槽。帝国国王塞里克走上前，为刚才高调的欢迎仪式向他致歉，解释帝国接连经历恶魔入侵与叛乱，民众陷入极度恐慌，迫切需要一位英雄来稳定人心。听出对方话里的用意，格兰费尔冷冷质问国王是否在利用自己。国王坦诚确实存有私心，但是他为英雄的心意也是真的，并表示黑龙浩烈传说接下来还将传播得更广，能成为全阿卡纳民众的希望。随着各地热议，
黑龙浩烈的传说影响力持续飙升，浩烈在心里崩溃喊停，格兰费尔却面不改色地表示理解。为了表达感激，国王主动提出开放帝国国库，任由格兰费尔挑选里面的珍宝。一听到帝国国库，浩烈顿时两眼放光，期待着里面藏着的无尽财富。然而格兰费尔却直接伸手婉拒，表示金钱不过是过眼云烟，建议将这些财宝用于帝国战后重建。听到这番大公无私的发言，国王塞里克当即肃然起敬，决定完全照英雄的吩咐办理，并随即叫来了手下。由于格兰费尔的大公无私，浩烈没能从国库讨到半点好处。为了避免黑龙传说继续发酵，他决定赶紧离开去寻找基茨。与此同时，矿石拍卖会会长乌尔里希正独坐在桌前，一把锋利的弯刀悄然架上了他的脖子。面对威胁，乌尔里希冷静地认出对方正是暗影佣兵团团长基茨。当被质问偷偷潜入的目的时，基茨表示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东西。基茨直言自己是为了拿回旧物，当年曾有一件物品未公开拍卖，而是被买家以1000倍高价私下买走。乌尔里希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追回早已卖出的物品，相当于破坏了兽人拍卖会的规矩。他缓缓说出那件物品的名字，正是世上早已绝迹的克劳迪之发。被说破秘密的基茨眼神一冷，拔出弯刀直接动手。面对基茨的突然袭击，乌尔里希正面挡下了这一击，并警告对方继续动手将会彻底破坏拍卖会与暗影佣兵团的合作。基茨却笑着表示无所谓，因为自己早已辞去了团长一职。得知对方不再代表佣兵团，乌尔里希当即亮出武器展开反攻，强烈的冲击瞬间掀飞整间房屋。面对乌尔里希的反攻，基茨迅速拉开距离，用暗线展开绞杀。可乌尔里希凭着兽人的强悍力量，硬生生崩断了身上的束缚。基茨感叹对方实力不减当年，他明白绝不能拖到救援赶来，必须速战速决。然而还没等他再次出手，数名兽人守卫已经赶到现场，将基茨包围在中央。基茨并没有继续反抗，而是顺从的任由守卫将自己制服。乌尔里希感到十分纳闷，不明白对方为何没有痛下杀手。他推了推眼镜，追问基茨，既然不是为了钱，冒风险寻找克劳迪之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面对询问，基茨坦言寻找那件物品不过是自己能做到的最后一种赎罪。听完对方赎罪的回答，乌尔里希若有所思，认为这一切或许关乎自尊。面对这出乎意料的评价，被扣押的基茨一时没能反应过来。随后乌尔里希主动放缓态度，直言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兵戎相见的必要。他承认买下并守护克劳迪之发，同样也是出于自尊。说罢，他当面打开了精密的宝盒，里面盛放着那缕世上绝迹的银发。此时，在灵山深处800级的万象洞穴中，加温狂战士与闪电3大公会正组队展开联合攻坚。闪电公会会长河马挥舞长枪，率领众人顶着漫天紫雷强行推进。攻坚队伍一路高歌猛进，直接闯入了850级的扭曲古树之根区域。排名第10的狂战士公会会长莱奥尼触发了血量越低伤害越高的专属技能，顶着重伤疯狂撕裂前方的怪物。另一边的泰明也毫不逊色，运转起在哈尔肯指导下练成的剑气，挥剑劈出巨大的猩红斩击。紧接着他彻底释放野性呼唤，将野兽本能提升到了极致。泰明顺势挥舞大剑，一击斩碎眼前大批怪物，等级也提升到了548级。虽然实力获得了显著提升，但他深知自己还没能完美融合剑气与野性呼唤这2项技能。此时系统提示地下城顺利通关，队员们开始忙着救治伤员。然而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前方突然传来了激烈的兵刃交锋声。暗影佣兵团势如破竹，一路杀穿天下统一公会的防线。罗俊群气急败坏，下达死命令，要求手下就算战死也必须挡住敌人。然而在强悍的暗影佣兵团面前，守卫防线瞬间溃败，手下慌忙护送罗俊群逃离大殿。罗俊群一路上气的抓狂，完全想不通阿卡奈的刺客军团为什么会突然杀出来阻碍自己。罗俊群原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只要控制住媒体与证件，就能彻底碾压浩烈登顶世界。可眼下却被杀得败退逃跑。在手下的掩护下，他一路撤退到了工会密室，眼前赫然摆放着大量就绪的登录装置。看着手下只剩最后5人，神秘的面具人当即发号施令，带领这5位绝顶高手准备迎战。罗俊群自是拥有唯一的君主职业，决定不再拘泥于眼下的战场。他当场打开工会管理面板，手下高手们纷纷做进登录装置，准备开启全新计划。罗俊群当即下达指令，正式宣布天下统一公会建国。系统顺势提示他的职业转职为暴君。法师塔顶层，众人正密切关注着登录装置。突然，一名法师慌张地冲进大厅，高喊有入侵者闯入了法师塔。其他人原本以为只是记者或探险者，觉得凭普通守卫就能轻松解决，没想到手下紧接着再次带来急报，入侵者居然已经强行突破了水晶大厅。得知入侵者正直奔顶层而来，法师们意识到敌人绝非等闲之辈，当即准备动员高手拦截。就在这时，大厅中央突然亮起耀眼的蓝光，传送门轰然开启，浩烈正式重返现实世界。看着全员戒备的众人，浩烈波澜不惊地走上前，直接断定这场骚乱就是冲着他自己来的。暗影佣兵团的沃尔夫刚刚得知天下统一公会的变故，却无法理解基茨为何要介入其中。沃尔夫当场递上了基茨的信物，表示基茨在约定之日并没有归来。格兰费尔听完瞬间明白，
基茨甚至早已主动辞去了团长职位。而这一切的起因，源于当年有人为了取乐，向佣兵团下达了针对克劳迪的刺杀委托，并嚣张宣告自己亲手除掉了那个女人。格兰菲尔推测，基茨辞去职务，独自隐蔽，很可能是查出了当年委托的真相，出于责任才独自承担这一切。沃尔夫坦言，自己无法就这样接管佣兵团，他准备返回阿卡纳寻找基茨，并躬身请求解除当前的雇佣合同。考虑到基茨并没有向手下透露真相，格兰菲尔决定继续替他保守秘密，当场同意了对方解除雇佣的请求。格兰菲尔准许对方继续留在尤斯拉，对方连声俯身致谢。格兰菲尔站在窗前俯瞰街道，他清楚事情的全貌尚未揭开，准备等见到基茨后再听对方亲口说明。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眼前浮现出一道蓝色面板，触发了新的职业任务——阿克山的声东击西战术。浩烈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偏偏在这个节点来了职业任务。新闻突然弹出紧急报道，天下统一工会疑似全灭，会长罗俊群更是下落不明，现场只留下了大量惨烈的血迹。助手拿着手机，急忙冲进办公室报告这起震撼全网的大事件。他忍不住感叹，罗俊群竟然洗脑了整个工会高层，局势失控到让人发毛。节目制作人贤却波澜不惊地转过头，直接质问助手，拿这种心态还怎么赚播放量？面对助手的疑惑，贤引导他思考，暗影佣兵团究竟听命于谁？助手瞬间反应过来，幕后主导正是浩烈，加上法师塔上空突然降临的黑龙，不少玩家都拿到了相关成就，全网热度已经彻底炸裂。贤意识到这是绝佳的爆款机会，连专题标题都现场拟好了，当即命令助手整理浩烈的全部素材。助手大声应下，迅速展开行动。任务要求浩烈作为最后的魔王猎人，去追查吞噬阿克山的南海怪鸟。浩烈看着说明满头雾水，搞不懂这怪鸟究竟指什么。还没等他细想，手机突然收到常规更新推送。自灵山事件之后，官方终于发布了最新的调整公告。公告里明确写着，为了避免魔王带来负面影响，除了排名前10的魔王之外，其余所有魔王都将被直接删除。浩烈看到直接删除魔王的消息，瞬间在心里疯狂嚎叫，没了这些魔王，他上哪去刷经验和掉落装备？甚至怀疑是运营方在故意针对自己。可冷静下来后，他又感到纳闷，游戏里的平衡性更新在现实世界究竟会怎样生效？直到看到最新报道，阿克山的大本营昨晚被全灭，150多人无一生还，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结合刚刚发布的更新公告，阿克山大本营的覆灭很可能也是平衡性更新的一环，而系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派发追查南海怪鸟的任务，或许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此时在阿卡纳郊外，一队士兵正穿过森林向前方推进，领头长官突然下令停下，郑重警告手下，再往前就是魔王城领地，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拖延时间。然而话还没说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领头长官急忙下令全员列阵。只见深处神秘的机关装置突然开启，闪烁红光的眼状核心扫过全场，被红光照到的士兵顿时头痛欲裂，陷入剧烈的痛苦之中。还没等众人组织起有效抵抗，庞大的巨型躯体已经呼啸而至。危急时刻，梅丽轰然降临，硬生生挡下了魔物的致命一击。他当场让幸存的士兵迅速撤离，警告众人只要还有目击者，眼前这头怪物就不会停止杀戮。得救的士兵不敢停留，互相扶持着逃离了战场。看着士兵们远去，梅丽独自留了下来。面对再次发起攻击的庞大魔物，他直接展开漫天法阵，眼神冰冷的准备迎战。紫色雷电轰然倾泻而下，打在魔物身上，炸开火光。然而梅丽早已感到疲惫不堪，每天死死守着大海，全是担心那只怪鸟再次作乱。面对眼前无穷无尽的战斗，梅丽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就在他动摇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叫他振作点。眼前这头巨大的机械怪物，正是此前在代码练习中见过的原型机。随着版本的平衡性调整，原型机正疯狂蚕食着周围的一切。格兰菲尔手腕长剑立于战场，直接挡在庞大的钢铁魔物面前。梅丽一眼认出了降临的人，格兰菲尔意识到，只要拔除眼前这台原型机，就能扭转当下的绝境。他当场挥起缠绕蓝光的长剑，高喊着要将敌人彻底消灭，轰然释放破妄斩之刺而出。然而危机远比想象中更加严峻。阿卡纳南部郊外，巨大的单眼机械怪正疯狂摧残大地。北部郊外，侦察3队急忙传来紧急通报，不知名的庞然大物甚至正在疯狂吞噬着魔王城。到了东部郊外，庞大的机械蜘蛛也拔地而起，肆虐全场。巨大的危机已然全面笼罩了阿卡纳。基茨原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回想此前费尽千辛万苦才将宝物顺利送还，却没想到眼下竟然演变成这副局面。没等他喘一口气，前方的机械蜘蛛突然剧烈震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竟然再次疯狂发作。基茨联想到阿克山大本营的覆灭，或许正是被眼前这头巨兽吞噬。不过真相如何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毫不犹豫地转身撤离战场。刚撤出战场的基茨看着手中的典籍，想到浩烈绝不可能坐视不管，他最终还是无法选择旁观，当即挥舞双刀杀回战场，要将这一战作为自己的赎罪。随着璀璨的剑光轰然炸裂，机械巨兽当场瘫痪崩溃。梅丽急忙跑上前叫出了格兰菲尔的全名，得知这位超越级魔女
竟然认识自己，浩烈在心里吓得够呛。梅丽不好意思的为狼狈模样道歉，格兰菲尔依然维持着冷静，直接要求他交代那头怪物的信息。梅丽随即解释，这怪物是怪鸟的分身小不幸，如今正在向整个大陆疯狂扩散，甚至连魔王城都被其一并吞噬。梅丽紧接着交代，大不幸的本体正潜伏在南海深处。格兰菲尔当即要求梅丽带自己直接去找本体。梅丽刚准备打开传送门，却突然愣在原地，散落在各地的怪物分身竟然正在被快速斩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浩烈也感到十分吃惊，没想到除了他们之外，竟然还有别人在追杀这些怪物。浩烈瞬间反应过来，如果被吞噬的阿克山还在怪鸟腹中，很可能已经在内部撞上了魔王。看着分身接连崩溃，浩烈终于看懂了系统提示的含义。所谓的声东击西战术，正是阿克山从内部发起的反击。随着技能天敌自动激活，这成了他第一次与阿克山联手作战。南海的死海海域，海面上空漂浮着密密麻麻的诡异眼球。梅丽带着戈兰菲尔跨空抵达，来到了怪鸟本体潜伏的大本营。眼前浮现的巨大机械怪兽，遮天蔽日，一眼望不到头。浩烈在心里暗自惊呼，这种庞大体型实在过于离谱。但格兰菲尔面上依然波澜不惊，直言这不过是低劣的怪物，随即便决定动用真正实力。换上700级装备，等待黎明者后，套装效果瞬间激活，不仅能大幅提升己方士气，所有攻击还将附加光属性伤害。转头看着身旁的梅丽，格兰菲尔冷冷开口提醒，现在放弃生命还为时过早。格兰菲尔让梅丽把力量借给自己，梅丽听后立刻听从指令，当即全力轰出强烈的魔法能量。系统同时弹出提示，浩烈成功获得了南海魔女的指挥权。浩烈也忍不住暗自感叹，这种奇异魔法此前从未见识过。随着狂暴的紫色魔力倾泻而出，璀璨的光束瞬间席卷整片战场，强悍的紫色魔力威力惊人，瞬间打碎了机械怪兽的外壳。但怪物紧接着亮起红光，发动了强力的精神攻击，导致一旁的梅丽陷入剧烈痛苦。面对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格兰菲尔依靠始祖世界树的祝福，直接免疫了遗忘状态。浩烈顺势将积攒的5点奉献属性全部转化为体力，让体力数值飙升到了570。拉满状态后，格兰菲尔手持长剑俯冲而下，直接发动反击。蓝光缠绕的利刃顺势贯穿硬鞘，见这一击成功奏效，梅丽也立刻出手支援，打算协助格兰菲尔慢慢耗死巨兽。浩烈见状，准备将奉献属性转为法力，打算一口气拉满自身输出。然而还没等他出手，格兰菲尔就察觉到了现场异样。只见散落各地的机械分身核心突然全数亮起强光，再次剧烈异动起来。散落各地的核心全数飞回主体。系统提示：大型灾厄正通过吸收小型个体展开自我重组，且躯体急剧膨胀。浩烈看清局势后顿感棘手，这头怪鸟纯粹是平衡调整的产物，根本不属于恶魔范畴，天敌相克机制完全无法生效。眼看重组进度已突破68%，浩烈迅速盘算着应对之策。一旁的梅丽也紧张地看向他。系统突然弹出针对恶魔猎人的遗质，要求他不让任何人再被不幸吞噬。面对前方快速重组膨胀的庞大巨兽，格兰菲尔看清了阿克山最后的请求，要将这份不幸与怪鸟一同葬入大海。浩烈在内心急得疯狂劝阻，这怪物根本不属于恶魔，就算打赢了也不会有人记住这份牺牲。但格兰菲尔眼神无比冷酷，直接接下了阿克山的意志，握紧长剑准备全力迎战。外界全网热议引发的传说效应瞬间激活，庞大的紫黑巨龙轰然降临在海域上空，这突如其来的威压直接把梅丽看呆。随着外界对黑龙传说的认知度急剧攀升，具现出来的黑龙力量也随之成倍暴涨。巨龙张开血盆大口，以毁天灭地的威势径直向下方俯冲。这一击在海面上炸开遮天蔽日的巨浪，强烈的冲击余波震得梅丽伸手遮挡，巨现出的黑龙在空中翻滚盘旋。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惨烈局势，在内心默默立下誓言，哪怕世人对阿克山的牺牲一无所知，他也绝不会将其忘记。梅丽见状也立刻展开魔法法阵，黑龙带着倾泻而下的无尽威势，轰然冲向海面上的重组巨兽。阿克山的遗志终于得到回应，系统面板随即弹出了完成评价。恐怖的能量瞬间在海面上彻底炸裂，眼前突然跳出新的系统提示：英雄阿克山的传说正在整座阿卡纳大陆迅速传播。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浩烈感到大吃一惊，还没等浩烈想通其中原因，下方海面骤然绽放璀璨金光。这一切的起因还得从不久前彻底说起。在大陆的另一边，基茨刚刚将肆虐的小不幸分身斩杀，看着瘫痪在地上的怪物，基茨不禁暗自好奇，浩烈究竟是用怎样的硬件切开如此坚硬的怪物。他刚准备翻看恶魔猎人的记载，脚下地面突然崩裂，绽放出璀璨的金光。突如其来的异变让基茨连忙拔刀戒备。光芒之中，失踪已久的探险家被成功复原重现。随着探险家的归来，他所掌握的古老知识也将重新丰富整个阿卡纳大陆。基茨看着漫天升起的璀璨金光，没想到怪鸟除了吐出探险家，连同曾经被吞噬的调和森林、纯血魔法族群与兵器大师，全都在此刻被成功复原。各大传说归来的同时，整片大陆的掉宝率、魔力具现率以及武器熟练度全部获得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一只从地底逃脱的恶魔正准备重获自由，却突然被身后伸出的手死死抓住了脖子，
认出对方正是阿克山。恶魔顿时惊恐万分，但阿克山只是冷冷表态，绝对不会放他离开。被制服的恶魔拼命挣扎，发出绝望的哀嚎与尖叫。无论他如何挣扎喊叫，阿克山恶魔猎人们都没有放手。随着怪鸟腹中生灵全数复原，黄昏后裔纯血魔法一族重新回到了阿卡纳，重获自由的兽人一族听着恶魔的惨叫，意识到正是阿克山拯救了大家。看着漫天光芒与觉醒的众人，格兰费尔在心中默默感叹，这一次的结局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随着重获自由的生灵陆续醒悟，阿克山的牺牲被所有人牢牢铭记，英雄传说迅速传遍整座大陆。浩烈面板上的传说力量也在此时被强行具现，还没等浩烈反应过来，系统便开始疯狂弹窗轰炸，连带黑龙的知名度也在节节飙升。看着黑历史被无限放大，浩烈在心里急得疯狂喊停。与此同时，曾经消失的土地重回阿卡纳，灭绝的珍稀物种也重新出现，被不幸吞噬的失落世界终于全面恢复往日的繁荣。怪鸟吐出的无数宝藏不仅造福了整个阿卡纳，游戏官方更是紧急发布追加更新。随着纯血魔法一族的回归，玩家们纷纷触发大魔法师职业任务，开始寻找黄昏后裔学习全新魔力。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媒体彻底沸腾，新闻铺天盖地，全是关于浩烈的报道。记者们蜂拥围堵在魔塔门前，期待着这位英雄的归来。随着新时代英雄阿克山传说被具现，幕后操控者设下的平衡限制彻底失效，阿克山的牺牲早已封死了一切企图。看着曾经决绝的言行被公开具现，浩烈在内心彻底破防，再次被强烈的羞耻感瞬间淹没。格兰费尔带着南海魔女梅丽径直来到了魔塔内部，面对赶来的众人，格兰费尔郑重介绍起这位来自阿卡内的纯血大魔法师。看着眼前陌生的面孔，在场的法师们纷纷私下议论。格兰费尔没有过多废话，直接询问能否借用魔塔场地。梅丽当即主动站出，亮出自己黄昏一族的身份，表示要全力协助探索者与这个世界。话音刚落，他便毫无保留地释放出庞大魔力，璀璨的紫色光芒瞬间笼罩整座大厅，恐怖的集中巨献能力让在场的魔法师们彻底看呆。梅丽表示，全靠格兰费尔与阿克山族人才能摆脱不幸，自己愿意全力协助大家。浩烈在心里暗自惊叹，没想到他竟是纯血一族的幸存者，甚至产生了想学这种魔法的念头。还没等他细想，现场就有人提到浩烈有话要说，顺势请求梅丽的协助。突如其来的点名让浩烈当场愣住。法师们接着展示了对悖论的研究进展，通过简化虚拟胶囊的界面流程，成功降低了魔力消耗。只要把这项研究应用到魔塔传送门上，后续将开启全新的可能，彻底打破人数限制，让所有人都能随时进入阿卡纳。浩烈在心里大受震撼，这意味着现实与阿卡内的界限将被彻底打通，一个能自由穿梭两个世界的新时代即将彻底降临。格兰费尔拿着方案向梅丽确认，如果注入黄昏一族的魔力，这个设想是否真的可行？梅丽当即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梅丽走上前观察起魔塔的法阵，她发现法阵全靠魔塔自身魔力维持，移动到普通地点尚可，但要跨维度固定连接阿卡纳大陆，魔力储备根本无法维持传送门，即便加上他黄昏一族的魔力，也无法彻底填补这巨大的缺口。正当梅丽苦思弥补魔力的方法时，一份关于黄昏一族的新资料发到了手机上。自打击败邪恶大魔法师后，一直停滞的职业任务突然有了更新，提示要寻找黄昏一族的后裔，学习传说中的黄昏魔力。杰茜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正打算去找浩烈打听线索，没想到刚走下台阶，就被一股强大的魔力吸引。眼前的梅丽全身散发着紫色魔力，那恐怖的气场分明是大魔法师级别才有的水准。系统突然弹出新的职业任务，要求重建早已覆灭的阿克山。虽然阿克山之名借由传说再度响彻，但其主体早在过去的战争中化为废墟，最后的痕迹也在灾厄中彻底湮灭。任务要求他作为仅存的恶魔猎人，通过不断讨伐恶魔来重现荣耀。面对这项重任，浩烈在心里直犯愁，眼下要处理的麻烦事实在太多，不仅要继续探寻恶魔的线索，还要关注前往阿卡纳的罗俊群以及魔塔马切罗拜托的难题。正当他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招呼声。门外走进来的正是梅丽与杰茜。浩烈还在纳闷两人怎么走在一起，没想到刚一见面，杰茜熟络地喊出了浩烈，而梅丽却优雅地称呼他为格兰费尔。听到对方口中截然不同的称呼，两人瞬间愣在原地。两个身份在同一时间彻底撞车，浩烈在心里瞬间陷入绝望。这隐藏已久的双重身份迎来了最大的掉马危机。魔塔房间内陷入死寂，格兰费尔优雅地端着茶杯，对面的杰茜与梅丽满脸震惊。突如其来的掉马现场让浩烈在内心直呼尴尬。浩烈盘算着如何装傻糊弄，格兰费尔却抢先开口，直言解开谜团才是当务之急。面对杰茜对两个不同称呼的困惑，格兰费尔平静的正面回应，坦言这两个全都是自己的名字。这番从容的回答让对面的两人当场震惊。浩烈在内心焦虑万分，比起梅丽，难缠的杰茜更让他头疼。万一被对方继续刨根问底，那个羞耻感爆棚的贵族全名恐怕迟早会彻底曝光。好在杰茜主动帮他找到了解释，以为格兰费尔只是异界活动时的某种称号，类似于漆黑之龙。格兰费尔顺水推舟，当即确认。杰茜笑着夸赞这个名字很适合他，这句夸奖却让浩烈在心里深受重创。难道在别人眼里，自己早已是个无可救药的中二病？格兰费尔
优雅地放下茶杯。得知节茜是来学习黄昏魔法后，顺势将话题拉回正题。梅丽表示自己会抽空授课。浩烈在内心长舒一口气，庆幸这场危机终于糊弄过去。格兰费尔大方的示意继续，直言节茜若能成长为大魔法师，对整个人类也是一件好事。不料节茜却突然提出请求，希望格兰费尔也能参与指导，直言格兰费尔使用的是真正的魔法，若能得到指点必能加快进度。这让一旁的梅丽大感意外。浩烈这才反应过来，节茜是想让他帮忙当翻译，好向梅丽请教职业任务。面对能光明正大旁听黄昏魔法的机会，浩烈在心里直呼赚大了。格兰费尔表面波澜不惊，当场一口答应下来。到了第二天清晨，格兰费尔一身来到野外，翻看着手机上的最新消息。手机群里全是姐姐们的嘲笑，漆黑之龙的新闻甚至登上了头条。中27的黑历史如今闹得全国皆知。浩烈在内心彻底崩溃。不远处，梅丽正在指导节茜一步步掌握黄昏一族的魔法。浩烈只能强行安慰自己，传说的传播范围越大，带来的能力增幅就越强。上次讨伐大不幸时，漆黑之龙的威力有目共睹，可力量增长的代价居然与公开处刑的羞耻赶成正比。面对姐姐们的嘲笑，浩烈彻底陷入绝望。浩烈在内心咆哮，绝对不能让姐姐们挖出初中的全名。格兰费尔强压下情绪，向远处的梅丽二人告辞，约定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会面。阳光照进华丽的大厅，房间中央躺着一条正在挂点滴的巨型红龙。察觉到有人走近，红龙睁开眼睛，关切地询问其状态。格兰费尔冷冷回应自己没事，果断关闭了手机的消息提醒。格兰费尔主动问起恶果的研究进展，红龙无奈表示法师们虽已全力以赴，但剥离过程并不顺利。本以为搞清恶果底细就能顺利剥离，如今看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面对无法分离的僵局，格兰费尔沉思片刻，让红龙不必为此担心。红龙坦诚，虽然自己无法与克劳迪相比，但龙族的力量依旧不容小觑。红龙表示，即使恶果直冲心脏，自己也能咬牙坚持下去。格兰费尔转身离开大厅，独自走在安静的走廊上。他回想着之前的任务提示，所谓的原初之恶不仅削弱了世界树，又使巨龙吞下恶果，还在现身后直奔克劳迪领地。既然已知的大恶指是原初之恶的副产品，那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了查明真相，格兰费尔决定优先猎杀七宗罪。他当即打开了系统背包，格兰费尔查看击败极度获得的战利品。系统面板上突然跳出惊人提示，原本封印极度的茧竟然已经孵化，变成了传说级的寄生生物，甚至还在暗中消化吸收的黑魔法。固有效果的生成进度迅速飙升到100%。随着消化彻底完成，背包界面骤然爆发出璀璨强光。系统提示极度的性质发生改变，格兰费尔成功获得全新的固有效果。面板赫然显示这项名为黑暗理解的能力，竟是一道需要面对过去的诅咒。系统强制启动了诅咒程序，周围空间瞬间扭曲，格兰费尔被直接拉入陌生大厅之中。系统再次弹出刺眼警报，警告理解度过低，导致过去的记忆极度不稳定。看着远处升起的熊熊烈火，格兰费尔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环境。浩烈看着垂落在眼前的银发，以及眼前熊熊燃烧的火海，骤然反应过来，自己落入了过去的格兰费尔视角。重伤的格兰费尔咳出鲜血，在烈火与惨剧中摇摇欲坠，周围满是同胞的尸体与血泊。浩烈无法控制身体，只能被迫目睹。被强行拉入记忆的浩烈彻底明白，眼前这片惨烈的废墟，正是克劳迪家族被恶魔毁灭的那一天，也是属于格兰费尔的痛苦过去。熊熊燃烧的火海中，走出一条手提滴血长剑的身影。来人低沉地喊出格兰费尔的名字，自称是他的哥哥。这意想不到的关系，让身在视角中的浩烈大吃一惊。随着家族昔日的合影一闪而过，站在烈火中的哥哥眼神冰冷，当面说出了对格兰费尔的深深憎恨。浩烈注意到对方发光的双眼，疑心这是大恶附身的痕迹。此前他一直无法理解，强大无比的克劳迪家族究竟因何走向毁灭。直到看清眼前的惨状，浩烈才真正明白，当年摧毁克劳迪家族的绝非仅有大恶的袭击。哥哥冷笑，挥剑提起往事。早在格兰费尔7岁继任那天，就习惯用高傲眼神俯视他人。看着幼年格兰费尔冷漠的模样，浩烈心中震动不已，发现自己对同伴的过去一无所知。那人踩着血水步步逼近，两兄弟在烈火中困于死局。浩烈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回忆设定中家族灭亡时，格兰费尔明明独自活了下来，这个节点绝不可能葬身于此。然而此时的格兰费尔尚未觉醒为恶魔猎手，根本无法抵挡眼前强敌。哥哥挥剑猛劈过来，叫嚣要见正克劳迪的终结，利刃瞬间展开躯干，鲜血在冰冷的历史中剧烈喷溅。浩烈的心悬到了嗓子眼，怀疑诅咒正在篡改过去。倘若格兰费尔战死在这里，自己的灵魂恐将一同消亡。对面的哥哥冷笑嘲弄，受了致命重伤的弟弟竟连一声尖叫都不肯发出。重伤的格兰费尔把长剑刺入地面，凭剑支撑着残破的身体，在火海与废墟中应声生毅力不到。眼前根本没有任何援兵，继续耗下去唯有死路一条。哥哥误以为弟弟已失去意识，肆意嘲弄着临死的高傲。浩烈绝不忍心看着同伴毁灭，脱力的右臂强行再次发力，灵魂形态在身后骤然浮现，与格兰费尔共同握紧长剑。承受致命伤的格兰费尔再次挺立，对面的哥哥震惊万分，不敢相信受创者还能站起。浩烈心里非常清楚，恶魔猎手的设定出自自己之手，必须借助这份设定绝地求生。
专属技能天敌强行激活，对决恶魔时的战力与恢复力瞬间飙升，感受突如其来的浩瀚魔力。对面哥哥的脸色骤变，陷于惊慌，承受着恐怖至极的威压。哥哥惊恐质问来者究竟是谁？格兰费尔根本懒得废话，直言绝不对猎物浪费口舌。一道凌厉剑光破空而出，瞬息之间将哥哥当场斩杀。然而战斗刚一落幕，面板再次跳出刺眼警报，提示熟练度过低，导致记忆空间极不稳定。随着闪烁的光芒吞没视线，浩烈脱离记忆空间。浩烈在心中惊魂未定，刚才的惨烈拉扯险些致命，生怕下一秒重回过去。还没等彻底缓过神来，美感属性突然触发改变外貌，寄生生物极度被转化为了中性状态，化作一颗保留黑暗能力的璀璨宝石。浩烈看着面板上的进度，吐槽折腾半天，理解度仅涨10%，好在全身终于恢复了体面。熟练度提升还让其习的神秘新技能，还没等细想，便注意到前方瘫坐在地上的正是克莱尔。克莱尔怀抱草药，惊魂未定，结结巴巴确认浩烈是否平安归来。虽然得到肯定答复，浩烈却发觉清晨的高塔安静的异常。格兰费尔翻开手机，赫然堆积着几百条未接与上千条信息。记忆空间里不过眨眼之间，现实世界竟已流逝整整15天。他赶忙询问其他法师的去向，话音未落，异动猛然横扫高塔。克莱尔满脸惊恐的坦白，留在此处疗伤的巨龙不知为何突然陷入疯狂暴走。克莱尔颤抖着补充道，暴走巨龙无差别袭击所有法师，高达2500级的古龙正将庞大高塔演变为火海。浩烈在心里疯狂吐槽，仅仅离开半个月，局势竟恶化至此，留守法师们正在拼死抵抗。而这场毁灭危机的伏笔还要追溯到2周之前，时间回到浩烈失踪的首日。法师班西在房间内翻找文件，疑惑出塔申请为何迟迟未批，同伴慌张赶来打断，直言向来守时的首席法师突发意外，失踪噩耗迅速在塔内转开，密集的传讯卷轴四处飞舞，众人纷纷议论缺席原因。而在另一边的治疗大厅，法师们正全力救治受创巨龙。巨龙向班西表达谢意，感谢其相赠高塔珍贵物资。班西客气回应是为了维护盟约。话未说完，便收到紧急传讯，得知浩烈失踪，2人赶忙离去。巨龙独自在大厅休养，正欲闭眼沉睡，等待格兰费尔归来，心脏骤然传来绞杀般的剧痛。巨龙以为只是旧伤未愈，殊不知巨大的心脏早已被黑色荆棘纠缠。到了浩烈失踪的第3天，法师们在现场反复探查，除了残留的黑魔力，完全找不到任何空间传送的痕迹。线索中断后，高塔正式对外宣布浩烈失踪，众人动用各种手段寻找，时间却依然一天天流逝。转眼间到了浩烈失踪后的第15天，精灵埃尔西多尔正在花园里照顾着花草，抱怨浩烈把花圃交给他后就一次没来看过。不过他也敏锐地察觉到，如今的高塔内部正弥漫着一股异样的不安。还没等他多想，一股如同巨蛇般诡异的气息突然袭来，让埃尔西多尔瞬间警惕起来。此时大厅里的巨龙正遭受着黑魔力的剧烈侵蚀，庞大的身躯不断被黑气缠绕蚕食。面对体内疯狂叫嚣的力量，巨龙死死咬牙忍受剧痛，发誓在浩烈赶来之前绝不倒下。巨龙彻底失去理智，庞大的身躯直接撞碎了高塔，身上的黑魔力如同诅咒般肆虐蔓延，伴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昂头怒吼，强烈的异常状态瞬间笼罩全场，所有人的生命与魔力恢复速度大幅下降，整体战斗能力更是遭到了重创。时间再次回到15天后的现在，对暴走恶龙的讨伐战正式打响，现场紧急疏散所有市民，工会联盟已全部赶赴现场，圣战联盟的支援也在赶来的路上。面对如此恐怖的灾难，现场的战士们陷入了苦战，光是巨龙怒吼带来的负面效果就让众人难以招架。法师班西感到难以支撑，前方施法的马切罗大喊着让他死守。就在局势濒临崩溃时，马切罗突然察觉到了异样，震惊地看向身后。马切罗震惊地发现，破空而来的竟是全身散发绿光的塔主。塔主让马切罗立刻后撤，宣告这场龙与恶魔的战争是时候彻底画上句号了。面对张开血盆大口扑来的暴走巨龙，塔主毫无惧色，爆发全身力量向对方正面宣战。庞大的巨龙与纤小的塔主在半空中轰然对撞，塔主直接展开巨大的法阵，当空召唤出漫天燃烧的陨石，直奔半空中的巨龙砸去。面对砸落的陨石雨，暴走巨龙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在喉咙深处凝聚起耀眼的光芒，伴随着一声怒吼，恐怖的龙息喷涌而出，与落下的陨石在半空轰然对撞。剧烈的爆炸瞬间吞没了整个天空，巨大的冲击波向着四周肆虐席卷。面对扑面而来的恐怖余波，塔主本可以轻松躲开，但为了保护后方的众人，他毅然撑起防护罩，硬生生扛下了这一击。连续应接2次龙息，塔主最终伤重倒地，身体受创脱力。而半空中的巨龙依然毫发无伤。面对如此绝望的实力差距，现场的联军士气崩溃，不少人甚至萌生了逃跑的念头。就在局势即将失控的关头，泰明等战士依然没有退缩，再次拔剑向着巨龙发起了冲锋。泰明与狮星骑士团毫无惧色，面对咆哮的巨龙强行发起了冲锋，希望能为同伴分担压力。眼看骑士和冒险者们明知送命，却依然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塔主当即开始凝聚强大的魔力，准备由自己来正面吸引巨龙的注意力。马切罗认出塔主正在使用生命力换取魔力，焦急地大喊想要制止。半空中汇聚起耀眼的魔力，瞬间吸引了暴走巨龙的注意力。
就在巨龙准备转向的危急时刻，泰明强行激活了狂暴技能，硬生生抓紧龙鳞挡下巨龙，发出阵阵怒吼，将仇恨拉回自己身上。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冲击炸裂，众人惊恐地大喊塔主的名字。就在受创的塔主即将重摔落地时，格兰菲尔的身影化作残影，急速掠过。他稳稳将塔主接在怀里，怀中的塔主低声爆出气急拔坏的咒骂。格兰菲尔依旧维持着从容不迫的优雅，在心中调侃浩烈平时最讨厌沾上猫毛。他眼神冷峻地看向前方，直言高贵的血脉绝不会沾染污秽，正是挺身接管了这片战场。看到失踪整整2周的浩烈平安归来，马切罗情绪异常激动，看着重伤昏迷的塔主更是自责不已。格兰菲尔将塔主妥善托付给了马切罗，随后他缓步走向前方那尊狂暴的古龙，冷冷叫出巨龙的名字尤纳克苏斯，正式宣布由自己来接管接下来的战斗。话音未落，系统面板瞬间弹出提示，技能驱魔仪式成功激活，汹涌的魔力黑雾喷薄而出。格兰菲尔缓缓睁开双眼，冷酷地向潜伏在龙体内的恶魔发出宣告，叫对方滚出来迎战。驱魔仪式已经激活，四周却异常安静，潜伏的恶魔并没有被剥离出来。浩烈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巨龙根本就不是被恶魔附身，他的肉体与灵魂已经被彻底腐化，巨龙自己就变成了恶魔。而这一切并不是巨龙的主动选择，那颗被荆棘死死缠绕的心脏正散发着大恶的污染之力，这股力量甚至能侵蚀太古巨龙的意志。面对再次痛苦咆哮的巨龙，浩烈终于明白，尤纳克苏斯此前一直在死死压抑这腐化。格兰菲尔认可了巨龙的忍耐，既然无法将其救下，他便要铭记对方的意志，拿出全部实力正面对决。话音未落，技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成功激活，庞大的暗色魔力瞬间狂暴喷涌，在现场众人的震惊注视下，格兰菲尔正式迎战。感受着这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浩烈甚至在心里产生了一丝怀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展现绝对力量的人究竟还是不是自己设定的那个角色。暗紫色的魔力柱冲天而起，狂暴的威压瞬间席卷整片街道。格兰菲尔神情冷酷，周身缠绕着肆虐的魔力，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前方。与此同时，听到巨龙暴走消息的杰茜等人也紧急赶到了现场，看着眼前披散着一头银色长发的人，众人震惊之余也疑惑他怎么在短短几天内变成了这副模样。梅丽忍不住感叹，格兰菲尔终于重新找回了过去那股辉煌的力量。面对眼前已被腐化的巨龙，格兰菲尔顺势拔出银剑，系统面板瞬间弹出提示，技能天敌成功激活。感受到来自天敌的绝望威压，尤纳克苏斯彻底陷入狂暴，身上的火焰炽热喷涌，爆发出震天撼地的咆哮。高达3500级的巨龙喷吐出炽热火焰，前线战场瞬间化作一片火海。哈尔肯死死咬牙抵挡，狂暴的高温几乎要将他的咽喉彻底灼穿。眼看局势濒临崩溃，泰明强行冲上前，死死按住巨龙，催促哈尔肯立刻退后接受治疗。面对全身严重烧伤却依然咬牙坚持的哈尔肯，泰明一时间震撼不已。可还没等两人做出选择，尤纳克苏斯庞大冰冷的龙眼已经死死锁定了眼前的哈尔肯。哈尔肯拼尽全力咆哮，硬生生将泰明推离了危险区域。倒地的泰明只能眼睁睁看着哈尔肯独自暴露在危险之中。周围的骑士们失声尖叫，狂暴的巨龙瞬间喷吐出滔天烈焰，将哈尔肯彻底吞没在火海深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不紧不慢地踏入烈焰。格兰菲尔单手拔出银剑，在肆虐的火海中冷酷现身。面对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焰，格兰菲尔挥剑爆发出极其强悍的魔力，瞬间将整片火海彻底展开。肆虐的高温被瞬间压制，格兰菲尔手持银剑傲然挺立，冷冷表示这种程度的攻击软弱无力。他侧过脸看向下方咆哮的巨龙，冷酷地质问尤纳克苏斯，这难道就是对方的全部实力？面对挑衅，巨龙再次轰出冲天龙息，格兰菲尔挥剑爆发出强悍魔力，将肆虐的火焰从正面彻底斩断。此时下方战场上，马切罗急忙扶住重伤倒地的哈尔肯，哈尔肯顾不上自己，开口就催促对方去救泰明。马切罗赶忙安慰他不用担心，随即施展魔法为其救治。可面对大腿骨碎裂、铠甲融进皮肤里的惨状，马切罗心惊不已，坦言即使保住性命，恐怕也难以完全康复。哈尔肯忍不住询问马切罗，那真的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浩烈吗？马切罗沉默良久，也只能表示自己愿意相信，这正是技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威力。格兰菲尔凌空挥剑，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强悍剑气，与暴走巨龙轰出的烈焰在半空正面硬抗，剧烈的轰鸣在战场上彻底炸开。浩烈看着眼前展现绝对力量的自己，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突然暴涨的长发确实有点吓人。面板上弹出的提示让浩烈大吃一惊，如此毁天灭地的力量居然才发挥了10%，他这才明白格兰菲尔过去的实力全都被自己这巨凡人之躯给压制了。刚才那记强悍的剑气直接重创了巨龙，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格兰菲尔手持银剑，缓步走到了巨龙面前。面对居高临下的格兰菲尔，巨龙的眼中充满了绝望。格兰菲尔冷冷开口，宣告这就是为他准备的驱魔仪式。倒在地上的尤纳克苏斯叹了口气，承认最终能阻止自己的果然还是格兰菲尔。他自责，直到最后都在添麻烦，不知给这个世界造成了多大破坏。格兰菲尔却让他不必担心，直言巨龙身上那些伤痕并不全是自己留下的，除了刚才那一剑，巨龙身上不仅有高塔法师的魔力残留，更有地面战士们拼死砍出的剑痕。
尤纳克苏斯看着身上的伤口，没想到凡人真能在巨龙身上留疤，意识到这些人未来定能成为格兰费尔值得信赖的坚实后盾。交代完这一切，尤纳克苏斯终于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结局。尤纳克苏斯坦言，能放下古龙之手的重担，彻底释放出真正的烈焰，对自己而言其实是一种解脱。格兰费尔听完淡淡回应，表示尤纳克苏斯绝不会被世人当成衰老疲惫的残躯，或是祸害世间的大魔龙。说话间，一缕绿色的火种在格兰费尔手中升腾，他郑重宣告，尤纳克苏斯将作为开启新时代的绝对火焰，比任何人都更加璀璨的被世人铭记。听到格兰费尔的承诺，尤纳克苏斯彻底放下心来，汹涌的绿色火焰瞬间将巨龙吞没，庞大的身躯在火光中化作漫天光粒。看着飘落的光点，现场的众人一时间全都愣在原地。格兰费尔轻轻抬手触碰飘散的光芒，向这位古龙送上最后的告别，祝他彻底安息。随着绿光渐渐隐去，肆虐的灾难终于迎来了终结，天空重新恢复了平静。尤纳克苏斯讨伐战结束后，法师塔为塔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大家到现在才知道，那只猫竟真的就是法师塔的塔主。泰明等人在这次战斗中立下大功，不仅等级大幅提升，排名也冲上了排行榜前列。然而，正面硬抗巨龙的狮星骑士团团长哈尔肯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格兰费尔一身正装，缓步步入集会大厅，引得台下众人小声议论。面对全场的目光，格兰费尔径直走到台前，向在场所有人郑重开口。他坦言，与巨龙尤纳克苏斯的决战前所未有，正因大家付出的牺牲与勇气，这个世界才得以被成功保全。格兰费尔当众展示出尤纳克苏斯的遗物，那是一颗蕴含着极其强大魔力的龙之心脏。他郑重宣告，这颗心脏将作为引领世人开启新时代的火炬。与此同时，杰茜独自坐在高塔之顶，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一只小猫缓缓走到了杰茜身边，杰茜以为他也是因为孤单才来到这里。浩烈看着面板上800级的数字，深知单凭等级远远不够，真正关键的是他在诅咒中获得了名为黑暗理解的新技能，哪怕熟练度只有10%，也足以正面抗衡巨龙尤纳克苏斯。这项技能威力极其强悍，使用时还会让头发变长，显然与格兰费尔的过去密不可分。为了进一步提升熟练度，浩烈决定再次踏入那片诅咒。浩烈正担心长时间离开会耽误事情，眼前却突然弹出了新的任务提示，前任塔主竟然留下了遗嘱，要求通过选举选出下一任塔主。而浩烈不仅名列候选人之中，系统还要求他争取投票权，向高塔证明自己的实力。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浩烈感到一阵头疼。他光是处理日常事务就已经应接不暇，根本不想再去抢什么塔主之位。此时玩家论坛里早已彻底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讨论让他竞选塔主。浩烈忍不住崩溃吐槽，明明大长老还健在。看着周围法师们议论纷纷，浩烈拔腿就往高塔深处跑去。他心里很清楚，再这样下去自己非要被活累死，必须立刻找人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而他的目标正是地位仅次于塔主的大长老尤格维。浩烈觉得只要自己这个外来者横插一脚，身为大长老的尤格维德绝对会站出来接盘。可当他一把推开大长老的房间，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桌上静静躺着一封书信。信件上写着给浩烈，拆开一看，果然是大长老尤格维德留下的。尤格维德早已料到浩烈会来甩锅，在信里明确表示自己对权势毫无兴趣，不仅拒绝接任塔主，甚至连大长老的职位也顺便辞掉了。他坚信新时代属于年轻人，大方将高塔的未来全部托付给浩烈，自己则准备安心享受退休生活。原本想找人接盘的浩烈看着这封声明当场崩溃，彻底愣在了原地。马切罗独自站在大厅里，他渐渐想通了前任塔主的深意，让浩烈成为候选人正是为了彻底改变高塔的现状。他决定亲自去鼓励并支持浩烈。就在这时，杰茜突然推门走了进来。马切罗以为他是来找浩烈的，杰茜却表示自己是专门来找他的。杰茜手里紧紧捏着信件，直言这件事关乎前任塔主的遗嘱。马切罗本以为遗嘱指的是塔主选举，杰茜却表示前任塔主还专门给他留了别的东西。话还没说完，刚刚甩锅失败的浩烈便满心崩溃地走了过来。看到面前现身的浩烈，马切罗突然做出了决定，他直接主动开口，请求对方把塔主的位置交给自己。面对马切罗主动提出的请求，浩烈在心里疯狂答应，做梦都想把这块烫手山芋丢出去。马切罗接着坦言，浩烈肩上承担着2个世界的命运，自己不能永远躲在后面被保护，必须站出来为浩烈分担重担。不久后，在浩烈的全力支持下，马切罗顺利当选为高塔的新一任塔主。看着眼前的结果，杰茜忍不住向塔主质问，既然早就料到是这个结局，当初为什么还要把浩烈选为候选人？前任塔主虽然肉体已经死亡，意识却在魔力作用下附身到了旁边的猫咪身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恶作剧。他也早已料到马切罗会帮浩烈分担重任。随着高塔的交接正式完成，一道巨大的魔力大门在众人面前轰然开启。伤痕累累的泰明与高塔众人早已集结完毕，格兰费尔胸前徽章爆发出璀璨光芒，带领众人正式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格兰费尔抬手凝聚起璀璨的紫光，这是他此前观察杰茜等人训练时所悟出的黄昏魔法。他
他以巨龙的心脏作为能量源泉，将传送门的坐标直接定位到了境界之外。看着眼前轰然显现的庞大空间大门，马切罗等人瞬间被震在了原地。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贯穿虚空，属于他们的全新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穿过格兰费尔开启的传送门，一座无比奢华的庞大城堡耸立在眼前。系统随之弹出提示，众人已踏入隐藏区域克劳迪领地。阵阵轰鸣声中，城堡前巨大的石像开始自行移动。众人想起巨龙曾称呼浩烈为克劳迪，这才惊觉眼前这片宏伟领地主人竟然就是浩烈。面对如此奢华的领地，有玩家激动的当场跪倒在地，甚至把浩烈当作信仰膜拜。排名第4的斯卡尔摆出高深模样，感叹着这座府邸的底蕴，却被排名第1的泰明当场拆穿，嘲讽他讨伐巨龙时因睡懒觉而错过。两人一路吵个不停，惹得同行的众人十分尴尬，连忙劝说两人消停下来。等所有人集结完毕，大家纷纷看向格兰费尔，感谢他提供了这片领地。浩烈在心里暗自盘算，自己原本想隐瞒这片领地，但如今阿卡奈大陆一片混乱，将玩家集中在此才是明智之举。随后格兰费尔看向坐在轮椅上的哈尔肯，告诉他这里有必须去见的人。哈尔肯被带到领地内部的工坊，工匠表示这是总司令亲自下的指令，他们会全力为其打造最顶级的意志。哈尔肯原本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返战场，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浩烈依然需要自己。面对工匠，哈尔肯提出了对意志的要求，不仅要足够坚固轻便，更要超越人类的极限。只有得到这样的双腿，他才能跟上浩烈的步伐，继续并肩战斗下去。阿卡纳郊区的兰热尔小镇已被诡异的红光彻底笼罩，大殿之内尸横遍野，幸存者瑟瑟发抖跪在地上。罗俊群将砍下的首级随意丢弃，感叹阿卡奈的时间竟快了4倍。他居高临下冷声质问：这个不起眼的小镇究竟凭什么撑到现在？面对逼问，幸存者支支吾吾不敢开口。罗俊群直接发动技能强行逼供，警告对方若不老实招供，所有人都会命丧当场。在技能控制下，幸存者终于吐露真相，领主在地下修建了祭坛，将领民作为祭品献给魔族，小镇正是靠供奉魔族苟存至今。得知真相后，罗俊群满意的笑了起来，收下幸存者作为仆人后，径直向大殿深处走去。罗俊群打算利用这里的祭坛稳步积蓄自身力量，甚至狂妄宣称不久后要让浩烈跪在面前，一举成为大陆的统治者。哈尔肯正与工匠确认一支细节，格兰费尔站在远处默默注视，见制作进展顺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此前一直深感自责，若非自己赶到太迟，哈尔肯也不会失去双腿。而眼下，他心中还在筹划另一件事。格兰费尔在半路拦截了尤格维德，被识破后，尤格维德索性主动摘下兜帽。面对格兰费尔对去向的询问，尤格维德坦言准备回趟老家。在他看来，随着2个世界即将全面连接，全新时代必然需要新的领袖，就算自己留任高塔，也无法阻止大势所趋。尤格维德临走前，让格兰费尔带向前任塔主问好。原来他早已察觉前任塔主并未真正死去，将高塔托付给格兰费尔后，他便潇洒道别离开。看着对方轻松离去，浩烈在心里抓狂不已，痛失大长老这个顶级战力，让他遗憾没有强行留人。但眼下敌对势力已开始行动，浩烈必须尽快整合力量，安排探险家联盟与斯卡尔寻找恶龙，同时搜寻6芒星胸针的下落。格兰费尔突然意识到，派出去的中烟早该返回，高塔方向却没有任何回应，让他隐隐察觉到异常。不久前的遗忘之谷，中烟盘旋在天空，山谷深处爆发浓烈的黑暗力量。中烟感应着这股异变，震惊地发现这股气息竟然与自家主公如出一辙。中烟决定上前一探究竟，以便回去汇报。可刚靠近能量源头，凶悍的魔力便猛然炸裂，其强度远超预想。未等退避，中烟瞬间被狂暴能量吞没，随着魔力轰然散开，一个身穿正装手拿杯子的骷髅在滚滚暗影中渐渐显现。随着狂暴魔力不断涌动，系统界面突然弹出全新任务提示：职业任务阿克山内战被正式触发。格兰费尔站在城墙上陷入沉思，虽然与中烟的契约依然完好，但阿卡纳世界随时都有变数。此时的遗忘之谷，中烟正被数道紫光长矛彻底钉死禁锢，陷入了无法脱身的困境。察觉到对方可能遇到了麻烦，格兰费尔当即唤来精灵希埃尔，命令他立即出发搜寻中烟的下落。希埃尔恭敬领命，即刻行动。格兰费尔在希埃尔的带领下来到了遗忘之谷，刚跨入这片区域，系统就弹出警告，这里是推荐等级高达1000级的暗影圣域。希埃尔有些抱歉地表示，从这里开始，他就彻底感应不到中烟的气息了。还没等格兰费尔细想，眼前突然弹出了系统界面，提示他正式触发了职业任务阿克山内战。本想只是过来寻找中烟，却意外被卷入了这场内战。说话间，自我之剑凭空降落，嗅到浓烈的血腥气息后，急切地催促格兰费尔将其挥舞。还没来得及多想，地上的暗影便剧烈涌动起来。系统紧接着弹出警告：圣域守护者暗影神的使者正式现身。面对眼前这尊全身黑甲的庞大身影，浩烈起初以为是恶魔猎手，可仔细感知过后，却发现是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无数紫光长矛从天而降，格兰费尔挥剑全数挡下，瞬间看破对方使用的竟是刺客招式。随着奉献转化为力量的效果生效，他顺势一剑将眼前的黑影当场斩断。可还没等松一口气，散落的暗影便再次凝聚，瞬间完成了复原。黑影再次贴身逼近，格兰费尔
挥剑迎战，两人在瞬息之间连续交手。格兰菲尔看准破绽，迎面一剑再次将对方劈开。可看着洒而复聚的暗影，格兰菲尔眼神冷峻，对方展现出的身手和招式绝非普通刺客那么简单。格兰菲尔一眼看穿对方身份，竟是暗影佣兵团的守门人。察觉到对方身上带着前成员的遗物，格兰菲尔下定决心，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将遗物重新夺回。两人再次爆发激烈交锋，格兰菲尔不再保留，当场激活技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准备彻底结束这场战斗。格兰菲尔爆发出强力一击，将暗影之神的使徒彻底斩灭。系统界面随之弹出提示，暗影佣兵团的据点遗忘之谷正式揭晓，格兰菲尔的等级也因此连续飙升。随着战斗结束，笼罩在山谷上空的暗影瞬间消散，一道红光从远处迅速降落。暗影佣兵基茨赶到了现场，他察觉到暗影异常消散，这才一路赶回据点查看情况。眼前这一幕让基茨不敢相信，强大的守门人竟然被人干掉了。正当他震惊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基茨回头一看，几名同伙正站在高处的悬崖之上，对方面露凶光，径直嘲讽他如今已成了叛徒。另一边，格兰菲尔收剑入鞘，准备前去寻找中烟。看着脚下的山谷，格兰菲尔不禁感到意外，没想到阿克山的叛徒们竟会藏在暗影佣兵团的圣地。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亮起一道异光，格兰菲尔停下脚步，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格兰菲尔看着眼前的残骸，确认这正是任务要寻找的阿克山遗物。可还没等他靠近，残骸上的暗影魔力突然爆开，凝结成庞大的黑色异形。异形直接喊出格兰菲尔的全名，冷声宣称阿克山必定会将他追杀到底。浩烈顿时大吃一惊，因为眼前的黑影正是失联的中烟，他竟被叛徒的黑暗力量彻底吞噬，陷入了无法自控的失控状态。面对失控暴走咆哮的中烟，狂暴的暗影魔力铺天盖地袭来，但格兰菲尔根本没放在眼里，这股力量比起他身上的黑暗微不足道。他吩咐希埃尔照看好中烟，只要顺利收回前方的阿克山遗物，职业任务就能顺利完成。格兰菲尔刚出手，系统就弹出了提示，阿克山遗物拒绝了他的触碰。浩烈心里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格兰菲尔是阿克山最后的幸存者，竟然会没有获取资格。格兰菲尔推测，必须满足特定条件才能拿到遗物。浩烈灵光一闪，想到了利用暗影理解度的技能，想要弄清格兰菲尔与叛徒的纠葛以及遗物隐藏的秘密，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格兰菲尔的过去。虽然有些担心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逝，格兰菲尔还是果断调动力量，准备亲自面对这段封存的历史。随着暗影理解度的技能成功激活，系统显示理解度达到 10%， 格兰菲尔顺利进入了恶魔猎手的圣地阿克山。视线再次清晰时，格兰菲尔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还没等他搞清状况，周围的猎魔人就纷纷拔出武器将他包围，质问他为何要一直欺骗阿克山。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浩烈一时间大惊失色，恶魔猎手们竟然把武器全部对准了格兰菲尔。猎人们愤怒地声讨，指责格兰菲尔一直在欺骗阿克山，甚至称他为体内流着恶魔之血的魔物，要求他当场交代真相。面对猎人们的围攻和质问，格兰菲尔全程神色冷淡，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这出乎意料的反应让浩烈瞬间看傻了眼。面对猎人们的戒备，浩烈急着想要澄清误会。迟努猎人还想继续指责，却被一旁的德克西奥当场制止。迟努猎人冷冰冰地反问对方，是不是已经被邪念动摇了心智？一句话直接让德克西奥哑口无言。见局势僵持不下，德克西奥当场做出决定，要求所有人配合，立刻对格兰菲尔展开净化仪式。为了进行净化仪式，一行人来到了阿克山主城的地下宝库。浩烈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么深的地方。随着沉重的铁门被推开，系统立刻弹出提示，成功解锁隐藏地点阿克山宝库。本以为宝库里藏着什么稀世珍宝，结果里面空旷又荒凉。带领众人的猎人下达命令，让所有人各自挑选一件圣物。浩烈注意到眼前的圣物居然是阿克山专门用来猎杀七宗罪的史诗武器，不仅能大幅增强驱魔效果，更是对抗源头邪恶的关键。这让他暗下决心，等重回现实世界，一定要想办法拿到这些圣物。紧接着净化仪式正式启动，众人围绕法阵坐下，按照吩咐闭上双眼。法阵中涌现出浓烈的能量，可就在驱魔力量爆发的瞬间，格兰菲尔却突然睁开双眼，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异样。净化仪式启动后，杯中的圣水迅速化为黑色，众人立刻拔出利刃，当众指控格兰菲尔身怀恶魔血脉，并借机发起了袭击。浩烈这才彻底反应过来，引发当年阿克山内战的导火索，竟然就是格兰菲尔自己。危急关头，德克西奥伊把扣住出手的尤克拉的手腕，指明仪式并未产生恶魔反应，当场澄清格兰菲尔并非叛徒。随后他严厉警告在场众人，盲目被恶意挑拨而动手，本质上与背叛阿克山毫无区别，所有贸然拔剑的人都必须承担责任。德克西奥直接下达命令，让所有人立即离开阿克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手下虽然意外，但还是跟随德克西奥转身离去。眼前的一幕让浩烈大感意外，本以为格兰菲尔会面临严酷的审讯，没想到这场危机竟会以这种方式收场。浩烈还没来得及看清更多，系统就突然弹出警告，提示理解度过低，导致过去的时空陷入混乱。浩烈被直接强行传送剥离。离开阿克山的德克西奥走在荒原中，脑海里不断浮现刚才的画面。阿克山的圣物谦逊之泪，唯有真正谦逊之人握持，才会流淌出清澈的圣水。虽然当时圣水
变为了黑色。但格兰费尔在绝境中展现的高贵姿态，却让德克西奥深感震撼。他隐约感觉到，也许只有格兰费尔才能在未来将阿克山的意志继续传承下去。撤离途中，德克西奥察觉异样，回头发现尤克拉竟偷偷盗走了阿克山的圣物。还没等他开口喝止，尤克拉双眼渗出黑色粘液，彻底被恶魔力量侵蚀附身。恐怖的黑红魔气瞬间爆发，肆虐的力量当场袭击了周围的同伴。德克西奥这才猛然醒悟，真正的背叛者竟然就是尤克拉。他立刻大声喊话，叫所有人全力迎战。被恶魔掌控的尤克拉凶残反扑，同伴们根本无法抵挡。混乱中，德克西奥趁机接下了跌落的圣物。为了保护圣物，同伴们甘愿用身体拼死阻挡恶魔，催促德克西奥带着圣物立刻撤离。德克西奥不敢耽搁，抱紧圣物全力奔逃。他这才意识到，恶魔早已悄无声息潜入阿克山，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圣物落入恶魔之手。德克西奥一路奔逃，停下脚步时才发现自己竟来到了遗忘之谷。这里有强大守卫驻扎，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近。抬头望去，远处的高崖上正伫立着格兰费尔的身影。德克西奥心中暗下决心，决定将阿克山的未来彻底托付给格兰费尔。随后抱着圣物，义无反顾地纵身跃下悬崖。山谷下方乱成一团，同伴间不知为何竟动起手来，击刺挥剑挡下致命一击，质问对方为何要对自己出手。手持武器的洛奇德情绪失控，怒声控诉着长久以来的不满。眼看内讧即将彻底激化，伴随着一声震天的巨响，恐怖的力量突然从天而降，巨大的冲击瞬间掀翻周围。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当场愣住，惊恐地看着眼前落下的庞然大物。面对突如其来的红光轰炸，原本发生内讧的众人只能被迫收手。密密麻麻的血色暗影铺天盖地而来，强如鸡雌也被这股力量逼得不断后退，局势瞬间变得异常棘手。一道湛蓝的耀眼光柱从天而降，狂暴的冲击瞬间贯穿全场，将肆虐的血色力量一举粉碎。随着烟尘渐渐散去，格兰费尔主动站了出来，示意其他人直接退下，这里交给他一个人解决。系统界面突然弹出提示，技能天敌成功激活，